这人类的男人呐，好坏呀！这媳妇对他可多好啊！如今他竟然要休了人家，去县城当上门女婿去。哎，可怜这女人还什么都不知道呢。吵闹声、哭泣声、斥责声，吵得宋婉珍头痛欲裂，终于痛得她睁开了眼睛。哼，我宋家怎么娶了你这么个女人，连个丫头都看不住。娘，儿媳求求您了，您就让儿媳去给三丫请个大夫吧。请大夫？那要多少银子啊？一个贱丫头哪里配请大夫？谁让她没事跑到悬崖那边去的？摔死了活该。可是这是三丫一条命啊，她是您的亲孙女儿，您怎么能这么狠心呢？啪的一声，宋家老太太一脸怒容，甩了孙巧云一巴掌。这若是老一辈的时候，就你这种媳妇儿，我们宋家早就休了，竟敢这么跟长辈说话。相公，你救救三丫吧。怎么，你是觉得娘说的不对，你就是这么做人家媳妇的？孙巧云跪在地上，只觉得眼前的人如此的陌生，她竟连自己亲生女儿的生死都不顾。相公，我求求你了，三丫还有的救。好了，这人都快凉了，救什么救？我看你就是不想让我这个老婆子安生，故意整这一出。真是个恶毒的妇人，就这样的女人你还留着干嘛？还不赶紧休了！那老太太的话还没说完，宋婉珍猛地坐了起来。你才凉了呢，你全家都凉了。宋老太太吓得屁股一挪，直接坐到了地上。哎呦妈呀，扎湿了！三丫，你没事了？两只老鼠看到宋婉珍直勾勾地向着他们看过来，站定，然后呲溜一下就跑得没影儿了。我勒个娘嘞，真吓人！那小姑娘怎么跟能听懂咱们说话似的？她听懂个屁！宋婉珍暗自惊讶，她为何能听见老鼠说话？她穿越之前家里祖传修道，到爷爷一辈还经常去村里给人做法，看看风水。可是他今日为何被一道天雷劈到了这里？宋婉珍的大脑一时间有些混乱。娘，不用担心，我没事了，你别求这两个狼心狗肺的。孙巧云不可思议地看着自己的女儿。三丫头，怎么能这么说你的祖母和父亲？你个死丫头，你要造反呢！你看看啊，你看看你教的好女儿，半点不尊重长辈，竟然能说出这样大逆不道的话。三丫头，快给你奶奶和爹道歉，说你不敢了。道什么歉？人家都要休了你，去给人家做上门女婿了，你还巴巴的上赶着给人家道歉？你这丫头胡说八道什么？这下孙巧云是真的生气了，她怎么能说出这样的话？相公怎么会休了他？我没有胡说，不信你问问他们。宋天科心一横，跟宋老太太对视一眼。哼，你个贱妇，宋家几个孩子都被你霍霍成什么样子了？你这样的女人留着，对不起我宋家的列祖列宗。你上不敬长辈，下苛待子女，我宋天科今日就休了你！还不等宋天科的话落，宋婉珍直接拉开屋门。只见院子里墙头上都坐满了村里的人，正伸着耳朵听他们说话呢。哎，婶子大娘们，给评评理，我母亲这些年对宋家母子怎么样？有没有做过上不敬长辈下苛待子女的事情？老宋家的媳妇儿还不敬长辈呀，对宋老太太呀可是比亲娘还亲呐。累一天回来还要做好饭送到婆婆手里。这些年宋老太太都没有自己洗过脚吧？就是啊，巧云对这母子两个可是够好的了。谁让你开门的？赶紧关上！宋天科知道，依着孙巧云的性子，即便是他休妻了，日后也不会到处说他的坏话。只是没想到，这个要死的三丫头竟然突然来了这么一手。
现在我爹要以上不敬长辈、下苛待子女的由头休妻。妖兽啊，这不是作孽吗？哎呦，这不是欺负人吗？你看看，这就是你教的好女儿，往自己的父亲身上泼脏水。你们胡说什么？是孙巧云这个女人犯了错，我儿子才休妻的。哎呦，宋老太太，你倒是说说你家媳妇儿犯了什么错，大家伙呀也好帮你们评评理。我宋家休妻跟你有什么关系？你算个什么东西，还帮着评评理？你不说，那就是你心虚。我看呀，就是你们丧良心。哎呦，这宋家母子呀，真是狠呐！伺候了他们母子这么多年的媳妇儿，说不要就不要了，不要了还不跟人家和离，还想休了人家，这是畜生行为啊！被赵婆子这么一喊，两人意识到，今日若是把这些村民赶出去，那他们的名声在这宋家村也是彻底的臭了。哎呦，你们是不知道内情啊！嘿嘿嘿嘿，孙巧云教的好女儿，刚刚竟然敢辱骂长辈呀！她教出这样的女儿，定是她平日犯了口舌之忌，辱骂我们，所以这丫头才跟她学的。村里人见惯了平日里宋老太太高高在上的模样，也有人开始怀疑这宋老太太说的是真的。娘，相公，儿媳从来没有在孩子面前骂过你们呢。三丫她是摔到脑袋了，她是说胡话呢，她不是故意的。你少做狡辩，这个孩子如今死的死，疯的疯，都是你的错。孙巧云脸上的泪水瞬间滑落，都是我不好，是我不好，是我没照顾好他们。大家快看呐，她自己都承认了。这天底下怎么会有你这样的恶婆婆，如此欺负孝顺你这么多年的儿媳，你也不怕天打雷劈？我大哥是为了什么才上山的？是他非要吃野鸡，一把年纪了，让那野鸡肉馋的呀，大晚上的逼着我大哥上山，这才出事的。哎呦我的娘啊，这还整是自称是秀才娘呢，这怎么比那孩子还馋呀？咱们村里的老婆子呀，可是有口好吃的都留给大孙呢，还没听说呀逼着孙子大半夜去山里面打野鸡的，这不是老祸害吗？的确有些离谱了，这么好的一个孩子，就因为老太太嘴馋，就这么给祸害了。哎呀，可惜了那孩子呀！你说说，这么高的个子，一表人才的，读书也好，哎，就这么没了，听着就心疼啊！哎呦，这我要是当娘的呀，我这心里得……哎呦，呸！我们家可不能有这样的老祸害，我那孩子好着呢。你个死丫头，你再敢胡说八道啊！你敢这么说你的奶奶？哎呦，天客呀，你要替母亲做主啊！啊，你看看你的好女儿，她竟敢这么说我。这些年，宋家她一人独大，好吃的好用的都紧着她，谁敢这么说她？你大哥的事是他不小心，跟你祖母有什么关系？人都没了，还说这些干什么？孙巧云就看着宋天科，一句话就把这件事接过，只觉得心底凉了半截。什么叫人都没了还说这些做什么？这事情不是你们提出来的吗？是你要拿着这事儿说辞休了我娘，现在事情摆出来不是我娘的错，你就说这样的话，你一个读书人不但不讲道理，还挺双标的呢，怪不得把书读烂了，也就是个秀才。宋婉珍冷笑一声，又指着宋老太太，我二姐为什么疯癫了，也是被他们逼的。我二姐本来相中了铁柱哥，多好的一门亲事啊，可是他为了20两彩礼钱，非要把我二姐许配给木匠家的傻儿子，我二姐宁死不从，直接把自己给逼疯了。木匠家那个傻儿子都30多了吧，那婉琴才16啊。是啊，这不卖孙女吗？哎呀，这是畜生呀，让我也得疯啊。我都是为了那丫头好啊，
我还不是想让她找个富裕的人家，谁想让她以后嫁了人受苦？宋老太太的话落，竟然还有人点头，觉得她说的对。哼，你说的好听，让你嫁个比自己大20岁的傻子，你愿不愿意啊？木匠家要是这么好，为何别家不嫁？村里的人都是傻子吗？不是，宋家村的人都是讲良心的，断不会做出卖女儿卖孙女的事情。可是偏偏就出了你们这狠心的母子。村民刚刚还有几个觉得宋老太太做的没错的，此时也断不会承认他们是没有良心，会卖女儿卖孙女的。哎呀，就是啊，我们宋家村的人怎么能干出这样的事情啊？像木匠家的傻儿子都快跟他儿子一般年纪了，而且听说啊，越老越傻，现在都是拉在炕上尿在炕上的。这样的人，这宋老太太是怎么忍心把孙女往火坑里推的呀？真是狠心的老畜生！宋天科本来还想骂宋婉珍几句，可是一抬头看到村民那戏谑的眼神看着他，他瞬间觉得脸颊火辣辣的丢人。三丫说的又没错，就是婆婆她为了20两银子卖孙女儿，我当娘的是有错，我错就错在不该太软弱，太听你们的话，没有保护好我的女儿，所以老天爷才惩罚我。可是婆婆她也错了，她也要接受惩罚的。宋天科一愣，甚至是惊呆了。孙巧云竟然敢这样跟他说话，反了天了，真是反了天了！你个贱妇，你敢这么跟我说话？哎呦，宋相公啊，你媳妇儿说的没错呀，你也是当亲爹的，怎么能看着老娘这么祸害自己子女啊？哦呦，就是啊，他老娘若是畜生，那他就是畜生不如。你这贱妇，你就这么看着别人骂你的相公，你还不赶紧对他们解释？解释什么？有什么好解释的？20年的倾心付出算是错付了。孙巧云凄厉的嘶吼出声，似乎是把这些年压抑在心中的委屈都要发泄出来。你们可不能听着女人胡说，是这丫头坏，都是这丫头挑唆的，她就是怨我们没给她请大夫呢。宋婉珍勾唇一笑，顺着宋老太太的话接着道：对，我就是恨你们，恨你们见死不救。我今日还能活着在这里跟叔叔伯伯婶子大娘们说这些话，那是阎王爷看我可怜，看我娘可怜才让我回来的。今日我娘为何哭着求他们？前天我在山里不小心摔了一跤，在床上躺了2天，眼看着就不行了。我娘求着他们给些钱去请大夫，这母子2个宁愿看着我死了，都不舍得出1分钱。他就是想把我们都给害死了，再休了我娘，然后去县城给举人老爷当上门女婿，过好日子去。说到一半，宋天科便有些没了底气。他要去江家的事情，宋家村早晚会有人知道。你们到底是不是人啊？我娘伺候了你们20年啊，就算是个丫鬟，是个下人，你们也不能这样对她呀。看着宋婉珍一脸泪水委屈的指控，村民们一个个都睁大了眼睛。哎呦，气死我了，听不下去了，怎么还有这样的人家？哎呀，这宋家村出这样的人，简直丢人呐！老孙家这是帮了2个白眼狼啊！不孝女，再怎么样我也是你的父亲，这是你的祖母，你无论如何也不该对我们大吼大叫。哼，我不孝顺，你们的所作所为连阎王爷爷都看不下去了。若不是我在阎王爷爷面前求情，阎王爷爷就要来收了你们了。我还是你们的。村里的人都信奉神灵，不少村民都知道宋婉珍摔得不轻，若是刚开始他们以为是回光返照，这都已经这么大一会儿了，哪里有要死的模样？莫不是他真的是被阎王爷送回来的？三丫头，你还真看见阎王爷了？当然了，要不然我怎么醒了就知道我爹要故意找个理由休了我娘，要去县城给人当上门女婿去。他去县城入赘的可是县城的将军人家，所以才想找个我娘的错处休了他，不但甩了糟糠之妻，还维护了自己的名声。宋家母子的心事就这么被赤裸裸地揭露在人前。
他们死死地盯着宋婉珍，皆是一副不可思议的表情。哎，你看这丫头一点事儿都没有，你说那天她摔成那个样子，若不是有神灵保佑，怎么可能这么快就好了？还真是的呀，他说的肯定是真的。哎呦，你这死丫头呀，你在这装神弄鬼的吓唬谁呢？小小年纪就学会骗人，就是让你娘给你教坏了。这死丫头烂命一条，阎王爷怎么会选上她？肯定是他们母子商量事情的时候被这丫头偷偷给听见了。发财婶子，你们家昨天丢的那只老母鸡跑到北陵去了，昨晚上在一个草窝趴了一晚上，您现在去北陵东北角估计能找到。赵婆子正看着热闹呢，没想到宋婉珍突然来了这么一句，瞬间来了精神。啥？我们家那鸡不是被人偷了？您要是不信啊，现在去北陵看看便是，左右来回不过2刻钟的路程。从赵婆子来了院子，屋顶的2只鸟就开始叽叽喳喳地骂了起来。这个老婆子可是烦死娘了，骂起人来没头没脑的，比我正娘嗓还厉害。他们家的那只老母鸡，我昨天晚上从北陵飞回来的时候看见了，在北陵东北角一个草窝里面藏着呢，哪有被人偷了去啊？因为得到了这2只鸟的信息，宋婉珍才坚定地开口。哼，听这死丫头瞎说，北陵离着你家这么远呢，那只鸡怎么会跑到那边去？你这丫头呀，可别骗人呐！我要是真找不到，还要费这一趟腿。婶子呀，可是要回来找你算账的啊！北陵是宋家村北的一片小树林，杂草丛生，还有不少的坟头包子。别看这赵婆子平日里掐着腰骂骂咧咧的，可是胆子却是极小。婶子，赶紧去吧，再去晚了呀，就让黄鼠狼给抓走了。你听听，他肯定是胡说。到时候你找不到那只鸡，他就会说是被黄鼠狼吃了。我呀，先去看看我家鸡去。没有，婶子再找你算账。说完就小跑着走了。三丫头，你发财婶子这脾气，咱们可惹不起啊。娘，你就放心等着吧。哎呦呦，我看这丫头是摔着脑袋了，所以才胡说八道的吧。赵婆子竟然还真听她的话呀！嘿，她才多大呀，她还能掐会算了，还跟阎王爷搭上线儿了。宋婉珍迅速地从原主记忆里扒拉出这婆子的信息。这婆子也是牙尖嘴利的，生了5个儿子，3个女儿，所以啊，这村里的人都喊她一声多子婶儿。哎呦，多子婶子还有心情在这儿吃瓜呢。你那儿媳妇儿羊水都破了，小孙女出来了半只脚，只怕是啊要难产了。你胡说！我出来的时候，我家儿媳妇还好好的呢。哼，而且我家儿媳妇里怀的可是带瓣儿的，怎么可能是丫头骗子呢？俺可是专门去20里堡找大仙儿给算的。他这一胎呀，可是个大胖小子。哦，那你就当我没说，你就继续在这儿看热闹，看你大儿子回来不跟你闹翻天。正当多子婶子还想反驳的时候，突然听见院墙外有人喊：多子婶子，有没有在里面啊？那声音火烧火燎的，急得不行。在这儿呢，人在这儿呢。哎呦，多子婶子呀，你还有心情在这耍？你儿媳妇难产，孩子都出来大半只小脚了，你儿媳妇嚎的嗷嗷的，人快不行了呀！众人听见那婆子说的话，也是齐齐的倒吸了一口凉气，竟然真的被三丫头说中了。编，继续编。我看一会儿人家多子婶儿媳要是真生个大胖小子，你如何解释？哎呦，宋家嫂子呀，这三丫头若是瞎编的，怎么正好知道人家儿媳妇儿恰巧这个时候羊水破了的事儿啊？哼，拉倒吧，那多子婶的儿媳妇本来就要生了，肯定是她瞎猫碰上死耗子，真是个惹祸精。一会儿那赵婆子和多子婶子回来算账，可跟我宋家没关系，都是这死丫头惹的祸。听宋老太太这么说，孙巧云脸色又担忧起来。这赵婆子和多子婶子可都不是善茬，若是真找过来，那就麻烦了。娘，我把事情弄成这样，你生气吗？娘不生气，娘只是觉得愧对你们，
娘这些年让你们受苦了。听孙巧云这么说，宋婉珍的身体都放松了几分。还好，她这个娘还有救。你们都要抛妻弃子了，当然跟你们没有关系。你个死丫头，让你爹打烂你的嘴！你个死丫头，你真是太让为父失望了。今日为父就要家法伺候。宋天科斯文地撸起一小截袖子，伸手便要掌掴宋婉珍。哎呦，我家的鸡呀，真的找到了，还真在北陵那儿呢。人还未进院子，激动的声音已经传了过来。神了，还真让三丫头说中了。这鸡呀，不但在北陵，而且她待的地方呀，还有个草窝。估计昨天晚上呀，就是在那个草窝里面猫了一晚上。嘿，神了！这丫头难道真有大气运在身呐？是啊，哪有这么巧的事情啊？孙巧云本来还担心赵婆子回来闹事，没想到她真的拎着鸡回来了。三丫头，你真的遇到阎王爷了？我醒来后，这些都是突然出现在我脑子里的画面，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而且时而有，时而无的。哎呦，这三丫头肯定是得到了神灵的护佑啊！嗨，估计啊是阎王爷也看不惯这老宋家做的这缺德事儿，才让三丫头有了这些本事的。真是作孽呐！你们少在这儿添油加醋的胡说八道。不就是一只鸡找回来了吗？能说明什么啊？都走！我们家的事儿跟你们有什么关系？眼看宋老太太要赶人，宋婉珍可不打算给她这个机会。李正婶子，麻烦您看看李正叔回来吃晌饭了吗？劳烦您把李正叔叫过来。李正家媳妇儿正看得津津有味呢，突然被点名儿，她还愣了一下。估计啊是回来了，我这就回去看看。你喊宋立正过来干什么啊？你还嫌今日不够丢人吗？若是把宋立正叫过来，这休妻的事就真的不好办了。乃真是害怕了，你们不是要休妻吗？今日就让李正叔给评评理，休妻你们配不配？你这个不孝女，你要气死你奶奶！我宋家没有你这样的女儿。我现在还叫您一声父亲，一会儿李正叔来了，再断绝关系也不迟。宋婉珍丝毫不让，围观的村民却有不少人露出了不赞成的表情。才10几岁的丫头竟然还扬言要跟亲生父亲断亲，这丫头也太泼辣了吧！哎呦，你看看，养了10几年的丫头养了个白眼狼啊！说这话也不怕风大闪着舌头，你们又没养过我一天，我怎么就成了白眼狼了？当年你们穷得响叮当，屋子塌了都盖不起来，后来这房子里吃的用的哪一样不是我外公一家给置办的？这些年你们娘俩在外面里头可是伸过手帮过一把，每日里游手好闲，除了吃就是等着我娘伺候，你们可有为这个家出过一天的力？我们几个孩子，你们母子可有好好的抱一抱看一看？我娘怀着我还有半个时辰就要生产的时候，还要跪着给你洗脚，生下我1日就要背着我下地。我要孝顺，也是孝顺生我养我的娘，而不是对我们如此无情的你们。你个死丫头，你和你娘就是这贱命。你爹可是秀才，我是秀才娘，你让我们下地，你让我们出门干工，你怎么想的你娘能伺候我是她的福气。宋老太太被气急了，说话有些不管不顾，把心里话都说出来了。哎呀，好，他们啊终于说出自己的真心话了。合着他一个秀才半辈子都没有中举，就觉得自己高人一等呗，觉得我们这些勤劳能干的村民都是贱命呗。刚刚还有一些觉得宋婉珍说话过分的村民，这下彻底倒戈。这亲爹亲奶奶根本就不是人，这样的爹这样的奶奶不认也罢。逆女，他在胡说八道，根本不是他说的那样，不是他说的那样啊！大家都看到了吗？我爹平日里在你们面前衣冠楚楚的，在家的时候就是这个样子。什么叫表里不一？就是骂他的。这宋相公还真是当面一套背面一套。
嗨，也不知道那举人老爷是怎么想的，竟然要这样的人当上门女婿。嗨，听说呀，那江举人家的女儿也不是什么好东西，前些日子刚刚与人和离，没想到这两个人这么快就搞到一块儿去了。不许你们说雪娘的坏话，她是被人骗了。宋天科这次是真的着急了，他不允许任何人说雪娘的坏话。宋理正来了。一路走来，又听婆娘说了一堆事情的经过，心里大体已经明白了点事情的原委。唉，仗义每多屠狗辈，负心多是读书人呀。哎呦，他李正叔啊，我们家出了个祸！哎呀，这死丫头要跟我们断亲呐！奶这话可说的不对了，是你们要抛妻弃子，要休了我娘，你怎么还不讲理啊？他李正叔呀，我可以作证，就是他们母子要抛妻弃子呢。宋婉珍可是帮他把他们家的大母鸡都找回来了。再说了，他本来就看着那宋老太太不顺眼，凭啥他整日都高高在上的一副死模样？哎呦，真是作孽呀！阎王爷都看不下去了。行了，都别说了。宋相公啊，你在宋家村也算是有头有脸，能挂得上号的人物，甚至这十里八村的人都知道你的人品。可是今日这个事情啊，你得好好解释一下，到底怎么回事啊？宋理正一个大男人，自然是不喜欢听老婆舌，他就想听宋天科说。是这婆娘对我娘不敬，我才想休了她，她还不认。可是三丫头说是你想故意休妻才找的理由啊。三丫头是胡说八道的，丫头一般都向着娘。李正叔，我没有胡说八道，发财婶子可以作证，还有李正婶子刚刚一直都在。哎呦，这丫头神了呢，能掐会算的，算我们家老母鸡呀。他李正叔，你是个精明的，你信那丫头会算？哼，他若是会算呢，我都能成仙了。然而他的话刚落，便听到墙头外有人大喊：哟，生了生了！哎呦，多子婶她儿媳妇终于生出来了，还真生了个丫头呢。院子里的人听到外面的动静，纷纷错愕起来。哎，这多子婶的媳妇儿真生了一个丫头。哎呦天哪，这三丫头真是神了呀，比那20里卜的老神棍还厉害呀。哎，你说这不会都是阎王爷爷告诉他的吧？宋老太太和宋天科更是不可思议地看着宋婉珍。这一件事儿若说是巧合，这2件事情都被他说准了，这也太巧合了吧。哎呦，他李正叔呀，反正我是信这三丫头会算，不信这个宋老太能成仙。他一个老祸害，还想成仙子呢。赵婆子，你闭嘴！你这鸡都找回来了，还不回家给你家男人做饭去？赵婆子撇了撇嘴，往人后面钻。这热闹都没看完呢，他才不走呢。宋相公，咱们宋家村开村500多年了，你是知道这宋家村的村规的，抛妻弃子的事是绝不允许的。他李正叔，我自然知道这规矩，只是这婆娘实在是过分，真不怪我呀。他今日必须休妻，要不然如何跟雪娘交代？就是啊，他李正叔，您是知道天科的为人的，他不是那狼心狗肺的人，他可是读书人，咱们宋家村唯一的秀才呀。宋老太太说完，只听院子里的人一阵唏嘘。秀才了不起呀，白读这么多的圣贤书，抛妻弃子哟。2口子在一起这么多年了，孩子都给你生了好几个了，这里里外外的也从来没亏待过你们娘俩。这今日不管你媳妇犯了什么错，你这个做丈夫的看在她这么多年任劳任怨的份上，你都得包容。宋理正想着以理服人，让宋天科绝了休妻的念头。就是呀，宋相公，这些年巧云没有功劳，那也有苦劳嘛。他为了你们娘俩做的，我们都看在眼里，你们真不应该这么做。如今这世道，若是被休了，以后还如何过活？宋天科，
你想休妻没门儿，我要跟你和离。你这个贱人，你敢提和离？哼，宋家还没你说话的份儿，你给我跪下！宋老太太那气势惹得院子里的村民齐齐的倒吸了一口凉气。这宋老太太真是好大的架势，好大的规矩呀！娘，这些年因为您是我相公的母亲，是我的婆婆，我把您当亲娘一样供着，我以为至少您会把我当成半个女儿的。作为您的半个女儿，我敬着您，伺候着您，我都心甘情愿。可是今日你们母子想把我和孩子抛下去，给人家做上门女婿去过好日子，我不怨你们，可是你们没有资格休了我，此时此刻更没有资格让我再给您跪下。她竟然敢当着村里人的面让她这个做婆婆的下不来台。你是我宋家的媳妇儿，我宋家就有资格休了你。宋理正的眉心皱了皱，这老太太这是打算不要脸了。宋天科的脸色则更难看，和离日后那不更印证了他抛妻弃子的丑闻吗？我母亲说的没错，孙巧云你是我宋家的媳妇，和离还是休妻，只有我宋家说的算。李正叔，您都听到了吧？婶子大娘，各位叔伯，你们也听到了吧？李正叔，请您帮我娘做主。李正叔啊，咱们可是一家子，你可不能偏帮外人。日后天科在县城要是有了出息，咱们村里还不跟着沾光啊？宋理正眼底闪过一抹讥讽，别说宋天科也不过就是个秀才，而且他去县城是给人家入赘的，又不是做官的，他们宋家村还能沾上什么光？今日偏帮了宋家母子，那他这个李正日后在村民面前连头都抬不起来。此时10里开外的土路上，孙家一行7口人正坐在牛车上火速赶往宋家村。我就知道那姓宋的不是什么好东西，这些年小妹就是给他留着脸面呢，没想到这还没过上好日子呢，他就敢做出抛妻弃子的事情。哎呦，你轻点儿，你要是把人家的牛打死了，你赔得起呀？你拿牛撒啥气呀？要怨就怨你妹妹不争气，早就说了那宋天可不是个好东西，他还是巴巴的当宝一样的伺候着。干了一上午的活，饿得前胸贴后背，刚想坐下吃饭，结果筷子刚拿起来就来了这事儿。我不是着急去给小妹撑腰，谁能知道那母子两个这么狼心狗肺？小妹那是善良，心眼好，她有错？大哥，你别怪嫂子，她也是替小妹气不过。咱们之前不都看着宋家那母子俩不是东西吗？就是啊，大哥，你可别说嫂子了，咱们今日是去给小妹撑腰的，一家人可要拧紧了。听着弟弟和弟妹都劝解，孙长铁也没再说啥了，只是看着前方好好的驾着牛车。哼，现在过去有啥用？那三丫头那日抬回去的时候看着就不行了，就巧云那性子还不是任人家拿捏，等咱们过去啊，人指定已经被休了。这些年来，孙家两兄弟可没少帮着宋家，平时地里的活宋家母子一点都不干。孙巧云的孩子还小的时候，几乎都是她男人和老二家去地里给她帮忙，而且平日里她男人也没少往孙巧云那儿塞零花钱。你再说一句，就给俺滚下去！你吆喝什么呀？驾好你的车！这一声是斥责孙长铁的，但同样也是说给大儿媳听的。宋家村，宋理正清了清嗓子，看向宋老太太：“老婶子，我天科兄弟是一定要去县城是吧？”“那是当然，我们在县城有好的出路，等我们到了县城，一定不会忘了咱们宋家村的。”“好，天科兄弟啊，咱们是一家子，我心里呢自然想让你好。”孙巧云紧张地看着宋理正，心里有些担忧和害怕，估摸着宋理正是不会向着自己的。俗话说亏妻百财不入，几个巧云呢是个能干的，到了县城那一边呢，也会把你和婶子给伺候好。宋老太太没想到宋理正会这么说，这媳妇儿我们不要了，坚决不要了，绝对不会带他们去县城。既然如此，那就写了和离书吧，双方和离，谁家也不亏。
啥？宋老太太惊讶地看着宋礼正，甚至觉得他是不小心说错了。宋礼正，你到底会不会判？你说合理就合理，你这是帮着别人欺负自家人呐！哎呦，这秀才娘也耍来不讲理嘞！是啊，这宋礼正说的对，这错处就在宋家，合理是对的。就是啊，咱们宋家村可不能认同这种狼心狗肺的行为啊！这么多男娃娃，那以后还要找媳妇儿呢。村民们你一句我一句的说的都是支持宋礼正的意见。哼，跟你们有什么关系？都给我滚！乔云，你真要毁了我吗？这些年你对我们母子的好，我十分感谢你，你就不能再成全我一次？宋天科双眼受伤的看向孙巧云，他知道孙巧云有多爱自己，只要他主动说一句软话，这个女人一定会心软的。宋天科，你非要踩着我的骨血往前走才行吗？你就不能成全我，跟我和离吗？没想到，没想到原来你这么多年的贤惠听话都是装的。李正叔，麻烦您现在给我们双方起草一份和离书吧。今日天还早，到时候双方签了字，还来得及去衙门备案，今日便把这事儿了了。顺便再把这屋子和地都分一分，按照咱们大夏和离的规矩，夫妻共有财产应该可以平分的吧？好，那这和离书啊，就由我帮着起草吧。宋礼正上过几年学，写份和离书对他来说不难。再说这东西也都有模板的。不行，我们要休妻，我们不和离。你们若是再闹下去，大不了我们就鱼死网破。等到你们去了县城，我也有办法让县城的人都知道你们做过的烂事。宋老太太终于哑了火，不知道为何，明明是个上不得台面的黄毛丫头，竟然莫名的让她心中生惧。经过宋礼正的协商，宋家老宅的房子留给孙巧云母女，可是家里的5两银子的存款全部归宋家母子所有。孙巧云，你别后悔，若是和离，我这辈子都不会原谅你。宋天科，这些年我孙巧云自认为从来没有做过对不起你、对不起你娘的事情，我凭什么要让你原谅？娘，咱们靠后些，小心被喷了大粪。有些人不是正满嘴喷粪吗？哎呦，这小贱蹄子呀，骂他的亲奶奶，他要天打雷劈的哟！哎呦，奶，您可不能这么说。孙女要是被劈死了，日后等您老了下不了床，我还怎么去县城伺候您呢？您可是我的亲奶奶。哼，我没有你这样的孙女儿。我这就写一份断亲书，还有你那个傻子二姐，跟我宋家再无关系。孙巧云微愣，脸色白了白。宋家母子的刻薄狠毒，简直是到了让她无法想象的地步。奶，你怎么能这么狠心？我爹他是不会同意跟我断亲的。小贱蹄子，现在后悔跟我们作对了吧？完喽！今天这断亲书啊，写定了。哼，我宋天科没有这样的女儿，今日这断亲书一定要写，还要断得干干净净，日后他休想再求到我的面前。就没见过宋家母子这样的和离断亲，宋家村这下可是出了名了。好，反正我日后也要跟着我娘的，既然我娘已经和离了，我跟你们也没有必要维持这层关系，断了就断了。宋天科和宋老太太都愣了一下，宋婉珍就这么容易就答应了？她竟然不闹。宋婉珍看向一直站在一旁的小豆丁宋云飞，你呢？你是想跟我们留在宋家村，还是要跟他们去县城？奶，爹，我要跟你们去县城。这个答案宋婉珍早就料到了。这小子人小鬼大，好东西没继承一点儿，狼心狗肺倒是随了宋天科。云飞，娘，你和姐姐不听爹和奶的话，爹都给了和离书，已经是宋家的仁慈了。姐姐今日对爹和奶这么不敬，都是你没有教好姐姐，我才不要跟着你们，我要跟在爹的身边，
才能好好学规矩，日后才有出息。他当然要跟着爹和奶去县城享福了。听说那举人老爷家里天天吃肉，他才不要跟着这个傻娘在宋家村吃苦呢。好啊，既然你要去县城享福，那娘也不拦着你的富贵路。宋云飞脸色白了几分，他以为娘会不舍得他离开，会哭着抱着不让他走的，可是没有。云飞小小年纪就如此懂事儿，还是母亲教导的好。李正叔，麻烦您再帮俺们写一份断亲书吧，把我家大哥、二姐还有我都写上。这宋家老大都没了，一个死人还写上干啥？见宋理正疑惑的表情，宋婉珍便知道他心里在想什么。可是他刚刚吵架的时候还抽空给大哥宋云起算了一卦，如今的宋云起身体大安，可是人却不知道在哪里。您帮俺写上便是，当初俺大哥就是奶害死的，他就算不在了，肯定也是恨死他了。你个小贱蹄子！另一边，老牛哼哧哼哧的一顿跑，老孙家的人终于来到了宋家村。哎呦呦，真是没想到这个宋相公这么狠呐，竟干出这休妻的事儿来呀！嗨，这男人呐，一个个都是贱皮子，平日里那孙氏啊，就是对他太好了。俺就说吧，来了也是白来。人家说的对，他呀就是对男人太好了，把男人惯坏了，真是活该。孙长铁把鞭子交给孙长刚，直接往宋家跑去。老大，老二啊，快些驾车，别让你大哥闹出人命啊！宋婉珍拿到断亲书，心里的大石头也落了地。宋天科，你这狗东西，你敢欺负我妹子，我今日非打死你不可！哎呦，是孙家大哥来了。大哥，孙巧云一句大哥还没出口，孙长铁已经抡圆了胳膊对着宋天哥打了过去。这一拳也把在场的所有人都给看懵了，他们都没想到孙家老大动作这么快，拳头这么厉害。哎呦我的娘啊，欺负人呐，孙家欺负人了！宋天科眼冒金星，躺在地上半天没回过神来。你他娘的还想装死？大哥别冲动，会打死人的。他都把你休了，你还护着他，这些年还不是你一直护着他，看把他惯的。孙巧云一愣，怪不得大哥这么生气呢，这是以为自己已经被休了。你凭什么打人？凭啥打人？老子还要打死你这狼心狗肺的东西！当年若不是我们老孙家，你们母子两个连个下脚的地方都没有，老子把妹子交给你，你就这么对她？哎呦，宋家村的人呐，你们就看着孙家的人欺负到咱们头上来呀！院子里的村民面面相觑，没人愿意上前拉架。哎，大兄弟，你冷静一些，打人可不是解决事情的办法。你就是宋家村的李正吧？反正那休书我们绝对不认，他若是不收回休书，老子今日就算活出这条命去，也把这两个狼心狗肺的给宰了。粗鄙，简直是粗鄙！宋天科的话刚落，就听到大门口尖着嗓子一声嚎叫：啥休书？哪个王八蛋写的休书啊？今日谁若是给俺小姑子写休书，老娘非扒了他的皮！村民们还没反应过来，就见冯氏已经跑到了堂屋门前，二话不说，弯腰就对着宋天科拱了过去。孙巧云，你就纵容你娘家人这么欺负我们呐？他都被你们休了，难道还要护着你们不被欺负啊？他都这个年纪了，还要爹娘跑来给他撑腰。看到父亲和母亲那苍老的面容，孙巧云心里愧疚至极。爹娘，对不起，女儿让你们操心了。你这丫头这是做什么呀？孩子都好几个了，咋还来这一套？孙老汉眼里带着几分不忍，又有些失望。都被人休了，竟然还下跪替他们求情。你看看你这扶不起的小妹，还护着这狗男人呢！我就说她被人休了，还要对人家感恩戴德的吧？爹娘，女儿不是替他们求情，女儿只是……谁休了他了？是他要跟我和离！孙家人一愣，齐齐地看向孙巧云。曹氏上前把他扶了起来。
你没有被休。女儿没有被休，已经跟宋天科和离了。他们两个的确已经和离了，这和离书都写好了。孙老二简单的看了一下，其实很多字他也认不全，可是和离书几个字他还是认识的。爹，这的确是和离书，是小妹和宋天科的。我儿子都跟你小姑子和离了，你们凭什么还打人？今日若是不给个说法，就带着你们见官去。我宋家村这么多人，岂容你们孙家村的人来这里撒野？村民们一听，纷纷后退了一步，谁都不想惹事。为了宋家这母子两个得罪孙大拳头，那可不值得。我看你们宋家村的人也看不惯你们的行径。我女儿无错，你们自然没有理由休妻，和离就对了。丧良心的东西就该打。冯氏一时还有些没想明白，她这个被婆婆骂半天都不敢回一句嘴的小姑子是怎么让宋家人答应和离的。你这娘们儿虎叫什么？这是三丫头，你们能看见的吧？冯氏这么问，是生怕眼前的三丫头只有她一个人才能看得见。别看这冯氏膀大腰圆的，性子又泼辣，可是在那方面却是个胆小的。有时候孙长铁都要抱怨一句，鬼见了你都得绕道走，你害怕个啥呢？三丫头好了。老，我好了，而且我现在已经跟他们没有什么关系了。孙家人再次惊呼不可思议，婚也离了，亲也断了，岂不是都没他们什么事儿了？好，断得好，断得好啊！走走走，你们赶紧走！和离了也断亲了，你们还待在我们老宋家干啥？丫头啊，拾掇东西，咱们走。三丫头，你可能拾掇了自己的东西，拾掇不了，让你二舅母帮你。此时大舅母冯氏的脸色不是很好看，把这娘儿仨接回去，那不是平白多了好几张嘴吗？老，我跟我娘不回去，要走的是他们。刚刚写和离书的时候，这房子已经被宋礼正判给我们了，这屋子还有屋子里的一切都跟宋家母子无关，所以要走的是他们。孙家人一时愣住，好家伙，这娘儿俩连宋家人的房子都要来了，他们是怎么做到的呀？你个白眼狼，这是宋家的房子，凭什么给你们住？这房子你们当年是出过一分力还是出过一分钱？住了20年，已经让你们赚了天大的便宜了。你们抛妻弃子，还想霸占着房子，哪有这种道理？若是再无理取闹，那我们就去趟县城找县太爷评评理。最后宋老太太终于妥协了，也不闹了，但是他们要在屋中多住一晚，明日才会离开。巧云，你带着2个丫头，今晚上便跟我们去孙家村去，等到他们走了，大哥再把你们送回来。对呀，小妹，你也好久没回去了，今晚上就跟着我们回去吧。宋婉珍带着笑，对着孙长铁勾了勾手。孙长铁不禁被宋婉珍明亮的眸子所吸引，鬼使神差地低了低身子，把耳朵凑到宋婉珍的耳边。你这丫头真是越来越聪明了，小妹这里也没什么事情了，咱们都回去吧，反正那小子明日就走了，也掀不起什么风浪了。眼看着孙家人都走了，天也慢慢地黑了下来。堂屋里，宋天科和宋老太太如往常一般，跟大爷似的坐在屋子里等着伺候。娘，女儿饿了，您去做饭吧。哎，好，娘这就去做饭。宋天科见孙巧云去了灶房，没一会儿也走出了堂屋。你个小贱蹄子，你要做什么？宋婉珍二话不说，拿起一块糕点放到嘴里，然后转头看着骂骂咧咧走过来的宋老太太。天杀的，她知不知道这一包点心有多贵呀？除了你们要带走的5两银子和你们的衣服，这屋子里所有的东西都已经不属于你们了。哎呦，你这个没规矩的小贱蹄子，你是要馋死啊！站在角落里的宋云飞闻到这香甜的味道，早就馋得流口水了。你竟然偷奶奶的点心吃！我们都已经断了亲，这是你奶，可不是我奶。而且这点心是我娘买的，我想吃就吃，跟你也没什么关系。
宋婉珍说完，直接拿着点心离开了堂屋。巧云呐，你怎么就变得这么不可理喻？我都是为了我们的未来，你知道我去县城是为了什么？还不是为了宋家那扬眉吐气了。只要你主峰把和离书换成休书，我定然会再风风光光的回来迎你的。我们都已经和离了，哪怕你日后再风光，也跟我没有什么关系了。这种话你还是拿去哄骗别人吧。宋天科没有想到，只有他们两人的时候，孙巧云竟然还对他这个态度。好，孙巧云，你今日敢这样对我，你别后悔。等我去了县城，你就再也见不到我了。宋天科说完，直接起身气冲冲地走出了灶房。路过宋婉珍身边的时候，还瞪着他冷哼了一声：“你好几日没吃东西，胃里指定伤了，娘给你熬了些白粥养胃，喝了能舒服些。”娘，谢谢。灶台上放着已经炒好的一碟青菜，这个时代的百姓吃饭就是这么简单，一锅米粥，一碟青菜，就是一大家人的一顿饭。你个傻丫头，谢啥呀？娘还要谢谢你来。这粥也好了，娘盛一碗，你给你二姐送过去。哎，好嘞。宋婉珍端着碗走到了二姐宋婉晴待着的屋子。原本是姐妹两个住在一个房间，后来二姐发了这种疯病，便给她临时搭了一个屋子。二姐，吃饭了。躺在床上的姑娘却没有任何的反应，屋子里的味道确实是让宋婉珍有些受不了。放下粥之后，她就匆匆地跑了出来。宋婉珍走到灶房的时候，孙巧云已经盛好了2碗粥，准备盛第3碗的时候，被宋婉珍叫住：“娘，就咱们2个人了，你干嘛还要再盛一碗？”孙巧云的碗还拿着，勺子在锅里搅动着，盛也不是，不盛也不是。行，那你多盛2碗，我给爹和奶送过去。娘没煮这么多，再盛2碗恐怕不够啊。那就把盛出来的2碗给他们送去，宁愿我们饿着肚子，也别让他们饿肚子。云飞他毕竟年龄还小，所以娘就别让他走，把他留在身边照顾。依着爹和奶的性子，他跟着去了县城，也一定会吃些苦头的。可是他自己想去啊。所以啊，娘为何要自作多情？他若是今日感念娘的1分好，就不会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说自己亲娘的错。他不小了，知道是非对错了。他既然做出了选择，就要为自己的选择付出代价。若是娘现在还去热脸贴他的冷屁股，那跟之前对待宋家母子有什么两样？宋婉珍说完便没有再抬头，自顾自地喝起了米粥。有些事情多说无益，只有自己体会。这咋还有个鸡蛋来？娘放锅里的，给你补补身子。你昏迷了2日，虽然今日醒了，看着没什么大碍，可是伤筋动骨100天，还是要多补补。堂屋里的祖孙3代人，一个个大眼瞪小眼的等着吃饭。可是3个人左等右等，肚子都已经饿得咕咕叫了，却依旧没有见到有人把饭菜端过来。宋云飞狗腿似的跑出屋，往灶房走去。饭菜做的怎么样了？你们竟然躲在灶房里面偷吃东西？什么叫偷吃东西？我们这是正大光明的吃东西。你们竟然自个儿吃！你个天杀的不过了，竟然还喝上白米粥了！不伺候男人，不伺候婆婆啊！他要干啥？他要造反呢！他一个丫头片子，一点规矩都没有，敢跟长辈这么造次！早知道当年生下来就该掐死他！宋婉珍喝完碗里的最后一口粥，这才慢悠悠的起身。哼，丧尽天良的玩意儿！老天爷啊，早晚劈死他们！都和离了，还舔着脸让人家伺候，哪里来的这么大的脸？他自己不也是老丫头片子吗？早知道他竟然这么跋扈又恶毒，当年生下来的时候，他娘啊就应该掐死他，省得最后成了个老祸害。孙巧云在洗碗，时不时的咧着嘴笑。娘，女儿这么骂人，您不生气？娘不生气，以后咱们孤儿寡母若是软弱了，就更遭人欺负了。屋子里的宋老太太骂得口干舌燥，她发现她无论如何骂都骂不过宋婉珍。去给奶倒碗水去。看着宋老太太那横眉竖眼的模样，宋云飞还是硬着头皮出了门。
这个贱人真是长本事了，今日闹了这么一出，咱们还没走呢，她连饭都不做给我这个婆婆吃了。总之明日咱们就走了，她这个样也好，省得日后还要跑到县城去纠缠。听儿子如此说，宋老太太的心里觉得有几分道理。既然断开了，就断得干净些最好。奶，壶里没热水了。没用的东西，没有热水你就不会想想办法。宋老太太眼底划过一抹嫌弃，若不是跟孙巧云置气，她还真不想带着这个拖油瓶走。早上天不亮，宋老太太便蹑手蹑脚的起来了，左翻翻右翻翻，连缸里的米袋子都被她掏了出来。娘，你装米干啥呀？你傻呀，一会儿等我们走到镇上，天也亮了，那这些米正好可以卖了换成盘缠，雇辆马车把咱们送到县城去。还是娘聪明呢。三人蹑手蹑脚的，还未走到大门处，便猛地停住，齐齐的倒吸了一口凉气。你怎么又来了？大舅不是又来了，而是昨日就没走。你们这是什么意思？和离书都给了，天也断了，咋还拦着不让走？你们走就走，还偷拿家里的米做甚？宋老太太眼底的恨意一闪而过，她是真没想到这小贱蹄子竟然还留着后手。一些糙米而已，我们是要去县城，哪里稀罕这些东西？就是，我们去了县城，哪里稀罕这些贱人才吃的东西？孙长铁依旧带着冷笑站在那儿，瞪着宋老太太手里的包袱。米也留下了，你还想怎么样？你们别太过分！你这包袱里鼓鼓囊囊的是什么东西？宋婉珍一把扯过宋老太太手里的包袱，接着里面的一个银镯子和一块碎花棉布便掉了出来。这是我的陪嫁的银镯子，还有这棉布也是我娘送来的，你们凭什么拿走？不就是一个破镯子，一块破花布吗？我收拾的时候不小心装上了而已，哼，谁稀罕？那你把另一个包袱也拿过来。好，你个小贱蹄子，你今日若是再逼我就撞死在这里。孙巧云，你非要逼死我娘不成？孙巧云的脸上生出了几分担忧，拉了拉宋婉珍的手，生怕宋老太太真的撞死在这里。娘，你拉我干啥？她要是真撞死了，我就帮忙埋到北陵去，也算是尽了最后的孝心了。赶紧把包袱打开，让三丫头看看。当初和离可是说好的，除了银子，这屋子里的东西你们啥都不能带。你个莽夫，你放开我儿子！你这是欺负人，我要报官抓你！宋老太太心疼儿子，可是更舍不得包袱里好不容易得来的5两银子。虽然他的儿子马上就是举人老爷的乘龙快婿了，可是这手上多些提己的银子，那还是好的。宋婉珍已经一把抓住了另一个包袱，扯了开来。只见包袱里掉出来几两银子，还有一纸字据：你个老不死的东西，你竟然把我卖了，配了阴婚！什么？宋天科，你他娘的是真不是东西，这种下作的事情你都做得出来？这件事情宋天科是知道的，前日三丫头的确是快不行了，宋老太太这才想了这个主意。我娘也是为了她好，这是前日与人定好的。那时候三丫头本来就快不行了，我们去县城还带着这个小的，若是没有银子，那受罪的不只是我们。孙巧云，你就看着你儿子受苦。哎呀，娘，我好歹叫了您这么多年的娘，您就忍心看着儿子在县城受苦吗？你也知道这是你叫了这么多年的娘，你就忍心抛弃亲娘跑去县城？明明受伤害的是他呀，这怎么一下子好像他成了那个狼心狗肺抛弃亲娘的？你也知道娘心疼你，你也知道这后面的2人对你怎么样。若是你现在回头是岸，想留下来与后面的2人断绝关系，娘还是会对你如从前一般的。孙巧云看着自己的小儿子，眼中满是期待。只要他现在同意留下来，不管他昨日说了什么，他就当作没有听见。你个没良心的小兔崽子，你昨日竟然这么伤你娘的心，你还不赶紧给你娘道歉，以后做个好儿子！所有人的目光都看向了一个8岁的孩子，似乎都在等着他选择。孙氏，
我都已经跟你断亲了，怎么会跟着你？我是宋家的人，当然要跟着奶和爹去县城了。这一声孙氏叫得孙巧云的心都狠狠地抽痛了一下。你个兔崽子，你敢跟你娘这么说话？孙长铁还以为是宋家母子两个看这小子是个男娃不放人，现在看来这小子跟宋天科一样，也是个狼心狗肺的。大舅舅，人各有各的选择，不必为难他。他既然已经做了选择，以后跟我娘的母子情分也就断了，咱就没有资格再教训他了。我告诉你，孙巧云，你别把事情做得太绝。哼，若是你现在放我们走，以后等到天科富贵了，也绝对不会忘了。可若是你非要做到那么绝，那你这辈子都别想再见到天科。宋婉珍真是被这老婆子的无耻给逗笑了。到底是谁做的绝？你个老逼灯还给我娘画饼呢！一个老畜生，一个畜生不如的东西，我娘才不稀罕呢！院子里的人一时都愣住了，竟然就看着宋婉珍把宋老太太打得一阵哀嚎。大哥，算了，让他们走吧。就在三个人准备关门的时候，一阵呜咽的声音传来，再然后便是嚎啕大哭。是二姐。二丫头，你是不是哪里不舒服啊？你告诉娘，娘去给你请大夫好不好？屋子里的人没有应答，却依旧在哭着，好似是要把挤压的委屈通通哭了出来。要不我还是去请大夫吧。大舅不必去了，二姐这是心病，大夫是治不好的，得靠她自己。压着自己的大山终于走了，二姐应该会慢慢变好吧。折腾了一早上，三个人都有些饿了。孙巧云拿着米袋子往灶房走，走着走着竟然咯咯咯地笑了起来。你娘不会是气疯了吧？我是觉得今日早上挺过瘾的，这么多米都留下来了。以前我觉得我离不开那狗男人，只要他在，我可以什么都不要。可是今日早上看着他们把粮食都带走了，我心里那个着急呀。我发现在我的心里，这20多斤的米比那狗男人重要多了。宋婉珍扑哧一笑，男人哪有金银香啊？爱他的时候你是宝，不爱他的时候，他就连一碗白米粥都不如。这2日也没去镇上，也没去山里，家里没什么吃的，只有门口那些小青菜了。大哥将就着吃些。宋婉珍喝了2口粥，就听到孙长铁惊讶地喊了一声：我这碗里咋出来个鸡蛋来？哎，我这里也有一个呢。娘，你啥时候放进去的？我去门口拔青菜的时候，我洗了放进去的。我一个大男人吃这个干什么？你看看你瘦的，赶紧吃了补补身子。大哥，这些年是小妹拖累了你们。为了支撑这个家，他有时候装傻充愣，可是心里一笔一笔都记着呢。小妹这是说的什么话？打你出生起，做大哥的可就说过要护你一辈子嘞。孙长铁说这话的时候，孙巧云的眼泪又忍不住落了下来。宋婉珍的心中竟也跟着生出了几分酸涩。关于大哥的归宿，他早就已经算过一卦，至于在什么地方，他却是算不出来。他婶子在家不？是他发财婶子呀，你这是有事儿啊？赵婆子先是把脑袋探了进来，左右瞅了瞅，好似在找什么东西一般。那俩玩意儿真的走了？走了。哦，走了好，就是2个祸害。他们走了，你这日子更轻省。伸手握着一个鸡蛋拿到孙巧云的面前。他发财婶子，你这是做什么？哎呦，昨日那只老母鸡找回来了，多亏了你们家3丫头，这个鸡蛋呀就给3丫头补身子的。这赵婆子可是村里有名的光进不出，别人家一根针都别想占她的便宜，她哪里敢收赵婆子的鸡蛋？哎呦，她婶子你就收下吧，回头呀跟3丫头说一说，让她在阎王爷面前多说说她发财婶子几句好话。合着这鸡蛋是赵婆子用来贿赂阎王爷用的。整个宋家村也就3丫有这本事能吃到赵婆子的鸡蛋。哎，一会儿大舅舅先别急着回去，还有些事情要辛苦些大舅舅。你这丫头跟大舅还有什么好客气的？什么辛苦不辛苦的？你让大舅做什么直接说便是。大舅舅一会儿去村里的铁匠家买些铁钩子，再多买几个中号的捕兽夹子。买这些做什么？我是用来捕人的，不是用来捕兽的。日后家里没了男人，只有他们娘儿仨，
这村里总是有些别有心思的会惦记上。哎呀，我怎么没想到呢？还是三丫头想得周到，可不是要小心些，这村里偷鸡摸狗、小偷小摸的人多着呢。孙巧云的心里也感慨，她活了大半辈子，竟然还没有他们家三丫头顾虑的仔细。他婶子在家不？那妇人也是探进头来，左右的看了看。哎呦，那娘俩真的走了？走了，今日一大早走的。哎呦，他婶子，不是我说啊，走了好啊，走了你这日子更好过。大壮昨日不是添了姑娘吗？哎呀，多亏你家三丫头，若不是她呀，那可就是一尸两命了。嘿，你们家三丫可真是神了。嗨，她也是误打误撞。他昨夜问过宋婉珍，那丫头只说是巧合。哎，咋可能是误打误撞来的？你们家丫头那可是有大气运的，比20里保那老神棍算得准多了。这不是8日大壮要给孩子办出生宴吗？到时候啊，你可得带着三丫头过去啊。出生宴是件喜事，孙巧云倒是不排斥，便答应了下来。另一边，走到镇上的三人已经累得是精疲力尽。哼，你那个贱人娘竟然不要你了，要那2个丫头片子，哼，真是傻子看戏白搭工啊！哎呀，我看他指望那2个丫头片子能有啥出息？奶说的是，那孙氏一定会后悔的。还会后悔吵着跟俺爹和离，后悔今天早上跟你抢包袱。宋老太太听着这话，心里更舒服了。还不是你，连一个婆娘都管不了，硬是让那婆娘欺负到我们头上去，竟然生生有种被赶出来的感觉。哎，娘，你也不能这么说呀，还不是那孙老大，儿子好歹也是个秀才，还能跟他打一架？宋老太太懒得再说这事儿，只拿出身上的银子，让宋天科去雇辆马车。他们要去的可是县城的举人家里，若是江府的人看见，那岂不是要笑话死啊？三丫头，这个捕兽夹子可厉害着呢，你们娘仨平日也要注意一些，这玩意儿野猪腿都能夹断。宋婉珍正抬头听着墙外面一棵大槐树上2只鸟叽叽喳喳的在说什么。野猪，野猪，南山上来了一头大野猪。我也看见了，好大一只呢，300-400斤嘞。大舅，你要野猪不？见宋婉珍突然来了这么一句，孙长铁心想，这丫头估计是馋肉了。这野猪可不是想要就能有的，现在这近处的山上极难遇到，这深山里面一个人是不敢进去，要进去那得几个猎户结伴一起才行。你要是馋肉了，等明日大舅去镇上给你们娘仨各2斤肥膘肉送过来解解馋。大哥，三丫要是想吃猪肉，明日一早我去镇上买些，哪里要你去买了送回来呀？虽然他如此说，但手头上的确是拿不出什么买肉的银子来。他们分了这套泥土房子，就没有银子分了。大舅，你就说你想不想要那野猪，只要你开金口。哎呀，当然要，这野猪肉可比家里养的大肥猪还值钱嘞。南山上来了一只大野猪，足足有300-400斤重，大舅舅，你能搞定不？他当了这么多年的猎户，一共才打到过2次野猪，而且顶多也不到200斤。这300-400斤的野猪，岂不是要比他打的野猪还要大2倍？三丫头说的可是真的，南山上真有这么大的野猪？我啥时候说过假话？那野猪就在南山上呢。孙长铁不再犹豫，别说是300-400斤了，就是3-4千斤也得让他有来无回。搞得定，来只老虎，大舅舅也搞得定。孙长铁说完，便在院子里找趁手的工具。这么大的野猪实在太危险了，而且现在太阳也快落山了，等大哥到了山上，这天都要黑了，要去也等到明日多叫几个人一起去。等到明日，那野猪还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呢。而且这么大一只肥猪，若是再叫上别人，岂不是让人家分了去？小妹不用担心，我先去看看，若是真干不过他，那就跑呗。三丫头，你也要去啊？这丫头瘦的没2两肉，竟然要拿着粪叉子上山打野猪。我跟大舅舅一起去，要不然他去了山上不一定能正好找到那野猪的位置。娘放心，实在不行，我跟大舅一起跑呗。
不等孙巧云再反对，宋婉珍已经跟着孙长铁出了门。哎呦，三丫头大舅呀，你这是领着三丫捡粪去呀？三丫头说南山上来了一头大野猪，让她带着俺去找来。哎呦呦，这是阎王爷爷告诉三丫的吧？赵婆子对宋婉珍如今是阎王爷的人深信不疑。你们先别聊了，我们赶紧上山，要不然待会儿天就黑了。哎，好，你们慢着点啊。等到孙长铁带着宋婉珍走了，另外的几个婆子才忍不住扑哧地笑了起来。哎呦，这南山上多少年不见大野猪呀？这三丫头让猪肉给馋的，做梦梦见大野猪了吧？啊，就是嘞，就他们两个还去抓大野猪，那野猪是纸糊的。不等孙长铁和宋婉珍走上大山，宋家村的人几乎都已经知道了两人上山打野猪的事情。宋婉珍一进山里，就开始听着鸟叫虫鸣的声音。哎呀，快跑呀，快跑呀！大野猪来啦！大野猪跑到这边来啦！眼看着一只野兔大喊着冲了过来，只听哐当一声，两个人再回头的时候，就发现那野兔竟然直接撞到了两人身后的树上，没了动静。嘿，竟然还有送上门的兔子，今日这运气简直了！就算打不到野猪，咱这一趟也不亏。野猪来了，在哪儿？你一会儿躲远一些，千万别出来，看情况不好就赶紧跑，知道不？孙长铁的话落，深山处传来了一阵悉悉嗦嗦的声音。看见那头长着獠牙的大野猪，两个人都瞪大了眼睛。三丫，你慢慢往后退，能走多远走多远。宋婉珍点头，默默的又想给自己起一卦，可是因为手抖，怎么都掐不住指头。不会这没吃上猪肉，还得被猪给吃了吧？只见那正百米冲刺的野猪突然在半道打了滑，一个侧身撞到了旁边的大石头上。那野猪竟然躺在那里直蹬腿儿，起不来了。孙长铁毕竟是老猎户了，对着野猪两眼偏上的地方便刨了过去。大舅本来心想，若是干不过这野猪，就用这只兔子脱身，没想到兔子野猪都是咱的。大舅，这么大的野猪你能背得起来吗？要不要我下去找人帮忙？你以为孙大拳头这名号是怎么来的？你大舅那可全身都是力气。哎呦，这只野猪少说也要400多斤嘞！在宋婉珍的目瞪口呆之中，孙长铁竟然真的把400多斤的大野猪背到了背上。山下几个为了野猪集结的大汉正在往山上走。你说这山上是不是真有野猪啊？三丫的不会胡说八道的吧？谁知道嘞？不过那赵婆子可是把宋家那三丫头说的神乎其神的呀。来都来了，就上去看看呗，万一真有嘞。主要啊是这上一趟山要费多少体力，万一啥都没有，一会儿吃饭的时候还要多喝半碗糙米粥来。哎呦，那不是两个人下来的吗？只见一男一女，一壮一瘦，一个背着野猪，一个抓着野兔，正往山下来。我的个奶娘啊，真有野猪啊！而且这么大一只啊！一个个目瞪口呆地站在原地，等着孙长铁和宋婉珍走过来。回到村里的时候，天还没有完全黑下来。孙长铁和宋婉珍两人就这么背着野猪，抓着野兔，大摇大摆地走在村子里。哎呦，三丫头啊，真打到野猪啦？是呢，不但打了野猪，还捉了一只兔子来呢。哎呦，真肥呀！这野猪和兔子都是自己撞过来的，俺们都没费劲。这是他这些年打猎生涯里最轻松又收获最多的一次。多亏了三丫头嘞，这野猪和兔子一定是阎王爷收了命送给三丫头的。听见外面的动静，孙巧云迎了出来。大哥，三丫头，快回家吃饭了。被孙巧云这么一喊，两人赶紧往家里走。这三丫头还真有些本事。哎呦，那孙家大哥真是好力气啊，这力气一个顶俩呀。嘿呀，哪里是一个顶俩，一个顶仨也是顶的。哎，你没看人家背着这么大的野猪还说说笑笑的，一点都没见咋地呀？可不是嘛，哪里跟我们家男人似的，上个炕都得硬拖上去。你们家男人那是没力气上炕啊，还是不敢上炕啊？啊！哎呦，你听听你说啥呢？本来今晚想回去的，看来还要在这里住一晚。明日我跟三丫头去镇上把这只野猪卖了去。大哥说的什么话呀？你无事在我家里多住2晚有啥的？又不是外人。饭都做好了，你们快洗手吃饭吧。忙活了一下午，肯定饿了。
这下好了，早上宋天科那狗东西一走，下午他们就打了一头大野猪。这说明了啥？没福气的人是宋天科，不是他。今日的孙长铁是真的饿了，青菜都没结一下，一碗糙米饭便很快吃完了。大哥，我再帮你盛一碗。小妹，我吃饱了，你赶紧吃吧，不用管我了。就在孙长铁朝着孙巧云摆手的空，宋婉珍拿起他的碗便往灶房跑。大舅先将就着吃着，等明日卖了猪，咱们再好好的吃一顿。你这丫头，我平日里也是吃一碗，再吃这些岂不是浪费？吃完了饭，天也黑了。孙长铁一面给野猪放血，又跟孙巧云说了今日打野猪和兔子的场景。哎呀，三丫你别碰，一会儿娘收拾了扔出去。娘，这可是好东西，不能扔。我找个盆装起来，明天做，你可千万别给扔了。宋婉珍说完又嘱咐了好几句，就怕明日他跟孙长铁卖了野猪回来，孙巧云再给他扔了，那他得心疼死。母女两个给孙长铁打下手，终于把野猪收拾完。临睡觉的时候，孙巧云还走到宋婉珍的床前，神神秘秘地问他：那野猪和兔子真的是自己撞死的？的确是他们自己撞死的，我大舅就是上前对着野猪刨了2镢头，让它彻底死了。哎呦，我的妈呀，这真是阎王爷显灵了耶！娘，就是巧合，别人问起来的时候，你也这么说就行了。哎，娘知道了，你快睡吧。第二日一早，孙巧云去借了一辆牛车回来，一大早的，这日头便毒得睁不开眼睛。哎，马上就是长穗子的时候了，缺水缺成这样可咋整？这下半年的日子可就更难喽。孙长铁本来就是个猎户，对买卖猎物的经验自然不必多说。进了镇上，便直接拉着牛车去了镇上最大的酒楼宝天酒楼。哟，这不是孙大哥吗？今日可有什么好东西送到咱酒楼里？大棒兄弟，今日可是个大货，你得把你们东家叫来。还有啥大货是咱们宝天酒楼吃不下的呀？你哪次送来的东西不是赵管事直接给你收了？这次咋的还要东家过来？话还未说完，大棒已经走到门口，瞪大了眼睛。娘嘞，这么大一头野猪！哪怕是宝天酒楼的伙计，平日里在酒楼里跟着见了不少的野物，也没见过这么大一只野猪。大棒赶紧跑到后面去找东家，要不然到时候管事收回来，他再怀疑斤两不对，没来由的生出麻烦。赵老板，您看这野猪您收不收？收的话是都要了还是分一些出来？东家，要不然咱们要一半吧。拉到后面去，我都要了。孙长铁也没想到赵老板竟然都要了，他还想着留些回去给宋婉珍吃呢，哪知宋婉珍半点没有难过的样子，还一脸喜滋滋的。赵老板直接给了7两银子和400文铜板，交到了孙长铁的手上。东家，不好了，前面有食客说吃了咱们家的饭菜中毒了，正在门口喊着要说法呢。既然人家有事，咱们就回去吧。此时马车内还不时地发出痛苦的呢喃声。我们少爷与好友就是刚在你们这酒楼里吃的东西才不舒服的，你们这酒菜肯定有问题。这位小兄弟，你先别着急，哥有先为2位公子请了大夫。我们便是请了大夫才知道2位公子是吃错了东西，大夫这虽然开了药，可是他们如今还难受着呢，根本就没有缓解。你们酒楼今日必须给我们2位公子一个说法。你先不用着急，若此事真是因为我们酒楼而起，我们酒楼一定会负责到底。把蒋公子他们今天中午在酒楼店的菜单拿来。那小二听了吩咐，没一会儿就把中午记账的菜单拿了过来。3位公子今日在酒楼里点了5个菜，分别是东坡肉、八宝鸭、松鼠桂鱼、蒸3鲜，还有一个煮糊蛋。其他的菜都是店里的老菜色了，而这个煮糊蛋因为是店里的新菜色，有好多人都不愿意尝试，只有蒋公子点了这道菜。一定是你们家那个糊蛋有毒，你们的糊蛋到底是什么东西啊？你快些再去后厨拿个糊蛋过来。蒋公子，你先消消气儿，这糊蛋也是我从胡人那里买来的，那胡人的确说这东西没毒，我们才做了上桌的啊。宋婉珍仔细地看着那个蒋公子，这穿着一看便知其家世不一般。宋婉珍打量的空，小二已经把所谓的糊蛋拿了出来。好家伙，这所谓的糊蛋不就是土豆吗？
怪不得这位蒋公子吃中毒了呢。这土豆都发芽了，他能不中毒吗？围观的村民们也没有见过这种东西，看见这糊蛋纷纷的摇头，一个个跟见了稀奇物件一般，谁也不知道这东西到底有没有毒。今日中毒的不是我一人，还有我一好友特地从县城过来寻我，没想到最后也给我受了这样的罪。其实赵老板说是不给我一个说法，爹是说不过去的。如今这东西毒性未知，大夫也说不出个1、2、3，万一再有一个后遗症，我如何跟好友交代？这位蒋公子，若不然你先带着你的好友进酒楼里一坐，小女子或许有办法可以先帮你们缓解这种痛苦。你一个小丫头懂什么？万一2位公子若是有什么不测，你能担待得起吗？面对赵老板的斥责，宋婉珍并没有恼怒，这事儿今日他还管定了，因为他看上了那小二手里的糊蛋了，不是土豆。你们不要小看我们家三丫头，她可是阎王爷爷的人。孙长铁的话落，立马引来了围观众人的一阵嬉笑。赵老板说的这个糊蛋其实叫土豆，这种东西没有做熟或者是生芽的时候吃了便会中毒，中毒之后先催吐，然后多喝水，最好再喝些牛乳，就可以慢慢的缓解痛苦。只要把毒素清理干净，是没有什么后遗症的，所以2位公子不用担心。哦，你说的可是真的？莫名的，他倒是觉得这小丫头可信，尤其是说到没有后遗症这件事，他心里莫名的便放心了。既然如此，按照这位姑娘说的试一试吧。哈哈，刚才是在下太过着急了，口不择言，还请姑娘勿怪。现在再请姑娘进来帮2位公子看一看。宋婉珍也不矫情，直接跟着进了酒楼。你说的是催吐，如何催吐？宋婉珍想都没想，直接竖起一根手指往嘴里比划了比划，做起了示范。就没别的办法？有啊，还可以吃大粪催吐，这种效果是最好的了。2人一起被小二带进了酒楼的茅厕，没一会儿，里面便发出了一阵阵的呕吐声。等到2人走出来的时候，状态看上去的确是比刚刚要好了很多。酒楼中是否有牛乳？可为他们准备一些。有。小二端来2碗牛乳，他们毫不犹豫地接过，一饮而尽。真是谢谢姑娘了，是我刚刚有眼无珠，竟然错怪了姑娘。无妨，刚刚的情形可以理解。东家，这糊豆是不是都扔掉算了？以后咱们就不做这东西了。扔掉吧。赵老板一看见这东西，头都开始大了，直接摆了摆手，让人扔掉。哎，且慢！他饿着肚子陪着折腾了这么久，可就是为了这几个土豆啊！能不能把这些发芽的糊蛋送给我？姑娘若是想要，都拿去便是。可是你不是说这发芽的糊蛋有毒吗？这东西虽然有毒，可是在我手里却可以变成美味。赵老板若是不信，可等个3、4个月，到时候我再来跟赵老板做一笔买卖，如何？若是别人说这么一段话，赵老板或许会觉得是在故弄玄虚，可是从宋婉珍的嘴里说出来，他莫名的就有些相信。行，那就等3、4个月，姑娘到时候直接来酒楼寻我便是。宋婉珍回了一声，便打算离开了，却听到一旁的萧信公子声音温润的开口：感谢姑娘相助，在下姓萧，名沐尘，这位是在下的朋友，姓蒋，名玉良，不知道姑娘贵姓啊？我姓宋，萧公子唤我宋姑娘便是。也是奇怪了，平日里看到那些姑娘看到自己急于示好，巴不得沾上自己的眼神，他甚是厌恶。可是此时看到这位宋姑娘眼神中如此的清澈，他竟有些不是滋味。是她的魅力还勾不起他的兴趣吗？拿50两银子给这位宋姑娘，就当是今日的谢礼了。50两？他们这么大的一个酒楼，1个月毛利也不过是50两。这位公子出手也太大方了吧！若是这位姑娘得了这50两银子，那到时候他们宝天酒楼又如何与这位公子交代呢？宋婉珍的眼底划过一抹稍纵即逝的犀利，她是想拿这50两买断这次人情，以免日后被自己缠上。你们可不要贪得无厌，50两银子可不少了，休要赖上我们。谁要赖上你们了？你们有钱了不起啊！不要看不起人。从刚开始要救人的是我们，要给银子的是萧公子，如今我们不打算要这银子，怎么就赚了个贪得无厌呢？
那你们要什么？蒋玉良有些不信，这丫头好不容易救了2个他们这种有钱人，还不得狠狠地宰一把吗？只不过是举手之劳而已，从未想过要东西。2位公子若是非要感谢的话，那就感谢昨日我们猎到的这头野猪吧。若不是我们来送猪，也不会遇到这件事。见他真的没有要这50两的意思，最先松了一口气的是赵老板。最起码他没有要这50两银子，蒋玉良应该也不会对他这酒楼如何了。既然2位公子无事，那我们就先行一步了。哎，宋姑娘慢走，快去后厨拿50斤米，再拿20斤油来。赵老板不必客气，日后咱们还要再做生意呢。做生意3个字从一个又黑又瘦的小丫头嘴里说出来，的确是让人感觉到有几分滑稽。就你一个小丫头还想做生意？你会做什么生意啊？怕不是生意2个字都不会写。生意不在大小，赚钱就行。蒋公子怎么能以貌取人呢？我看蒋公子衣冠楚楚，华服霓裳，应该也是位厉害的生意人吧？想必对于生意2字定是有些研究。其实他看蒋玉良也不过就是个富户出来的公子，只会吃喝玩乐的纨绔子弟而已，根本不像会做生意的样子。本公子自然对生意颇有研究。蒋玉良说话的空，小二已经把大米和油都搬到了牛车上，还不等蒋玉良说完，牛车已经离开了宝天酒楼的门口。这是哪里来的野丫头，好生没有礼貌！我才不信她不想要这50两银子呢，只不过是硬撑而已。即便是硬撑，对于一个小姑娘来说，能做到如此，也该让人佩服几分的。萧慕尘只觉得身上的力气又恢复了不少。这姑娘的办法的确好用，送走了萧慕尘和蒋玉良，赵老板这才松了一口气。以后那位宋姑娘再过来送什么东西，你们尽管好生招待着。好嘞，小的明白嘞。牛车上，孙长铁还有些气不过刚刚蒋玉良那副冷嘲热讽的模样。有什么了不起的？不就是50两银子吗？他是笑话咱没见过大钱嘞。孙长铁说完，似是又回味了一遍50两的价格，他还真没一下子见过这么多银子呢。大舅心里可怪我没有收下那银子。怎会，咱们也没做什么，收那么多银子本来就不合适。而且你没看那个蒋公子的嘴脸，别说是50两，就是500两咱也不要。2人早上便没吃东西，这会儿实在是有些饿了。孙长铁提议去买2个馒头垫垫肚子。大舅，咱不吃馒头了，吃包子吧。孙长铁有些犹豫，馒头1文钱3个，可是包子就贵多了。老板，来2个肉包子。哎，好嘞，肉包子2文1个。孙长铁拿出4文钱交到包子老板手中，趁着热乎，快吃吧。大舅，你不吃？浓郁的肉香味儿一阵阵的往鼻子里钻，肚子此时也不争气地发出一阵阵的咕噜声。大舅不爱吃肉包，大舅喜欢吃馒头，一会儿路过馒头店买2个馒头便是。老板，再来6个肉包。太多了，太多了，不要这么多。那老板一时之间也不知道是该拿还是不该拿。老板，你大胆的装，我们刚卖了1头野猪，有的是银子。三丫头，这银子可不能这么花，以后你们娘仨还有用银子的时候来。虽然今日卖野猪卖了7两多的银子，可是这种抓野猪的机会几年也遇不到一次。哎，大舅，吃饱了才有力气去想、去干、去赚银子呀。没吃饱的时候，这脑子里也就只有吃顿饱饭的念头。难道人活着就只是为了吃顿饱饭吗？孙长铁挠了挠头，好似觉得三丫头说的挺有道理的。哎呦，这丫头说话倒是有些大道理，说得好啊，吃饱了才能有力气看得更远，饿着肚子就只顾着眼前喽。哎呦，这是我外甥女儿，她懂得可多了，刚刚在宝天酒楼还给人解了什么糊蛋的毒来。那包子铺的老板一听宝天酒楼的事儿，立马就来了精神。哦，他们说的那位很厉害的小姑娘就是您外甥女啊？可不，若不是怕影响人家包子铺的生意，他都想再把宋婉珍这几日来发生的光荣事迹都给说一遍。这位姑娘是觉得我们家包子味道不行？味道中规中矩，没有多么惊艳。孙长铁此时1个包子已经下了肚，这样的大肉包子，这样的味道，他舌头都快要咬掉了。若是再惊艳，他这舌头就真的不保了。这位姑娘可是吃过比我这里包子更好的味道啊，那姑娘不妨说一说是哪一家，我也好去尝尝。我的确是吃过比这味道还好的包子，
明日这个时候，我给老板送几个过来可好？让老板尝尝是不是比你这包子味道要好些。包子铺的老板根本没把宋婉珍这话当回事儿，反正包子也卖了，钱也收到了，他才不会跟一个小姑娘一般见识呢。行，那我明日就等着姑娘送包子来。丫头，明日咱们真的还要过来？过来啊，明日就不用大舅舅一起过来了，我自己在村口处等牛车就行了。主要是你去哪里弄比他们家还好吃的包子呀？自己做呗。自己做？对，自己做。咱们先去买5斤五花肉，再去粮油店买些做包子用的佐料。一下子买5斤五花肉，这是不过了吗？三丫头，这银子可得省着点花，大舅也不是心疼你吃。孙长铁巴拉巴拉地说了一堆，宋婉珍都是左耳朵进右耳朵出。买佐料的时候，孙长铁瞪大了眼睛，这东西竟然比猪肉还要贵。买齐了这些东西，宋婉珍才决定往回走。牛车驾得飞快，生怕宋婉珍再看到什么好东西。未时过半，正是一天中最热的时候，太阳像是一个大火球，炙烤着地上的一切。大舅，停一下牛车。宋婉珍跳下马车，直奔旁边卖草帽的老伯那边。这草帽多少钱一个？5文钱一个。10文钱3个怎么样？买一个便是，买这么多干啥嘞？给你一个，给娘一个，我自己留一个呀。行吧，10文钱，给你3个。好不容易来了个主顾，他也不舍得就这么错过了。花这个钱干嘛？大舅糙汉子一个，哪里怕晒？买2个便是，给你娘带一个。买2个是10文，买3个也是10文。大舅，你确定不要？听宋婉珍如此说，孙长铁看向卖斗笠的老伯，那老伯识趣的点点头，好似在说宋婉珍说的对。俺要。开玩笑，银子都是一样的，哪里能不要？最后，孙长铁喜滋滋地带着斗笠，驾着牛车回了宋家村。你们可是回来了，我这还担心你们在镇上会出什么事儿呢。有我在，能出啥事儿？你就放心好了。今日卖野猪可算顺利。孙长铁一面说着，便准备往下拿马车上的东西。这怎么买了这么多东西啊？这大米和油都是宝天酒楼的老板送的，这肉是我要买的。孙巧云一时都觉得他是不是听错了。还不等他再问出口，宋婉珍便拿了一个斗笠递到了他的手上。娘，这个是给你的。哎呦，花这个银子干嘛？我都晒了这一夏天了，也不差这些日子了。孙长铁的速度极快，母女2个说话的空当，他已经把东西都搬到了院子里。你们没吃饭吗？我去给你们热饭。别忙活了，娘，我们在镇上吃的肉包子还给你们留了2个呢。我哪里要吃包子，我都吃过了，这包子给你留着晚上吃。晚点的时候我要把猪下水做了，比这包子可好吃着呢。这包子你跟2姐一人1个，不许留着。孙长铁拧了拧眉，他一个糙汉子都不想吃这玩意儿，三丫的胃口也太重了些吧。大舅，你先去把牛车还了吧，还的时候顺带着挖1碗米带过去。哎，好嘞。猪下水比较难处理，眼看着日头已经西下，宋婉珍这就开始准备晚饭。这是今日卖野猪赚的银子，出去花掉的那些，剩下的都在这里了。看着沉甸甸的这么多银子，孙巧云直接都愣住了。这么多？那头猪分量大，我寻思着宝天酒楼不能都要了，他们不要的地方咱们再拿回来，没想到他们都留下了。这不，回来的时候又割了5斤五花肉。那你也不能把银子都给我呀，这2日可都是你忙活的呢。宋婉珍不知啥时候擦了擦手，直接从孙巧云的手里拿了3两银子，塞到了孙长铁的手里。大舅舅若是不要，下次我还怎么好意思再叫着你去打野猪呢？你跟大舅还客气什么？下次要打野猪，一定要叫上我，千万不要自己去，太危险了。那大舅就把银子收起来，要不然下次我绝对不叫着大舅一起了。孙长铁无奈地笑了笑，只觉得心窝子里暖暖的。等下回去的时候，看那婆娘在说什么小妹这边只进不出的话。好，大舅拿着。大舅，明日吃了早饭再回去吧，今天先不着急回去。大舅还没尝尝我做的包子呢，明日早上尝了再走，看我做的是不是比咱们今日在镇上买的好吃。这倒是一下子勾起了孙长铁的好奇心，看他如此信誓旦旦的模样，他就不由得莫名的有些相信。行，大舅明日再走。分完银子，宋婉珍便又去准备洗那一堆大肠，看得孙长铁是一阵头皮发麻。宋婉珍做大肠的功夫，孙长铁便跟孙巧云说起了今日他们在宝天酒楼遇到的事儿。没想到三丫头这么厉害，连那什么胡蛋都认识，
两人说话的空，只听到灶房里发出刺啦一声巨响，接着慢慢的散发出一股香味来。孙长铁忍不住走到灶房门口，等看到盘子里那油光锃亮的猪大肠之后，他的一颗心好像又死了。用柴火烧出来的米饭果然香。这把米饭不用柴火烧，要用啥烧啊？等到米饭和菜都上了桌，浓郁的香味还是让孙长铁咽了咽口水。只是想想被自己从野猪肚子里把那一堆猪大肠扒出来的场景，他实在是有些不敢下手。三丫头，你怎么把猪大肠这东西做得这么好吃来？宋婉珍浅笑，就他放的那些料，就是炒鞋底子都好吃，更别说炒什么猪大肠了。见孙巧云这个反应，孙长铁一脸的疑惑，他立即忍不住便夹起一块来。安迪娘，这也太好吃了吧！这真的是猪大肠吗？当然是猪大肠啦，货真价实，这可是大舅亲自从野猪肚子里扒出来的呢。嘿，早知道这东西这么好吃，下次扒猪大肠的话，我还得抢着点干。知道孙长铁吃一碗饭就不好意思再盛，宋婉珍直接把他的碗拿起来去了灶房。等回来的时候，碗里是一层金黄酥脆的锅巴。咱们三丫头这手艺真是堪比酒楼的大厨了。大舅现在相信我做的包子会比那包子铺的好吃了吧？相信是相信，可是咱为啥要包了包子去送给那包子铺的老板吃嘞？大舅要是想知道的话，那明日你跟我一起去一趟包子铺，再回孙家村呗。孙长铁想了想，点头答应。反正他这次回去可不是空手回去，家里那婆娘也不能再说啥了。吃过晚饭，天也彻底的黑了下来。宋婉珍打算去宋婉晴的屋子里收碗，也不知道她炒的这猪大肠二姐喜不喜欢吃。桌子上的碗吃得干干净净，看来爆炒大肠二姐也很喜欢吃。明天早上包包子，二姐要是想吃的话，也起来给我帮忙呗。做五花肉的，纯肉馅，只放大葱，咬一口滋滋冒油的那种。宋婉珍说完，见躺在床上的人依旧无动于衷，便只好拿着空碗走了出去。夏日的天亮得早，宋婉珍早早的就被热醒了，所以她到底是犯了什么天条，就被发配到这里来了。桌子上的水都是已经凉好的了，现在可以喝了。好的，娘，我先洗漱一下。娘听你昨日说，今日早上要做包子。做了包子还要去一趟镇上。娘，今日要不你跟我们一起去吧？娘就不跟你去镇上了，等你们出去了，娘去山上看看还能不能挖些野菜回来。村里的水井水位越来越低，宋理正要求现在每家每户一天只能打一次水，只够人喝和平时家用，想要更多的水只能去村东边的清河里去挑。娘，还是等我回来咱们一起上山呗，我也想去山上看看。行，那就等你回来一起去。宋婉珍拿出了昨日买的五花肉，直接切下来大约2斤，用清水洗干净后便开始做肉馅。这馅里放这么多水，一会儿那包子皮儿不是都被浸透了？娘，这些肉是会喝水的，这些水倒进去一会儿就被喝了。啊，这肉馅还会喝水啊？宋婉珍扑哧一下笑了出来，怪不得她这娘亲被宋天科骗了这么多年，这也太好骗了。死丫头，你就取笑娘吧。不过眼看着倒下去这么多的葱姜大料水，竟然慢慢的都浸在了肉里，孙巧云只觉得十分的神奇。去打水回来的孙长铁赶忙去灶房帮着烧锅，看着白白胖胖的大包子下锅，馋虫都已经在肚子里打转了。孙巧云只觉得这2日过得简直是神仙一般的日子，早知道如此，他应该早些合离的。在烧锅人孙长铁热切的期盼之中，第一锅包子终于可以出锅了。这包子的确比那包子铺的包子还好吃嘞。孙巧云拿起2个包子送到宋婉晴的屋里，一进屋便发出一声惊叫：“二丫头，你是不是想出屋子了？”见到众人进来，宋婉晴只是坐在那儿，双眼空洞不语。二姐，吃包子吧，尝尝我做的包子怎么样？宋婉珍把包子放到了她手里，然后就拉着孙巧云和孙长铁走出了屋子。二姐的情况越来越好了，估计用不了多久她就可以出门了。不过娘，你不要太着急，给二姐一些时间。你二姐真的要变好了？二姐本来就是因为过度恐惧和压抑才造成的抑郁情况，如今压抑她的人都已经走了，这种情况自然会慢慢就缓解了。幸好那母子离开了，要不然她的女儿这辈子都得生活在压抑里。3个人刚吃完肉包子，便听到门口传来了赵婆子的声音：“哎呦，
这是谁家传来的香味儿呀？昨天晚上一阵儿，今天早上又是一阵儿，还让不让人活了呀？这是要馋死谁呀？就是啊，这不过年不过节的，谁家天天炖肉吃啊？这是发了大财了。是我们家发出的香味儿呢。发财婶子可是要来尝一尝，前日打的那野猪掏出来那么多猪大肠，还有好些呢。一抬头看见竟然是宋婉珍，吓得赶紧住了嘴，互相使了个眼色，那样子活像是做了什么坏事被人抓包了一般。哎呦，这三丫头还真厉害嘞，这猪大肠都能做得这么香啊！婶子就不吃了，你们多吃点啊。婶子若是不爱吃猪大肠，还有一堆猪下水，到时候我做了，婶子来尝尝。他们虽然不舍得买肉吃，可是这些东西还是嫌弃的。这什么猪大肠、猪肚子，那可都是些低贱的食物，既不好吃又脏得很。哎，不，婶子呀，闻不得肉味儿，不喜欢吃肉，还是你们吃，你们自己吃就好。看着宋婉珍转身回去，几个婆子又开始小声的嘀咕起来。我就说他们家还舍得吃肉，原来吃的呀是猪下水。看来那头野猪呀，是一斤都没有舍得留，全都卖了呢。哎呦，那猪下水脏死了，我就是再馋肉也吃不下去那一口。哎呦，没办法哟，家里没有男人，自然是省吃俭用。这银子呀，只进这一回喽，以后可就几乎只有出没有进了。等到孙长铁借了牛车回来，两人坐上牛车往镇上赶去，直达包子铺。包子铺迈过早上的一阵早高峰，此时已经不忙了。哎，姑娘还真来了。他的确没想到宋婉珍真的会来，而且他也很想知道宋婉珍给他送的包子味道到底有多惊艳。既然是说好的事情，自然要来。宋婉珍拿了一个包子递到包子铺老板的面前。那我可不客气了啊。包子铺老板接过包子，迫不及待地尝了一口，因为没有防备，包子里的汁水直接滴到了地上。哎呦，可惜了，那可都是精华呀！包子铺的老板吃了两口，也随即惊讶地瞪大了眼睛。嘿，这包子真这么好吃啊？姑娘哪儿买的？现成啊？这包子就是俺们家三丫头做的，哪里是要去什么县城？就是现成的包子铺，估计也没我们家三丫头做的包子好吃啊！在下姓宋，姑娘可以叫我宋老板。可否进小铺一谈？原来是本家，我也姓宋。宋婉珍一面说着，便随着宋老板进了包子铺里面。桌子前站着一个30岁左右的妇人，正在手脚麻利地包着包子。当家的，这是咋的了？那妇人脸色大变，只以为孙长铁是要来闹事儿的。啊，没事。咱们这里铺子里啊来个客人而已。这位是宋姑娘啊，这是我内人。宋姑娘可以称呼她一声包婶儿。来，媳妇儿，你尝尝这宋姑娘带过来的包子，尝怎么样？宋老板有些激动，来不及详细介绍现在的情况，只想让媳妇儿赶紧尝尝这么好吃的包子。哎呦，这包子咋的这么好看呢？这包子都透着油来，这得放多少油啊？会不会太腻了？包婶说完，便忍不住拿起包子来尝了一口。哎呦，这包子里的汤汁不是油，可挺鲜的嘞。这谁家的包子呀？那神情里有激动，也有害怕。若是这包子是有人在镇上卖的，那他们家这包子铺怕是干不过人家了。这包子是这位宋姑娘做的？的确是她做的呀。怎么样，是不是好吃？包婶连连点头，的确是好吃。自从她嫁给当家的，就是日日包，天天包，这包子都吃得够够的了。只是今日这包子竟然让她看一眼就有想吃的欲望。姑娘这家里头可是有祖传的秘方？对，家里的确有做肉包的秘方。今日就是想来问问宋老板，可否想买我这秘方？站在门外的孙长铁听得一愣一愣的，宋家什么时候有做包子的秘方呢？宋老板没有想到宋婉珍这么直接。姑娘，这秘方打算卖多少银子啊？10两银子。什么？10两银子？门外的孙长铁直接吓得打了个嗝，想来是早上包子吃多了，路上肚子里又窜了风，这嗝一打起来便停不下来了。哎呦，姑娘可是诚心来与我做这个买卖啊，这10两银子未免太多了吧？宋老板觉得价格高了？哎呦，实不相瞒呐，买卖方子的事儿呢，我之前也没少遇见过。
像宋小姐这种只不过是一个包子馅儿的方子就卖到10两，这个价格的确让我们有些不能接受啊。我心目当中的价格呀，在2两或者3两左右，顶多不会超过5两。宋老板这铺子一个月能赚多少银子？宋老板的脸上露出了几分不可说的浅笑。一个月赚多少银子，这种事情哪有和别人说的？依我看，宋老板的铺子每个月能卖个5两银子不止，除去成本和人工，每个月能净赚3两。宋老板不自觉地瞪大了眼睛，看向宋婉珍。这丫头竟然把她一个月赚多少银子算得门儿清。她有时候自己都是糊糊涂涂的，算过之后才知道一个月的大体进账。我这方子包的包子，2位也已经尝过味道了，多了不说，每月比之前多卖1两银子，应该是易如反掌。宋老板觉得呢？他卖了这么多年的包子，自然知道宋婉珍做的包子若是做出来卖，定然会生意火爆，每个月至少多卖1两，10个月便能收回成本。赵老板这包子铺至少还要做个几10年吧，甚至以后还要传给儿子、孙子。这么算下来，10两银子真的不多。而且这方子宋老板若是不要，我想总有人抢着要的。宋婉珍说完，对面的宋老板和包婶儿瞬间不淡定起来。这方子若是真的卖给别家包子铺，那他们哪里还有生意能做？当家的，要不然咱就……包婶在宋老板耳边小声的嘀咕开口，一面说着，还做了一个攥拳的手势，看样子是要拿下的意思。行，那你这个方子我们买了，不过先说好啊，你这方子若是卖给我们了，那以后不能再卖给别人了啊。这方子我只卖给宋老板一家。不过这方子的最终归属权自然还是属于我的。宋姑娘说的意思我听不太懂啊。不过宋姑娘可千万别骗我们这些普通小商户啊，我们赚的可都是血汗钱，真不容易啊，这一天起早贪黑的。我的意思是，这方子宋老板可以随意使用，我绝对不会再卖给别家。但是日后我若是想做包子的生意，宋老板也不能拦着。当然，我若是想做这包子的生意，绝对不会在宝天镇跟你抢生意的。宋老板回味了一下宋婉珍的话，只觉得这丫头实在是聪明的吓人。行吧，那就按照宋姑娘说的这么来啊，咱们签个字据如何？好。站在门口的孙长铁一时还有些没反应过来，几个肉包子竟然换了10两银子，怪不得三丫头特地的跑来一趟，这一趟也太值了吧。屋子里的3个人签好了字据，宋婉珍便把做馅用的料一五一十的跟宋老板讲解。刚开始的时候，他还皱着眉头，觉得宋婉珍说的实在有些不靠谱。只是这葱姜水慢慢加进去，不但肉馅的味道越来越好，而且这水也慢慢的被肉馅吃透。宋老板做了这么多年的包子，一些东西几乎一说就通，一做就会。没一会儿的功夫，就领悟了其中的精髓。看宋老板的手艺，这秘方在宋老板的手里一定能做出更美味的包子。宋姑娘过奖了，是宋姑娘教的仔细，方方面面的细节说的也清楚。宋老板从一个老旧的木盒子里拿起一个黑黢黢沾满油腻的盒子，小心翼翼地数了10两银子出来，交到宋婉珍的手里。好喽，银货2期喽，宋小姐可一定得按合同办事啊。宋老板放心，一个小方子而已，还不值得我费太多的心思。拿着银子与宋老板夫妇道别之后，两人便坐上了牛车。三丫头，你啥时候学会的这个包子秘方啊？反正醒了之后就会了。哦，是阎王爷爷，你是从阎王爷爷那里学来的吧？宋婉珍忽然觉得这个理由好像不错。孙长铁摸了摸已经有些饿的肚子，便要驾着牛车回宋家村。这2日孙长铁又是吃猪大肠，又是吃肉包子的，这肚子里也有了些油水，没有像之前饿的时候那么难受了，也没饿得这么快了。大舅，今天中午我请你吃饭，咱们就在镇上吃。这外面的东西多贵啊，咱们还是回去吃吧。一顿饭能有多贵？能有10两银子贵？咱们三丫头是真的厉害嘞，一下子赚了这么多银子，比卖一头大野猪赚的还多嘞。他此刻还觉得这2日就跟做梦一般呢，这银子赚的也太快了。最后在宋婉珍的要求之下，2人来到了一个馄饨摊前。馄饨嘞，又大又香的馄饨。老板，来3碗馄饨。三丫头，咱就2个人，你要3碗干嘛？我既然要请客了，自然是要让大舅吃饱，1碗馄饨还不够大舅塞牙缝的呢。
孙长铁有些不好意思地挠了挠头，同时也因为宋婉珍的话心里一暖，真是可恨他这肚子实在是太能吃了。哎呦，在外面吃饭哪里用得着饱啊？垫垫肚子就好了，吃饱得多少银子呀？嘿呦，大兄弟，我们家的馄饨2碗啊，绝对让你饱饱的。妇人看着孙长铁的体型，知道他是个大饭量的，1碗馄饨是肯定不够的，但是2碗馄饨肯定够了。俺这肚子就是个无底洞，别说是2碗馄饨，就是5碗馄饨下肚也不一定饱饱的。这话虽然带着几分打趣儿的意思，可是这些年孙长铁的确没吃饱过几次。他本来饭量就大，在孙家的时候每个人吃饭都是有定量的，他若是吃多了，别人就吃不饱了。老板，先来3碗，不够的话一会儿再加。够了，哪里能不够？其实2碗就够了。等到2人坐下，孙长铁才想起来问馄饨的价格。老板，这馄饨多少钱1碗？5文钱1碗。啥？不吃了，咱不吃了，三丫头，这馄饨也太贵了，这银子哪里能这么花呀？那包馄饨的妇人也不恼，只是笑嘻嘻地看着一个中年大汉竟然小心翼翼地询问着一个10几岁小丫头的意见。刚刚还听那小丫头喊她大舅来，这小外甥女儿还挺厉害的，跟那家中主事儿的似的。哎呦，咱这馄饨贵有贵的道理嘞，喝1碗呐，保证你浑身都舒服嘞。孙长铁见宋婉珍没有起来，还是乖乖地坐了下来。大舅可还记得昨日咱们买那几个肉包子花了多少钱？1个肉包2文钱，8个肉一共16文。若不是昨日那16文，我今日怎么能赚这10两银子呢？大舅，你要记住，钱财流通，财运才会亨通。几碗馄饨咱们只不过是填饱肚子而已，又没有乱花，合理的消费才能让我们赚的银子发挥更大的价值啊！钱财流通，财运才会亨通。钱财流通，财运才会亨通。孙长铁在心中默默念了2遍，生怕回去吹牛的时候给忘记了。虽然不知道啥意思，反正这句话他觉得很厉害就对了。2碗馄饨很快就上了桌，那1碗馄饨扎扎实实的，因为馄饨太多都没有多少汤，这馄饨可真够扎实的。我就说吧，我们家的馄饨可实在着嘞，一般大饭量的1碗也就够了。婶子这馄饨确实实在，不过若是换个碗，估计能招来更多的生意。宋婉珍说着便吃了一个馄饨，大肉馅的馄饨一个快顶上大半个饺子了。人家吃馄饨吃的都是味道，咋还换个碗就能招来生意啊？婶子不妨试试，可以把你们家的馄饨碗都换成深口圆底的碗，若是换了那种碗，你们家的生意还会好很多。这圆底深口的碗，我这里倒是有2个，我怕平日里碗不够，想拿来做备用的，只是一直没用上。只是姑娘为何说用那种碗便会让生意更好些呀？婶子一会儿试试便知道了。哎呦，这馄饨有肉有汤的，喝着就是舒服啊！大热天的，这是连茶钱都省了。所以现在大舅觉得这5文钱花的值不？这碗馄饨的确值得5文钱，这不是庄稼人吃苦吃惯了，觉得能省一些就省一些嘛。大舅，你若是想吃苦，那就有吃不完的苦；你若是想干活，那你就有干不完的活。富在术数，不在劳身。没有人天生就是吃苦的，也没有什么吃苦吃惯了的说法，偶尔也要学着享受一下。孙长铁有些懵，他大体能听懂一些，三丫头这是让他少吃些苦，可就是这苦他就摆在那里，不吃怎么办呢？就跟我娘这些年习惯了去伺候宋家母子，伺候久了，他们便觉得我娘是理所当然的吃苦，而他们就是理所当然的享受。可是这享受和吃苦也的确是我娘自己选择的，她选择了吃苦，所以吃了20年的苦。若是从刚开始她就选择不这么惯着宋家母子，宋家母子也不会越来越过分。孙长铁若有所思的点点头。三丫头这么说，他好似能够听明白些了。2个人说话的空，那妇人便端着第3碗馄饨过来了。哎呦，我还想着用这个大碗装不满1碗呢，没
想到这同样个数的馄饨放在这个碗里也是装了满满的一碗呢。哎，而且这咋看上去多了这么多似的呀？孙长铁也惊讶了一瞬，看着眼前一大碗馄饨，感觉这一碗下肚他肯定就饱了。这馄饨确定和刚刚那2碗是一样多的？自然，我数了好几遍呢。那妇人脸色微微有些激动，她准备今日收了摊，便去置办这种碗去。明日把馄饨摊上的碗都换成这种的，到时候5文钱一碗的馄饨，客人肯定觉得值，何愁一天不多卖几碗馄饨？哎呦，真是谢谢姑娘提点。哎，那什么，今日这馄饨的钱呀，婶子不要了，就当婶子请你们了。我是湖泊村过来的，他们都叫我胡婶儿。姑娘以后若是来镇上渴了，就来这摊子上喝水，饿了过来吃馄饨。婶子呀，只收你半碗馄饨的钱。孙长铁看着手里的馄饨碗，一时有些目瞪口呆。只说了几句话的功夫，就省了3碗馄饨的钱，这可是3碗馄饨啊，15文呢。胡婶儿，那边的摊位没有人摆了吗？哎呀，那边啊，之前是有一家人摆摊儿的，突然有一天开始就再也没来过了。听说是那家的男人突然生了重病，起不来床了。那女人呢，现在还要在家伺候男人。这大的孩子才10岁，小的呀也不过才6岁，怕是以后都不会来摆喽。真是有什么也别有病，没什么也别没钱，这普通百姓家可是经不起一点磨难呐。无论在什么时代，百姓的日子似乎都没有多好过，只有了足够的银钱，才能应对突发的各种风险。胡婶儿，那若是我想在这个地方摆摊，需要哪些批准啊？啊？宋姑娘也想摆摊儿？哎呦，姑娘若是真想摆摊儿，那婶子可以帮你给这一块的管事问问。他常来婶子这摊上吃馄饨，不是个难说话的主。不过这里1个月的租金也不便宜啊。那婶子先帮我问一问，我就要跟旁边的位置一样大的地方。胡婶子觉得眼前的姑娘聪明又伶俐，若是这个姑娘真的在她旁边摆摊，倒是不错的。孙长铁默默地干完了2碗馄饨，其实不能说是很饱吧，可是却是他这些年吃的最饱的一次了。宋婉珍便拿银子去付馄饨钱，胡婶连忙推了回来。宋婉珍也不再客气，两人便离开了馄饨店。路过布店门口的时候，宋婉珍又进去扯了2块布，一块是妇人花样，回去给孙巧云用的，另一块扯得稍微大了些，问掌柜要了差不多能做2件衣服的尺寸。买布料的时候，孙长铁倒是没再说什么。他们娘儿仨3个身上的衣服确实是太破旧了，是该扯一件新衣服了。宋婉珍懒洋洋地坐在牛车上，这暴热的天气没来由的让人心生烦躁，老牛也热得走得极慢。哎，小姐，您就饶了狗子吧，哎，狗子再也不敢了。他娘的，这是要打死人了！别说人家就是从地上捡了一些碎屑吃，就是偷了一块糕点，也不能打人这么狠啊！当宋婉珍还在想着到底要不要见义勇为的时候，孙长铁已经停下牛车，大喊了一声：“哎，光天化日的，你们要打死人不成？”瞬间，铺子里的人都齐齐地看向孙长铁。待看到孙长铁的穿着打扮之后，脸上的惊讶便被嘲笑所取代。哪里来的乡野村夫，敢在我们苏地门口撒野？我们小姐教训自家的伙计，跟你有什么关系啊？我知道他是你们的伙计，左右也不过是块点心的事儿，何必要打死人？我没有偷吃，我吃的真的是掉到地上的碎屑。被称呼为小姐的人听见男孩还在说自己被冤枉，似乎一下子又生出许多的火气。就是地上的碎屑，也不是你这种贱命能吃的。我给你吃，给你喝，就算是打你骂你也不能反驳。谁让你鬼叫的引得着你腿子过来狗叫的？你这姑娘怎么说话如此难听，行事也太过狠毒。只不过是个孩子，你就饶了他一次吧。这苏家他是知道的，便是靠着点心发家，在镇上和县城都有铺子，是在县里都数得上的大户了。狗骂谁呢？狗在骂你呢。怎么，你一个臭乞丐还不服啊？既然是狗在骂我，那我也没必要生气了，毕竟人被狗咬了也无法再咬回来，不是？
众人一时还没反应过来宋婉珍的意思，静了一瞬，才有人发出笑声：“这哪有人承认自己是狗啊？”还真是啊，这苏小姐啊，竟然说自己是狗啊！接着，此起彼伏的笑声传开，带着嘲笑一般的眼神看向了打人的小姐。你算个什么东西？也敢辱骂戏耍本小姐？给我打死这两个不知天高地厚的狗东西！刚刚就拿着棍子指着孙长铁的两个男人，听到小姐的吩咐，立马便朝着孙长铁走了过来。三丫头，你赶紧先躲到人后面去，等大舅打完这一架，咱们再回去。就在两人朝着孙长铁越来越近的时候，宋婉珍疾步走到孙长铁身旁，小声地嘀咕了两句。孙长铁刚开始还是有些难以接受的表情，可是看到宋婉珍那十分确定的模样，他有些为难的勉强点了点头。那人估计是仗着苏家的事欺负人欺负惯了，走近的时候棍子已经抡起来了。孙长铁侧了侧身，那棍子便打在了他粗壮的胳膊上，可是那粗壮有力的胳膊上肌肉却是清晰可见的跳动了起来。你们在干什么？还不给我打？尤其是那个死丫头，给我把那个丫头整过来！只见刚刚还好好的孙长铁砰的一声倒在了地上，所有的人都愣住了，这大汉怎么就倒下了？哎呀，我的大舅啊，你这是怎么了？各位叔叔婶子，你们给评评理，他们苏记动手打人，还把人给打坏了。发生了这样的事情，看热闹的百姓立马就激动了起来，簇拥着上前看孙长铁的状况。天哪，苏记打死人了，快报官呐！哎呦，我看这人刚刚躺下去的样子，应该是不行了，这得赶紧找大夫吧。刚刚动手的男人吓得立马把手上的棍子扔了，他没想到这身高体壮的男人会这么废，他就打了一下，人就不行了。小姐，怎么办？我没想打坏他的。谁让你下这么重的手的？是你把人打坏了，关我什么事？我还没动手呢，这人打坏了可跟我没关系啊！我可都是按照小姐你的吩咐做的事，这也不能全怪我呀。是他自己身体不行了，还要累到我们苏记不成？哼！刚刚所有的人都是看着呢，他只被打了一棍子就躺下了，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啊？是啊，所有的人都看见了，我大舅就是被你们打了一棍之后才倒地不起的，我不找你们找谁？苏记小姐脸色一滞，恼怒地瞪着宋婉珍，她说的根本不是这个意思，却怎么有种正好认罪了的说法。对啊，我们都看着呢，人家好言相劝，让你们别打死人，没想到你们连拉架的人都打，实在是太嚣张了，真是无法无天了！报官，赶紧报官！跟你们有什么关系？我看谁敢报官！苏记小姐明显有些慌了，对着周围的人骂了几声，又转头看向宋婉珍。一条贱命而已，大不了赔你些银子。你在这里聚众闹事儿，就算是见了县太爷也没有好果子吃。呵呵，2两银子就想打发他，这是当他没见过银子吗？你们打坏了我舅舅，竟然就给2两银子就想了事，没有天理了！我舅舅上有80岁的老母，下有10几个嗷嗷待哺的婴孩，你打坏了他，那就是连着害死了10几条人命，欺人太甚，欺人太甚！我们要报官，一定要报官！苍天呐，大地呀，青天大老爷，要给我们做主啊！众人对着苏记小姐越发的指指点点，甚至有人扬言要拉着她去见官。哎呦，这男人一看就是家里的顶梁柱啊！你说他要是不行了，可不是一家子人都要活不下去了。就是这年纪啊，家里没了男人，女人带着老人孩子，哪能活得下去？这苏记真是恶霸行为啊，欺人太甚，年纪轻轻的好生恶毒啊！那苏记小姐面对这么多人的指责，脸色越发的难看。这事情若是再闹下去，恐怕对他们苏记的名声影响巨大。你闭嘴！你再胡说八道，我就撕了你的嘴！我们也不是讹人，只是我舅舅看这样子是生死未卜，家里还有10几口子等着他吃饭呢。今日小姐若是不多给些银子，那就跟亲手杀了10几口人无异。苏记的小姐气得只想翻白眼，她什么时候就成了杀人凶手了？你就是想要银子还说得这么冠冕堂皇的，谁让他没事生出这么多孩子？10几个孩子怎么不累死他？没
本事还敢上前凑。苏记的小姐都快要气死了，只是打了一棍子呀，怎么就把人打成这样？小姐若是不想给银子，那我们就一起去报官，再把我舅舅家的10几口子都送到你们苏府去。相信苏老爷宅心仁厚，定然不会看着这么多孩子饿死在门外。我呸！你敢去拿10两银子来？小姐是想用10两银子买这10几口人的命。瞬间让众人觉得这10两银子真的不多，那可是10几口人的命啊，哪里是10两银子就可以打发的？哟，真是草菅人命啊！真就觉得我们这些庄户的人这个命就不值钱了。看我说，他是觉着他拿出这10两银子还有什么了不起的，是吧？哎呦，这苏家也不过如此吧？那苏记的小姐看着宋婉珍那一身破旧的粗布麻衣，心想着这丫头都没听见过这么多银子，可没想到她竟然还嫌少。拿20两来。小姐，咱们今日没有带这么多银子呀。苏记小姐转身就是一巴掌打在了那丫头的脸上。她堂堂苏记的小姐连20两都拿不出来，人家会怎么看她？没带就先从铺子里取，你就不会动动脑子？铺子里的管事轻叹了一声，无奈地摇了摇头。这店里的账目一笔笔的都有严格的记录，到了每月算账的日子，再把银子统一交到苏家，从没有提前取银子的说法。拿着银子赶紧滚！你们这些泥腿子破漏户，这辈子都没有见过这么多银子吧？苏记的小姐啐了一口，便转头往苏记门面走去。没用的东西，都给我滚！以后不许进苏记半步！小姐，我全家可都指着我这份活计呢，您可不能赶我走啊！小姐，我没有打人啊，那一下都是他打的，跟我可没有关系。想留下也可以，拿你们的工钱抵那20两银子。白白干活拿不到工钱，那谁愿意干啊？这摆明了是这小姐不想留他们了。只是等众人反应过来，才发现刚刚躺在地上一动不动的大汉和那抽烟的姑娘，不知什么时候已经没了人影儿。哎呦，吓死我了！三丫头，大舅怎么感觉咱们刚刚是在讹人啊？宋婉珍看了看躺在牛车上的那个男孩，好像是已经睡了过去，把感觉去掉。哎呦，刚刚我讹人了。大舅刚刚讹人了，而且讹得相当成功，一下子讹了22两银子呢。一听这么多银子，孙长铁激动的脸上忍不住露出一闪而过的喜色。万一日后苏家的人找过来怎么办呢？找过来也是他们先打的人，他们平白无故的打了你，自然是要赔银子的。若是打了人都不用付出代价，那这世道不是乱了吗？孙长铁竟然一时觉得宋婉珍的话说得很对，那苏记的确是该好好教训一下。牛车刚转过弯，却被前面的一辆马车给拦住了。宋婉珍俊眉微挑，心中不禁紧张了一瞬，这苏家竟然这么快就找过来了。这位姑娘和壮士莫怕，我便是来看看这车上的孩子的，多谢2位出手相救，若不然今日这孩子要受更多的罪。他刚刚就在一旁看得真切，这汉子看似年长，被称作长辈，但其实一直都在听着小姑娘的话。小姐可是这孩子的亲人？我也姓苏，我叫苏念，是刚刚苏记那位小姐的姐姐。孙长铁和宋婉珍脸上都生出了许多惊讶，眼前这位如此温婉有礼的姑娘，竟然和刚刚铺子里那跋扈女是姐妹。宋小姐不必紧张，我不是来讨伐2位的，也不是来要回银子的，我只是来看看那孩子，同时也感谢2位出手救下那孩子。苏念说着，便从身上掏出10两银子来，交到宋婉珍的手里。这些银子就当是感谢姑娘救下狗儿的谢银，若是可以先让这孩子在姑娘那里住上一段时间，养养伤，后面我会想办法带走他。大小姐，狗儿没事，狗儿还要保护大小姐呢。狗儿是他3年前在街上碰到的小乞丐，当时觉得他实在是可怜，便把他带回府中。只是1年前，苏父将养在外面多年的外室和女儿苏宁接了回来。那苏宁见这家点心铺子生意颇好，收入也不错，便硬是要了过去。那苏宁知道苏念对狗儿不一般，便故意找这由头欺负狗儿，为的就是让苏念难受。苏小姐不必客气了，这人既然已经在车上了，我们便是打算带回去的，银子就不必了。想必你也看到了，刚刚我们已经赚了22两了，足够这小子的生活费了。那就谢谢姑娘了，今日有些仓促，等有机会再请姑娘喝茶。宋婉珍点头答应，又介绍了自己的名字。
我比宋姑娘大了2岁，日后便称呼一声妹妹了。两人分开后，孙长铁才重新驾好牛车往宋家村走去。大舅日后若是飞黄腾达了，会不会也如那苏老板一般，家中美娇娘，外面有红颜？那怎么行？你大舅母虽然性子泼辣了一些，可是为了我生儿育女，孝敬父母，家里家外操持着，我怎能做出那等狼心狗肺的事情？你这话呀，若是被大舅母听见了，她定然是会开心的。我若是当着她的面说这些话，岂不是让她太过得意的找不到北了？眼看着就要到了宋家村，孙长铁突然想起来宋婉珍想要租赁摊子的事情。三丫头，你今日问那摊子租赁的事，是想做生意？虽然他如今十分相信宋婉珍的本事，可是他毕竟也不过是个13岁的丫头，抛头露面做生意这种事情可不是那么简单的。是想用来做些小生意，总是不能只靠那3亩地的。孙长铁点头，光靠那3亩地的收成的确是过不了日子，这年景真是一年不如一年呢。可是你准备做什么生意啊？做什么生意，宋婉珍也是刚刚想好。本来打算租那个摊子的时候，他还没有想好，只是觉得那个摊子位置还不错，他就突发了这么个想法。而此时分确定自己要做什么生意，我想做糕点生意。糕点生意？那不是跟那苏家抢生意了？跟他们抢生意？算是吧。就怕他若是真的开了摊子卖糕点，那苏家怕是撑不过1个月，除非那苏宁有银子赔。今日怎么回来的这么晚呢？他的话刚落，便看到牛车里还躺着一个10岁左右的男孩，瘦瘦小小的，浑身是伤。这是谁家的孩子？怎么伤得如此严重？宋婉珍不想让孙巧云担心，便没有说讹人的事儿，只说是路上遇到的，看着实在可怜，便带了回来。孙长铁把人先找了个屋子放下，孙巧云便赶紧打了些热水，给那叫狗儿的孩子清洗了一下伤口，又让宋婉珍去村里的赤脚郎中那儿买了点药粉。什么人如此狠毒，竟然对一个孩子下这么重的手？眼看着天越来越晚，孙长铁便要启程回孙家村去了。宋婉珍拿出今日讹的22两银子，分了一半递给孙长铁。这是三丫头赚来的银子，大舅不能要。这银子可不是我一个人赚来的，大舅是主要演员，没有你演的逼真，今日这银子可没那么容易讹来。其实直到现在，孙长铁的心里还觉得这笔银子赚得虚呢，有些不真实，就好似天上掉馅儿饼一般。宋婉珍又去厨房里拿了昨日剩下的3斤五花肉，跟着孙巧云一起把孙长铁送到大门口。现在天气热，肉食放不住，家里还有猪大肠呢，大舅不带走，这好好的肉便要放坏了。拗不过宋婉珍，孙长铁最后还是带着那3斤五花肉回到了孙家村。一进村子，孙家村的男女老少碰到孙长铁的不少，都直勾勾地看着他手上提着的猪肉。哟，长铁这在外面发财了，拿了这么大一块肉回来。这是宋家村我小妹家给的，他们娘几个吃不了，怕天热放坏了，便让我拿回来了。孙长铁提溜着五花肉，一溜烟地往老孙家走去。后面的婆子媳妇儿们又开始八卦了起来。听说前2日孙家那个孙巧云不是和离了吗？哪里是和离呀，人家本来是要休妻的。听说那男人啊是跟县城举人老爷家的女儿好上了，要休了她，结果被孙家人去闹了半日，最后才改成和离的。哎呦，男人都不要她了，这是和离还是休妻的有啥区别呀？这要说呀，就是这个孙巧云命贱，伺候人家这么多年，怎么着了？哼，人家转眼就去县城享福去了。哎呦，以后这孤儿寡母的日子可咋过呀？嗨，那肯定是不好过呀，肯定又要指着孙家这2兄弟接济呗。你呀，就等着看着孙老大的媳妇儿怎么闹吧。哼，估计这孙老大是故意买了3斤五花肉回来，说是孙巧云送的，其实啊，就是用来哄媳妇儿的。老孙家，孙长铁2日都没有回来，冯氏也在家里骂骂咧咧了2日。眼看着今年的收成是不行了，儿子至今都说不上媳妇，就是相看上媳妇儿，到时候定亲娶媳妇儿哪样不要花银子。他这死男人是一点都不上心自家的事儿，整日里想着他那倒贴的妹妹。娘，您就别骂了，爹说不定一会儿就回来了。小姑刚刚和离了，许是心情不好，
爹在那里多待2天也好啊。你呀，就跟你爹一样，看着5大3粗的，就是个没用的软性子。日后若是铃铛嫁了人，受了委屈，我这当哥哥的也不能就眼看着不管不是。铃铛能一样吗？铃铛可是我女儿，我才不会给她找那种狼心狗肺的人家。我以后才不嫁人呢，我要嫁人也不嫁秀才。冯氏忍不住笑了一声，他这些年没事便在2个儿女面前说宋天科是个没用的秀才，他这女儿算是听进去了。哎呦，行，以后啊你不嫁秀才，娘给你找个杀猪匠，让你以后日日吃大肥猪。我看行。不知羞的丫头。孙老头和孙老太一共生了2子1女，分别是孙老大、孙老二还有孙巧云。其中孙老大家冯氏生了1个儿子孙鹏，还有个小闺女孙铃铛。孙老二家的曹氏生了2个儿子，一个叫大木，一个叫二木。冯氏准备煮饭的时候，孙老太太拿着糙米过来，今日上山挖了半筐还算鲜嫩的野菜，一会儿啊就把这野菜煮了吧。冯氏微微拉着脸接过孙老太太手上的筐子，只干活也不说话。我知道你因为长铁到现在还没回来，心里不高兴，可她就这么一个妹妹，自然是会多关照些。你要怨呐，便怨我这老婆子吧。哎，那是我的亲女儿，我老婆子啊也看不得女儿受了委屈。你既然嫁给长铁，当年也是看中了他的为人，若他是那种连亲戚姊妹都不管不顾的人，那便是个冷心冷肺的。若是如此，当年你也看不上他。我老婆子知道这些年因为婉珍委屈了你们，今日我就倚老卖老，请你这做媳妇的多包涵几分。娘对不住你，可那也是我肚子里出来的，我总是要自私些，希望几个孩子互相拉扯着些，不能让闺女的日子过不下去了。孙老太太极少说这种话，平日里她话不多，自是带着几分做婆婆的威严。冯氏虽然喜欢耍些小脾气，甩甩脸色，却也从不敢在孙老太太面前太过放肆，而且她那脾气来得快，走得也快，这会儿还拉着脸子，一会儿可能就又喜笑颜开了。娘说的这是啥话呀？娘何时对不住我了？我可不是那心眼小的。孙老太太知道老大媳妇的脾气，自然是个心软的，也知道女儿那儿没了男人，日后需要拉扯的地方还多着呢。我回来了。冯氏一愣，他还从未见过孙长铁从宋家村回来的时候如此高调过。平日里他若是去宋家村帮了忙，或者是送了粮食吃的，回来的时候都是悄咪咪的，生怕惹到他不高兴。夏驴，回来便回来，吆喝什么呀？孙老太太一出灶房，便看到孙长铁满脸的得意之色，接着便是他手上扬起的那一大块五花肉。哎呦，你这夏驴不过了呀，买这么大一块五花肉。哇，肥猪肉，爹买了肥猪肉。这可不是我买的，这是小妹给的。孙老爷子看了一眼孙长铁手里的五花肉，默默的没有说话。这老大倒是聪明了不少，知道在巧云那儿帮了几天忙，媳妇儿会生气，这次回来还知道买块五花肉哄哄媳妇儿，只是这理由说的属实是有些没脑子。这日子真是没法过了，家里的日子都过成啥样了，他敢割这么一大块五花肉回来呀？孙老大竟然学会骗他了，明明是他自己买的五花肉，还说是小姑子给的，他有那么傻吗？行啦，这肉买都买了，就做了，让孩子们犒劳犒劳吧。对啊，买都买了，那就高高兴兴的吃肉多好啊。这不是我割的，这是三丫头割的，是三丫头特意让我带回来的。本来说孙巧云大家不信，这下说是宋婉珍给的，大家更不信了。哎呀，行了，甭管谁割的了，肉都拿回来了，还管谁割的干嘛呀？孙长铁还想再说话，却被孙老头带着威慑的眼神镇住。你过来。灶房里冯氏虽然摔摔打打的，可还是很仔细的对这块五花肉做了规划。五花肉要出锅的时候，老二孙长刚带着2个儿子回来了。家里割肉了，真香啊！曹氏听见男人和儿子回来了，赶紧放下手上的绣活走了出来，连连给自家男人使脸色。
又把2个儿子也叫到自己屋里来。大哥也是个没头脑的，明明是他买的肉，非要说是三丫头给的。那三丫头哪里有银子去买肉啊？这不是故意惹得大嫂生气吗？可不是嘛！一会儿吃饭的时候，你们可要机灵一点，千万不要惹你们大伯母生气了。知道了，娘，有肉吃了，谁还顾得上说别的？冯氏和孙老太太做好了饭，喊着众人吃饭。老二家的人一上桌，便被那满满的一大碗猪肉给震惊了。孙长刚没有想到孙长铁买了这么大的一块肉，这不过年不过节的，哪里敢买这么多的肉？这憨驴是疯了不成？爷爷吃饭。老大呀，把银子拿出来吧。听了老爹的吩咐，孙长铁赶紧把兜里装着的14两银子拿出来，一点一点的摆在桌子上。一下子冒出这么多银子，全家老小的眼睛都直了。这是哪里来的这么多银子啊？老大呀，你这2日到底是去做什么了啊？儿子不会是去干了那些杀人越货的勾当去了吧？这是宋家村三丫头给的，是她带着老大赚的。冯氏第一个不相信，那三丫头前几日差点就摔死了，算是个命大的，最后活了过来。可是又哪里有这个本事能赚到这么多银子？我那日去的时候，倒是看着那三丫头与之前大不一样，精明伶俐了不少。老大说说她是如何带着你赚了这些银子的。孙长铁又把刚刚给孙老头说的话绘声绘色地说了一遍，把宋婉珍几乎都夸到了天上去。那三丫头难道真是得了阎王爷爷的青睐了？要不然她怎么会知道这么多呀？怎么可能？我才不信呢，她还没我聪明呢。就是那丫头3脚都踹不出个屁来，比铃铛还笨，怎么可能还会赚这么多银子啊？孙铃铛只觉得二木好像是在夸他比宋婉珍聪明，可怎么又觉得好像哪里不对？他到底是夸他呢，还是损他呢？老大拿回来的银子呀，你们2家平均分了，我跟你娘啊就不要了。这些年老大和老二给宋家村帮了不少忙，我知道你们心里都多多少少有些怨言。今日这份银子一分，你们这心里呀可不许再有什么委屈了啊！你们对巧云姑娘的帮助啊，他们也没忘了，总归是一家人啊。他们孤儿寡母的，日后你们还得多照应着些。冯氏和曹氏明白孙老头说的是他们，便默默的没有吱声。总归今日一家能分到7两银子，属实不少了。你放心吧，爹，有我们兄弟在，定然不会让小妹的日子过不下去。是啊，爹，您就放心吧，我便是砸锅卖铁，也不会委屈了小妹。行了，他爹呀，快吃饭吧，菜都凉了。这一下子拿回来这么多银子，这哪里是咱们帮着那娘儿仨呀？这分明是人家那娘儿仨帮着咱们呐。孩子的事啊，你就别操心了。他大哥二哥是个疼妹妹的，2个嫂子也是心善的，不用你说，他们自然会互相接济的。一听孙老太太说他们是心善的，此时脸上更是笑出了一朵花来，连连的应是，以后一定会好好的帮扶孙巧云。行了，吃饭吧。一顿饭大家都吃得十分的尽兴。吃完了饭，孙长铁便被冯氏拉到了屋子里。你实话告诉我，这银子到底是哪儿来的？吃饭的时候我不是都说了，这银子是三丫头给的吗？你若是不信，就去宋家村问问巧云去。平日里我若是空着手回来，你就拉着个脸不高兴，今日都带着银子带着肉回来了，你还是拉着个脸子。我告诉你，冯氏，你要是看不上我，觉得跟着我吃了苦，你就走，我孙长铁绝对不拦着。许是今日孙长铁拿了银子来，腰杆子都挺直了。他知道冯氏拿着银子打心底里便是高兴的，所以才故意装模作样的发起了脾气。你个没良心的，刚有几两银子你就敢这么跟我说话了？哼，我走了你好去找你的姘头是不是？哎呀，我说着玩呢，谁要去找姘头？我都多少年没见过他了。孙长铁说完才赶紧闭嘴，意识到自己是说错了话。谁？他是谁？两人吵嚷了一顿，
一旁的2个孩子也见怪不怪，根本没有上前拉架的意思。另一个房间里，曹氏看着手上的7两银子，喜得合不上嘴。他是做梦都没想到，竟然能一下子有了7两银子，关键这银子还是从那只进不出的小姑子那儿得来的。明日我去趟宋家村。那明日我跟你一起去，跟巧云说说话。孙长刚脸上生出了几分欣慰之色，一些安慰的话，他一个大男人的确不好说。宋家村母女2个送走了孙长铁，宋婉珍便拿出今日买的2块布料，交到了孙巧云的手里，让她抽空给娘儿仨都做一身衣裳。好嘞，你交给娘便是，娘一定给你们姐妹俩把衣服做得漂漂亮亮的。母女2个正说着话，便听到门口有人敲门。孙巧云去开门，宋婉珍便研究起那半兜子发了芽的土豆，她可以把这些土豆种到门口的小菜园里去。你牛叔这人就是太实在了，咱们用他的牛，他还特意拿了2个甜菜过来，不知道是谁给他的，估计不舍得吃，便又拿来2个给咱们。牛大叔是觉得咱们昨日用了他的车给了米，今日又给了他2个肉包子，不好意思了，所以特意拿了东西过来。是啊，你牛大叔这人一辈子就不喜欢沾人家的光，宁愿自己吃些亏。听你大舅说这叫胡蛋，娘也可以叫他土豆。为何叫土豆？孙巧云第一次听说这个名字，他们这里主要是以种植水稻为主，等到收获的时候娘就知道了。跟娘还打哑谜呢。宋婉珍看着孙巧云手里的甜菜，有些诧异地问出口：这萝卜一样的东西叫甜菜？这哪里是萝卜，这就是甜菜。甜菜？这不是可以做糖的甜菜吗？他差点没有认出来。宋婉珍有些激动，这可是好东西啊！娘，这是不是能做糖的甜菜？孙巧云都愣住了，他还从未听说过这东西能做糖呢。这东西哪里能做糖？若是能做糖的话，那铺子里的白糖就不会这么贵了。咱们3丫头是想吃糖了？宋婉珍仔细地看了看，十分确定这便是能用来做糖的甜菜。娘，这可是好东西，您可千万别给做的吃了，一会儿留着我研究研究。门口的菜地本来就不大，母女2个很快便把地松了一遍。嘿，3丫头，这是种的啥呀？这个叫土豆，不过发芽的时候是有毒的，种到土里大约3-4个月便可以结出果实来。哎呦，有毒你还种它干啥？又不能吃，这不是浪费了这块地吗？不会处理的话自然是有毒，若是处理好了，那就是能填饱肚子的美味了。宋婉珍之所以提起有毒的事儿，其实是故意说给村民们听的。这块地正好在大门外，被这么多村民看到他种植这些土豆，若是说好吃，光是村里那些没事到处野的孩子也会趁其不备给你拔光了。他们单是破坏了还不算，万一孩子不懂事吃了半生不熟的土豆出了什么问题，到时候说不定还要赖到他们家去。晚上母女2人吃过饭洗漱完，便早早的上床休息。深夜院子里一切都归于安静，突然啊的一声痛苦的嘶吼打破了小院的安静。刚刚是有人爬咱们院子了，而且这人一定是宋家村的人。白天孙长铁才刚走，这是眼瞅着他们孤儿寡母的好欺负，便想摸进来偷银子的。这些挨千刀的活该，怎么不让那家子把腿给他们夹断了？明天娘就去找李正去，非把这个贼给抓出来不可。虽然贼人没有进院子，可是母女2人多多少少都受了些惊吓，再睡下的时候便没有之前睡得那么安稳了。迷迷糊糊，几乎是天还没怎么亮，2人便醒了。趁着天还不热，母女2人提着篮子，拿上铲子，便上了南山。3丫头，这种野草可不好吃啊！娘，这可是好东西，可不是野草。等回头我做给您吃。丫头说能吃，或许真的能吃，不过她长这么大，还真没吃过这些。不得了了，洞里有人打架，洞里有人打架！几只野鸟扑腾着飞了过去，宋婉珍这才扇了扇眼前被带起的尘土。这一大早的，什么人跑到山上来打架？还没站定，突然便听到一阵不堪入耳的骚话传入耳中。宋婉珍猛地提起精神，只是她如此一个纯洁小白花，竟然就这么被生生的捂了耳朵。小贱货，你可让爷们儿想死了！哎呀，你轻点儿，人家的衣服都要被你扯烂了。怕啥？扯烂了，爷们儿再给你买新的。他就说嘛，这大早上的哪有人跑到山上来打架？宋婉珍只觉得这声音十分的熟悉，这不是宋家村
王赖子的媳妇儿吗？这信息量也太大了。这俩人还是偷情的。他又仔细听了一会儿，怕被孙巧云突然上来惊动了两人，便赶紧小心地爬了下去。只是下去半道的时候，他脚下打滑，好在被一棵半人高的野草给拦了一下脚，这才站稳。宋婉珍仔细看着那快有他个头一样高的野草，这不是魔芋吗？若是这些东西是可以确定能吃的那种，那它就会变成一种重要的食物来源。从上面下来之后，宋婉珍的心里依旧有些激动。是不是碰着身上了？没事，我就是有些饿了，咱们回家做饭去吧。一大早走了这么多山路，的确是饿了。娘这就回去做饭去。回去的路上，宋婉珍一直有些心不在焉，不只是因为发现魔芋的事，还有山洞里两人的对话。那两人不但偷情，竟然还密谋要杀了王赖子。母女两人刚走到村里，正好看见准备出门的宋理正。他李正叔，这是跟三丫一起挖了这么多野菜啊？是挖了不少。他李正叔要是缺菜，也拿一些回去吃吧。宋理正连忙摆手，人家孤儿寡母的好不容易挖点野菜，他哪里好意思要？他李正叔，昨天夜里家里怕是进贼了。啥？前几天因为宋天科要休妻的事儿已经闹得沸沸扬扬，见了邻村的李正，他都觉得抬不起头来。没想到这才几天，竟然又出了偷盗的事情。家中可丢了什么东西啊？多亏三丫头有先见之明，在院子里的墙头上做了防护，那人倒是没进了院子便跑了。竟然还有这种操作？三丫头是早就知道家里会遭贼吗？所以提前在院子里做了防护。没丢了东西就好。这2日啊，我从村里找2个年轻的，晚上巡逻几次啊，让那些手脚不干净的都收收心思。只是这贼人呢，怕是不好抓呀。李正说，若是贼人就是咱们宋家村的人，估计很容易找出来。前2日我大舅舅帮忙在我们家内墙上挂了一圈的铁钩子，那人昨日晚上爬墙的时候被挂到了，这才惨叫了一声跑了。不过墙上留下了不少的血迹，想必是伤得不轻。行，我知道了。一会儿啊，我就找人一起在村里转一转，打听打听，看看谁家呢有受了外伤的没出门干活的。若是找出这个祸害，一定严惩不贷。宋家村啊，坚决不能有这种不正之风。母女2个回家之后，屋子里躺着的狗儿已经醒了。多谢婶子和宋姐姐的救命之恩。孩子快起来，不用这样，身上还疼不疼啊？狗儿有些受宠若惊，除了苏小姐之前把她带回苏府，让她做了苏府的下人之外，再没有人对她这么温柔地问她疼不疼了。不疼了，狗儿是贱命身子，睡一晚就都不疼了。如此严重的伤，怎么可能睡了一晚上就不疼了？想必是不知道挨了多少打，才习惯了这种痛楚。谁说你是贱命身子？你这身子可金贵着呢。从今往后可要好好的爱惜自己。你若是自己都不爱惜自己了，别人怎么会把你当回事儿？以后不许再说什么命贱之类的话。他听得懂宋婉珍的话，可是他再爱惜自己有什么用？他只不过是一个无父无母的孤儿，走到外面谁都可以随意的欺负他。行了，孩子也是可怜，先让他住在咱家里吧。娘去做饭，你看看昨日拿来的药，再给他涂一些。他刚刚不是听错了吧？那个婶子说让他先住在家里，等到宋婉珍拿药出来，狗子依旧站在那儿一动不动。宋姐姐，你们不赶我走吗？谁说要赶你走了？你就好好的在家里住下便是。昨日我可是讹了那苏家小姐不少银子呢，养着你足够了。昨日他被打得浑身是伤的时候也没有哭，此时却是忍不住有些哽咽。宋姐姐，我能干很多活的，我不用你养着的。哭啥呀？你要是留下来，以后可是这家里唯一的男人嘞。宋姐姐放心，以后我就是这家里的男人了，我一定会保护好你们。早上简单的做了个糙米粥，还有昨天剩下的肉包子，一人分一个。吃着吃着，狗儿又掉起了眼泪。他真是走了狗屎运，本该被打死的人，这一会儿还能好好的坐在这儿吃一个这么香的肉包，真是下一刻死了都值了。狗儿怎么又哭了？可是不够，先吃婶子这个。孙巧云看着狗子忽而哭了，便有些紧张心疼。他忍不住便想起了跑去县城的宋云飞，他只不过照顾了他短短1日，他便感恩戴德，又是下跪，又是要日后给他们撑腰的。
可是他护在手心里疼了8年的儿子，却喊他孙氏，对他没有半分的留恋。婶子，狗儿吃饱了，狗儿只是不敢相信，还能吃上这么多好吃的包子。你怕是还没尝过你宋姐姐做的爆炒大肠，等你尝过，你估计又要哭了。一直在旁边听着两人说话的宋婉珍，终于是听出了不对劲。狗儿这名字太难听了，听上去就好欺负。姐姐给你重新起个名字吧。真的吗？宋姐姐，你要给我起一个名字吗？他也不喜欢这个名字，听到他名字的人都喜欢戏耍他一番，甚至还让他学狗叫。狗儿可还记得自己姓什么吗？狗儿很小的时候只知道自己是从北边来的，隐约记得个陆字啊，我觉得我也姓陆。姓陆啊？那咱们狗儿还是国姓呢。那以后就叫陆怀远吧，缅怀过去，但是更重要的是目向远方。陆怀远。狗儿激动地喊了一声自己的新名字，只觉得是那么的顺耳好听。哦，我有新名字了，那以后婶子就叫你怀远了。陆怀远，陆怀远，我叫陆怀远。三人正说话，便听到门口处传来熟悉的声音：家里来亲戚喽！大舅，你来啦！却发现门口林林总总的站了7、8口人，这几乎是老孙家全员出动了。啥叫大舅又来了？你不欢迎大舅啊？今日的孙长铁异常的高兴，他左手提着一只被绑着的大公鸡，右手提着一条有1斤多重的大鲤鱼。大舅，人家明明是高兴的好不好？姥姥、姥爷、舅舅、舅母、表哥、表妹，一下子这么多人，宋婉珍一时不知道该如何称呼了，只好照着辈分都喊了一遍：爹娘，你们怎么来了？爹娘还是不放心，本来那日就想留下来陪陪你的。娘，我没事，有三丫头在，我们都挺好的。哎呀，三丫头啊，长大了，真是老天开眼了呀。想起前几天宋婉珍还躺在那里奄奄一息，没想到如今却是好好的站在这儿，不是老天开眼是什么？行了，人都好好的，日子也越来越好，你个老婆子怎么还带头抹起眼泪了啊？可不是嘛，听说三丫头可是有出息了，这又是卖方子又是懂做生意的，这以后小妹可是要跟着享福的。今日一大早，老二家就说要过来宋家村，他本来不想来的，可是一家人都要过来，他自然也不能落下。孙长铁放下手中的鸡和鱼，不悦地瞪了冯氏一眼：呀，这是谁家的孩子呀？怎么在小妹家呀？狗儿这伤可是养得差不多了。叔，我现在不叫狗儿了，宋姐姐给我取名叫怀远。怀远，好好好，这名字叫着洋气。这是昨日大哥跟三丫头从镇上救回来的，是个孤儿，看着实在可怜，就把他留在家里了。陆怀远虽然年纪小，可是在铺子里当了一段时间的伙计，嘴巴甜又有眼力劲儿，赶紧跟着孙巧云的介绍，一一的喊了人。这刚送走2个吸血的，又带回来1个，这年头自己家人都吃不饱的，还带个无亲无故的回来吃白食。小妹若是嫌弃自己没有儿子，日后没有人给你摔盆子，这不是还有彭二的吗？这可是你的亲外甥，不比那外面捡来的强啊！我不会吃白食的，我能干活的。孙巧云脸色一白，她打算收留这孩子，只不过是因为确实觉得孩子可怜，并不是因为她想要个儿子傍身。你这娘们儿瞎说的什么？再胡说八道，你就自己滚回孙家村去。我哪里说错了吗？想人家的孩子，哪里有自己家的外甥亲呢？哎呀，行了，你们小妹家的事儿不用你们管，自然由他们母女自己商量。宋婉珍走到陆怀远身旁，小声的安慰：没事儿，没人把你送走，你就安心的在家里住下来。听着这温柔又细腻的声音在耳边响起，只让他一颗心似乎都慢慢的定了下来。三丫，你过来。宋婉珍被孙铃铛这毫不客气的一句给怔愣了一瞬。我叫你呢，你没听见吗？还杵在那里干什么？这是你来别人家做客的态度？还有，你应该叫我姐，这点礼貌都不懂吗？大舅是怎么教你的？我倒要去问问。你敢？我有什么不敢的？孙铃铛赶紧上前几步拉住宋婉珍，他
他知道他那好爹爹向来都是向着他那些好外甥的，只要宋婉珍一告状，指定要把他骂个狗血喷头。若是下次你见了我再是这个态度，那我可就不客气了。屋子里孙巧云早就倒好了茶水，一屋子人有说有笑的。中午让三丫头给咱们做爆炒大肠吃，让爹娘尝尝三丫头的手艺。行，正好啊，灶房还有这么大一串猪大肠呢。今天中午我做饭。嘿嘿，大舅走的时候就惦记着你挂了灶房那串猪大肠了，回去一晚上做梦都想着吃呢。这不，今日就来了。哎呀，一把年纪了，瞧你那出息！来的路上的心里还惦记着女儿，没想到来了之后却看到女儿的脸色比之前更好了。我可不吃那玩意儿，这么恶心的东西他才不要吃呢。你不吃算了，我们正好多吃点。与几位长辈说了几句话，宋婉珍便起身来到院子里。没一会儿，一条被收拾得干干净净的鲤鱼便被他改好花刀，切好了配菜，放在了那儿。一旁的陆怀远看的是目瞪口呆，他还没见到哪个姑娘处理鱼的时候这么的利索呢。更让他目瞪口呆的是，热水烧好之后，宋婉珍便准备杀鸡。屋子里聊得尽兴的孙长铁忽然想起外面的鱼和鸡都还没有收拾，赶紧出来帮忙。三丫头，这鱼和鸡都是你杀的。孙长刚也想出来帮忙，便看到了正在拔鸡毛的宋婉珍。不用问了，这鱼和鸡都是三丫头杀的，我就说她很厉害吧，这下你信了吧？三丫头，我来帮你处理鸡毛吧，啊，你去忙别的。嗨，这活儿还是我来，咱们家哪次杀鸡不是我来处理的？我处理的才干净。每次在小妹面前，大哥都抢着她的活干，如今在三丫头面前又抢上了。好啦，两个舅舅别争了，一个处理鸡毛，一个帮着换水，完美搭配，干活不累。孙老太太担心宋婉珍做不好，还想起身去看看，却被孙巧云给拦住了。娘，您坐着就行，交给三丫头您就放心吧，她做的饭可好吃嘞。这三丫头一个人能行吗？她两个舅舅也就是杀个鸡杀个鱼的，其他的也帮不上什么忙。孙铃铛撅了撅嘴，一脸的不屑。一会儿做不好饭菜，浪费了这么多好东西，有他丢人的。只听到刺啦一声，香气瞬间迸发出灶房，满院子飘香，诱人至极。孙老头很想起身去灶房看看，但又怕丢了面子。就在这时候，已经把鸡肉下锅的宋婉珍走了出来。只见孙老头有一下没一下的挠着自己的脖子。呀，老爷脖子这里是怎么了？没事，这是老毛病了。一到夏天呢，偶尔有块地儿就这样，有些日子就好了。听孙老头如此说，宋婉珍首先想到的便是荨麻疹。老爷，你别挠了，我帮你涂点薄荷汁在上面。薄荷虽然不能根治这种皮肤病，但却可以起到止痒清凉的作用。他正要给孙老头敷到脖子上，便听到一声呵斥的声音传来：三丫头，你弄的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就往俺爷的脖子上敷啊？万一有毒怎么办？你一惊一乍的吆喝啥？啥东西有毒啊？话音刚落，便忍不住暗暗地吞了吞口水。好家伙，这香味可真是要老命了。是三丫头，不知道弄的什么野草，就往我爷的脖子上敷。本来我爷那里就挠得红肿了，万一那草有毒怎么办啊？这是薄荷叶，有止痒消炎的作用，不是什么野草。哦，哎呀，我这老头子竟然都不知道。爹，三丫头说有用，那就肯定有用，她可是阎王爷爷的人。孙长铁说完，又转头看向一旁的孙铃铛，怒斥道：你不懂，瞎咧咧什么？滚一边去！哎呀，他也是好心，这啥薄荷的我都不知道。三丫头就说能止痒，这万一用了之后更严重了呢？你就知道骂自家的孩子。行了行了，有用没用啊？我试试便知道了。本来啊，我这也不是什么大毛病，就算是严重了，也严重不到哪儿去。宋婉珍上前帮孙老头把薄荷叶敷上的一瞬间，他便觉得脖子间一股清凉的感觉。嘿，神了还，果真是舒服啊！三丫头啊，这也是阎王爷爷告诉你的？真有这么神呐？这还能敷上就有感觉了？这种皮肤病一到夏天，庄户人家身上多多少少都会有，没多严重，可就是痒起来的时候也是够烦人的。哎呦喂呀，哎呦呀，
真没怎么养了，脖子这里啊还凉丝丝的。那我这儿也有，三丫头啊，也给我敷上一点儿。见曹氏开口了，冯氏其实也想跃跃欲试，可是刚刚他还说了怀疑宋婉珍的话，一时还真不好意思开口。哎呦，果真如爹说的那般，真没那么痒了，凉丝丝的舒服啊。没想到这野草还真是好东西嘞。哪里是野草，人家三丫头不是说了吗？这个叫薄荷吧？真有这么好用啊？要不三丫头给我也试试？宋婉珍也给冯氏敷了些薄荷叶，感受到脚踝处的冰凉，本就嗓门大的冯氏立马惊叫起来：神了神了！亲娘这东西还真有用嘞！孙铃铛暗暗冷哼了一声，他才不信阎王爷爷能选上这又笨又傻的丫头呢。阎王爷爷要选也得是选她，她可比三丫头聪明多了。很快，马齿苋炒鸡蛋和爆炒大肠也陆续出锅，被孙长铁和孙长刚端到了堂屋里。一会儿这猪大肠你们就吃吧，一吃一个不吱声。哼，我才不吃呢！不吃拉倒，我看你今天就是欠收拾。所有的菜都端上了桌，这样的菜色，这样的香味儿，哪怕是过年也吃不到的。冯氏早就迫不及待地动筷子了，今日带了这么多东西过来，他可得敞开了肚子都吃回来。这鸡肉炖野菜我也不是没做过呀，怎么三丫头做的这么好吃呢？果然如大哥说的那句话，一吃一个不吱声。这猪大肠真这么好吃啊？孙长铁扒了一口饭，满嘴流油。那是自然，我今日就是奔着猪大肠来的。爹娘，你们赶紧尝尝，要不然一会儿我可收不住嘴了。瞧你那没出息的样儿！哎呦，老头子，你快尝尝，不得了了呀！三丫头这手艺真是顶顶好啊！她是怎么把这东西还做得这么好吃的？你这老婆子一把年纪了，孙儿都要娶媳妇的人呢，咋还没个稳重啊？好吃就好吃呗，吆喝什么呀？孙老头说完，便把碗里的那块肥肠夹到了嘴里。孙老头惊叹了一声，连忙又跟着吃了一口米饭搭配着。好吃就好吃，你呜个啥呀？孙铃铛看着那盘越来越少的猪大肠，心里隐隐有些着急。他本就是因为鱼肉没吃多少见底儿了，心里后悔着。此时见大家又开始吃那盘猪大肠，他有种跃跃欲试的感觉。铃铛啊，你也吃块猪大肠尝尝，你尝了就知道好吃了。嗨，娘，你多吃些，他都说了不爱吃。宋婉珍微微低着头，差点要憋不住笑出了声。哎呀，表妹，你是不是还没有尝过我做的肥肠呢？你尝尝，可好吃了。刚刚他就忍不住想吃了，此时看到碗里的肥肠，孙铃铛也来不及多想，立马便送到了嘴里，麻麻辣辣，鲜脆醇厚。孙铃铛瞬间瞪大了眼睛。哎呀，真是没想到三丫头做饭的手艺竟然这么好，这酒楼里的大厨也不过如此了吧？切，不知道谁来的路上还说我吹牛呢。哎，你到底是不是我男人呢？大舅母，我大舅心里眼里可都是你呢。昨日他还说，就算他以后飞黄腾达了，大舅母为他生儿育女，为他孝敬父母，家里家外的操持着，他这辈子都不会做对不起舅母的事情。冯氏微微惊讶，然后脸色一红，有些难为情地看向宋婉珍。你大舅真这么说的？当然是真的，不信你问我大舅。哎呀，这都多大年纪了，你丢不丢人，跟孩子说这种话？孙长铁老脸一红的低下头去，脚趾头都尴尬的已经在挖地了。哎呀，你这丫头，不是说好了这话不能告诉你大舅母，回头她又乐得找不着北了。孙老大和冯氏的对话又惹得全家人一阵哄笑。哎呦，巧云呐，巧云！大家正高兴着，突然门外响起了一阵急促的敲门声。哎呦，三丫头，巧云呐，你们那地里出事儿了，这王赖子把你们家的稻田给撅了，说是影响他们家稻谷长穗儿了。后面出来的孙巧云一听，脸色瞬间白了几分，眼看着这稻谷就到了收获的时候啊，让人给撅了，那他们这一年的口粮怎么办？王赖子，那不就是那个媳妇儿一大早上山跟人家切磋打架的那个吗？怪不得没有力气给媳妇儿交公粮呢，这合着心思都用在了别人家地里使坏去了。是地里有人使坏？
这是欺负他妹子家里没男人呢。小妹啊，不用着急啊，咱们现在就跟你去地里看看。宋婉珍心里也想早点见识见识这个王赖子，总归也是一条人命，救不救的好歹能提前见一见受害人，满足一下好奇心。行，那姥姥姥爷留在家里吧，让大舅他们跟着一起去地里就行了。哎呀，不行，一把筷子折不断，咱们都去。我倒要看看，什么人还敢欺负到我闺女头上。说完便背着手一马当先地走到头里。早知道今日就把彭儿还有大木和二木都喊来了。西坡地里6亩的稻田被一分为二，一半是属于孙巧云母女的，另一半则是属于宋天科的。王赖子，你破坏人家稻谷子，到时候人家巧云告到李正那里，看你怎么说。这王赖子可是宋家村里出了名的不是东西，谁若是得罪了他，那指定是没什么好果子吃的，谁见了他都得躲着走，这种臭狗屎自然是没人愿意招惹。也不知道这巧云母女是怎么得罪了这王赖子了，这王赖子一瘸一拐的，怎么还非要掘了他这块地啊？这王赖子呀，也是个欺软怕硬的，估计就是看他们孤儿寡母的好欺负呗。哎呀，要说呀，这母女几个也真是可怜，这稻谷子要是都被撅了，这以后的日子可咋办呢？王赖子冷哼一声，根本不管围观村民的指指点点，毫不留情地破坏着地里的稻谷。反正他就一个女人带了2个小闺女，还能对付得了他？到时候孙巧云要是自己乖乖地把地让出来，他宋李正还能管什么闲事儿？哎呦，孙老大又来了！哪里是孙老大呀，这是孙家人都来了。王赖子，你为啥要破坏我们家的稻谷？你们家稻谷影响我家的稻谷长势了。你的地又不在这里，这块地如何影响你们家地的长势了？你要干啥？你们孙家村的人还要来我宋家村打人不成？宋秀才刚才已经把他的那块地卖给我了，2块地挨着，那就是你们这块地影响那块地的长势了。王赖子话落，连围观的百姓都忍不住惊讶了起来。这个宋天科要卖地也不能卖给王赖子呀，这不是给巧云他们母女找麻烦吗？宋天科这个狗东西，我看他就是故意的。呸！这狗男人真不是个玩意儿，这些年巧云哪里对不起他们娘俩了？狼心狗肺的东西，他这都抛妻弃子了，还故意恶心他们娘仨一把。我不管你是买了谁家的地，你若是再敢破坏我小妹家的地，老子就扒了你的皮！王赖子吓得连连后退，宋婉珍还以为这个王赖子多么有种呢，就这么点胆。不过这王赖子的腿倒是引起了他的注意，他可不记得王赖子这个人是个瘸子，看样子像是腿受伤了，而且受伤的地方好像还在大腿处。看来昨天晚上来家里爬院子的贼找到了。大舅，孙长铁立马停了下来，乖乖的没有再行动。王赖子啊，你这几日有血光之灾，有人想要你的命。此话一出，王赖子立马愣了一瞬，谁敢要老子的命？而且什么血光之灾，老子才不信呢！哼，你一个小丫头还敢忽悠老子？你是把老子当傻子不成？昨天晚上爬我们家墙要偷东西的人是你吧？你胡说，我才没有！你放心，我不是来追究你偷东西的事情的，只不过是想救你一命。本来你是可以躲过一劫的，可是因为你昨天晚上见了血，才生了不祥，导致你在阎王爷爷那儿挂了号。当然，你也可以不信我的话，看看你今晚上会不会死。村里的人现在都说宋婉珍是阎王爷爷的人，而且他竟然一下子就能知道昨天去宋家偷家的人是他，这莫名的让王赖子不得不信宋婉珍的话。你要怎么救我？今天晚上。听完宋婉珍的话，王赖子猛地睁大眼睛。你这小丫头，莫不是耍我？我可告诉你啊，今天晚上要是没有发生这些事情，可别怪老子不客气。我若是没有耍你，那就是你的救命恩人，你的命就是我的。王赖子虽然还是有些狐疑，可是心里却已经惶恐不安，再也没有心情破坏人家的稻谷地，扛着镢头一瘸一拐的便跑回了家里去。三丫头，她怎么跑了？就是啊，三丫头跟她说什么了？她怎么吓成那个样子啊？没事儿，娘，
破坏的这些稻谷，明天他就会给咱们赔银子的。哎呦，他不继续为难你们就不错了，还指望他能给你们赔这些没熟的稻穗儿？哼，这三丫头是不知道那赖子的难缠。就是啊，巧鱼，你们日后可要小心，被这王赖子缠上了，可是了不得。几个看热闹的婆子，半是看热闹，半是提醒：明天他不但要赔了这些稻谷穗子，还要来秀呢。人群中发出一阵啧啧声和耻笑声。他们觉得这宋家三丫头莫不是脑子坏了？她这是在说什么大胡话？那王赖子明天还要来谢她。哎，巧媛，你家三丫头那天从山上摔着脑袋了？就是，你要不要先带着孩子去老驴家看看呀？那老驴家就是村里唯一的一个大夫，严格来说，他主攻的其实是兽医。大家若是打趣儿说让你找老驴头拿药的时候，也多多少少带了些羞辱的滋味。我女儿好好的呢，她这么说自然有她的道理。你们若是不信，那就等到明日看看。看着孙家人离开的那些村民，一个个便忍不住肆无忌惮地嘲笑起来。那宋家三丫头怕不是跟她二姐一样脑子也坏了？这种话她都敢说？就是啊，要是王赖子真给他赔钱，我跟他笑。人家说的可不只是赔钱，人家说的呀是王赖子还要来感谢他呢。感谢他？感谢他个傻丫头啊！咋的？他还救了王赖子的命不成啊？哎呀！远在县城江家的宋天科正小心翼翼地哄着眼前的女人。哎呀，我的雪娘子，我自然是满心满眼的都是你，怎么可能还会想着宋家村那个粗鄙之妇呢？他连雪娘的一根头发丝儿都不如。你昨日还见了你们宋家村的人，还提到了那个女人和孩子，你以为我没有听到吗？宋天科，你如今吃着我们江家的，用着我们江家的，不会还想着拿着银子去贴补那孤儿寡母吧？哎呀，怎么会呢？他们母女不知道天高地厚，我怎么可能还想着补贴他们？我只是想让村里的人好好教训他们而已。真的？一双眼眸带着鼓鼓的憨态，撒娇的语气竟然让宋天科觉出了几分可爱。自然是真的，我这满心满眼只有雪娘一人，再无其他。屋子里的两人情意绵绵，如打情骂俏一般。屋子外的宋老太太可是不淡定了，她儿子可是男人呀，还是秀才爷呢。这江雪娘身为女子，不好好伺候着自己的男人，竟然还要这男人三天两头的哄着她。江雪娘不过是江举人续弦所生，而且这续弦之前不过是府里的一个小妾，现在的江家那是人家正室儿子说了算。不说他们娘俩，就是江雪娘也只能算是寄住在江家的主儿。吱呀一声，房门突然打开，江雪娘从屋子里走出来，便看到了站在门口的宋老太太。娘，你怎么又躲在我们门口偷听啊？都跟你说了多少遍了，没事别站在我们房间门口。我哪里是偷听你们说话，我只不过在这里晒太阳而已。娘，这里是江府，江府有江府的规矩，那种山沟沟里爬狗洞听讲讲的下作起号，可不能带到县城，更不能带到我们江府，平白惹得让人笑话。虽然喊的是娘，可是那高高在上的感觉哪里有把宋老太太当成长辈的样子。宋老太太一噎，正要发作，却看到宋天科瞪向自己，瞬间便把嗓子里的话又吞了回去。娘知道了，娘以后会注意。我跟你说的事情你别忘了啊，回头我就让父亲在县学帮你报名。江雪娘一走，宋老太太终于忍不住了。他让你干啥？让你去县学报名？你都多大了，还去县学吃那个苦啊？娘，雪娘这也是为了我好。如今我这秀才的身份，在县城这些有头有脸的人物面前，的确有些拿不出手。不过宋天科虽然如此说着，可是也知道他自己现在的真实情况。如今他别说是考举人了，写字都有些手生了。哼，我看他就是做不了江家的主，看着我们娘俩在这儿白吃白喝，怕江家人怪罪。你到时候读书有出息了，还不是他脸上有面子？娘，以后这句话不许再说了。我喜欢雪娘，自然愿意为她去上进。
再说了，他的确是为了我好。哎呦，你呀，你就惯着他吧。我告诉你啊，这女人就是不能惯。你若是给她惯上毛病了，她便会蹬鼻子上脸。哪怕这里是在江家，那你也是男人，她就该三从四德的顺着你，敬着你。宋老太太越说语气越激动，惹得宋天客不耐烦地皱起眉来。好了，娘。院子里洒扫的婆子听见宋老太太说的话，眼神转了转，默默地记了下来。宋老太太气恼地进了自己的屋子，便听到一阵哭腔传来。奶！只见宋云飞全身上下湿漉漉，一身黑泥地走了过来。你这是咋了？他倒不是心疼宋云飞怎么了，而是心疼这一身刚做的衣服。奶，我被人推到池塘里了。谁干的？他们都叫她表小姐。他知道如今江家的表小姐是谁，正是那江雪娘与前夫生的丫头。走，找那个小贱蹄子去。在他眼里，什么大小姐表小姐的，早晚是要嫁出去的。江家的院落里有一处小小的池塘。你给我起来！按照辈分，这丫头也要叫自己一声奶奶的。她不但不叫奶奶，坐在那儿连站都没站，真是一点礼数都没有。好歹你也算这府里的半个小姐，见了长辈半分礼数都没有。哪里来的老钱婆，也敢命令本小姐？轰的一下，宋老太太的脸色倏地涨红，奶奶变成了老钱婆。她竟然叫自己老钱婆，她可是秀才娘啊！你知不知道我是谁？我是你的奶奶。不过来见礼也就罢了，竟然还敢骂我！你娘平日里就是这么教你规矩的？哼，一个山沟沟里出来的老钱婆也敢自称是我奶奶，你也太把自己当回事了吧！宋老太太气得指着江秀华，一口气差点没上来。她忍不住上前几步，却被江秀华身旁的丫头上前直接把人给拦住。哎呦，我的天哪！江家的小姐欺负长辈了！见围观的人多了，宋老太太便越发哭嚎的委屈。长辈？你算个什么长辈？我江家可没有你这种泥腿子的长辈。你以为来我们江家就山鸡变凤凰了？你那儿子也不过是入赘到我们江家，哄我母亲开心的一个玩意儿罢了。我母亲抬举他，你们便跟着沾点光。我母亲若是厌倦了他，你猜你们会是什么下场？他本就不高兴江雪娘把那个什么宋秀才招进江府，更不喜欢被一起带过来的老婆子。我儿子可是秀才，我是堂堂的秀才娘。我来你们江家是你母亲亲自请过来的，是你母亲求着我儿子过来的。你竟然敢这么对我们！看你娘不骂死你！好啊，那你赶紧去告状，我就等着我娘来骂我。江秀华说完，再懒得理那没皮没脸的宋老太太，直接带着丫鬟便离开了。宋老太太故意哭嚎，本想是引得下人们来笑话江秀华的，最后反而她变成了笑话。哼，都是因为你我才受了这个气。而此时的宋家村这边，当初宋老太太给宋婉珍配冥婚的人家终于找了过来。请问这可是宋秀才的家？请问你有什么事？你说的宋秀才已经走了，去县城了。在下是张府的管家，今日便是来带人的。对不起，这位管家大人，这人你今日带不走了，这5两银子我们可以还给你们。啥？那管家本就脸色不好，听到孙巧云的话，脸色更加难看起来。都说穷乡僻壤出刁民，这刁民果然不守契约。有契书在此，你们休要多生事端。你们白拿了5两银子，又省了孩子的丧葬费，还有什么不满的？小心贪心不足蛇吞象。别说是5两银子，就是5万两银子，你也休想带走我们家三丫头。看你这穿着也是大户人家出来的，你们竟然行这不耻之事，简直可恶！听了孙巧云和孙长铁的话，围观的村民也听懂了是什么事儿。这是宋天科把三丫头卖给了人家配冥婚呢。这宋天科真不是个东西，这是亲爹能做的事儿。就是啊，这是谁家的马车，还大户人家呢，竟然干这样的事情。嗨，
人家有银子，啥事儿不能干呀？就是买个好人回去给你活埋了，到了官府那里，只要有银子，啥都能解决。听了孙长铁的话以及村民们的议论声，管家的脸色更加难看了。你到底想怎么样？管家大人，那是我的女儿，当时签这契约的时候，我并不在场。我若是在场，是万万不会同意的。这银子给你们，这件事情就算了吧。孙巧云说着，便掏出了5两银子，哀求一般的递到了那管家的面前。你休要与我胡搅蛮缠，我们张府还不缺这些银子。管家招了招手，马车旁边站着的2个壮硕的汉子立马走了过来。眼看这局势无法控制，宋婉珍终于忍不住开口了：“这位管家，不知活人殉葬在大夏是以何罪处置？”我大夏从高祖皇帝起便废除了活人殉葬的制度，可这又跟这桩冥婚有什么关系？我便是这契约里被买卖的人，只不过我没有死，又好好的活了过来。这怎么可能？我说你们休要拿着好人来说辞，当时我们可是打听好了，那丫头从山上掉下来，明明只剩半口气了。哎呦，人家可是阎王爷爷的人，哪里这么容易死啊？就是，我们都可以证明啊，这就是三丫头呀，人家的确没有死。村民的话及他眼前看到的，不得不让管家对宋婉珍的话相信了几分。你真的没有死？我的确无事，只是我那畜生不如的爹以为我要死了，这才打算把我的尸体卖了。哎呀，这可怎么办？怎么会这样呢？那我们家少爷怎么办？我这回去如何和我们家老爷夫人交代？这眼看着我们家少爷挺不过这2日了，他再去哪里寻找家世清白、年龄又相仿的女尸去？管家看上去应该是个忠仆，说起自家少爷挺不过去的时候，眼睛都有些泛红。哎呦，我想起来了，这不是张大善人府里的管家吗？哎，我就说怎么这么面熟呢？听说张大善的儿子呀得了痨症啊，请遍了县城里的名医都治不好了。亲娘啊，听说那病可是传染呐！传说中的痨症，那不就是肺结核吗？前世宋婉珍虽然不是医生，可是医道不分家，她倒是跟爷爷修道的时候学了一些药物原理。这位管家，我或许有法子能治好你们家少爷。你有法子？这县城乃至府城的名医，我们家老爷都请过，他们都没有办法的事情，你一个丫头能有办法？你还懂医不成？我虽不懂医，却是知道些专门治疗痨病的方子，而且方子的效果对于病人来说时可存久。哎，罢了，那你就跟我走一趟。若是你真能救了我们家少爷，我们张府自然不会亏待了你。三丫头，你真能治那痨症？那病症可真会传染呢。娘放心，就算最后束手无策，我也会小心不被传染的。好，毕竟是救人的事情，娘不反对，可是娘要跟你一起去。小妹，你留在家里，还是让我跟着去吧。娘，你还是留在家里吧，让大舅跟我去。他这一身腱子肉，你还怕他保护不了我？有孙长铁一起，他也确实很有安全感。很快，2人便坐上了张府的马车。哎呦，这三丫头还真敢上了马车啊！这万一治不好人家，再被传了痨症可怎么办呀？可不是嘛，听说那痨症得了就是个死啊。他不是说他有个专门治疗痨病的方子吗？嗨，你敢信？听说这痨病啊，连府城的名医都没办法。哦，就她一个小丫头，哪里知道那病的厉害？再说了，咱可没听说这宋家和孙家有什么治疗痨病的方子啊。要有的话，那不早去看诊赚钱了。几个人叽叽喳喳的好一顿说，他们就没见过像宋婉珍这么傻的，竟然主动往人家家里跑，说不定到时候人都回不来。马车很快便到了张府，在管家的带领之下，2人直接进了大门。主院里隐隐传出几声女子的哽咽，还有男子的劝慰声，而且那声音里隐隐的听出得意之态。这不像是在劝慰人，倒像是幸灾乐祸，盼着人家儿子早点死。唉，这老天为何让好人不偿命，又让小人得志啊？你们滚！哎呦，我说大嫂啊，
你现在对我们家金宝这个态度，你小心以后死了没人给你们摔盆子。我看大伯母现在啊，就把堂兄一口不惯埋了得了，浪费那银子干嘛呀？还不如把那银子都留给我，等你们老了，还不是我给你们养老送终啊？就是分不清好赖，把银子甩在一个要死的人身上，真是浪费。母子两个丝毫没有觉得自己的话有多么的恶毒，甚至是故意把说的每一句都往人心上扎。你们住嘴！哎呦，大哥呀，你说说嫂子吧，都什么时候了，他还对金宝这个态度，可真是不懂事儿。张老爷脸色铁青，似是深吸一口气，才压住隐隐要爆发的怒火。行了，我们府上现在不欢迎你们，你们走吧。说完，他便厌恶的冷哼一声，转身要进房间里去。管家，我们进去吧。好，这是宋姑娘可是真的会治疗这痨病。他们的老爷夫人怕是再也经受不起这给他们希望又让他们失望的结果了。我不会拿别人的命开玩笑的，我会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好，宋姑娘请在此稍等，我去跟老爷子说一下情况。不等宋婉珍点头，管家便已经匆匆的前去敲门进了屋子。让人生厌的母子两人恰好也看到了宋婉珍和孙长铁。这管家不是接那个配冥婚的女尸了吗？怎么带俩乞丐回来了？哼，谁知道他们又在发哪门子闪心？白花花的银子，整日就这么平白无故的浪费。不行，娘，这银子可都是我的啊，全是我的，不给他们再浪费了给我。孙长铁攥紧了拳头，恨不得下一刻就要揍上去。真他娘的不是东西！谁家摊上这样的亲戚，真是倒了血霉了。孙长铁的话刚落，管家和张老爷便走了出来。姑娘，若是能真的治好我儿，我便是倾家荡产，也会感谢姑娘的大恩大德呀。他微微俯身做了一个请的姿势，便带着宋婉珍两人往房间走去。娘，大伯竟然找这么个丫头给张旭治病啊！哼，那痨症啊，就是神仙来了也治不好，怕不是又是哪儿找来的骗啊？那他们岂不是又要骗我银子啊？还未进病人的房间，门口伺候的丫鬟便递了一人一个蒙面的布巾过来。娘，你莫要再哭了，看你难过，孩儿实在心疼。是孩儿不孝，不能为你们养老送终。你没有不孝，你很好，娘不需要任何人养老送终，你就是娘最好的儿子。夫人，让这位姑娘为旭儿瞧一瞧。被突然叫住，张夫人显然有些呆愣，一双哭红的眼中似是失了神采一般，黯淡无光。夫人，先让我为您儿子看看，我想我有办法救他。张旭看着眼前的小姑娘，她虽然遭受病痛折磨，可是眼中却还是沁着淡淡的笑意。她早就已经做好了死亡的准备，或许若不是为了父亲母亲，她早就放弃了。不许再这样笑了，你还能活。宋婉珍的话落，死气的房间里似乎突然涌现出了生机，床上的人也瞬间瞪大了眼睛。姑娘啊，你说的可是真的？我儿子真的……能救，你儿子还能救，只不过还需要些时间慢慢调养。夫人先让人给我准备纸墨，我先写个方子，让我大舅去抓药。好，快让人准备纸墨。纸墨准备好，宋婉珍便写下方子，转头交给孙长铁。大舅，你与张府的人一起去抓药。人命关天，孙长铁得到命令，便赶紧随着张府的人出了门。大哥大嫂呀，这就是个骗子，你们也信？都说了这人没得救了，你们还折腾啥呀？就是大伯，我都说了，以后我一定给你们养老送终，你何苦让一个痨病鬼把家都给拖垮了？这大张家的，滚！你们给我滚出去！这些年我何曾亏待过你们，没想到你们却如此歹毒，就算我断子绝孙，你们也休想得到我一分钱。
大伯，你这么说可就不对了啊！若是爷爷在，也要怨你不孝啊！这张家以后还得靠着我发扬光大呢。谁说张公子没得救了？不出半个月，我便可以让他下床。屋子里的人纷纷神情一震。小丫头，我告诉你啊，在爷面前说大话，可是要拔舌头的。到时候把你送到官府老爷那儿，看你还敢胡说八道。是不是说大话？只需要3日便可以知道。张旭的痨症虽然已经拖得够久了，可是3副药下去，应该就能看到好转的。3日的时间足够了。你若是能把这痨病鬼给治好了啊，答应我叫你一声祖宗。不需要，谁要当他的祖宗啊？他的基因应该没那么差，才养不出一头猪来呢。若是我没有治好张公子，那就任凭你处置；若是我治好了张公子，那么本次诊金200两由你来付。好大口气啊！也不知天高地厚，你个小贱丫头！你看到时候官府老爷不拔你舌头，打断你的腿？行了，那就走着瞧。这位夫人和少爷可是敢赌？赌啊！本少爷跟你赌，3日之后啊，本少爷就过来拔你舌头。宋婉珍与张夫人聊了几句，才知道这张金宝之所以如此嚣张，是因为如今的张金宝被张老太爷看成眼珠子一般的疼爱，那可是目前张家未来传宗接代的唯一人选。所以张老爷就算是再生气，也不舍得把他怎么样，只能由着他在府上作威作福。很快，孙长铁就跟张家的下人把药买了回来，又按照宋婉珍说的方法把药熬好，给张旭喂下。这3天就按照我配的药给张公子喝，3天之后我再过来，到时候我会按照张公子的情况再为他配药。哎，好，拉着宋婉珍的手，然后转头让张老爷去拿银子。诊金不着急，等到治好了张公子再说。而且这诊金应该是那位金宝少爷付。说等到张公子好了再要诊金，便是给他们吃一颗定心丸。夫妇2人听后，果然更是一脸的激动。张夫人拉着宋婉珍，眼前的丫头让她越看越喜欢。随即她从胳膊上推下一只玉镯子来，这镯子姑娘一定要收下，我只觉得与姑娘有缘。这镯子是当年我祖母留给我的，说是让我日后留给女儿当嫁妆的，只可惜我这辈子也没个女儿，送给姑娘也算是没有辜负她的传承。可是这太贵重了。收下吧，我夫人是真心喜欢你啊。看到对方的坚持，宋婉珍没有再推辞。谢谢夫人。一顿忙活下来，眼看着时间已经到了申时，宋婉珍与孙长铁跟张家的人告别之后，就坐上了张家专门送他们回去的马车。哎，你不是去接那与旭儿配冥婚的姑娘吗？那姑娘接来了，不过已经走了。张老爷只觉得浑身的汗毛瞬间竖了起来，后背一阵发凉。来了？什么时候来的？又走了？见自家老爷大惊的模样，管家赶紧把宋婉珍的事情详细的说了一遍，担心再给自家老爷吓坏了。好啊，这姑娘大难不死，必有后福，老天善待良善之人呢。希望我的旭儿也能有此福气吧。既然都已经来到了镇上，借着张家的马车，宋婉珍想要大肆采购一番。猪肉5斤，猪板油10斤，排骨3斤，大骨头2根，再来一副猪大肠。这猪大肠啊，就送2位了。不需要银子。谢谢。那老板，把这块猪肺也送给我吧。肉铺老板没有任何的迟疑，直接答应了下来。那东西没人爱吃，送出去还能拉个老主顾。行，那姑娘啊，日后想吃肉了，可要多来我这铺子。老板放心，只要你斤两给够，日后肯定多来你这里。三丫头，你这是打算一次性把银子造完啊？哪能买这么多？前些日子那宝天酒楼不是刚送了20斤油吗？买这么多猪板油做什么？这猪板油大有用处，我不是跟大舅说了要做糕点生意吗？先回去做些糕点让你们尝尝。再说了，想要挣钱就先得投入才行，
吃得好了才有精神赚钱，不是？宋婉珍又买了精面20斤，鸡蛋10斤，大枣10斤，牛乳5斤，各种混合的干果5斤。驾车的马夫看的是目瞪口呆。好家伙，谁说庄户人的日子不好过？这小日子不是挺舒服的吗？回到宋家村的时候，天已经隐隐的黑了下来。我就说有大哥跟着，肯定会没事的。小妹啊，你就是太过担心了。好家伙，你们这是去进货了？买了些做糕点的材料，等着做些糕点让你们尝尝。三丫头还会做糕点？当然会了，而且保证2位舅舅喜欢吃。不过一会儿忙完了，还要麻烦二舅帮我个忙。嘿，麻烦啥？需要二舅做啥？你说便是嘛。送走了张府的马车，几个人正要把卸下来的东西再往家中搬的时候，便见不少村民慢慢的围了过来。哎呦，这三丫头是去给人瞧病回来了。村民们心里都想着宋婉珍被张府的人接走了，说不定都回不来了。没想到人家这么快就回来了。大补呀，婶子呀可馋这一口好久了，炖上这么2块也就够了。围过来的村民不少，看到那么多好东西，谁不眼红？可是却没人像赵婆子脸皮那么厚的。对呀，2块怎么够？这排骨呀就应该浓油赤酱的多多的炖上一锅，炖到软烂脱骨，再配上2碗香喷喷的大米饭，浓浓的肉汤拌着米饭，那才叫绝了呢。赵婆子脸色一喜，一双耷拉的眼瞬间亮了几分。听宋婉珍的意思，还要多给她一些呢。哎呦，不用这么多啊，婶子哪里好意思问你们要这么多呀？啥？发财婶子是想问我们讨要排骨？宋婉珍惊讶的声音着实不小，左邻右舍估计都能听见她说话。哎呦，你看看我这记性，发财婶子前2日还说闻不得肉味儿，怎么可能是过来问我们要排骨的？娘，赶紧把肉和排骨拿回去，别熏着我发。我那是骗你的，我闻得了肉味儿。哦，宋婉珍淡淡的应了一声，表情平淡。赵婆子焦急地看着她，然后就没有然后了。好半天，赵婆子才反应过来，她这是被这死丫头给耍了吧？这赵婆子还想赖人家2块排骨吃，这脸皮可真是够厚的。就是，这排骨多金贵呀！哎，不过这三丫头呀，还真有那些个本事呢。想必呀，这是在张府赚了银子了。快拉倒吧，这张家那儿子是铁定没得救了。今日他是混了些银两，说不定过2日那人就没了，但人家能放过他？这银子可不是好赚的，说不定到时候人没了，人家还要拉着他配冥婚呢。关了大门，也终于隔绝了外面的吵闹声。宋婉珍找出了这2日她抽空画的一个土制烤炉的设计图，交给了孙长刚。这是个烤炉，以后我便要用这个烤炉来烤糕点。哎呦，厉害，真是厉害！三丫头啊，你是怎么想到这个东西的啊？二舅当真是没有见过，交给二舅吧，明日二舅就帮你搞定。哪能只交给你，还有我嘞？我不给你打下手，你一个人搞得定？好，明日还要辛苦大哥给我打下手呢。听着院子里热闹的声音，家里最安静的那间屋子突然发出了一声脆响。只见宋婉晴正好打开了房门，有些胆怯地看着跑过来的母亲和妹妹，又指了指地上的碗。没事的，二丫，娘不吵你，你不用怕，不用怕的，都是娘不好，娘没有保护好你。我打碎了一个碗，爹和奶不会回来骂我吧？不会的，姐，他们走了，他们再也不会回来了，也再也不敢骂我们了。宋婉珍也忍不住鼻头酸涩，声音哽咽了几分。走了？他们真的走了？真的不会再回来了？对，他们再也不会回来了。姐姐出来吧，跟我和娘一起，我们一起把日子过好。最后在宋婉珍的鼓励之下，宋婉晴终于出了这扇门。吃过晚饭，宋婉珍又跟二舅大体的说了一下做烤炉的时候的一些注意事项和自己的需求。听说王赖子家出事了。哎呦，我也是听前面有人这么说呀。走，快去看看去。
王赖子，是今天在咱们地里耍混的那个吗？应该就是，这村里就这一个王赖子。听着动静，这宋家村的人几乎全员出动了。今日看着他挺能耐的，没想到竟是个绿头王八。走，咱们也瞧下去。不多时，便听到那人群多的门口处传出了哭天抢地的声音。哎呀，打死人了，杀人了，王赖子要杀人了！你这个贱人，你他娘的敢给老子戴绿帽！啪啪啪，又是连着的几巴掌下去，只听着女人叫得更惨了。说，那个奸夫到底是谁？你今日若是不说，老子非打死你！没有奸夫，没有奸夫！宋婉珍和孙长铁走近的时候，只见王赖子被气红了眼，下手越来越重，眼看着这人都要被打得晕死过去了。王赖子，王赖子，你要干什么呀？打死人不成啊？村里三天两头的，不是要休妻，就是要打死媳妇的，他只感觉头疼得很。李正，你都不知道他干了什么？他给我戴着绿帽，还要给我下毒，毒死我！村民们一个个听的是倒吸一口凉气，这未免有些太阴狠了吧？你说的可是真的？真的！他给我打回来的酒里面下了毒，就在桌子上。王赖子刚想回头去取那毒酒过来，便见躺在地上的女人突然爬了起来，便要往屋里跑。院子里的村民还不知道怎么回事，便见那女人飞扑着要去抓那酒壶，王赖子一下子便把人扑倒在地，接着又是骂骂咧咧一顿毒打。快，把他们拉出去，把这个女的按住，把这个女的给我绑起来，明日送到衙门大老爷那去，快点！那什么，把那壶酒给我拿过来，今晚啊先放到我那儿，明天一并交给衙门大老爷。王赖子拿了酒送到宋理正手里。李正，我怀疑他那奸夫不是咱们宋家村的，你可一定要给我做主呀！这个时候知道找我给你做主了，看看你平时干的那些事儿。若你媳妇儿真是要给你下毒，自然不是他一个人的主意。这个事儿啊，明日交到官府老爷那儿，到时候自然会把那个人找出来。还有啊，今天晚上你若是再敢动那女的一根汗毛，便离开我宋家村。咱们宋家村的人若是没有错，那就不能担那个杀人的罪孽。回到家里，孙长铁便忍不住把刚刚看到的事情都与留在家里的人说了一遍。三丫头，这还是从阎王爷爷那里知道了他媳妇要害他。第二日一大早，在宋家的几个人就都起来了。宋婉珍今日打算用甜菜疙瘩做糖，让陆怀远给他烧火打下手。宋姐姐，你这是要做什么？等做好了东西，一会儿你就知道了。由于烤炉尺寸太大，几个人商量把烤炉暂时糊在院子里。这是糖？宋姐姐，你是天上的仙女吧？怎么什么都会做？做个糖就成仙女了？那你改天吃了我做的点心，岂不是要喊我一声王母娘娘了？众人一听说这糖是宋婉珍做的，一个个都惊讶的目瞪口呆。三丫头，这真是你用的2个甜菜做的？是啊，娘，你抽空去牛叔家问问，他这甜菜疙瘩是从哪儿找来的？我想多买一些拿来做糖用。等到宋理正他们回来的时候，已经是下午，太阳快要落山了。哎呦，看那架势是要打人呐！哎，对了，昨日那三丫头不是说今日这王赖子要来赔偿那些稻谷穗子的钱吗？对，他还说王赖子还得来感谢他呢。这哪里是来感谢的呀，这分明是来算账的。赵婆子就住在宋家不远的地方，听到外面的动静，早就迫不及待地出来看热闹。哎呦，三丫头快开门呐，这赖子要来你们家算账了。哎呦，三丫头啊，这次你可是惹祸了。这王赖子呀，肯定是因为昨天你说的话生气了，所以来找你算账的。赶紧叫阎王爷爷出来吧。发财婶子，王赖子来找我算账，怎么你比我还激动？没有，我就是担心他欺负你们。宋婉珍哪里看不出赵婆子的这点小心思，她就是看热闹不嫌事儿大的，巴不得王赖子是来找自己麻烦的呢。
婶子若是真的担心我们，那一会儿你就挡在前面，依着发财婶子在村里的名望，那王赖子可不敢动您一根手指头。哎呦，三丫头啊，快放手，可使不得，婶子哪里来的名望啊？发财婶子来看热闹就看热闹，可别说这么好听的话，要不然我还真以为你是要来护着我呢。眼看王赖子过来，一旁的孙长铁和孙长刚护在宋婉珍的身旁。突然，王赖子砰的一声，直接跪在了宋婉珍的面前。多谢三丫头，救了我赖子一命。从今往后，我赖子这条命就是三丫头的。你说让我干啥，我就干啥。孙家兄弟俩都愣住了，看热闹的村民也愣住了。哎呦，赖子，你这是干嘛呀？快起来！你起来吧，今日这话我记下了。哎，三丫头，这1两银子呢，算是昨天的那些被破坏的稻谷钱。日后呀，这家里有什么事儿，您只管吩咐，我王赖子绝对不二话。而且今日李正书也在这儿，当着李正书的面，我王赖子发誓，以后呀，绝对改邪归正，好好做人。再也不干那偷鸡摸狗、祸害人的事儿。宋理正有些不可置信，王赖子竟然要改邪归正了。好啊，知错能改，善莫大焉呐！只要你诚心悔过，比什么都强。天哪，还真是救了王赖子一命啊！哎呦，你昨日不是说的，要是王赖子给三丫头赔钱，你就跟着他姓的？被说的男人脸上一僵，老脸涨得通红。我那是跟着三丫头姓怎么了？反正我也姓宋。众人一阵哄笑，那涨红了脸的男人觉得没脸，偷偷地跑回家去了。少婆子，你说你跑啥？你要是不跑，人家王赖子这个头就给你磕上了呢。去，他怎么不早说王赖子是要给他磕头？早知道他跑个啥？突然一阵孩子的啼哭声传来。爹，我要娘，我要娘。不许哭，你娘她不要你了，你还哭她干啥？王赖子的语气有些凶，语调里却是夹杂着几分心疼。爹，我饿，我好饿。王赖子此时才想起来，孩子今日一天都没吃饭了。赖子呀，要不你先把孩子抱到家里来吧，我先给孩子弄点吃的。谢谢婶子。说实话，他一个大男人还真没做过饭，他也不知道回去给孩子做啥吃。王赖子抱着孩子进了院子，外面看热闹的人这才慢慢的散去。你信那赵赖子能改邪归正啊？还是信我是县太爷？哈哈，嗨，我信你是县太爷。孙巧云给孩子拿了中午剩下的锅贴饼子，然后又去灶房里握了一个荷包蛋。王赖子一个劲的感谢，忍不住抹了把眼泪。县城江家，应着江雪娘的要求，江老太爷愣是把县学里的邱山长给请到了家里。邱山长的马车行至小门处，却听到一个有些熟悉的名字。宋天科，都是因为你，老子的腿才受伤的。你今日若是不把老子治腿的银子还给我，我跟你没完。王赖子，你这腿受伤了跟我有什么关系？是你自己偷东西没偷成还划伤了腿，还怨我了？若不是你挑唆我，让我去欺负孤儿寡母，我会伤了腿吗？王赖子，你别没事找事啊！你这点伤抹点金疮药还能花几个银子？我那几亩地可是贱卖给你的，也够你这药钱了。不说那几亩地，王赖子还不生气。若不是宋天科故意怂恿他，他才不会去破坏巧云婶子那块地。宋天科，你真他妈不是个男人！我王赖子再混，也没你这么狼心狗肺。巧云婶子这些年对你多好，你抛妻弃子攀了高枝儿也就罢了，现在你们都和离了，你还处处使坏，盼着他过得不好，你他妈就不配做个男人！不对，你连个人都不配做！我告诉你啊，今日你要是不给我2两银子，我就非要在这江家闹一闹，让他们看一看这上门女婿是个什么东西。宋天科不敢出来时间太长，
又想到岳丈大人说现学的邱山长要来江家，赶紧拿出2两银子打发了王赖子。虽然离得有些远，声音断断续续的，可是邱山长还是听明白了两人的对话。雪娘啊，父亲今日可是把邱山长亲自为你请来了，你可是让天科一定要把握住机会啊。父亲，您就放心吧，天科的才学女儿是亲自验证过的，的确让女儿佩服。或许是情人眼里出西施的原因，宋天科也不过是在他面前风花雪月地说了几句酸诗，他便觉得是什么了不起的才学了。宋天科匆匆地从后门进了江家，往前厅去。哎呦，天科呀，你就看着你娘被欺负，那个小贱人都要骑到娘脖子上拉屎了，你不让江雪娘管管她？那件事情本来就是你的错，不问青红皂白便去质问人家一个小姑娘，你还好意思找我告状？我明明就是他对我不敬，他是长辈啊。可是不等宋老太太把话说完，宋天科早就已经疾步走远了。宋天科匆匆去了前院，只见一长者约莫60、70岁的样子。邱山长，这便是我那小婿，仰慕你许久，今日可是终于能见到您了。学生宋天科的确是仰慕邱山长许久，今日能见到山长本尊，实乃学生的荣幸啊。却见邱山长突然看向宋天科，提出了一个问题。学生。宋天科浑浑噩噩地说了一堆，到最后连他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听了宋天科的回答，邱山长面色已经是极其难看。山长，学生最近因为家中一些琐事，学业有些耽搁，只要假以时日，定然会。学业耽搁倒是小事，这人品若是耽搁了，那就是大事。老夫今日还有别的事情，就不叨扰了。不等宋天科的话说完，邱山长淡然开口，说完便起身要离开。江老太爷的脸色已经难看到了极致。父亲，我滚出去！宋天科浑浑噩噩地走出前厅，他就不明白了，事情怎么会变成这样。此时的宋家村院子里，宋姐姐，你这是要做什么呀？要做一些护肤霜。护肤霜是什么？其实啊，就是外面脂粉铺子里卖的一些养面霜。不过我这个可比他们那个效果要好多了。因为他在现代的时候也从来都不买什么贵的离谱的护肤霜，都是自己按照这个方子做的，用了10几年，那都是经过时间和实践认证的。哇，宋姐姐好厉害！孙巧云回来的时候就闻到了满院子的猪油香。哎呦，这猪油还真香嘞！咱们今天晚上包猪油渣大包子吃。行，那我们今晚上可是又有口福了。哎呦，三丫头，这是又做的什么好吃的？这也太香了！大舅、二舅，快来尝尝，猪肉渣大包子要出锅了。包子一出锅，人手拿了一个，一面吃一面吹着气，那场面可谓甚是壮观。巧云在家不？门口站着一个跟孙巧云年纪差不多的妇人，名叫王翠花。哎呦，巧云啊，我这回来之后才知道你家的事儿，你没事吧？没事，好得很。快进来，三丫头包的流油大包子，你尝尝。木匠婶儿，哎，这孩子咋跟变了个样似的呀？那是变好看了，还是变难看了？好看了，咱们三丫头呀，那可比城里的小姐也不差的。听见自己被夸好看，宋婉珍乐得赶紧递了个大包子给了王翠花。木匠婶子，快尝尝我做的大包子。哎呦，婶子不吃，婶子吃过饭了。哎呀，婶子，锅里还有好多呢，你就放心吃就是了，够吃。大包子一口下肚，面皮又软和又筋道，里面的馅儿还滋滋地冒着油。哎呦，好吃，真是太好吃了！三丫头这手艺比外边卖的包子还好吃呢。一直忍受着香味的赵婆子终于是忍不住了。三丫头啊，快开门呐！婶子找你有些事儿啊。啥事儿呀，发财婶子，你说就行了，我现在不方便开门。宋婉珍没有开门，只是在院子里喊了一声，拒绝的意思很明显。哎呀，你先开门。我们在屋里吃猪油渣白面大包子呢。
发财婶子，你闻不得肉味儿，也吃不了这东西，我怕一开门啊熏着你。门口的人吞了吞口水，好家伙，怪不得这么香。婶子那是跟你说着玩呢，婶子最爱吃肉了。啊，所以婶子不会是过来问我要肉包子吃的吧？你个没皮没脸的老婆子，怎么不馋死你？赶紧滚回来！赵发财一骂，赵婆子更觉得没脸了，一面走一面骂赵发财不是个东西，一辈子的土坑刨屎，连斤肉都刨不出来，还不如没有男人的。哼，这赵婆子真是脸大，哎，她不知道这东西多金贵啊，真下着脸来要。不过还是咱三丫头厉害，要是我呀，还真不好意思让她走，指定要给她拿一个。木匠婶子，咱要学会拒绝，宁愿为难别人，也不委屈自己。你自己都舍不得吃的东西给了别人，或许别人根本记不住你有多少好，反而是你自己一直心疼难受，这不是为难自己吗？对对对，三丫头说的对，那叫啥子来？要学会拒绝。王翠花又跟孙巧云说了一会儿话，便要起身回去做饭了。孙巧云又拿了3个大包子让她带回去，一进门便看到堂屋里坐着自家的婆婆。哎呀，正好你大哥家的二娃想吃肉包子了，你都快拿来，我给他送过去。若是平时，王翠花就是再不愿意也要乖乖地把包子递过去，可是这一回她脑子里却一下子蹦出了宋婉珍说的那句话，要学会拒绝。哎，不能都拿走，这包子我是给来弟和阿宝留的，他们也想吃肉包子了，您拿1个回去吧。你要干啥？造反呢？这包子我说都拿走，那就是要都拿走，这个家还轮不到你来做主啊！老婆子眼里只有那3个白花花的大包子，说完便要再去抓过来。娘，这包子今日是不会都给你的，同样都是您的孙子孙女儿，您怎么能这么偏心？我就是偏心，咋了？我就是偏心。你大哥你嫂子都比你们孝顺，我偏心他们怎么了？王翠花只觉得心底生寒，那时候她跟男人都还年轻，也不懂得赚钱的门路，在最需要家人帮助的时候，大哥和大嫂都吵着要分家。等他们的日子好了，婆婆又敢进他们家的门了，说是一家子就要互相帮衬。这心啊是自个儿身上的，娘若是偏心我们也管不着。不过娘是不是忘了我们已经分家了？当初分家的时候娘可是说了，只分我们半罐的粗盐，因为你是要跟着大哥过的。可是现在呢，您3天2头的来我们这里打秋风，是不是有些坏了规矩啊？我就是偏心，咋了？我就是偏心。你大哥你嫂子都比你们孝顺，我偏心他们怎么了？好啊，你个老二媳妇呀，你可是露出你的真面目了啊！哎呀，我这老婆子一把屎一把尿的把儿子拉扯大，如今这上门讨要几个包子都要被嫌弃呀！我不活了，我不活了呀！哎呦，没天理了哟！哭嚎声立马传到了宋婉珍他们的耳朵里。坏了，应该是你木匠婶子拿着包子回去，被她婆婆看见了。依照她那老婆婆的性子，指定1个都不会给她留，都要拿走的。宋婉珍的眼神暗了暗，又是一个讨人厌的老婆子。她的记忆里，王翠花之所以跟孙巧云关系这么好，便是因为2人都有个不讲理的婆婆。我去看看，别因为几个包子再闹出什么事儿来。外面已经有村民听见动静，都围着墙根看了过去。哎呀，真是作孽呀！这人老了就被人嫌弃呀，连口吃的都舍不得给呀！娘，你可别说这昧良心的话。您来家里吃，来家里喝，我们什么时候不给您吃过？您吃完了还要拿着装着去大哥家，我们也没拦着过。今日是3丫头给了我这3个白面包子，家里的孩子好久都没吃白面了，我想给孩子留着。你便要都讨了去给大哥家的孩子，这同样都是孩子，大哥家的孩子就金贵吗？不让您拿，您便在这里又是哭又是嚎的，您说哪有您这样做婆婆的呀？王翠花只觉得心里万分的委屈，一开口眼泪便哗哗的流了下来。她凭什么要吃着这委屈？为了面子让自己孩子吃野菜，把白面包子送给人家的孩子吃。
我不管，反正我看见这包子了，我就是要拿走。你作为儿媳妇就得给我，你不给我就是不孝。这大包子是我给木匠婶儿的，也是我做的，我家里还有好多呢。奶要是想吃，就去我家拿吧。王翠花脸色一滞，刚想阻拦，却被宋婉珍拍了拍手。咱们这包子可比镇上的肉包子还要大呢，镇上的肉包子2文钱一个，那咱们给您打个折，也2文钱一个卖给您。还有银子？要不然呢？奶还想吃白食不成？是这些年吃白食吃习惯了？你个死丫头，你耍我是不是？我们家的事儿跟你有啥关系呀？多管闲事的小贱蹄子，活该你爹不要你！娘，你怎么能这么说话呢？王翠花听不下去了，怒斥自己的婆婆，她只觉得十分的过意不去。要不是我那便宜爹不要我，我还吃不上这流油的大包子呢。你说气不气人啊？哎呀，你丢不丢脸呀？亲爹都不要你了，还高兴成这样？那抛妻弃子忘恩负义的，还有那偏心的老母，丧着良心，整日吸儿子血都没觉得自己丢脸。我一个被抛弃的有什么丢脸的？宋婉珍的话落，围观的村民瞬间觉得十分有道理。看等我儿子回来怎么教训你。这曹操道。那老婆子的话刚说完，宋木匠还真是背着吃饭的家伙进了门。这是咋了？哎呀，我的儿呀，你看看你娶的好媳妇儿啊，家里有白面包子自己偷吃，竟不给我一个呀！哎呀，翠花，这包子是怎么回事？你真没给娘拿一个？王翠花一脸失望地看着自家男人，她自己的娘是什么人她不知道吗？她竟然相信她娘的话来质问自己。这么多村民都在这看着，你问问你娘说的可是只要一个。咱们家来弟和大宝都多久没吃过这种白面的肉包子了？可是你娘全都拿走给大哥家的孩子，怎么我的孩子就不配吃这白面的肉包子吗？第一次见相伴多年的妻子如此，王木匠有些愣了。哎呦，木匠呀，你媳妇说的对，我们刚刚都听着呢，是你娘要把包子都拿走。就是啊，你这娘的确是有些过分了，都是自己的孙子孙女儿，哪能这么偏袒呢？我知道是娘的不对，你看娘都气成那样了，她年纪大了，想吃点好的，你就把包子给她吧。宋婉珍都听不下去了，真是要害她的乳腺不通啊！还是那句话，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不可能，这包子今儿我定是要留给自己孩子的，这是巧云给咱们孩子的，谁都别想拿。当初我就说不能娶这不孝的媳妇儿进门吧，我宋家可真是瞎了眼了呀！怎么摊上个这么糟心烂肺的东西？这种女人你还留着干嘛？儿子呀，你快休了她，快休了她！什么事儿就休妻呀？怎么我宋家村的男的都当不起个媳妇儿了？今日刚把王赖子的媳妇儿送到大牢里，再出个什么休妻的事儿，这事儿要是传出去，外面的姑娘听见他们宋家村以后都要害怕了。老嫂子，翠花这样的媳妇儿，你便是打着灯笼都不好找啊！你还鼓动你儿子休妻？怎么，你是想等你儿子休妻以后，整日都围着你转，伺候你是不是？我告诉你啊，今日说破天去，我也不能向着你说话。这3个包子，你若是想吃，就拿走一个；若是你都拿走了，那便让全村人唾弃。就是啊，李正说的对，哪有这样当老人的？这不是祸害自己的儿子吗？哎呦，咱们村都出了一个宋天科了，这要再出一个宋木匠，那可真是十里八村都火喽。听着宋理正和村民们的话，宋木匠的脸色涨得通红。他不会休妻，更没想过跟那个狼心狗肺的宋天科学。宋理正看向躲在角落里一直看热闹的老婆子的大儿媳妇，你还不赶紧把你娘带回去，闹成这样可好看呢？老婆子大儿媳妇不情不愿地走到老婆婆的身边，说起了风凉话。不就是3个肉包子吗？闹成这个样子，可真是不显丢人，咋的也不能让娘哭成这个样啊！王翠花气得眼泪还簌簌地下。今日事情闹成这个样子，让人看了笑话，她不觉得有什么，可最让她难过的是自家男人。
自始至终他都没有为自己说过一句话，他的眼里只有他娘。哎呀，多大点事儿啊，别哭了。你想吃肉，明天我去镇上割上2件，让你们娘儿仨都吃个够。王翠花才忽然想起，自从他回来似乎都没见到过2个孩子。这来弟和大宝怎么到现在都不见人呢？娘，我们在这里，在这儿。宋木匠本来心里就憋着气，见2个孩子来了，当即就要照着孩子撒气。你们去哪儿了？知不知道你们娘着急啊？王翠花才看见2个孩子手里都抓着从山上摘下来的野果子，这种野果子酸得很，平时根本没有人愿意摘。你们上山了？娘，我们饿，我们好饿，这才去山上摘果子的。你们奶是不是没给你们饭吃，你们才饿得上山找吃的？王翠花，你别没完没了的了。我专门给娘留的银子，让她照顾2个孩子，孩子肯定是爱玩才跑到山上摘野果子的。娘，我们已经好几天没吃饭了，奶不让我们进门。什么？王翠花的眼泪瞬间就流了下来，她想着那老婆子不会好好的对她的孩子，可没想到她竟然这么狠。不可能，你们不许瞎说，我给你们奶留了不少银子，可都是你们的饭钱，你们若是胡说八道，看我一会儿怎么收拾你们。爹，我们不敢骗人，奶奶不让我们进门，我们还在门口听到奶奶说要给药仙和药祖吃鸡腿呢，鸡腿好香啊，大宝也想吃。哎呦，肯定是2个孩子不听话，惹娘生气了，所以娘才不让他们进门的。宋木匠，我算是看透你了，你就自己骗自己吧。怪不得孩子饿得去山上摘野果子吃，原来是饿急眼了，好可怜呀。王翠花赶紧把手里剩下的2个包子递给孩子。娘，是白面大包子。你们1人1个，赶紧吃啊！2个孩子是真饿了，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看那样子是真的饿坏了。来弟，大宝啊，你们2个慢点吃，婶子家还有，吃这么急，一会儿肚子会不舒服的。你们饿肚子怎么不来婶子家里吃饭呢？干嘛要跑到山上去？多危险啊！奶奶不让我们去，奶奶说你们家没有男人，晦气，让我们饿死了也不去婶子家。我们要是去了，被她看见，就要打死我们。轰的一下，宋木匠只觉得脸都掉地上了，知道孙巧云是个好女人，偏偏自己的老娘竟然说出这样的话来。巧云呐，我娘年纪大了，她老糊涂了，你别跟她一般见识啊。木匠啊，我不生气，只是这孩子真是受苦了，你以后也多长个心眼吧，多想想自己的孩子跟媳妇儿。哎，我知道，我回头好好说说我娘。人都走了，王翠花只觉得委屈的难受。婆婆都做出这样的事情了，男人只说回头说说她。依着自己婆婆那无理也要争3分的脾性，说不定自己男人过去了还要被她倒打一耙，骂得狗血喷头的回来。王翠花越想越气，饭也不想做，领着2个孩子又去找孙巧云诉苦水。翠花，我做好饭了，回家吃饭吧。宋木匠，你明是说是不把放在你娘那儿的银子拿回来，咱们就和离。你怎么还没完没了的？娘说了又不会要我们的银子，你这突然让我去要回来，娘还以为我是不放心她呢。我就是不放心，我们才让他照看了几天孩子，你看看2个孩子都变成什么样了。临走的时候给他留了100文，那是1文都没花在2个孩子身上啊。你就作吧，好好的非要闹这一出，合理就合理。王翠花听宋木匠如此说，瞬间便来了火气，直接回家收拾东西要回娘家。娘，你就让木匠婶子先回娘家住几天吧，让木匠叔啊好好清醒清醒。哎，你木匠叔也是死脑筋，人其实不错的。第2日的时候，宋婉珍跟孙巧云上山摘野果子回来，正好遇见了对面垂头丧气回来的宋木匠。他木匠叔，翠花还没回来呀？你这是去王家坡去接她了？不是，我去我娘那里了。木匠叔是去奶那里要银子了吧？宋木匠诧异地看了小丫头一眼，这小丫头咋知道的？我猜奶不但不给你银子，还说了木匠婶子不少坏话，让你赶紧把木匠婶子休了。哎，你木匠婶子平日里挺理解我的，
这会儿却非要跟我闹。木匠说，都说是兔子急了还咬人呢，你不能因为我木匠婶子能忍，就一直欺负她呀。都是她理解你，你怎么就不能理解她呢？宋木匠点了点头，没想到这话是从一个10几岁的丫头嘴里说出来，他偏偏还觉得十分的有理。我不是不理解她，平日里我也要好好对她，体贴她。我昨日便往王家坡去了，你木匠婶子不回来啊？这不，刚刚就去老娘那里要存在她那里的那些银子，结果被老娘骂了出来。哎，你说那是我娘啊，我总不能跟她翻脸吧？她也是为了我好啊。木匠说，你说这2个女人哪一个是真正的为你好？宋婉珍突然问了这么一句，把宋木匠给问住了。哪个女人是真正为了自己好？木匠说，我教你个法子，既让木匠婶子自己从王家坡回来，又能让你的老娘把银子还给你。当然，你老娘若是不把存的银子还给你，那你也该知道到底谁才是那个真正为了你好的。宋婉珍勾起唇角，仔细地与宋木匠说了一会儿。宋木匠一听就有些炸毛。啥？你让我装受伤，而且还要装的以后跟个废人一般，那让他们知道了还不得急死啊？患难见真情，他们不着急怎么能看得出来哪个是真的关心你？木匠说，你好好想想。到了第3日，张府的马车一到宋家村，那些喜欢站在街头的村民又看见了，这不是张府的马车吗？前几日不是把那3丫头给送回来了，这怎么又来了呀？听别人说呀，那张府的少爷没得治了，那可是痨症，估计上一次3丫头只说大话，根本没有把人治好，这会儿人家找过来了。赵婆子正好站在村口，听见有人这么说，立马幸灾乐祸了起来。看这死丫头还能得意多久？又是吃排骨，又是吃白面肉包子的，怎么不馋死她呢？管家下了马车之后，第一眼便是看到围观的一群村民，吓得差点没站稳。您就是张府的管家？正是。请问您是有什么事情？宋礼正有些诧异，人家张府的管家十分客气啊，哪里是来找麻烦的呢？哎呦，李正啊，3丫头把人家张府的少爷给治死了，人家呀要过来算账了。管家原本好看的面色瞬间耷拉了下来。你一派胡言，胡说八道！你们村子的人便是如此说话，半分礼貌都没有。这赵发财呢？管管你媳妇！你这个死婆娘，哪里都有你，过路的粪车都要尝尝咸淡，赶紧给我滚回家去！赵婆子哪里肯干？她今日还没瞧够了热闹呢，这又是排骨又是猪板油的，他们不是吃得香吗？怎么不吃死这娘儿仨呀？我凭什么要回去啊？我哪里说错了？本来就是他把人给治死了，这下连宋家村都要跟着惹祸了，活该，让他逞能。这位管家呀，你们少爷得那个病啊，的确是治不了了，也不能怪这个孩子，不是？也请咱们张府高抬贵手，放了这孩子吧。这孩子也是命苦，摊上个畜生爹呀！这到底是谁在到处说我们家少爷死了？宋礼正正皱着眉，难道不是死了吗？我们家少爷经过宋小姐的诊治，如今已经好了很多。今日是跟宋小姐说好了，过来接她，继续为我们少爷诊治的。3丫头竟然真的会治痨症？宋礼正不可思议地看向宋婉珍，眼中带着惊喜之色。后面的村民也纷纷的惊讶，这怎么可能啊？那痨症可是不治之症啊！就是啊，从来没听说过这病被治好过呀。哎呀，我刚刚都提着一口气不敢说话，太好了，只要是人有好转就行。咋可能啊？她一个丫头哪有这个本事呀？她发财婶子，有你这么当长辈的吗？这孩子哪里对不住你了，让你整日编排他？哎呦，实在是误会了，我这也是听那个婆子胡说八道，以为你是强行要带走这个孩子呢。哼，村子是好村子，李正您也是尽职尽责为了村民，只是这村子里有些人的嘴啊，实在是该好好管管。
要不然出了村，那就是给你们宋家村丢人啊！宋理正的确是觉得丢人，这张老爷是镇上有名的善人，去年涝灾的时候，人家张老爷都给镇上涝灾严重的村子每家每户发了20斤的糙米呢。李正这心里啊是又悔又气，恨不得现在就给那赵婆子一巴掌。宋小姐，还要劳烦您再陪着小人走一趟，去看看我家少爷。李正说：“劳烦您担心了，我去帮张少爷看看就回来。”哎呀，赶紧去吧，快去吧！嘿嘿。目送着张家的马车带着宋婉珍和孙长铁离开，宋理正脸上的笑这才落下。你们是一个个都吃饱了闲的是吧？家里没活了是吧？地里没活了啊？肚子不饿了，孩子不哭了是吧？一个个都跑过来干什么？让人家看笑话呀？你听听人家怎么说的，简直是丢人。李正说：“我们就是看个热闹，都是赵婆子在胡说八道。”是啊，都是赵婆子，幸亏三丫头能治好人家张公子，要不然这一次可是惹怒了人家丈夫了。惹怒人家是小，就怕人家呀记恨上咱们宋家村，以后有好事都不会想着咱们了。哎呦，就是啊，差点把好事给弄砸了，这不是祸害吗？谁是祸害呀？这么多人都说了，凭啥只怨我呀？说张府内少爷不行了的话，可不是我一个人说的。看自家婆娘那泼妇的样子，赵发财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上前一步，呼的一下便把赵婆子摁在地上打了起来。是该让发财好好治治你啊！若是日后你再这么说话没轻没重啊，就别待在我宋家村了。宋婉珍再次回到张府的时候，明显感觉到了府里的气氛比之前好了很多。丫头啊，真是谢谢你了，我是真没想到呀，才3天。哎呦，夫人，好事，你还哭哭啼啼的做什么？岂不是让宋小姐笑话？我哪里会笑话张夫人？为人子女自然会明白父母之爱子。我先进去为张公子瞧一瞧吧。张夫人又笑又哭的答应，拉着宋婉珍便往屋里走。宋妹妹来了。张公子果然看着面色好了很多，比想象之中恢复的还要好。照这么下去，不出半个月便可以下床了。真的？儿子，你听见了吗？宋姑娘说你不用半个月就可以下床了。儿子听见了，这下母亲可以放心了。祖父，这女的肯定是个骗子啊！你可要看着我大伯啊，莫非让她再被人骗了？就是啊，爹，你看看这丫头，她哪里像是会治病的样子，这就是个骗子。哎呦，大哥和大嫂竟然还真相信了。老大呀，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啊！患难见真情，张老爷如今对这个侄子是厌恶到了极点。父亲，孙姑娘是我张府请来为旭儿治病的大夫，并不是什么骗子，而且她医术高超，的确会治疗痨症。荒唐！你都多大年纪了，竟然还相信这种无稽之谈，被一个小丫头耍得团团转。来人呐，把这丫头送到官府去，看她说不说实话。父亲，不可呀，这可是旭儿的救命恩人。爹，可不能这样啊！宋姑娘她不是骗子啊！下人们哪里敢动手啊？他们家少爷这2日可是眼看着好了很多的。好啊，你们连老太爷的命令都不听了是吧？看我一会儿把你们一个全都给发卖了。秦宝，张老太爷不悦地斥责了一声，若不是张家人丁单薄，他也不会指望着这么个上不得台面的。随意便对下人指责发卖，我平日里便是这么教你的。嗨爷爷，跟这些下人有什么好客气的？不给他们些厉害呀，怎么能让他们知道谁才是张家以后的主人呢？这我还没死呢，哪轮到你在这里大放厥词啊？哎呦，爹，金宝说的也没错呀，这张家不是早晚是他的吗？您可就这一个大孙子啊！爷爷，我会好的，张家以后还有我呢。张老太爷一愣，看着床上的大孙，前2日的时候他都让人开始为这个孙子准备身后事儿了，
今日怎么看着大孙精神了很多，哪里是像快要死的人？这不是回光返照吧？父亲，雪儿真的有好转了，宋姑娘的确有治疗痨症的办法。近距离之下，果然看到张旭的脸色竟然好了很多。竟然是真的，我的旭儿啊，太好了，太好了，我张家后继有人了。爷爷，你不是说以后张家是我的吗？这老病鬼怎么可能会好啊？你闭嘴！张金宝这才吓得委委屈屈的闭了嘴。爷爷果然还是偏心张旭这痨病鬼。爷爷，你放心，宋姑娘说了，不出半个月，我便可以下床了。好，好啊，老天开眼了，老天开眼了呀！宋姑娘，恕老夫我有眼无珠，竟然误会了姑娘，实在是我活了这一把年纪，竟然不知道真的有人能治疗痨症啊！无妨，这病的确棘手，我也不是什么专门的大夫，只是家中长辈曾经传下治疗的方法，我研究了些许，才有把握为张公子治疗。等到旭儿康复，老夫定当设宴重谢宋姑娘。老太爷，上一次我来的时候，您的孙子张金宝特意与我打赌，若是我能把张公子治好了，他便给我200两的诊费；若是没有治好，他就拔了我的舌头去见官。张老爷子一听，随即冷下脸来看向张金宝。他不用想也知道张金宝的那点小心思。从你们院里拿200两银子交给宋姑娘，以后也不得再阻拦宋姑娘进府。爷爷，你怎么还想着个外人呢？治什么病都要200两银呢？快去！我张家的子孙愿赌服输，不可再丢人。张金宝狠狠地瞪了宋婉珍一眼，然后转头跑了出去。没多久，便让人送来了一张200两的银票。孙长铁感觉稍微有点眩晕，这辈子他都没见过这么大额的银票，三丫头竟然一下子赚了200两。这次的药先用7日，等到7日之后再来宋家村寻我便是。下次咱们还是约定好时间，我提前在村外等着吧。管家连连点头，觉得宋婉珍说的极对，这村民实在是热情的有些过头了。两人与张家人道别之后，依旧来到了镇上，打算买些东西。等下次再来的时候，我自己过来就行了，就不用大舅再跟着了。那怎么行？这张老爷和张夫人都是好人，可是那个张金宝一看就不是什么好东西，万一他再为难你怎么办？大舅不用担心，他后面怕是没有机会为难我了。宋婉珍的话落，马车便猛地停了下来。不好了，遇见劫道的了！他奶奶的，还真是劫道的！大舅去拦着他们，你们快跑，不用管我。几个小鸡崽子，大舅还应付得来。宋婉珍只觉得十分的感动。关键时候，这个大舅是真的把外甥女儿的安全看得比自己的安全还重要。大舅，没事的，他们伤不了我们。是张金宝让你们来的吧？我们不知道什么张金宝，是哥几个要找你们麻烦，跟张少爷有。那带头的黑衣人说到一半，似乎才发现自己说错了话，赶紧闭了嘴。把那个小姑娘交出来，哥几个放你们走。放你娘的屁！那是我外甥女儿，我一个当舅舅的能自己跑了？也是啊，你要是跑了，回去如何跟他娘交代呀？就是。宋婉珍内心一阵好笑，这劫匪倒是挺接地气儿啊，这到底是打还是不打呀？这怎么跟大舅还聊上了？你们到底打还是不打？再不打我们可走了，回家还有事儿呢。你们还等什么？还不赶紧上！救命呀！有劫道的！大舅，你快跟我一起喊，要不然一会儿他们就跑了。救命呀！快来人呀！有劫道的劫匪啦！小姑娘，不用喊了，这个时候这条道上你喊破喉咙都没有用的。劫匪的话落，忽然听到远处传来一声怒斥：哪里来的劫匪，还不赶紧束手就擒！只见一辆马车从远处疾驰而来，几乎是瞬间便到了眼前。大爷，我不想伤人啊，只想留下这姑娘几日，便把她放回去。你们别没事找事。荒谬！既然本少爷碰上了，又岂会置之不理？今日这闲事，本少爷管定了。萧公子，不必让他们动粗，免得伤了自己人，得不偿失。老大，捕快来了！是
捕快？怎么会有捕快？这个地方就是有人报了官，也不会这么快就来的呀。官府的人竟然来了，他们怎么来的这么及时？离开张家之前，我便与张夫人说过此事，她会在我们走后的半个时辰左右，让家中小厮去县衙报官。你这都算好了？萧沐尘也惊讶出声，小小年纪难道还会些道法之术？此时张金宝还在张家洋洋得意呢。大伯，你真相信那个丫头的法子能救张旭啊？那就是个骗子，说不定这次给了银子人家跑着呢。金宝啊，你小的时候可可爱爱，长得可好看了，最喜欢让大伯抱了，怎么如今会？大伯，我都是为你好啊。那死丫头拿了银子一定会跑路的，你不信就算了。就是大哥呀，你以后也长点心吧。你说我们劝你不听，早晚要吃大亏的。都说了，你儿子这病啊是治不了了，你怎么就不信呢？我们金宝又孝顺又有善心，日后一定会把你们照顾好的。娘说的是，我以后一定会照顾好你们的。就是侄儿最近手头有点紧，要不大伯先给我拿500两银票花一花。县城赌坊的赌债若是再不还，人家就要追到门上了。你爹那儿让他出来见我，子不教父之过呀。这个时候，张二老爷正躲在角落里偷偷地看着儿子和媳妇儿那边的动静，他便是故意让儿子和媳妇儿过去闹，最好让那个痨病鬼听见，活活的气死才好。大哥，您找我？哎呀，你们两个跑这里来干什么？旭儿需要休息，你们吵吵闹闹的干什么啊？滚回去！哎呦，他爹呀，咱们金宝说的也没错，我看那丫头也不像是什么靠谱的，估摸着这银子呀，给了是一去不复返喽。我们这不也是担心大哥被骗吗？大哥呀，他们两个说的也不无道理嘛。这旭儿的病还是不能抱太大希望啊。所以二弟说完了吗？说完了，你们可以走了。哎，大哥，要不就今日把金宝过继到你们房里，日后照顾你们也方便不是？不必了。张夫人终于是听不下去，从屋子里走了出来。你们自己的儿子还是自己留着吧，太丑了，我们看不上。不是，大嫂，你们可不要不知好歹啊，到时候你们老无所依，可别哭着求我们。谁求谁还不一定呢。他是厌恶极了这一家人，他若是真的老无所依，以后落到这黑干烂肺的张金宝的手里，那肯定会死得更惨。好啊，大哥，你看看我大嫂说的这什么话啊？我们一家人好心照料你们夫妻，他便是对我们这个态度。你大嫂说的对，谁求谁还不知道呢，你别求我们就好了。求你们？哎呦哎呀，大伯还以为那个痨病鬼有救了，你信不信你现在去那什么宋家村找那个小丫头，她早跑了估计。哦，是吗？那敢问金宝少爷，我跑去哪里了？张金宝猛地回头看到来人，惊恐地吞了吞口水。这丫头不是被他请的那些劫匪抓去了吗？怎么又回来了？接着几个捕快突然从宋婉珍的两侧冲出来。哎，你们要做什么？张少爷，那几个劫匪可都招了，麻烦你跟我们去衙门走一趟，有什么事情跟我们关老爷说。不是我不认识那劫匪，是我爹，是我娘，是他们找那劫匪啊，是他们呀！你胡说八道什么呢？啊，什么劫匪？这是潘瑶，跟我们没有关系的。对，我们不知道什么劫匪啊，我儿子胡说八道的。大哥，你要救我们的，咱们可是一家人亲兄弟啊！哼，亲兄弟，若是你真的顾念我们的兄弟之情，就不会让人去劫持宋小姐了。这些年你做的那些事情，我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与你计较。可是你千不该万不该，不该算计到我的旭儿身上，他是你的亲侄子啊，你怎么能这么狠心？张老大，你真不管我？若是被父亲知道，他定不会不管我的。你若是不管我们，你要如何与父亲交代啊？
爷爷，救命啊！我是你唯一的孙子，我还为张家传宗接代啊！等到鬼哭狼嚎的三人被衙役们都带走，张老太爷才被人推着从屋子里走出来。爹，今日儿子把话放在这儿，若是您真要去救老二一家，那与儿子这情分，这辈子就算是断了。张老太爷没有说话，平日里只知道老二一家有些过分，但是没想到他们竟然能做出这样的事情。你二弟他糊涂啊，爹这回不会再管了。可是那毕竟是你的亲弟弟、亲侄子啊。他不管了，可是他知道大儿子是个心软的，或许他会放过老二家一马呢。宋姑娘，你没事吧？哎，沐尘，你怎么来了？我这2日正好来镇上，便想来看看阿旭的病情，竟半路遇到了宋姑娘了。本想做一回拔刀相助的英雄，没想到差点帮了倒忙了。改日再与张夫人细说，我们怕是还要去衙门里作证。孙巧云和陆怀远早就已经在村头等得着急了。婶子，你别着急，宋姐姐肯定会没事的。哎，婶子不担心，咱们再等一会儿。两人正互相安慰着，终于在下一刻看到了张家的马车。哎，来了！婶子，你看，马车来了。娘，在张府多耽误了一会儿，让你们担心了。宋婉珍已经和孙长铁商量好了，遇到劫匪的事儿千万不能告诉家里人。回来就好，回来就好。那张公子的病症怎么样了？娘放心吧，没有什么大问题的。再过7日去一次，日后就是慢慢的自己恢复了。小妹放心吧，三丫头何时说过大话？放心的。都饿了吧？饭都做好了，回去吃饭吧。身上有银子，哪里饿得着？宋婉珍得意的开口，然后从买的一堆东西当中找出一个油纸包。好香啊！宋姐姐，这是年糕吗？是年糕，这个好吃，但是不可以吃的太多，以免伤了脾胃。怀远知道了，谢谢宋姐姐。你看看，自从那宋秀才走了之后呀，人家巧云这娘仨的日子过得多滋润呐！哎呀，就是啊，这三丫头可真是出息了。嗨，这丫头再能耐，那没个儿子傍身，以后老了咋办呢？你没看见，不是刚刚领养了一个回来吗？天天怀远的喊着。那领养的孩子能有自己的亲啊？可惜了宋家的大儿子哟，12岁就考上了童生，若是没出事的话，现在估计都考上秀才了。外面槐树底下，几个长舌婆子咕叽咕叽的声音几乎都传到了院子里。婶子放心，以后啊，怀远一定会孝顺您的，绝对跟亲娘一样孝顺您。好啊，那婶子就放心了。这下婶子可有儿子傍身了。婶子，我是很认真的。好，婶子也是认真的。宋婉珍打算先做一些面包让他们尝尝，顺便带回孙家庄一些。面包一取出来，浓郁的香甜味儿就已经让人开始流口水了。这可是比馒头香多了呀！那可不，我和面的时候里面可是加了鸡蛋，还有油、牛乳和糖的，能不香吗？乖乖啊，县太爷也吃不到这么好的东西啊！县太爷，怕是皇帝老儿也吃不到这么好吃的东西的。记得小的时候啊，有一年年景也不是很好，家家户户都吃不饱饭。有一回还有几天过年了，我跟你姥姥出门碰见村里的大娘，你姥姥问过年割肉了吗？那大娘说今年不割肉了，割块豆腐包点饺子就行了。我那时候就想不明白呀，这过年怎么能不割肉呢？那平时不吃肉，怎么过年也不吃肉？直到再长几岁才是明白，为啥过年都不割肉？穷呗，实在是拿不出银子割肉了。如今大舅也算是跟着三丫头享福了，这吃肉都算不上啥了，这都吃上皇帝老儿都吃不上的面包了。这便是古代百姓的日子，全靠看天吃饭。若是再遇上朝廷加重赋税，卖儿卖女，甚至饿死人，都是常有的事儿。三丫头，你便是要做买卖卖这些？这只是其中最简单的2种面包，后面打算要多做些品种。这味道大家肯定喜欢，就是苏记的点心也根本无法跟这个相比。宋姐姐若是要做这些东西卖，那苏二小姐估计都要哭了。陆怀远说这话的时候，那是多少带了一些私人恩怨的。那就让她哭，
就当宋姐姐为你报仇了。那苏家可不是好惹的主儿，之前咱们镇上也起了其他的糕点铺子，听说最后都是因为苏家，最后都被迫关门了。娘放心，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女儿会有办法的。张老爷和张夫人这次算是欠了他一个天大的人情，若是有事，他们应该不会袖手旁观的。娘，不用担心，我都已经想好了，到时候要雇佣大舅过来帮忙，保镖兼伙计，一天给大舅50文工钱。三丫头，大舅怎么还好意思要你的钱？大舅给你干活不要钱。这又是肉又是面包的，一天3顿吃的比皇帝老儿还要滋润，他还敢想着要银子？哪能干活不要工钱的？你不要工钱，舅母和铃铛他们吃啥？我给的工钱虽然高一些，可是把大舅所有的时间都买断了。到时候咱们糕点摊开业之后，大舅便搬到这里来住，管吃管住，但是也会很累的。行，大舅搬过来，可是工钱不用这么多，给个10文8文的就行。都管吃管住了，还给这么多工钱干嘛？不多，按照大舅每日要干的活一点都不多。日后等到咱们的生意好了，再慢慢的往上加工钱。行，大舅听你的。二舅是砖厂里的老人了，我也不好直接把你挖走。等到咱们这边生意干起来，若是二舅想过来这边，随时都可以。工钱跟大舅一样，一天50文。把家里的2个主要劳动力一下子都弄到自己这里来，宋婉珍害怕孙家人会担心，毕竟他这生意还没开始呢，那是一点保障都没有。行，只要三丫头这边生意忙起来，二舅立马就过来帮忙。这2日辛苦，2位舅舅在这里帮忙，就当是这几日的工钱。啥？这几日要啥工钱？就是，三丫头，我们这2日好吃好喝住的都不好意思了，怎么还得要银子呢？若不是2位舅舅在这里护着，那王赖子的事情还有张家的事情，我和我娘都要受不少惊吓。这银子便算是我雇着2个舅舅做保镖的银子。大舅和二舅不必推辞，你们也知道，我今日赚了200两，这点银子你们就先拿着。哎呀，你们快拿着吧，算是三丫头的孝心。这些年我欠你们2个哥哥的太多了，如今我女儿有本事了，就算我脸皮厚沾女儿的光，让她替我还了。有那么一瞬，他都有些怀疑，她真的是他的女儿吗？她这么笨，这么蠢，怎么会生出这么聪明又孝顺的女儿？你们怎么分我就不管了，反正今日这银子你们是一定要拿着的。第2日一早，孙长刚和孙长铁便要回孙家村去了。孙巧云给拾了一小筐的鸡蛋，又包了一大包的面包。2位舅舅拿着吧，前2日去镇上的时候买了那么多，如今家里也不缺这个，你们拿回去多给他们补补，以后这鸡蛋什么的都不用省着，敞开了吃。刚送走了2位舅舅，还没有回家，便见多子婶子笑嘻嘻地走了过来。巧云呐，你们娘俩呀，别忘了今日中午去吃喜酒去啊！哎，恭喜啊，家里添了个小孙女儿。嗨，就是个丫头片子，他娘喜欢非要折腾。那什么，你们娘俩今天中午可一定要过去啊！临走还偷偷地瞅了宋婉珍2眼，吓得宋婉珍不自觉地起了一层的鸡皮疙瘩。哎呦，那不是宋木匠吗？那手是咋的了？不好了，木匠割着手了！木匠割着手了！哎呀，这是怎么弄的？我在家里干活，不小心让削木头的工具削到手，手筋都断了。这手怕是废了以后，都干不了木匠活了。街上的人看到这情景，一个个都有些惊讶，他们可没想到宋木匠竟然会伤得这么严重。哎呦，这干不了活以后可咋整啊？这家里2个孩子才多大呀？就是啊，这大宝才8岁，这以后可咋办呢？大家帮忙，去帮我把我娘和我大哥叫过来吧。我这伤怕是要花些银子的，家里的银子不够。已经有腿脚快的大孩子赶紧往宋木匠大哥家里跑去。宋婉珍挑了挑眉，这宋木匠倒是装的还挺像，不是不听他的吗？这怎么比他想象中还会演？哎呀，我的儿呀，你这是咋弄的呀？都是王翠花那个丧门星给害的。娘，我这手筋都断了，以后怕是干不了木匠的活了。墩子说县城有位名医可以看这种伤，我得去趟县城，您给我拿一些银子，治这个伤怕是要花不少的银子的。老婆子没想到宋木匠伤得这么厉害，手筋都断了，那不就是个废人了吗？手筋都断了，那还治什么呀？那不是白白的花银子吗？婶子，
这宋二哥还这么年轻，那怎么能不治啊？治得好了，就算以后干不了木匠活，那也能干些轻快的，要不然这只手就废了呀。娘一个老婆子哪里来的银子呀？儿子呀，要不然咱就别治了吧。宋木匠的脸色又白了白，不可思议地看向自己的老娘。娘，我这些年和翠花出去干活的钱，可几乎都放在您那里存着的，您怎么能没钱呢？现在是什么情况呀？他的手筋都断了呀，母亲竟然说没钱。你怎么跟娘说话呢？你才给我多少钱呢？你跟你媳妇出门做工的时候，那孩子不都是放在我那里吃饭的吗？那孩子吃饭不花钱的呀。我和翠花每次出去，可都是给您专门留下给孩子吃饭的钱呢。而且您不是连让孩子进门都不让他们进？我啥时候不让他们进门了呀？是他们不吃家里的饭，非要去山上吃野果子，我有啥办法呀？娘，翠花一个女人这些年跟着我出去干活当男人使，吃了多少的苦啊！我们这些年省吃俭用，把银子可都存在了您那里啊。这些年至少有50两银子，您现在跟我说没有了。听了宋木匠的话，村民们也实在看不下去了，这哪里是当亲娘的呀？儿子的手都伤成这样了，那便是没有银子存在他那儿，当娘的也要给儿子想办法的。哎呦，木匠娘啊，这木匠的手要紧啊，你先把银子拿出来给他看手吧。就是啊，你先拿出20两来让他去看伤吧。你这个臭小子呀，你竟然都给我记着账呢！我从小生你养你，你孝敬我那些银子不是应该的吗？给了老娘的银子还想要回去，我看你呀就是不孝。反正银子没有，都花了，你天天疼你媳妇儿疼得紧，让你媳妇儿想办法去吧。老太太说完，头也不回地跑了。当家的就在他心灰意冷之际，王翠花哭着跑了过来。当家的，咱们现在就去县城，我从娘家拿了银子，咱们先去治手，不管花多少银子咱都治。眼里的心疼和关心让王木匠一颗冰冷的心又慢慢的开始回暖。媳妇儿，你怎么回来了？我没事儿。没事你手都这样了还没事？你在我面前还逞什么能啊？快走，咱们现在就去。2个孩子都在王家婆那，不用咱们操心。坐在牛车上，宋木匠的心中五味杂陈。他以为最心疼他的会是自己的老娘，可是如今出了事儿，他宁愿自己这只手废了，都不把自己的钱还给自己。这些年他真是猪油蒙了心。当家的，你这是做什么？只不过以后不能做木匠了而已。还有我呢，还有我呢。对不起，都是因为我呀。我要是不跟你闹就好了，你就不会出事了。听着他说这些话，宋木匠更觉得自己愧对媳妇儿。媳妇儿，有件事儿我得跟你说。见宋木匠那小心翼翼的模样，王翠花以为他是说他这手可能以后都干不了重活的事儿。当家的，我跟你说，你啥都不用想，你就安心的去治手。若是银子不够，我再回娘家借。不是媳妇儿，其实我的这手没事儿。王翠花愣了一瞬，才抓着宋木匠的手仔细看了起来。你这手真没事儿？宋木匠，你弄这一出干嘛？你要吓死我是不是啊？媳妇儿，你听我说，你别生气，这主意是三丫头给我出的。到底咋回事？宋木匠见媳妇儿终于冷静了些，这才一五一十的把宋婉珍给他出的主意说了出来。那这手都没事，还去县城干啥呀？咱们现在就回去。去都去了，我就带你去县城好好逛逛，咱们还得把戏演到底。回去了，我好找李正给我做主，要回些银子。哎呦，你倒是学聪明了。嘿嘿，这不都是三丫头指点的吗？两人很快到了县城，一时都不知道该从哪儿逛起。哎呦，你说这县城的铺子看着就是气派呀。媳妇儿，等我以后挣了钱，一定买好布料给你做衣裳。哼，算你有良心。两人正走着，突然听见一个熟悉的声音：宋天科，
你连这么一个普通的钗子都买不起，你丢不丢人啊？不是，雪娘，我今日是真的没有带银子出来。他才不会花银子给江雪娘买这些费钱的东西呢。哎，我说你们不买就别摔啊，这摔坏了怎么办？不就是一根钗子吗？多少钱？姑奶奶，我买了。那掌柜听说江雪娘要买，也没有给什么好脸色。5两银子。5两银子？你抢钱呐！她如今花的都是当初她嫁人时江家给她准备的嫁妆。哼，买不起还敢摔，还以为你们是什么富户呢。江雪娘嗔怒了一声，气得掏出5两银子，拿着东西便出了铺子。哎呀，雪娘啊，你就别生气了，我这次是真的忘记带银子了。宋天科也没想到，从来不让他主动付银子的江雪娘，竟然会让他出银子买首饰。宋天科，你说的爱我，是不是都是骗我的？你来了这么久，连一样礼物都没有送过我。哎呀，雪娘，我的雪娘啊，我怎么会不爱你呢？在我的心里，你比我的命还重要啊！跟在后面的王翠花和宋木匠只觉得浑身都起了一层鸡皮疙瘩。哎呀妈呀，土黄土埋半截的人了，还爱不爱的，也不像磕碜。那我跟那个孙巧云，你到底最爱谁啊？怎么可能啊，我怎么会喜欢那个孙巧云？若不是她以前缠着我，我怎么会娶她？如今她又朝三暮四，才被我休了。雪娘，你便是我的救赎，若是没有你，我都不知道以后要怎么办呢。宋天科，你要不要脸？巧云明明是跟你和离，你竟然有脸说是休妻！你别胡说八道，你是从宋家村来的，自然帮着他说话。宋天科脸上生出了紧张之色，说完便要拉着江雪娘走。哎，不行，你不能走，今儿把话说清楚了。巧云什么时候朝三暮四了啊？明明是你抛弃妻子，要去富户家里当上门女婿。你个狼心狗肺的，巧云伺候了你们母子将近20年啊，20年！你们怎么狠心抛弃他们孤儿寡母，如今还在外面败坏他的名声，你要遭雷劈啊！江雪娘愣了一瞬，这和宋天科跟他说的可不一样啊。宋天科到底是怎么回事？雪娘，你别听他说的，一定是孙巧云让他来败坏我的名声的。他就是不甘心，不想放过我，到现在还想着让我回去跟他过日子呢。我不会回去的，我的心里只有你，他休想得逞。那个女人果然还是放不下他，用这种手段缠着他，只会让他更加的反感，更加的厌恶他。哎呦，宋天科，你可真能往自己脸上贴金呢你跟你那个老祸害娘走了之后，你都不知道巧云跟那2个丫头过得多舒服，那是天天吃肉，哎，吃白面大包子，人家3丫头一个包子秘方那就能卖10两银子。哦，对了，人家3丫头还会治痨症呢，把人家富户家的儿子都治好了，还天天的马车接送，那肉啊鸡蛋啊排骨一车一车的往家里送。怎么可能？他走了之后，他们应该穷困潦倒的过不下去才是啊。不可能。还有人家2丫头呀，人家都从屋子里出来了，都会帮着巧云干活了，估计过些日子呀，这病就好了。哎呦，老天爷可真是开了眼呐，让宋家这2个祸害走了，果然巧云娘仨的好运气就来了呀。周围指指点点的人让宋天科羞臊的抬不起头来。你住嘴！你以为孙巧云让你说这些就能把我骗回去？他休想！宋天科说完便拉着江雪娘快速的离开。宋天科，你跟我说，你到底是休妻还是跟那个女人和离？雪娘，我是骗了你，可那都是因为喜欢你啊。我从10几岁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便喜欢你了，喜欢了你整整20多年呢。后来我再次见到你，知道你和离了，我十分心疼你，我想我无论如何都要到你的身边保护你。我跟那个孙巧云是真的没有感情，以前我知道我娶不了你，便心灰意冷，听了娘的话随便娶了一个女人，可是这对于我来说真的太残忍了。还好我还有机会来到你的身边，
我怎么会放弃这个机会？哪怕背上骂名，让我名声尽毁，为了你，我也心甘情愿。江雪娘本来满腹的怒气，竟然慢慢的气消了。果然，男人的花言巧语对于女人来说是最致命的武器。好了，我知道了。那你和离这个事情，千万不要让父亲和江家其他人知道。雪娘，你如此温柔又善解人意，我宋天科真是8辈子修来的福气才能遇到你。之前我是因为在村里好久都没有读书的时间，才荒废了学业。接下来我一定好好读书，让你做举人夫人。好，只要你想读书，我回去便找父亲，想办法给你安排到县学里去。回到孙家庄的孙长铁和孙长刚一进村子便被不少的孩子追了上来。铁叔，这是什么东西啊？怎么这么好吃啊？这个呀，这叫面包，这是宋家村你三姐姐做的。等到日后她要去镇上卖这个面包，记得让你娘带着你去买哈。哎，三姐姐是什么时候卖面包的呀？我要让我娘带着我去买。我也要去买。我也要。哎呦，长铁呀，啥好东西呀？你不分点给嫂子尝尝，就让嫂子带着孩子去买呀。站在街头的几个妇人早就被那味道给馋坏了。孙长铁大方的又拿出一个面包，每人给他们分了一小块。哟，这真是巧云家那三丫头做的呀。那是自然。华山，等到三丫头开了摊子，你们都去买。孙长铁和孙长刚走了，几个妇人被孩子们围了起来。小孩子只知道这东西好吃，缠着娘给他们买。巧云那闺女还真厉害嘞，这东西若是去卖，生意肯定好嘞。镇上那张大善人家的儿子不是得了痨症吗？听说啊，前2日被一个丫头给治得快好了。我们当家的昨日去镇上听说的，说是那丫头是宋家村的，才13岁。那家里的情况呀，说起来怎么跟巧云她闺女差不多呀？啊，不可能吧？就巧云那三姑娘，我之前见过呀，闷闷的也不爱说话，倒是长得怪漂亮的小姑娘，不过看着就不伶俐。我看这吃的肯定也不是她做的。那一个小丫头的做东西，能比那苏家糕点的老师傅做的还好吃？哎，你们还真信她有这个本事呀？当年他便是看上孙巧云是个性子好又能干的，想把她介绍给娘家的侄子。他那娘家侄子长得一般，又懒又馋，孙家一打听便没同意。他花婶儿，你可别酸了，这东西不是三丫头做出来的，那是谁做的？你都说了，苏家的糕点大师傅都做不出来，那你能做出来？还真是啊，这苏家的糕点师傅也做不出这么好吃的东西呢。为啥不能是一个小丫头做的？反正啊，我活了一把年纪了，也做不出来。吃人家的嘴短，吃了人家这么好吃的东西，哪里好意思再说什么不好听的？哎，行，你们就信吧。那孙老大不是说那丫头要摆摊子卖吗？他要是真摆了摊子呀，老婆子我买上10斤，让你们吃个够。两兄弟高高兴兴的回家。孙老太见2个儿子回来了，赶紧迎了上来。怎么样啊？你妹妹家如何了？那个什么赖子，可是有为难你妹妹？嗨，小妹好着呢，人家王赖子现在都发誓要做个好人了。啊？咋这么突然呢？这人哪有说改好就改好的呀？我可不信。嘿呀，你们都不知道你们走后都发生了啥。孙长铁也顾不上给大家分面包了，从头到尾把这几天发生的事儿说了一遍。哎呦，那王赖子的媳妇儿竟然这么狠呐，还要害死自己的男人。这个年代以夫为天，男人打死女人的事儿多，要说这女人毒死自家男人，还真是没咋听过。可不是呢，之前还看着那个王赖子很可恨，如今倒是有些可怜呐。一个大男人自己养着个3、4岁的娃儿，又当爹又当妈的，作孽呀！孩子还这么小就没了娘，这叫自作孽不可活。谁让他们以前祸祸村民呢？就没干点好事儿，这是老天爷惩罚他呢。冯氏可不想管人家的闲事，他现在只想知道孙长铁这包袱里是啥。大哥，咱先别说了，先把面包分给大家尝尝啊。哦，这包袱一打开，浓郁的香甜味儿瞬间散了开来。
看上去就好好吃啊。一人拿一个吃吧。孙铃铛还不忘拿了一个，转头交给孙老头。哎呀，好孙女，真孝顺。哎呀，值了！我活这一大把年纪啊，能吃上这个东西，值喽！死老头子，瞎说啥呀？三丫头以后还要摆摊子做这玩意儿卖呢，以后啊，让你吃个够。就是爹，这才拿到哪儿啊？三丫头说这是最普通的2款面包，后面她还要做更多好吃的呢。好啊，这丫头啊是个有主意的，这东西要摆上摊子，绝对好卖呀。她的女儿生的丫头有本事呀，以后有大出息呢。哎呦，真好吃！哎呦，这三丫头还真是厉害呀！哎呦，这面包里有糖啊，这糖很贵吧？哎呦，娘，你使劲吃啊，不许留着。人家三丫头会自己做糖，2个菜疙瘩就做了这么大一块糖呢。啥？她还会自己做糖，用菜疙瘩？哎呦，我的老天爷呀，她咋会的呀？嘿，真是个能丫头呀！一家子人这下可都不淡定了，这糖多金贵呀，三丫头竟然会自己做糖。知道是三姐姐做的，你还吃啊？我凭啥不吃？我爹在那里给他干了好几天的活呢。我还以为你多有骨气呢。等到面包吃完，孙长铁才想起来银子的事儿，又赶紧掏出10两银子来。爹，这是三丫头给的，算我和二弟这2天在那边帮忙的钱。三丫头给了，你们就拿着吧。你们2家分了，我跟你娘啊就不要了。哎呀，这是三丫头找着由头帮着咱们呐，你们2家也要多念着她的好，日后啊多帮衬着。冯氏喜出望外，第一次分银子的时候他还没啥感觉，可是这回他是真的有些不好意思了。就算是小姑子欠他们的，光是第一次分的那些银子其实就够了。娘，你放心吧，这以后宋家的事就是我们的事儿。是啊，娘，您就放心好了。三丫头想做啥，我们一定支持，只要能帮上，绝对不说二话。此时宋家村这衣服终于做好了，你们姐妹俩赶紧去试试。孙巧云的手艺很好，衣服做的合身，还微微的有些卡着腰身，显得2个姑娘的身材都十分的玲珑秀气。谢谢娘。哎，不用谢不用谢，娘就喜欢给你们做衣服。今日中午去你多子婶子家吃席，你去不？嗯，好。行，太好了，娘带着你们姐妹俩一起去。负责看锅的陆怀远有些羡慕地看着穿着新衣服的2人。婶子手真巧，2个姐姐穿着也好看。等到过几日去镇上的时候，给你也买块新布料做衣裳。我不要，我有衣服穿呢。陆怀远现在穿的衣服都是宋云起之前穿的衣服。等到面包摊子干起来，你可是要去摊子帮忙的，可不能穿得太寒酸。新衣服啊是一定要置办的。哎，好，我听宋姐姐的，我一定会好好干的。到时候我就给你1天算30文工钱，咋样？啥？我还有工钱？当然有啊，你天天干这么多活，哪能没有工钱？不只是你，到时候二姐也有的。我也有。当然有，二姐刚刚还帮我洗野果子呢。那我要干好多好多的活。快到中午的时候，娘儿仨一出门，立马引来了不少注视的目光。哎呦，那不是宋家那个2丫头吗？这人能出屋了？可不是呢，那2个丫头啊，长得真好，就跟那城里的小姐似的。都是没福气的赔钱货，亲爹都不要他们了，再好看有啥用啊？这孤儿寡母的，以后嫁了人都没个撑腰的。婶子，这话可不是这么说的。那亲爹留着有什么用啊？你看没了亲爹，人家穿得好，吃得好，养得也好，咋就没福气了？有些亲娘可是亲眼看着自己儿子受了伤，那都是一点都不心疼的呀。就是啊，有这样的娘啊，还不如没有呢。呸！我们家的事跟你们有啥关系呀？多管闲事。多子婶子站在门外迎客，打老远就看见娘儿仨，还反应了好一会儿。巧云呐，2丫头真是好了呀。是啊，好多了。哎呦，
你看这丫头长得多俊呢，真好啊！多子婶子是看明白了，这宋家三丫头是个有本事的，娶回家绝对不吃亏。多子婶子忙前忙后的招呼着，直到饭菜都上齐了，才抱着小孙女走了出来，挨桌着让人看。好好看看你这小婶子，可是多亏了你的小婶子啊，咱们如花呀才捡回来一条命呢。什么小婶子？她多子婶子，当着这么多人的面，你可不能瞎喊呐！哎呦，巧云呐，都说三丫头跟我们家有缘，你看这孩子在她面前都不哭了。哎呦！多子婶子说着，又要把孩子往宋婉珍的怀里怼。哎呦喂，你这丫头差点摔着孩子了。多子婶子，你这孩子要是硬对过来，若是摔着了，也是你的问题。还有，今日婶子若是再乱认亲，咱们两家就断了走动吧。把礼金还回来，我们现在就走。哎，你这丫头咋叫胡乱认亲呢？你今年都13了，那也到了定亲的年纪了呀。你看看我们家几个儿子，个个优秀，那外去的姑娘呀，都跑到咱们宋家村来打听哟。巧云呐，你说这二丫头脑子也不灵光，以后也没人敢娶。这姐妹俩若是嫁到一处，也好有人照应不是？都嫁到咱们家里来，我一定像亲闺女一样待她们。几桌吃席的客人听见这边的动静之后，瞬间都安静了下来，吃起了大瓜。你家孩子脑子才不灵光呢，我的女儿都好着呢。你那些儿子还是留给别的村来打听的姑娘吧，我们不稀罕。啊，你咋说话呢？你们家二丫头本来就是脑子不好使，我们家肯要她，那都是看在一个村的份上照顾你们。我们不用你们照顾，你们也少打我家闺女的主意。宋婉珍眼疾手快，她快速地跑到屋里，把自家放鸡蛋的篮子拿了出来。你个死丫头，你要干嘛？送出来的东西哪有拿回去的？我看咱们两家以后也没有走动的必要了，这礼也就不必送了。多子婶子还要过来抢宋婉珍拿的篮子，却被大儿媳拦着，把孩子抱了过去。娘，你就不能消停点？哪有你这样说话的？你倒是娶上媳妇儿了，你几个弟弟可咋办呢？回到家里，正吃着饭，便听到外面有人敲门。你这丫头就是个鬼精灵，多亏了三丫头，可是让那木头脑子清醒了，也看清她亲娘的真面目了。那你们打算怎么办呀？那银子也要想办法要回来些啊，要不然你们以后的日子可怎么办呀？这木匠的意思呢是先装着受伤，他再去他娘那边要，就说是至少要20两银子，若是他娘实在不给，就找李正来做主。对，还得找李正做主。你家婆婆虽然混，可是最怕李正了。往好了想，你们家木匠的手好好的，以后也跟你一条心，那是千金也换不来的。你们两口子又能干，以后这日子差不了。孙巧云也跟王翠花说了今日他们娘儿仨去多子婶子家吃席的事儿。那老货到底想啥呢？若不是拿个闺女还亲，他一个儿媳妇都娶不到。看着儿子不少，哪个不是长得歪瓜裂枣，还好吃懒做？王翠花说完，直夸孙巧云对得好，孙巧云也夸王翠花骂得好，两人又说又笑，还互相打气。宋天科好不容易把江雪娘哄好，两人牵着手回到江家，却发现江家又出事儿了。什么长辈？就是一个手脚不干净的老贼婆。谁手脚不干净了？我也是这府里的主子，我拿块布用一用怎么了？宋老太太见自己的儿子回来了，直委屈地拍着大腿哭嚎：哎呦，儿子啊，你可回来了，母亲在这儿受人挤兑啊！娘，他就是个小偷，快点把他赶出去！宋天科只觉得头大，他好不容易把雪娘哄好，他这娘就不能消停一些吗？到底怎么回事？你这是怎么跟我说话呢？我可是你的婆婆，你还好意思质问我？你问问你的好女儿。你个老贼婆，你怎么跟我娘说话呢？你儿子是入赘到我们江家的，你还想在我们江家摆婆婆的谱？谁给你的脸？江秀华的话其实也是江雪娘想说的，她只是不想与宋老太太撕破脸，所以才给她几分薄面。秀华，不得无礼。哎呦，儿子，你看看他们娘俩就是这么对我的。娘，你能不能不要闹了？我跟你说过多少遍了，让你不要耍性子。你们都欺负我。
秀华，到底怎么回事啊？今日我帮着外祖母晒她库房里的布匹，没想到你娘竟然偷偷拿走一匹。刚开始的时候她竟然死不承认，直到有丫鬟亲口指认是她偷了去，她又拿出长辈的说辞来。娘是觉得这么多布也不做衣裳，这大热天的放库房里都反潮了，实在是浪费，所以才想帮着用一用。你看娘穿的这衣服料子还不如江家的下人穿的呢。哎呦，你可是说的带着娘来享福的，如今娘想穿件衣服还要受这样的气。宋老太太完全不觉得他不问自取就是偷，在他看来，他既然来到了江家，那江家就应该负责好他的衣食住行。好了娘，你还嫌不够丢人？你想要布料，儿子改天给你买，日后万不可不问自取。那这件事就先这样吧，这布料娘既然已经拿了，你就留着自己做衣服吧。不过我江家万万不能再有这种手脚不干净的事情发生，说是再有下次，绝不饶恕。雪娘，你放心好了，娘以后肯定不会这么做了。她从村里来的，没见过什么好东西，所以才起了歪心思。宋天科的话落，便有丫鬟来报说江老夫人喊江雪娘过去一趟。哼，媳妇没个媳妇样，小的没个小的样，怪不得以前的男人不要他们，我看呢，就是被人家赶出来才回到娘家的。娘，你若是以后再这样管不住自己的嘴，就回宋家村去吧。宋老太太惊呼了一声，看向宋天科，他这儿子竟然要赶自己走，他才不要回去呢。还有，以后你想要什么东西跟我说，万不可自己随手就拿了。你看看今日的事多丢人呐！我那岳母大人定然是生气了，才把雪娘叫过去的。哼，你把人家当岳母，人家可没把你当女婿。江家若是真把你当回事，就不会这么对我了。你看看江家那老夫人，她原先不就是个小妾吗？她吃的穿的用的哪一点不是比娘强啊？那江雪娘她和江家人就没把我们放在眼里，这可跟我们当初来的时候说的一点都不一样啊。宋天科终于失去了耐心，怒斥一声，转身离开。你个死孩子，你还躲在那儿干啥？还不赶紧去给奶倒碗水来！要不是因为你，我能跟江家的丫头闹成这样？宋云飞本想是去倒水的，转头看见站在院子里打扫的小丫鬟。你还不赶紧去倒水去？没听见我奶喊了？翠儿啊，别去，你又不是死孩子，人家老太太又没让你去倒水。宋天科有些担心的在院落里等着，直到江雪娘从江老夫人屋子里出来，他连忙迎了上去。岳母大人是不是生气了？雪娘你放心，我回去还要好好说说娘。她一个村子里的老婆子，没什么见识。宋天科轻叹一声，那一声里包含着无奈，让人听着只觉得心酸。我从小便觉得她跋扈不可理喻，可是她毕竟生我养我，父母之恩大于天，我一个读书人，好了，没事的，我母亲没有说什么，只不过是一些布料而已，又不是什么名贵的东西。真的？雪娘，谢谢你的包容，是你让我的人生看到了光明，看到了未来，你就是那天上来拯救我的仙女儿吧。江雪娘只觉得宋天科这些话就像蜜一般甜，说得她心潮澎湃，心动不已。母亲说天宝镇上的张家过几日要为他那儿子举办重生宴，到时候你跟我一起去。宝天镇那不是离着宋家村也不远了？他心中微微有些担心，不想让江雪娘遇到宋家村的人。镇上的富户而已，还需要我们亲自过去一趟？你有所不知，那可不是一般的富户。张员外当初可是住在府城的，后来因为儿子病重需要静养，才搬到了镇上。不只是那张员外身份不一般，据说张夫人可是萧家的女儿，萧家商号如今在府城和县里都是数一数二的。
听说那个萧家的少爷很会经商，如今连京城都有不少萧家的铺子。宋天科颇为不屑，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一个商人而已，有什么好夸赞的？自从那日算到宋云起的信息有一些波动之后，宋婉珍便决定再到宋云起落下山崖的地方看看，是否能够再发现一些蛛丝马迹。傻子，傻子！哼，傻鸟！还原，给我打那只鸟，打下来为止！啊！可恶的人类，欺负鸟了，欺负鸟了！红嘴鸟吓得拼命地往前飞，呼的一下就撞到了石壁上，直接滑落了下来。果然是只傻鸟。宋婉珍上前抓着一只翅膀，把那鸟提了起来。啊！救命啊！救命！别喊啦！哼，你喊破喉咙，也不会有人来救你的鸟命的。别吃我！别吃我！我可知道你大哥去了哪里。你认识我？这山头还有山下的几个村子，还有鸟爷爷我不知道的事情。你大哥之前经常来山上打猎，猎走了我不少的鸟兄鸟弟呢。哼，你也经常与你们的家人一起上山挖野菜，他们都叫你三丫头。宋婉珍只觉得新奇，没想到巴掌大的鸟脑子竟然这么聪明。那你说说我大哥到底去哪儿了？那你要答应放过我，我才说。宋婉珍本来也没想把这鸟怎么样，她都跟这鸟说了半天的话了，若是把它抓回去炖了煮了，那她还真有点膈应的慌。你赶紧说，要不然我现在就拔光你的毛！头可断羽毛不能乱。我说，你大哥那天被一辆马车救走了，那马车很是气派，颜色比我的羽毛还要鲜亮，是我在这方圆百里见过最气派的马车了。而且那马车里还有一位小姐，穿金戴银，金光闪闪的，笑起来温温柔柔的，可比你可是好看多了。后面的话宋婉珍不爱听，提着翅膀的手加重了一些力气。你比那小姐好看，那小姐只不过是带着金光闪闪的才好看。还有呢？没了。自从那日之后，我便跟着我的鸟兄鸟弟们飞到了百里外的清河县。若不是那边闹土匪，不少人类跑到树林子里，搅和了林子里乱糟糟的，我才不会又飞回来呢。宋婉珍知道能问到这些已经很不容易了，她随手一扬，便将那只红嘴鸟抛到了空中。你就不能提前说一声再松手啊？惨叫一声之后，那傻鸟就没了动静。宋婉珍无语了，她把那傻鸟提溜起来，直接扔到篮子里。宋姐姐，你刚刚是在跟鸟说话吗？宋姐姐不会鸟语，但是会玩鸟。宝天镇张家，今日是宋婉珍为张旭治疗的第10天。宋妹妹，你可来了。母亲不让我出门，要不然我定然去大门口迎着你了。哪里要到大门口去迎接？你们都这么热情，日后我都不好意思来府上串门了。要来的，要来。等我好了，宋妹妹也要时常来。你不知道，我娘现在对我的病情都不关心了，整日惦记着宋妹妹什么时候来。我这个亲儿子在她心中的位置都不如你了呢。你这臭小子倒是说了句实话，我现在就是喜欢宋姑娘多一些。张夫人毫不客气地开口，惹得在场的几人都哈哈大笑起来。宋姑娘叫什么名字啊？这老是宋姑娘宋姑娘的叫着，多生分啊！我叫宋婉珍，张夫人可以叫我婉珍。婉珍，哎呀，这名字真好听。那你也别张夫人张夫人的叫我了，我姓萧，你就叫我萧姨就好了。以后若是有空就来家里坐，有困难就来找萧姨。张老爷摸出一张200两的银票递给宋婉珍。丫头，这200两银子你拿着。张叔，您这是做什么？这是诊金，应该给你的。诊金200两，张金宝不是给了吗？这银子我不能收，张叔赶紧收起来吧。宋婉珍可不想给张家用银子还人情的机会，她日后还想在镇上做生意，还少不得张家给她撑腰呢。那200两呢，算是你受了惊吓的补偿，这才是我们给你的诊金。张叔，我真的不能要，您就别跟我客气了。既然这银票你不要，那日后有什么困难一定要来找萧姨，而且也要时常来府上玩，要不然萧姨想你了怎么办？宋婉珍求之不得呢。相比起来，
这份人情可是要更贵重些。正好，我打算在镇上租个摊子卖糕点，到时候离得近了，就有机会经常来看萧姨了。啥？你要卖点心？我今日正好拿了一些，您尝尝我做的怎么样？陆怀远过来把包袱递给宋婉珍，里面是宋婉珍昨天晚上刚烤的一些面包。哎呦，我就说刚刚在马车旁边的时候，怎么闻着一股香味儿？我也没多想，原是你带了点心过来呀。哇，好香啊！宋妹妹，你这是做的什么呀？这个叫面包，你们先尝一尝。张夫人迫不及待地咬了一口，刚开始她吃相极为优雅，后来似是懒得顾忌了，直接大口地嚼了起来。哎呀，好吃，真的好吃啊！这简直比苏记糕点的点心好吃多了。没想到婉珍的手这么巧，竟然能做出这么好吃的点心。这点心摊子呀，必须得开。不，萧姨觉得你可以直接开个大铺子了。等宋婉珍和张夫人说了自己的想法，张夫人听后也是大为赞同。不过萧姨还想问一下，你这东西做得这么好吃，定然是加了不少的糖和油的，这成本一定很高吧？我做的点心成本算起来，应该比苏记的那些点心成本便宜一半，所以价格上比苏记的点心也很有优势。这个年代最贵的便是糖，糖的问题解决了，这点心的成本自然就降下来了。对了，你可记得我那侄子？您说的是萧公子？要说起那张脸，自然是不容易忘记的。上次啊，自从你匆匆走了之后，他问了好多关于你的事情，我这才知道你原来还救过他。你说你这丫头，哎呀，怎么跟我这么有缘呢？上一次也是碰巧了，其实我也没有做什么，也就是让萧公子少受些罪而已。哪里是少受些罪的事？哎，不过你这丫头啊，懂得是真多。我那侄子知道你今日会过来，说是今日也要过来的，只是不知怎么的，到现在还没有来。牧尘他如今事情多，想必是耽搁了。后面婉珍要在镇上做生意，见面就方便了，不必急于一时。见张老爷如此心疼媳妇的模样，宋婉珍忍不住感叹，同样都是男人，咋差距这么大呢？宋婉珍离开张府，直接来到了胡婶馄饨摊前。哎呦，丫头啊，是你呀？这咋的，跟换了个人似的？换成啥样了？哎呦，跟花一样艳嘞！哎，还没说亲吧？宋婉珍的笑容里生出一抹尴尬，赶紧扯开话题，介绍了一下陆怀远。这是我家弟弟，叫怀远。胡婶只感叹姐弟两个都长得好看。婶子，这边的摊子还没租出去吧？啊，没呢，一直闲着。我帮你问了这一片的管事儿了。现在租这个摊子和我这个地儿一样，1个月200文就可以了。那就麻烦婶子了。嗨，麻烦啥呀？婶子还得好好谢谢你呢。多亏了你给婶子出的那主意，哎，婶子如今啊，一天能多卖70-80文呢。宋婉珍坐了一会儿，便见胡婶子陪着笑，领着一个30岁左右的小个子男人走了过来。虎哥，哎，我跟您说啊，那个小姑娘可聪明了，要是她能在咱这边摆摊子，那生意绝对好，到时候也多多孝敬您，不是？可是那个被叫虎哥的男人却只是板着脸往前走，就跟没听见一般。直到走到胡婶摊子面前，那男人看向宋婉珍的眼睛才猛了一亮。哎，来，快叫虎哥！咱们这条街呀，可都是虎哥管着的呢，以后还要麻烦虎哥罩着咱呢。虎哥好。你就是胡婶说的小姑娘，想搁这摆摊呢？是我。行，1个月200文的租金啊。宋婉珍应了一声好，心里却只想把这男人的眼珠子给抠掉。哎呦，宋姑娘，你男人今日怎么没陪着你过来呀？啊，家里忙，他在家里呢。等到摆摊子的时候，他再来跟我收拾。今日就先让我弟跟我过来了。别磨叽了，到底签还是不签？签。男人顿了顿，没想到宋婉珍竟然这么痛快，脸上终于生出了几分笑的模样，猥琐之气已经压制不住了。
钱就跟大爷走。我这也没生意，跟你一起过去吧。本来已经转身的男人猛地回头瞪了胡婶一眼。哎呦，虎哥，哎呦，你这是干啥呀？吓我一跳！你去干啥呀？跟你有什么关系啊？看好你摊子啊！不想干直接说。他哪里敢让宋婉珍一个人跟着过去？那不是羊入虎口了吗？婶子，没事儿，我跟怀远一起过去，你先忙着吧。宋婉珍说完，就跟上了已经脸色不耐的赵立虎。虎哥回来了。哟，这咋还领了个小娘子进来？行，是要在咱们这个街上租摊子的，你赶紧出去盯那些商户，我跟这姑娘前妻。哎呀，好嘞，这就走，不能耽误了虎哥的正事啊。那人的声音里带着几分羡艳，不住地打量着宋婉珍，然后有些依依不舍地走了出去。你说你那个男的也是没用的，让这么一个如花似玉的小媳妇出来抛头露面的，哎呀，真是苦了你了啊！我就是喜欢抛头露面。赵立虎脸色微僵，然后转头就看见一头幼狼正虎视眈眈地瞪着自己。瞪你干什么？只是不等他的腿朝着陆怀远踢过去，赵立虎惨叫一声，好似是裤裆撕开的声音。哎呀，虎哥，你没事吧？我可不是故意的。你还不赶紧把我扶起来？你是故意的吧？哎呀，我哪里是敢故意的，我是一不小心崴了一下脚。你以为这契书签了，你就能高枕无忧的搁这做生意了？只要老子不想让你干，你就干不成。今日你把老子给弄伤了，若不是给老子赔上个20两银子，休想搁这摆摊子。明明是你想占我姐的便宜，你这个登徒子！是你姐姐为了搁这租摊子想勾引我不成就要对我行凶，你信不信？只要我在关老爷那里说一说，你们两个都得进大牢。也再有这个眼神瞪老子，老子挖你眼睛！你们等着吧！老子绝对不会放过你们的。老子不但让你们在这条街上做不了生意，就是整个保天镇你们也休想！赵立虎说完，抬头看向宋婉珍，不加掩饰地露出一抹冷笑。除非你让老子满意。那我想问一下，我怎么做才能让你满意？怎么做？自然是让本大爷舒服了。只要你让本大爷舒服了，本大爷日后让你在这条街上横着走。杜怀远忍无可忍，终于忍不住一拳捶了上去。哎呦，我鼻子断了，我的！你们敢这么对我，老子一定让你们后悔！既然这人已经得罪透了，这生意怕是也做不了了。既然他不给我们活路，索性我们今日就直接弄死他就是。住手！只见萧慕尘匆匆地走了进来。你没事吧？没事儿。救命！赵管事，我就是租个摊位做点小买卖，你这是做什么？大家和平相处不是挺好的吗？真的没事儿？没事儿，我都跟你说了没事。虎哥就是跟我开个玩笑，他还说日后等我摊子开业了，他就罩着我呢。赵立虎赶紧躲开刘公事的眼前。哎呦，萧公子，这是什么风，把您吹到咱们保天镇来了？您看您也不提前知会一声，我好去提前迎接您啊。佳妹想在这边租个摊子，我便跟着一起过来了。公事大人不必客气，何必劳您跑过来一趟？应该的，能见上萧公子一面，那是我的荣幸啊。这不是萧家商号的那个萧公子吗？哎呦，好像是啊。据说如今啊，这生意在京城也是挂得上号的。萧家呀，连咱们县太爷见了萧公子，可都要点头哈腰的陪着笑呢。是这位姑娘要在这条街上做生意？是，这位姑娘已经签好了契书了，要搁这里租个摊位的，小人已经帮她办好了。是啊，已经签好了。民女想在这边摆摊子卖糕点，还要请公事大人到时候多多照顾生意呢。刘公事的脸色僵了一瞬，
这小丫头竟然要摆摊子卖糕点。好啊，糕点好啊，大家都喜欢吃。丫头啊，你竟然认识萧家人呐？哎，有这个关系，你何必要自己出面来租铺子呀？啊，我与萧公子也不过是见过2次，之前的确帮过他，也不是什么大事，所以这点小事就不好意思劳烦他了。等到众人都散去，萧慕尘才有些不好意思的开口：我今日可是打扰到你了？没有，我也就是给那个赵立虎些教训而已。其实你可以找我姑父帮忙的，只要你开口，根本不会太麻烦。不过我更喜欢自力更生，实在生不下去了，再求救也不迟。萧慕尘微微皱眉，目光不自觉地停留在宋婉珍的身上。眼前的人似乎有一种魔力，让自己想要不断地去探索他。对了，萧公子特地来找我，可是有事？的确有件事要跟宋姑娘谈一谈，不知道宋姑娘可否赏脸茶楼一叙？宋婉珍点头，毫不拘谨地与萧慕尘一起去了旁边的茶楼。宋姑娘可是会医啊？不会，萧公子是想问关于痨症的治疗之法吧？我不想通过治病救人来敛财，不过我也不会白白把这个救命的方法告诉别人，因为我不敛财，更不会让别人利用我来敛财，这个因果我承担不起。萧慕尘眼底暗了一瞬，同时又生出了几分敬佩之意。治疗痨症的方法我可以大大方方地拿出来，不过不是卖给宋公子，而是与宋公子合作。我知道萧家商号下面有自己的药房，萧公子可以在萧家的药房门店里单开一个痨症专治的坐诊点，而我只抽取这个坐诊点所有盈利的2成分红。萧慕尘吸了口气，他刚刚还说不想通过治病救人来敛财，转头就要分他的盈利。2成分红，宋姑娘的胃口是不是有些太大了？我想说3成的，没好意思，我什么都没做，只出一个方子，看上去似乎拿的是有点多。可是萧公子别忘了，我这张方子会给你带来多大的利润和声誉。就是现在来说，除了我的这张方子，无人能把痨症治好，而萧公子的药房日后可能会治好千千万万的痨症患者。萧家的生意涉及各行各业，药房应该是萧家最不值得一提的一块生意了。若是药房的生意打响了，你萧家的其他产业定然也会被带起来，而我只要这方子带来的2成利润，算起来实在是不多。萧慕尘依旧带着不咸不淡的笑容，其实眼前也不过是一个10几岁的小丫头，她若是用些手段，或许就能轻松地得到。萧公子不会是在想要用些手段逼我交出方子，或者是等我交出方子之后再来个杀人灭口，再也没有人跟你分那2成利润了吧？我们萧家商号能发展至今，靠的便是诚信为本。宋姑娘这玩笑可不好笑。我觉得也不好笑，像萧公子这么玉树临风、仪表堂堂又不缺那点银子的人，怎么会为了这点蝇头小利坏了自己的名声？想必如今我治好了张公子的事情，至少在这镇子上已经传开了。今日萧公子又是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过来找我，但凡我有些什么闪失，这第一个被怀疑的人恐怕就是萧公子了。萧慕尘一阵惊讶，呵呵，这是吓唬他，让他老实些吗？好，2成就2成，那就依着宋姑娘的意思。我刚刚说了，这个救命的药方我不会拿来敛财，所以每一剂汤药，我希望萧公子都要有一个合理的价格，一个普通百姓能够接受的价格。似是怕萧慕尘不同意，宋婉珍继续说道：萧公子，你如何做都不亏的，萧家药房赚来的名声可不止在县城和府城，若是此等一举传到皇城……后面的话宋婉珍没有继续说下去，相信以萧慕尘的聪明，定然是能够想得到的。宋姑娘是不是早就料到今日在下找你所为何事？有那么一点点吧，在我为张公子治疗痨症的时候，我就猜到很快就会有人来找我，不过并没有想到是萧公子。萧慕尘心中再次震惊，也就是说今日若不是他来得早，他便会跟别人谈这桩生意了。看来是在下的幸运，今日来得及时。那是自然，萧公子的确比较幸运，这方子不是拿来就能用的，而且在痨症的每个阶段所用的方子也不一样。等到萧公子把专门治痨病的大夫安排好后，再来找我去教他们如何用药煎药。好，我会专门派人来接宋小姐，不过到时候可能需要宋小姐去县城一趟。没有问题，
除了我糕点摊子开张那日，其余的时间随时都可以前往。这挣啥钱不是挣呢？这2成的利润可比他苦哈哈的揉面包要挣得多多了。他自然是要好好伺候着。宋姑娘的糕点摊子打算什么时候开张啊？7月25大吉，开张必发财。与萧慕尘分开之后，宋婉珍又带着陆怀远在镇上疯狂购物了一番。老板，给这孩子做一身衣裳，你看看需要多大的尺寸？等到2人回来的时候，孙巧云看见陆怀远一直抱在手里的布料，忍不住打趣儿：呀，是给怀远买了布料，要做新衣裳了。这个颜色好啊，做了新衣服穿上肯定精神。婶子，怀远就麻烦您给做衣裳了。没问题，咱们怀远是越来越俊秀了，等到穿上新衣裳，那就是宋家村最好看的男孩子了。吃过了早饭，宋婉珍才想起来宋木匠的事情。娘，宋木匠那边咋样了？唉，昨日你木匠婶子逢人便吆喝你木匠叔的手费了，只手至少要花20两银子。现在全村的人都知道了，她其实就是为了把这话传到她婆婆那里，心思她婆婆听到这些会给他们一些银子。可是昨日一天，木匠娘和大哥都关着大门，连门都没出。唉，就木匠娘的性子，这银子怕是一文都别想要回来了。那老钱婆的眼里只有银子，哪里有木匠叔？怕是木匠叔不来些狠的，是很难要到银子了。狠的？孙巧云有些诧异，那可是自己的亲娘啊，如何来狠的？你木匠婶子说了，今日木匠娘再不送银子过来，他们就叫着李正出面，逼他拿些银子出来。母女2人说着话，便听到外面一阵吵闹声，要打架啦！要打架啦！宋婉珍无语，这鸟看起热闹来比人还要积极。哎呀，我养的好儿子呀，今日是要逼死我这老婆子呀！王翠花也在不停地擦着眼泪，她如今不是心疼木匠的手，而是心疼他们这些年省吃俭用攒下的银子一分也拿不回来。娘，您不能这么狠心啊！木匠也是您的亲儿子呀，啊，您就发发善心救救他吧。他这手治好了之后，就算不能干木匠了，那家里的事也能帮上忙，帮上把手，不是？要不然我们这一家老小以后的日子可怎么过呀？婶子，谁不知道木匠家的银子这些年都是你管着，现在出了事儿，你说啥也要拿出一些银子来吧？就是啊，没有这样办事儿的。这木匠家也不容易，大宝才多大呀？你这当奶奶的就忍心看着自己的亲孙子受苦啊？木匠娘一脸的跋扈，还非要装上2分委屈。哎呀，我一个快入土的老婆子，我能有啥银子呀？他可没给我多少银子呀。那2个孩子也没少在我这里吃饭，反正我是没有。那就算我们借大哥家些银子，等我们日后赚了银子再还给大哥。我们家可没有银子借啊，这家里都快揭不开锅了。你大哥家哪来的银子？他们的日子过得紧巴着呢，还要养我这个老婆子，你少打你大哥的主意。娘，既然这样的话，那咱们母子的情分这辈子也就到这儿了。木匠娘愣了一瞬，没想到这是自己儿子说出来的话，她的心似是被剜了一下。你说啥？我生你养？娘，您生了我养了我，我感念您的恩情，这些年我该还的也都还了吧。可是我也是个人呐，我也有自己的日子要过，我也一把年纪了，我总不能一辈子都对不起我的妻儿。他指着宋木匠想要继续开骂，可是看到儿子那失望的眼神，瞬间又把咒骂的话咽了回去。李正来了！一见到宋李正，王翠花便又委屈的落泪，好似宋李正便是能为他们做主的人。李正，我家木匠还指着这银子治手呢，人家大夫说了，最少要背着20两银子，我们也不要多了，就要回来20两就行。这银子存在婆婆那儿至少有50两，可是他们不指望要回这50两了，20两是他跟木匠商量好的数。老嫂子，你今日啊说什么也得拿出20两银子给木匠2口子，这2个孩子不容易，这些年没少吃苦。我大哥若是在那边知道你做的这些事儿，
也不能惯着你。他李正叔呀，俺是真没银子呀！你们都说他把银子存在我这儿了，这可都是谣言呢。他可从来都没给过我银子。娘，你咋睁着眼说瞎话啊？木匠好多次给你银子的时候都在场啊，我可以证明。你们是一家人，自然说的是一样的。反正你们家的银子我是一文都没见到。哇的一声，宋木匠哭嚎了起来。一个男人极少有哭成这个样子的时候，把围着的村民们都给看呆了。老嫂子，哪怕你少拿出来一些，剩下的银子让两个孩子凑一凑，先让木匠把手看了。木匠娘踌躇着不说话，她偏头看了大儿媳一眼，大儿媳脸色不善地瞪了她一眼。我是真没银子呀，老大家也没银子。再说了，就他那手都废了，还治他干嘛呀？什么？这是你一个当娘说的话吗？儿子的手就这么让他废了，这一家子以后怎么办呢？谁养啊？哎呦，李正呀，你就别难为我家婆婆了，那没有就是没有，你要是不信呀，就去她屋子里翻呗。娘，今日无论如何，你都不想把银子拿出来是不是？木匠娘身体不自觉地瑟缩了一瞬，只觉得儿子那眼神冷得有些吓人。没有，真的没有。好啊，李正，今日我宋木匠就犯一回魂，您多担待一些。宋木匠说完，不等宋李正反应过来，忽然从身后掏出一把菜刀来。木匠，你这是干啥呀？拿刀干嘛呀？李正叔，今日谁也别拦我，我一家子活不下去了，那就都别活。你要干啥？你要砍死我这老娘不成啊？我不砍您，您生了我，养了我，这是多大的天呢？儿子哪能砍了您呢？宋木匠说完，便一只手拿着刀往大哥家跑去。木匠，你可不能冲动啊！哎呦妈呀，老儿不是要砍我家男人吧？木匠娘和大儿媳吓得赶紧往前跑，一面跑一面喊人拦着宋木匠。不多时，宋木匠已经跑到了大哥家。哎呀，回来就回来嘛，敲那么大声干嘛呀？被狗追了是咋的？宋木匠上前，直接把菜刀架在了大哥的脖子上，脸色疯狂，嘴里喘着粗气。老二，你这是干嘛呀？老二，你要干啥呀？你敢？哪个是你大哥呀？那是你大哥呀！我还是他弟弟呢，他心中可是为我想过。老二，你这手受伤了，我也没办法呀。大哥也想帮你一把，可是实在是家里没银子呀。没有银子？你儿子3天2头的吃鸡腿儿，没有银子，你们一家穿的都跟那员外老爷似的。老二啊，你敢动你家大哥，我可是要报官了，到时候你也得坐大牢。坐牢？行啊，反正我也是个废人了，弄死了大哥再去吃牢饭也不亏。翠花呀，翠花，你赶紧劝一劝，呐！王翠花也哭得一把鼻涕一把泪，看着自家男人那疯狂的样子，心里只觉得似是燃了一团火一般。木匠，想砍就砍吧，砍死大哥，再砍死药仙和药祖，他们不让我们好活，那他们也别想好活。哎呀，儿子，你可不能听着贱人的呀，你可千万不要伤害你大哥。婶子，你还不赶紧把银子还给木匠？哎呀，就是啊，你快把人家的银子还给人家吧，给了银子，木匠的火气就消了。木匠娘的脸色有些动容，可是一想到要把银子交出来，她就心疼。我真的没有银子呀，老二呀，你可不能这么逼你亲娘啊！老嫂子，你是要银子还是要人呐？哎呀，娘，快给他银子吧，快给他银子，他动真格了啦！老二，你别冲动啊！你娘给你拿银子，去啊！木匠娘说着，连滚带爬的去屋子里取银子，一个小包足足有20两的碎银。20两拿来了！王翠花有些激动的上前接过银子，没想到他们真的要回银子了。虽然只有20两，
可是他已经很知足了。你还不赶紧放了你大哥呀？这银子可都给了呀！宋木匠的双眼更红了。果然呢，娘的心里只有大哥。娘，我存在你那里的银子至少有50两，我要把我的50两都要回来。你说的只要20两就可以的呀？之前20两是念在你是我娘的情分上，如今咱们什么都不是了，我的银子自然都要回来。宋木匠的声音里带着不容拒绝的冰冷，手上的力道再次加重。别！我去拿！哎呀，我的天哪，这日子没法过了！那都是我家的银子，都是我家的银子呀！哎呀，这银子也就只有这些了呀，都被你大哥和大嫂他们花了，没有50两了，真的就只有这么多了。看着自己娘那哀求的模样，宋木匠一颗冰凉的心彻底是冰到麻木。他一把推开自己的大哥，把菜刀扔到了地上。你这个没良心的东西呀，你敢伤你大哥呀？你那良心都被狗吃了呀！那可是你亲大哥呀！我要去告你，我要到县衙去告你！对，你敢动我男人，我就要告你去！今日我宋木匠就把话撂在这里，从今往后，我跟他们一家的情分算是断得干干净净，以后他生老病死，都跟我宋木匠没有任何关系。木匠，咱回去，咱以后再不来了。宋木匠点了点头，带着媳妇儿一步步的离开。今日的事儿，谁若是敢闹到县衙去，那就别怪我宋家村容不下他。村民们陆陆续续的离开，只听见木匠娘和她大儿媳又嚎又哭，又是咒骂的声音。你这个不孝顺的狗东西，早知道当初生下来就该把你给掐死，我跟你那手这辈子都好不了。啥玩意儿啊！断就断，看你一个残废以后还能有什么本事？谁稀罕跟你们家攀亲戚啊？李正，谢谢你了。宋礼正摆了摆手，他也是没有想到宋木匠今日会来这么一招，真是把他吓得不轻。好好治手啊，以后啊也好好过自己的日子。到了快要做晚饭的时候，王翠花过来敲门，把几个人都喊了过去。宋婉珍跟宋木匠说了自己要开糕点摊子的事儿。这是我自己设计的一个揉面机器，其作用便是方便揉面。绝了，真是绝了！三丫头，你是怎么想到这么个东西的？我这20多年的手艺人也没有这玲珑心思啊。前2日揉面的时候偶尔想到的，心想着用这个东西揉面可以省下不少力气。是，的确是个好东西。木匠说，这个东西若是做好了，你也可以宣传一下，帮别人家做。那些什么做包子的、做面食的、需要揉面的都能用得上。我的娘啊，三丫头说的对啊，这东西若是做好了，可是有大用处啊。三丫头，这个草图叔买你的可好？宋木匠的确是个老实人，若是别人根本不会提要买的事情，直接拿来做了偷偷去卖便是。这张草图就送给木匠叔了，日后我若是再有别的想法，画好东西再跟木匠叔买卖。这哪里好意思啊，这东西可是头一家，到时候光是在周围几个镇子上，估计都能卖不少银子呢。木匠叔，以前我们娘儿几个也多亏了木匠婶儿和你的照顾，这次赚多少银子您尽管拿着，不打紧，日后咱们有的是赚银子的机会。哎，好，以后三丫头若是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尽管说，木匠叔绝没有二话。木匠叔，这个东西若是做好了，打算卖多少银子一个？做这么一个东西其实不需要多少木头，关键是这手艺和打磨的功夫，有些地方的确精巧，很费时间，不过算起来成本的确不高，卖的话顶天也不到1两银子。宋婉珍笑着摇头，时间和手艺才是最值钱的东西，一个至少要卖3两，根据对方的尺寸要求，越大的再继续往上加钱。宋木匠惊呼一声，一个3两，傻子才会买呀。木匠说，你是个手艺人，一定要把自己的手艺看得极其珍贵，这东西可是县城头一家，咱们就要趁着这个机会把价格要上去，先赚一波银子。可是宋木匠还有些迟疑，他怕到时候他说出价格会被人打。木匠说，知道为何那山上的野猪肉明明没有家里养的肥猪肉味道香，却比家里养的肥猪肉要卖得贵吗？
这还用说，自然是因为那野猪大家都不容易吃到，所以乐意多花些银子买一些尝尝鲜。这就是了，木匠叔如今就是那打到野猪的人，而且只有你一个人打到了野猪，只要那些人想吃野猪肉，就只能找你买，而价格就只有你来定。宋木匠似乎有些明白了，东西的价格有的时候不是因为它的成本而定，越稀少的东西似乎越珍贵。哎呀，我这几十年真是白活了，还是三丫头聪明，咱们是头一份啊，这价格绝对不能便宜了。只要东西好，就不怕没买卖。哼，你可不是白活了吗？若不是三丫头，你现在还糊糊涂涂的活着呢。是，都得多亏了你三丫头啊。你放心，这个东西我2天就给你赶出来，绝对不耽搁你用。那就麻烦木匠叔了。距离糕点摊子开业还有7、8日的时间，宋婉珍这几日忙的是不可开交。三姑姑，铁蛋儿给你带猴渣来啦！哇，谢谢铁蛋儿，三姑姑最喜欢吃这个了。也不知道这种果子你能不能用上，闲着没事儿就去采了一些。这可是好东西，一会儿啊给你们做个山楂罐头开开胃。要是再有些牛乳就好了，可以做个牛乳山楂糕。你要是想吃牛乳的话，明日我可以让王家坡的表弟送过来一点，他们家养了几头能下奶的牛，每日呢都会去镇上卖。那你能不能让你表弟每日都来送一些牛乳，价格可以和他在镇上往外卖的一样？王赖子一听也来了精神，他表弟那牛乳送到镇上根本卖不完。当然可以，反正这王家坡离咱们村也不远，到时候呀让他媳妇专门过来送一趟就是了。一会儿啊我就去王家坡一趟，跟他说说这事儿，你要多少尽管说。那就麻烦赖子哥了。宋婉珍忽然又想到了一个好主意，这鸡蛋也不必特意从镇上买了拿回来，他直接在村子里收鸡蛋，那不是更好吗？三丫头，你这写的是啥呀？婶子，你们家有没有要卖的鸡蛋？以后不用跑到镇上去卖了，直接拿来我家，我给你们跟镇上一样的价格。啊？真的？当然是真的，跟镇上一样，1文钱一个收，一个也可以拿来卖。好啊，我们家现在呀就攒了3个呢，一会儿呀就给你送过去。行，那您一会儿直接拿过来就行。三丫头，你做那些面包可用得上这么多鸡蛋？怕是这村里的人听说了一会儿都要拿着鸡蛋过来了。放心，用得了，就怕不够用。喝过山楂罐头，王赖子便把铁蛋留下，自己往王家坡找他那卖牛乳的表弟王世友了。王赖，表哥，你怎么来了？自然是有好事。还不赶紧把我请到屋里去？表哥呀，跟你说个大买卖。等到王赖子坐下的时候，刘小娥已经把茶水沏好了。看，还是你媳妇儿有眼力劲儿。王世友偷偷地瞪了刘小娥一眼，眼底划过一抹恼怒。这都是室友教我的。表哥您喝茶，我先去忙别的了。这室友媳妇儿好像挺怕室友的，可是这室友是出了名的老实人，还好脾气。王赖子也不废话，跟王室友说了往宋家村送牛乳的事情。那就是呀，每日让你媳妇儿取了牛乳，直接送到宋家村去，剩下的你这边再拿到镇上卖。这不行，我去送就行。小娥她不认识路，我怕她走丢了。嗨，这王家坡到宋家村才几里地呀，哪能走丢了？那平日里小娥不是去镇上送牛乳吗？得去镇上不是更远？她不去的，都是我去，我不用她出门的。这没听说过表弟媳妇儿这么笨呢，咋地还不能出门了？不过他这表弟倒是个好男人，生怕媳妇儿走丢了，好好的养在家里。那行，那你这改日到了宋家村，先去我那儿，我再领着你过去。以后呀，你就自己送过去便是了。宝天镇苏家门房匆匆来报，老爷，刘公事来了。这狗东西怕不是又仗着自己手上那点官职，便来他苏家打秋风了吧？哎呦，刘公事，这是什么风把您给吹来了？苏老板，我这次过来可是有要事要告诉您啊。见苏朝海没有太大的反应，他也明白苏家家大业大，自然是看不上镇上的这家铺子的。其实也不是什么大事，只是这镇上过几日便要开一个糕点摊子，
我是担心影响咱们苏家的生意，便跑来跟苏老板知会一声。苏朝海的脸色不动声色地冷了几分，就这点事情也好意思跑到他面前来特意露脸。哎，无妨，这天下的生意也不是我苏家一人做的，这糕点也不只能是我苏家一家来卖，大家都是凭本事做事嘛。苏老板说的是，若是对方只是开个糕点摊子，的确没什么。可是，就是这糕点摊子背后的人，倒是有些来头。那日来租摊子的人是萧家的亲戚，萧公子还亲自来了。萧家？苏朝海皱眉，有些不可思议地呢喃了一声。萧家商号如今在整个府城都是首屈一指的，他们一年赚的银子，估计他们苏家10年都赶不上。不管背后的人是谁，充其量也不过是个糕点摊子。那是，咱们苏记糕点可是传承100年了，不管是名声还是味道，自然是别家无法比的。百花齐放才是春嘛，做生意也是一样。我苏家自是欢迎同行的对比，没有对比如何进步嘛？苏老板不愧是苏记的掌门人，心胸宽广，让人佩服啊。刘公是真是谬赞，这些年宝天镇上这家店呢，还是多亏了刘公是费心，今日还麻烦刘公是特意跑一趟，真是辛苦啊。苏朝海说完便掏出一张银票推到刘公事的面前。苏老板，您这是作甚？都是自己人，我来知会一声不是应该的？只是这话还没说完，这银票都已经揣到了兜里。两人再闲聊了几句，刘公事这才起身离开，把二小姐叫过来。匆匆赶来的苏宁还有些心绪不宁，父亲找他不会是因为对这几个月铺子里的生意不满吧？最近宝天镇的铺子怎么样啊？女儿刚接手铺子，的确是遇到一些问题，不过都不是什么大问题，女儿一定会把铺子经营好的。今日宝天镇的刘公事过来了，说是过几日啊，在镇上会开一家糕点摊子。父亲不用担心，莫说只是个糕点摊子，便是个糕点铺子，女儿也不怕。虽说对方不足为惧，可是你呢，也莫要做事冲动，让对方知难而退便可。不管如何，对方若是真的跟萧家有些渊源的话，自是不能够随便招惹。女儿明白了，父亲放心，一群上不得台面的泥腿子，女儿才懒得跟他们一般见识呢。自从宋婉珍收了大柳树下的2个婆子的鸡蛋之后，陆陆续续村里有不少的人都过来卖鸡蛋。不就是个收鸡蛋的吗？跟镇子上一个价钱，你看看一个儿笑的那不值钱的样子。嗨，能省趟腿不用跑镇子上去，大家就高兴呗。就是啊，这跑到镇上费鞋不说，关键是这路上还怕把这鸡蛋给颠坏了呢。这多方便呀，着急用银子就来换2个鸡蛋。这三丫头啊还真是有出息啊，看样子给张家少爷看病赚了不少银子呢。可不咋的，听那意思呀，过2天就要在镇上开个糕点摊子呢，说是要做什么面包，哎呀，咱也没听说过，只是说好吃。哼，那生意那是什么人都能做的吗？那镇上之前不也开了几家糕点铺子吗？最后还不是干不过人家苏记，最后赔的血本无归。不说别的，那苏记糕点的老板你们可是知道的，那手段可是了得啊。听赵婆子这么说，几个妇人也是纷纷点头。这生意可不是他们这些庄户人能随便做得起来的。那一个小丫头做的东西能赶上人家苏记的大师傅，我看他那个点心铺子呀，顶多撑不过半个月。这发财婶子已经3天没有挨过打了吧？哎呦，来子呀，你可吓死婶子了，你站人家后面干啥呀？我这不是就是闻着有些臭吗？啊，你以为谁吃了大粪在这儿满嘴喷粪呢？就忍不住啊找过来了。爹，面包出炉啦！三姑姑的面包出炉啦！随着铁蛋的吆喝声，一股浓郁的香味儿慢慢的传到大树底下。
呦，我说这几天怎么时不时的有这种香味啊？原来是三丫头做的那个面包啊！哎呦，真香啊！这闻着可比那苏记的糕点香多了。王赖子也不客气，一面吃着，一面又拿了个面包走出院子。哦呦，赖子啊，这面包有这么好吃啊？赵婆子的口水都快要流出来了。结果眼看着要到他手里的面包，就这么被王赖子给吃到了嘴里。王赖子，你是故意的是不是啊？哎，我就是故意的呀！你不是说三丫头做的点心肯定是不咋地吗？那不咋地你还吃啊？哎呦娘嘞，这东西也太好吃了！哎，我这一把年纪还没吃过这么好吃的东西呢。这香甜的味儿啊，是这白面里加了糖啊，都是好东西，哪能不好吃呀？站在一旁的赵婆子是越听越馋得慌。哼，谁稀罕吃似的？宋婉珍又拿了几个面包去了宋礼正家里。你这丫头啊，还真是有心了。我知道这东西金贵，你留下一个让我们尝尝就是，剩下的拿回去吧。李正说，我做了不少呢，您放心留下吃。在这宋家村，您就是我的亲长辈，我自然是时常想着孝敬您的。以后还要辛苦李正叔多多照顾我们娘儿仨。不管宋婉珍说这话诚心有多大，可是宋礼正听的心里却是热乎乎的。哎呦，孩子都拿来了，那是孩子的一片心意，你若是不收啊，那孩子还以为你对他有意见呢。李正媳妇儿说完，又对着宋婉珍笑嘻嘻的开口：三丫头啊，你李正叔啊可心疼着你们娘儿仨呢，经常念叨你们日子不好过，要我们啊都多帮衬着点儿。你们现在日子好了，我们都高兴。你放心，不管有啥事儿，你李正叔啊肯定向着你们。宋婉珍笑着应是，又说了几句贴心的话，直说的两口子都笑得合不拢嘴。他一走，李正媳妇儿便忍不住夸赞道：这三丫头啊可真是会来事儿，长得也好看，真是让人越看越喜欢呢。我看你呀是趁人家的东西嘴短。哎，这面包我可还没吃呢，我说的可都是实话。当初啊，我就觉得这三丫头不简单，以后肯定大有出息。你可真厉害啊，你又会看了。那是。宋婉珍刚到大门口，便被宋木匠给拦住。木匠说，您这手艺真是绝了，不跟您合伙干点啥，我感觉我会损失几千万。嗨，干了快20年了，就指着这门手艺吃饭呢，那肯定是不能马马虎虎啊。用了这个搅面机，揉面的时候根本不用插手，两人眼看着搅面机里的面和水慢慢的融合。成了，真的成了。木匠说，你明日跟我去趟镇上，明日啊，我便帮你卖一台搅面机。宋木匠有些惊讶，这么快就能卖出去？3两银子一个呀。行，那明日上午我去借牛叔家的车，咱们一起过去。两人刚商量好，便听到外面木匠娘哭嚎的声音。奶这是知道你的手没事了？哎，他还不知道呢，估计是大哥那里没了银子，所以又想来我这里耍哭天抢地这一套，想等我心软了再要些银子回去。三丫头放心，这回我是绝对不会心软了。不要当好儿子呀，拿着刀架着自己的亲大哥呀，现在连我这个老娘都不管了，什么世道啊！不管他说什么，宋木匠都当是没听见，连看都没看他一眼，直接进了家门。老二，你一个废人，你离了我跟你大哥，你还有啥本事？你这辈子也翻不了身！真是没见过这样的老娘，哪有这么咒骂自己的儿子的？你木匠叔多孝顺一人，他怎么就不知足呢？宋婉珍轻笑，或许这就是人性的弱点吧。对一个人越是好，他就越觉得理所当然。第二日一早，宋木匠借来了牛车，又跟宋婉珍和陆怀远一起去到了镇上。哟，宋姑娘来了。哎呦，宋姑娘怎的好久没过来了？刚刚我当家的还在念叨你呢，这没想到啊，一念叨你就来了。最近有些忙，我也准备在镇上租个摊子做些买卖了，就没怎么来这边逛。听见宋婉珍如此说，包婶瞬间害怕的变了脸色，以为宋婉珍也要开包子铺跟他抢生意。包婶不用担心，我不开包子铺，我是打算卖点心的。丫头就是有本事哈，这做点心可不是一般人能干得了的。
宋婉珍也没有谦虚，直接把带来的面包分给了两人。哎呦，宋姑娘，你说你咋就这么厉害呢？怎么啥都会做呀？还有个更厉害的东西给你们瞧瞧。宋婉珍在门口喊了一声，宋木匠便把和面机拿到了屋里。这是和面机？啥？和面机？他按照宋婉珍的指示转动了几下把手，只见那面和水很快便融合在了一起。这是个揉面的东西吧？哎呦，这咋可能呢？哎呦呦，神了哎！这东西竟然会自己揉面呢？这到底是咋做到的呀？这个叫和面机，是专门用来和面的，不但省了力气，而且这揉面的速度可是比人揉面的速度快多了。这东西从哪儿买的呀？我怎么从来没听说也没见过呀？宋老板眼前的这个便是市面上第一台和面机，你自然是没有从别的地方听说过。怎么样，宋老板，有没有兴趣买一台拿来做包子？宋老板的眼睛又亮了几分。若是这个东西真的在包子店用的话，那他们两口子可要轻松不少了。这东西多少银子一个呀？5两银子。啥？连门口的宋木匠也忍不住炸毛惊讶了一下。不是说好的3两银子吗？怎么又成了5两银子了？哎呦，就知道你这个丫头心狠的。这5两就5两，东西留下吧。嗨，你这丫头呀，这辈子是吃不了亏了。自从用了宋婉珍给的包子秘方之后，他们每天的包子都做不出来，赶不上卖的。若是用上这个东西，很快这个银子就能赚回来了。咱们都不吃亏，宋老板和包婶儿也是慧眼识珠的人，知道这是好东西，所以才舍得掏这个银子。不过今日这台和面机还不能给你，这是给我定做的，你们可以根据你们需要的大小和尺寸，让我木匠叔再给你们做一个。宋木匠有些不太自在地从门口进了屋子，说起5两银子，他实在是有些心虚。宋大哥，嫂子，哎，这东西你做的啊？对，是我做的，不过是三丫头给我的图，不是我研究的。宋老板点头，能根据一张图就把眼前这个从未见过的东西做出来，那就说明眼前的人手艺了得。刚离开包子铺门口，宋木匠就忍不住捂着胸口，大口大口地喘着气。妈呀，可吓死我了！我真怕那宋老板上了火，把我们骂一顿。宋老板可是个聪明的生意人，自然能看得出这东西的价值。咱们之前不是说好的3两银子吗？你怎么又说了5两？刚开始想的的确是3两，不过我发现宋老板看这东西的眼神如此的炙热，我便觉得我们之前的价格定低了。宋木匠只想给宋婉珍竖一个大拇指，这丫头也太聪明了吧。那这2两银子先给你。给我做什么？这是人家宋老板给你的定金，到时候你做好了直接送到包子铺便是。可是这银子赚得太容易了，宋木匠只觉得有些不真实。若不是三丫头，他哪里能赚到这些银子？木匠叔放心拿着，当初说好了这银子我不会要的，等到后面我再画了别的图，我再与木匠叔合作。宋婉珍回家的时候，孙长铁和孙鹏来了家里。大舅和大鹏哥来啦，正好我顺道买了不少好吃的呢。我都好久没来看看姑姑了，今天顺道过来看看姑姑和你们。正好刚买回来的新鲜排骨，一会儿我再炖个排骨。你还傻站着干啥？没事儿就跟我上山去捡些柴火去。宋婉珍本想说让他们歇歇，可是看着孙长铁那冷着的一张脸，他便默默地闭了嘴。我大舅这是咋了？平日里都是笑嘻嘻的，今日怎么脸色这么臭？还不是因为你大鹏哥的婚事，说是本来这2日就要定下来了，结果人家女方嫌弃你大鹏哥没有个赚钱的营生，女方家里又不同意了。原来是说要8两银子的彩礼，如今彩礼准备好了，还是黄了。你大鹏哥在家难受了2日不出屋，心里还惦记着人家那姑娘，气得你大舅直接把他也喊了过来，不让他在家待着了。宋婉珍撇了撇嘴，孙鹏才多大呀？才17岁就着急订婚了呀？这古代结婚也太早了。7月24日，距离糕点摊子开业还有1日。三丫头，这东西咱们要卖个多少钱1斤啊？80文1斤怎么样？差不多，咱们这可是货真价实的好东西啊。那这几种饼干就全部定价80文1斤，可以掺在一起混着称。各种面包我也写一个价目表，
咱们就按照这个价格来售卖。哎呀，宋姑娘来了呀！宋婉珍应了一声，才看到自己摊子前的那块地已经被扫得干干净净了，一看便是胡婶收拾自己家地方的时候顺便帮着收拾的。谢谢胡婶了。嗨，顺手的事啊，哪里用谢啊？婶子，你尝尝我做的面包。这就是你说的那种点心？哟，这一个面包很贵吧？不算贵，10文钱一个。啥？10文钱一个？哦呦，嘿嘿呦，这么金贵的东西咱们可不能吃，你赶紧留着卖吧。开玩笑呢，一下子给人吃了10文钱的东西，换成他的馄饨可以吃2大碗呢。哎呀，我送给婶子的，婶子你就放心吃吧，就当是帮我品尝一下味道，怎么样？哎呦，那我这馋婆子可不客气啦，口水都止不住喽。胡婶说完便拿起面包来吃了一口，顿时瞪大了眼睛。甜的？哎，这是放了多少糖啊？胡婶是觉得太甜了？不，哎，哪有嫌太甜的？我是觉得那糖多金贵呀！啊，怎么舍得放那么多啊？本来觉得你这面包贵，现在突然觉得不贵了。这用料这也太足了。胡婶的面包才吃了几口，馄饨摊儿另一旁的大姐就忍不住小声闻道：“哎呦，胡家妹子呀，这面包好不好吃啊？”胡婶也不吝啬，直接掰了一点分给她。哎呀，娘嘞，这是什么东西呀？怎么这么好吃呢？哎，这叫个啥？哎呦，这叫面包，这是人家宋姑娘卖的，好吃，买些给孩子拿回去尝尝呗。这东西应该很贵吧？不贵，才10文钱一个。不贵，你怎么不买些呀？我当然要买了，我做买卖不就是为了孩子吗？买一个给孩子带回去尝尝鲜。宋姑娘，你给婶子包一个。宋婉珍答应了一声，她知道这是胡婶帮她做宣传呢。今日第一天开业，所有的点心均是7折售卖，正常价是10文钱一个的面包，今日7文钱一个。哎呦，合适啊！哎呦，这也太合适了。姑娘，要不你也给我包一个吧？你这面包也太馋人了。哎呀，你买那玩意儿干啥呀？你个大男人咋这么馋嘞？没见过的稀罕东西，就买一个尝尝。大哥拿着面包直接去了自家摊子面前，只撕了一小块，剩下的都递到了媳妇儿面前。这么大一个，我哪里吃得了？我可没这么馋。哎呦，是我馋吗？我这不是想着也没吃过，趁着人家第一天搞活动，搞一个尝尝呗。两人拿着面包尝了一口，瞬间都瞪大了眼睛。媳妇儿，好吃啊，这东西真好吃啊，这银子没白花呀。的确是好吃，这东西到底是啥人想出来的呀？街道的一角，赵丽虎躲在一个小摊后面，远远地看着这边的动静。哎，那不是虎哥吗？姑奶，宋姑娘。赵丽虎吃了一口面包，心中忍不住惊叹：这东西竟然这么好吃！这味道可以呀！哎，虎哥，要不要拿一些给嫂子带回去尝尝啊？他没想到宋婉珍竟然这么上道，脸上立马扬起了几分笑容。行啊，你嫂子最喜欢甜食了。赵丽虎转身又走到摊子前，宋婉珍让他自己挑，他毫不客气地装了5个，一共42文。啥？你还要我银子？难道虎哥是打算吃白食？赵丽虎虽说是有些混，但好歹也是个大男人，被这么多人看着，瞬间涨得脸色通红。谁说我是吃白食了？老子有钱。赵丽虎气哼哼地掏出42文，扔到了摊子上，头也不回地离开。哎呦，丫头，可真有你的呀！我差点以为你要白给他那些面包呢。这有些人啊，就是不能惯着，因为你的纵容会让他的无理变得理所当然。对于赵丽虎这种人，你让他1分，他就要进1尺，所以啊，干脆直接进1尺，让他知难而退最好。对，丫头说的没毛病。胡婶儿以前可害怕赵丽虎了，可是自从那日见到赵丽虎在宋婉珍面前那怂样，她瞬间觉得这人也没那么吓人了嘛。二小姐，今日这铺子里还没进来客人呢。什么？这铺子里的生意怎么越来越差了？你这个掌柜到底是怎么干的？
掌柜一脸的无奈。自从二小姐掌管这家铺子之后，便把做糕点的大师傅给辞了，直接用了大师傅的徒弟。二小姐，要不然咱们还是把大师傅请回来吧。还有现在这糕点的价格实在是太高了，一般人家哪里舍得买啊？你懂什么？那糕点就是那个配方，谁做不是一个味道？还有，我们苏记的糕点本来就不是给那些穷鬼们吃的，买我们苏记糕点的人哪个不是家财万贯的贵人？怎么会在乎那点银子？你有那个闲工夫，还不如去门口好好招待客人呢。见苏宁明显有生气的意思，他也不敢开口了，只好老实的去门口迎客。关键是哪里有人需要迎啊？掌柜，前面那条街上开了一个糕点摊子，生意火得不得了嘞。什么？糕点摊子？掌柜一脸的惊讶，他怎么从来没听说过？怪不得今日的生意这么差呢。那糕点摊子已经开张了？是啊，二小姐，那摊子前面还不少人嘞。也就是刚刚开业能吸引些穷鬼罢了，那些穷鬼也就是看看，有几个舍得买的。真正的有钱人谁会去那种地方买糕点？那不是张府的马车吗？还有蒋府、陈府、夏府。然而就在三人的注视之下，眼看着那马车就要路过苏记门口，却没有停下的意思。这是怎么回事？他们不是来买糕点的吗？你去看看他们到底去哪里了。这么多大户人家的夫人都往一个地方去，倒是让苏宁有些好奇，他们到底是去干什么？二小姐，他们是去前面那家糕点摊子了。苏宁这一下是彻底的不淡定了，一脸不可置信的看向那个伙计。二小姐，是真的，他们真的在那边停下了呀。本小姐倒是要去看看，一个破摊子能有什么本事把这些夫人都吸引了过去。苏宁说完，便带着丫鬟往宋婉珍的摊子前走去。而此时，宋婉珍的糕点摊子迎来了今日最高光的时刻。萧姨，您怎么来了？哎呀，小姨自然是馋你做的点心了。自从那日吃了你的面包之后啊，小姨可是日日夜夜的盼着呢，就想着那一口。如今啊，可是盼着你开业了。我跟你们说啊，我们家旭儿啊，就是这丫头给治好的。而且这丫头可能耐着呢，做的糕点可好吃了。今日啊，我请客，你们都来尝尝。萧姨的朋友都是自己人，想吃点心哪里需要银子？哎，傻丫头，萧姨今日做东，你可休想抢了萧姨的风头。宋婉珍不再推辞，张府自然是不缺那点银子，客气一下就可以了。那就请几位夫人上前来看看咱们家的点心，想吃什么便挑什么就是。蒋夫人没想到被张夫人大加赞赏的糕点，竟然是在一个糕点摊子上，合着就是让他们这些人过来给自己儿子的救命恩人撑场面呗。这糕点呀，我平日里可都是吃苏记的，这种地方做的东西能吃吗？宋婉珍轻笑，让陆怀远用托盘把每样产品都切了一些，让几位夫人品尝。这个味道跟那日你给我带来的好像不一样，还有些酸甜的味道。萧姨刚刚吃的是果酱面包，上面涂抹了一层果酱，香甜中带着些许的清酸，能丰富口感，也能够打开味蕾。这果酱可是果子加入糖熬制的。几位夫人听见张夫人这么说，也有些跃跃欲试。你们别都端着了，赶紧尝一尝啊！这一尝不要紧，几人纷纷都发出了惊叹声。哟，这是什么糕点呢？这个也太好吃了！哎呦，上个月我家老爷从皇城回来的时候带的糕点呀，好像比这个味道都差点呢。蒋夫人站在最后，一脸的不赞成。就这么大庭广众之下吃点心，这也太不成体统了。他们真是下得去嘴。哦，那这点心的味道真有这么好？味道自然不错，只是蒋夫人呀，只吃苏记的点心，怕是吃不惯这小摊子上的东西。见几位夫人都吃了不少，宋婉珍赶紧让陆怀远把他们准备好的薄荷果汁端上来。这竹筒都是新做的，便是要今日拿来用的，几位夫人放心饮用便是。
这是什么叶子啊？难道也是茶叶的一种？我小的时候呀，也曾经常上山采摘野菜，这好像是一种野草的叶子吧？什么？你竟然让我们喝野草泡的水，你是何居心？万一有毒怎么办？江夫人厉声斥责，立马引得另外几位夫人也都有些担心起来。你们若是不敢喝，那就算了。本来这天儿就燥热得很，吃了这么多甜食，口干舌燥的，这一小口凉水下肚，只觉得浑身都清爽通畅了几分。这也是丫头要拿来卖的啊？这个还没有准备要卖，还在试验阶段，这个都是拿来给我们自己人解渴的。哎呀，要我说啊，这东西不拿来卖真是可惜了。我能不能为府上定做一些？我想让旭儿也尝尝。萧姨若是喜欢喝，那明日我就做一些给您送过去。这薄荷叶可是好东西，适当饮用有疏散风热、清利头目的作用。哎，行，那就多谢丫头了。几位夫人听说宋婉珍是拿来自己喝的，原本的怀疑瞬间便消散了。要不我也尝尝吧，闻这味道呀，确实是不错。这宋姑娘一看呀，就是一个伶俐的丫头，哪会拿着有毒的东西来喝呢？蒋夫人见几人又喝得尽兴，不自觉地舔了舔嘴唇。这大热天的跑到这里，她也渴了。要不我也尝尝吧。说是有毒，我们家老爷可不会放过你。蒋夫人说完，也端起一杯喝了起来。一口下肚，浑身的燥热似乎都被浇了下去。宋姑娘若是明日去张府送的话，那也给我们蒋府送些。你放心，银子少不了你的。蒋夫人依旧是高高在上的语气，可是心里却有些打鼓。她还有些担心宋婉珍不给她送呢。行，那明日也为蒋府送一些。蒋夫人喝过薄荷果汁，架子也端不起来了，索性也没脸没皮地吃起了面包。蒋夫人不是只吃苏记的糕点吗？嗨，偶尔的也尝个新鲜嘛。难得这小丫头做的东西能入了本夫人的眼。虽然不是多好吃，不过也已经不错了。大家尝也尝过了，你们喜欢什么味道都挑选些带回去吧。蒋夫人既然觉得不是多好吃，那就先不用挑了。蒋夫人猛地皱起眉头，谁说她不用挑的？她也要买些带回去的。丫头啊，一会儿等几位夫人挑完，你算算多少银子，萧姨帮他们都付了。哎呀，我觉得我们家老爷应该爱吃这个点心，要不然我也带一些回去给他尝尝吧。从苏记赶过来的苏宁只看到几位夫人正在热情挑选摊子上的糕点，不过这还不是让苏宁最惊讶的。最惊讶的是，她怎么觉得摊子上的几个伙计都有些面熟啊？几位夫人可莫要被这丫头给骗了，她就是个骗子。我是苏记的小姐，几位夫人应该听说过我的。之前宝天镇上的苏记糕点的确是苏家的小姐在打理，可是却不是这个样子的。哦，这位就是苏家姨娘所出的二小姐吧？哦，原来是苏家的姨娘所出，怪不得之前没有听说过。是呀，这姨娘生的孩子呀，果然是不如正头小姐看着有气质，咋咋呼呼的，成何体统。我娘虽然只是姨娘，可是如今的苏府后院却都是我娘在打理的，她才是那个掌管苏家中馈的人。可是她的话落，几位夫人的脸色却变得更加难看起来。这苏家好歹也是镇上的大户，没想到苏家老爷竟然让一个姨娘管家，这不是宠妾灭妻吗？就是啊，这亏妻百财不入呀，这苏家老爷好生糊涂啊。哎呦天哪，在我朝宠妾灭妻可是要遭受杖刑的。他们这些大户人家的正头大娘子，最怕的便是家里的老爷对府中的姨娘过分的宠溺，也最是听不得这种宠妾灭妻的事情。几位夫人，我们苏家的事情先不论，那丫头当初讹了我20多两银子，她就是个骗子。所以这位所谓的苏家小姐，能不能说一说我是如何骗你的？那日我的人动手打了她身后那个大高个2下，没想到她当时就装死，直接倒在地上。然后这丫头非说是我苏记的人把那个大高个给打坏了，讹了我20两银子才离开的。
可是你看呢，今日那大高个好好的站在那里，根本就是什么事都没有，所以他们就是故意讹人的。孙长铁脸色涨得通红，心里只生出3个字：这下是完了。苏小姐当初的确是让人打了我大舅，是吗？而且我大舅并没有来得及还手。是，他没有还手，直接就躺在地上了。所以苏小姐是觉得你们苏家家大业大，就可以仗势欺人是吗？把人打得躺在地上起不来，都不用负责的吗？当初我大舅心软，见你是一个姑娘，没有去报官，已经是对你网开一面了。苏小姐当初自己要用银子了事，如今却又是倒打一耙。本还有些心虚的孙长铁瞪大了眼睛看向宋婉珍。这3丫头早就跟他说过这话，他都忘了。就是当初你们二话不说把我打晕，我是自己命大才自己醒了过来。你们打了人，难道不应该负责？几人的争吵声早就引来了不少百姓的围观。就是啊，再有钱也不能仗势欺人呐，打了人就得负责，要不然这世上岂不是没有王法了？哎，我想起来了，那日是这个苏家小姐差点让人打死一个小孩子，是这个大汉呐看不过才上前劝阻的，没想到他们连这个大汉都不放过，直接把这个大汉打倒在地啊！哎呦，这以前啊就听说这苏家仗着有钱，在镇上可没少干欺负人的事儿，没想到他们竟然这么跋扈啊！听着众人的议论声，苏宁都要抓狂了，他指着众人大叫道：你们知道什么？明明就是他们骗我的银子，我教训铺子里的伙计跟他们有什么关系啊？谁让他们多管闲事的？几位夫人眼中肉眼可见的生出了一些鄙夷之色，这苏家竟然让这么一个庶女抛头露面，也不嫌丢人。你所谓的教训就是随意的凌辱打骂，当初若不是宋姐姐跟长铁舅舅，那一日我便被你们活活打死了。我不过就是捡起地上的一块糕点砸入了嘴，就让你们拳打脚踢。是你，就是因为你我被讹了20多两，今日本小姐非要让人打死你不可。张夫人没想到陆怀远竟然是宋婉珍救的那个孩子，顿时对这丫头更加的佩服了。苏小姐真是好大的口气啊！这宝天镇是没有王法了吗？口口声声便是对人随意打杀，你这家教可是苏家人教的？这苏家能让一个庶女在外面耀武扬威，想必这家风啊也不过如此。苏宁本来是来讨好他们的，哪里想到竟然会变成这个结果。苏宁终于站不住了，灰溜溜的离开。看来日后还得让我们家老爷离着那个苏老板远一些为好。不说这苏家的家教，就是这宠妾灭妻的事儿啊，就该让我们家老爷离得远一些，省得被带坏了。就是啊，这男人最容易被那种上不得台面的狐妹子勾引了。都说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可别让我家老爷也被带坏了。等到他们走后，宋婉珍的摊子瞬间又被人围了起来。哎呀，早知道今日就多做一些了，这时间还早呢，再做一些也能卖了。第一天开张，谁也不知道会怎么样，自然是不能做太多的。现在不是还在试营业阶段吗？明日开始多做一些便是。胡婶的馄饨摊子也忙过去一阵儿了，见宋婉珍他们已经准备要收拾摊子回去了。你的糕点都卖完了？是啊，忙了2、3波，这东西都卖完了。你的糕点啊做的的确好吃，引得我馄饨今日都多卖出去不少碗呢。萧慕辰过来的时候，就看到几个人正在收拾东西往牛车上放。这便是你跟我说的糕点摊子？这种地方能做出什么好的糕点啊？你要是想吃糕点，我带你去前面的苏记。我从小吃糕点只吃苏记的，那些乡间村妇做的东西哪里比得上？不等蒋玉良的话落，宋婉珍直接撕了一块面包塞到了他嘴里。想起刚刚同样有些嘴碎的蒋夫人，这2人不会是亲母子吧？好吃啊！这是什么东西啊？这下他也不矫情了，仔细去看宋婉珍手上的东西。你竟然给本少爷吃夹烂的糕点啊？那你就别吃啊！你这糕点也不过刚入了本少爷的眼，比这好吃的糕点，本少爷都吃过不少。不等蒋玉良话落，萧慕辰上前几步，拿起一小块面包也品尝了起来。怪不得
怪不得宋姑娘这么快就把糕点卖完了，这味道果然出奇的好啊。蒋玉良的眼睛瞪得老大，看向萧慕辰。不是，这哥们儿平日里出奇的讲究，何曾会不顾形象的在这大街上便吃了起来？实在是宋姑娘做的糕点太好吃了，在下有些失了礼数了。无妨，萧公子这是用行动证明了我做的东西好吃，我感谢还来不及呢。这句话倒是说的对，本少爷也在用行动证明你做的东西好吃，你也要好好感谢一下本公子。见宋婉珍几人把东西都收拾好了，准备回去，萧慕辰也不再逗留，牛车很快就到了宋家村。孙巧云都没想到他们竟然这么快就回来了。先不急给我，先算算你是不是赚钱再给大舅。大舅，我都已经算好了，肯定是不赔本的，您就放心的把钱收下，把你们的都分出来，剩下的我也好算账。听宋婉珍如此说，孙长铁才有些不情不愿的把钱接过去。宋婉珍又数了一个50文递到孙鹏的面前。三妹妹，你给我银子干嘛？我就是过来看看你们就回去了。大表哥今日可没少干活，干了活哪能不给工钱啊？丫头，不用给他工钱，我让他来可不是来赚你的工钱的。孙长铁也急了，他就是嫌孙鹏这2日在家里颓废在屋子里什么活都不干，还弄得全家人心情都不好。哎呀，大舅，大表哥今日干的活绝对值这些银子，今日啊还多亏了他在这儿帮忙呢，要不然我们都得手忙脚乱，还不知道要忙成啥样呢。这不说别的，明日的糕点咱们就要比今日多做1倍，还要做些薄荷果汁给人家府上送去，估计单是我们几个人根本就忙不过来。可是我哪里好意思赚三妹妹的银子呀？哪里就不能赚的了？大表哥要是不帮忙，我还要再请别人，这银子若是让别人赚了，那还不如让咱们自己人赚呢。宋婉珍说着又把钱塞到了孙鹏的手里，最后宋婉珍又数了30文给了陆怀远。宋姐姐，要不这钱还是你帮我存着吧，我也花不了这么多。那你的工钱宋姐姐先帮你攒着，以后留着给你娶媳妇儿用，那就每日给你5文钱，你自己留着花，若是再想要银子就直接跟宋姐姐说。等到宋婉珍数完了银子，孙长铁几人都惊呆了，他们只知道今日的生意好，却没有想到竟然赚了这么多银子。宋婉珍直接把那500文给了孙巧云做家用。娘，这些给你，想做家用或者是你自己想买点啥都行。哎呀，你这丫头怎么又给我银子啊？前几日不是刚给我了？娘不缺银子，你自己留着做生意用的。你就拿着吧，算是女儿孝敬您的。您可是我们这个团队的后方支援，那是最重要的一个部分，必须要重金收买。宋婉珍的话引得众人一阵哈哈大笑，笑声直接传到了街上。哎呦，他发财婶子，你不是说人家生意做不起来吗？啊，你听听人家一家人乐的，今日啊肯定是赚了银子了。没良心的死丫头，要不是我那日替他们娘仨说话，他们呀早就让宋天科母子扫地出门了，哪里还有和离的机会？哎呦，他发财婶子，人家那是三丫头的本事，跟你有啥关系啊？要不是三丫头，你那只老母鸡都找不回来呢。就是啊，多亏了人家三丫头，要不然咱们卖个鸡蛋还要跑那么老远去。赵婆子见几个婆子竟然都在为宋婉珍说话，一时气得横眉冷对。好好好，不就是买了你们几个鸡蛋吗？这点小恩小惠就收买你们啦？那小恩小惠也是情分呐，这光想着赚便宜，哪有那样的好事儿啊？见几个婆子妇人都纷纷离开，赵婆子气得直跺脚。不就是看着那娘仨赚钱了吗？马屁都拍上了，这家里呀连个男人都没有，赚了银子也守不住。与想象中的一样，第2日宋婉珍他们刚摆下摊子，就被客人围了上来。好不容易忙过去一阵儿，宋婉珍这才拉着孙鹏去给昨日要薄荷果汁的几户人家去送货。父亲非要过2日给我办了重生宴才让我出门，等过了那一日，我一定去宋妹妹的糕点摊子上给你撑场面。人家婉珍的生意啊，可不需要你撑场面，没看她现在忙的都没时间坐一坐了。哎，萧姨，您可别打趣我了，我可就等着张大哥来给我撑场面呢。哎呀，你呀，下个月初5正好是旭儿的生辰，我想着那日为旭儿举办重生宴，到时候你可一定要来。大喜的日子
我一定会来的。先提前恭喜张大哥病魔已退，重获新生。你这丫头啊，就是嘴甜。行了，赶紧去吧，别耽误了生意。路上啊，慢点啊。哎，小姨，我知道了。离开张家，宋婉珍又去了蒋家。哎呀，这位姑娘您可是来了。哎，我们家夫人都问了好几遍了，好像就生怕您不来似的。那门房的话落，一个熟悉的身影便从大门里走了出来。你怎么来了？昨日他还在想着这蒋玉良与蒋夫人一样都是碎嘴的人，没想到他们竟然还真是一家人。是蒋夫人在我这儿订了东西，特地给她送过来。我娘会从你那里订东西啊？不会就是这罐里的东西吧？正是，东西已经送到了，就请蒋公子帮忙拿过去吧，一共200文。这什么东西就要200文啊？这丫头古灵精怪的很，莫不是骗人都骗到她娘这儿来了吧？哎呀，可是宋姑娘来送果汁来了。自从昨日喝了那个薄荷果汁，她直到现在都还一直惦记着呢。蒋夫人看看货吧。娘，这什么东西啊？就这一壶水还敢要200文？你别被这丫头给诓骗了，那玉春楼的茶水都没这么贵呢。哎呀，你个死小子，这东西可比那茶水好喝多了，赶紧给娘拿来。蒋玉良后退一步，见自己老娘竟然这么稀罕这东西，他好奇地打开盖子闻了闻。娘，我先替你尝一口，万一有毒我先死。喝完一口还不解恨，咕咚咕咚的又喝了好几大口，这才过瘾。娘，这东西到底有没有毒，儿子还要仔细查看一番，你先不要急着喝啊。说完就提着桃壶，头也不回地往一条道上跑。另一边的宋天科和江雪娘还有江秀华赶到了宝天镇。娘，你看那个就是香喷喷面包房，这几日在县城里老火了，好多人都来宝天镇这儿买糕点呢。听说这里卖的各种面包可好吃了，我们也买一些吧。好，那我们去看看，顺便买一些带回去。母女2个下了马车，宋天科可不敢下去，只说是在马车上等着。他又没银子，让他去干嘛？花儿，不许这么跟你父亲说话。一个倒插门还想做我父亲。宋天科的眼底一片阴鸷，等着吧，江家的人不就是看不起他吗？如今他已经进了县学，有朝一日他一定会让江家所有的人都对他刮目相看。江雪娘和江秀华还未走到糕点摊子前，直接就被糕点散发出的香甜味儿给勾住了。娘，这也太香了，怪不得他们都说这里的糕点好吃呢。我要多买一些带回去让他们也尝尝。好，你想吃呀，娘便给你买，不过呀也不要买太多，万一不好吃怎么办？这位夫人，我们家的糕点如今在镇上可是出了名的，凡是买过的人就没有说不好吃的。也就是这个镇上的乡巴佬没吃过什么好东西罢了，拿到县城去便是些上不得台面的东西了。陆怀远默默地低着头不再说话，更让江雪娘觉得高高在上。好了，算一算一共多少银子吧。一共是2两银子，零头10文就直接给您抹去了。什么？这么点东西就要2两银子？你们抢钱呐！江雪娘是真没想到，一个小破摊子上的东西竟然卖这么贵。夫人，咱们这些面包都是明码标价的，这边呢有价格标签，而且我们这些面包呢都是货真价实的好东西做的。比如说您选的这一款面包，里面啊全是各种的果干，光是这一些馅料单独采买那都是很贵的。一下子就2两银子，这些银子都够那些乡巴佬一家人过半年的日子了。哎，娘，你丢不丢人啊？你好歹还是从县城来的。江雪娘硬着头皮拿出2两银子，十分不悦地扔到了摊子上，感觉心里都在滴血。江雪娘和江秀华回到马车上，母女2个都拉着个脸，气氛一度有些冰冷。都是你，非要买这些东西，就这点东西花了我2两银子。明明是娘突然挑了那么多，我没想买那么多的。你闭嘴！若不是你非要下去买这东西，我会跟着过去吗？娘！江秀华无语了，她娘不讲理起来也真是够气人的。见自己女儿吃得津津有味，江雪娘也不再客气，随手抓起一个面包也尝了起来。这东西的确好吃啊！我就说了，这个香喷喷面包房在县城也是很出名的，
有好多县城的人可是专门跑到镇上买这种面包呢。有时候过来的时候啊，人家都已经卖完了。咱们算是比较幸运的，恰好还能买到。见母女两个吃得香，宋天科早就忍不住开始吞咽口水了。如今这种面包在县学也是极为出名，不少学子慕名而来啊。你也尝尝吧，就这点东西，2两银子呢，可不是一般人家吃得起的。就是县城那些学子，也不一定都吃得起这种东西的。听说这个糕点摊子的老板只是个10几岁的小姑娘，不知道她小小年纪是如何做出这么好吃的糕点的呀？我也听说了，据说那姑娘就是镇上某个村的，好像才13，而且还是被自己的亲爹给抛弃的。宋天科眉心突然一紧，被亲爹抛弃这几个字眼儿，让人听到莫名的有些不舒服。一个村里的丫头竟然这么厉害，怎么可能呢？这种东西，若不是有个多少年的手艺，根本做不出来吧？苏记的大师傅都没这手艺呢。听江雪娘这么说，宋天科也觉得十分有道理，心中那一瞬的紧张也慢慢的放松下来。三人很快来到了张府。今日来张家的机会，可是母亲好不容易给争取来的，而且今日萧家人也会来，若是能与萧家搭上关系，父亲都要高看你一眼。若是真的与萧家的人搭上关系，再加上自己的才华，日后就算不能高中，想在县城混出些名堂来，也不是什么难事。雪娘放心，我自会好好表现。江秀华脸上生出几分不屑，也就他娘相信这个宋天科的鬼话，什么才华横溢，听说人家那邱山长在县学极为不待见他。江秀华下了马车，便往张府的门口走，因为心里气恼后面的两人，走路的时候就故意加快了步子。哎呦嘿呀！只见两个姑娘正慢慢的从地上爬起来，脸上皆是带着痛苦之色。你眼瞎呀？没看见挡着本小姐的路了吗？到底是谁眼瞎？明明是你撞在我身上，害得我跟着摔倒，竟然还有脸倒打一耙。江秀华愣了一瞬，他以为对方只是一个上不得台面的死丫头，定然不敢反驳自己，万一惹怒了他，可是会被赶出去的。你知不知道我是谁？你也不看看你自己的身份，就敢跑到这里来，拦了本小姐的路，你还有理了？不管我是什么身份，今日也是被请来的客人。明明是你不长眼睛撞了我，还说我拦了你的路。这位小姐，来别人家里做客，便是要懂得最起码的礼数。若是连一点礼数都不懂，那不管你是何等尊贵的身份，也不会得到别人的尊敬的。宋婉珍说完话，立马引得周围不少人纷纷点头赞赏。你是张府请来的客人？笑死了！你也不看看张府是什么人家，会请你这种人过来？我可是县城江府的小姐，你知不知道，若是张家知道你得罪了我，会如何处置你？一个偷偷摸摸混进来的丫头，还敢如此理直气壮地与张府今日请来的客人顶嘴，到底是谁不知礼数？我现在就和张夫人说，让她把你打出去，或者让她把你送到官府去。你猜你会是什么下场？站在一旁的一位夫人看出江秀华穿着不凡，又听她说是江家的小姐，立马便向着江秀华开口：就是呀，今儿什么日子啊，可不是什么阿猫阿狗的人都可以进的。这丫头明显是自己混进来的，要是送到官府去，可少不了一顿板子。我说了，我是张家请来的客人，到底配不配站在这里，那是张家人说了算，还用不着一个外人在这指手画脚。哎呀，真是搞笑！你敢不敢和我去见张夫人，当着她的面儿说你是张家请来的客人？有何不敢的？宋婉珍嘴角噙着淡淡的笑，哪怕她没有居功自傲的心思，可是若是没有她，也就没有今天的宴席了。三丫头，她仔细看了好久，甚至怀疑了好久，才确定了那个丫头不就是那个差点摔死的三女儿吗？一定是孙巧云挑唆的。他就说孙巧云根本就不可能忘记他，一定在无时无刻的想着来缠上自己呢。你认识他？不认识，我怎么可能认识一个野丫头呢？当爹的可以不认自己的亲生女儿，做女儿的
却不能做那见了亲爹装作不认识的畜生行为。哪里来的野丫头？我根本就不认识她，她完全是在胡说八道，这才是我的女儿。他知道今日若是不想把他在宋家村的丑事抖出来，最好的办法就是绝对不承认眼前的丫头是自己的女儿。果然是胡说八道的野丫头，偷偷闯入主人家的宴席不说，竟然还见了人就叫爹。你爹是什么阿猫阿狗，教出来这样的女儿，真是丢死人了。自己的亲女儿不认，却把别人的女儿当宝。哎呀，的确是阿猫阿狗。咒骂自己的亲爹，你枉为子女，简直是不孝至极。有你这种女儿，也是做父亲的耻辱。我骂的是我那抛妻弃子的亲爹，有些人咋就对号入座了呢？宋天科气得你了一句，也不敢再激动，生怕真的被人怀疑对号入座。胡说八道！若是被张府的人知道你在这里搅事，一定不会放过你。你还不赶紧滚！要不然我就要去告诉张府的人了。我说了，我是今日张府请来的客人，凭什么要赶我走？一会儿被张夫人和张老爷知道了今日的事情，到底是赶谁走还不一定呢。荒谬，简直是荒谬至极！到底是谁给你的胆量，让你在这大言不惭的？宋天科自然是半分都不信宋婉珍说的话。张家怎么会请这么一个野丫头来参加什么宴席？刚刚的这位小姐不是也在怀疑我说的话吗？到底是真是假，我们问一下张夫人便知道了。若是我也是张府请来的客人，你们两个都要给我道歉。宋天科顿时更加着急，他倒不是害怕宋婉珍真是被张府请来的客人，而是害怕他当着张夫人的面胡说八道。哎呦，宋姑娘，您何时到了？我们夫人今日实在是太忙，没顾得上您。刚刚还担心去接您的马车是不是耽误了，所以让我出来看看。刚刚发生了一些小小的不愉快，所以耽误了些时间，我这便去见萧姨。宋天科的脚步顿住，便被江雪娘拉回来一步。你干什么呀？江雪娘心中也产生了几分怀疑，那丫头不会真的是她的女儿吧？哎呦，这小姑娘还真是人家张府请过来的客人呐。就是啊，真人不可貌相啊，她还叫张夫人萧姨呢。哎，定是跟那张夫人关系匪浅呀。几个看热闹的人开口，众人纷纷跟着点头，庆幸自己刚刚没有多说话。都怪你啊！你说你没事招惹一个丫头干嘛？万一她在张夫人面前说我坏话，那该怎么办？哎呦，哪有闺女跟自己的亲爹这个态度说话的？真是没有半分礼数。刚刚随着江秀华嘲笑宋婉珍会被打板子的那个妇人又开口了：你个墙头草，我们家的事跟你有什么关系啊？他根本就不是我爹，不过是入赘到我们家的一个赘婿而已。江秀华的话落，众人瞬间如醍醐灌顶一般。哎呦我的天哪，这不真的是刚刚那姑娘的亲爹吧？这我看是。哎，不是说他上门女婿吗？刚刚那姑娘指桑骂槐的说他抛妻弃子啊！哎，该不会是这人真的抛弃了自己的女儿，然后去别人家当上门女婿，然后还把别人的女儿当宝吧？我真的不认识那个姑娘，诸位还是不要猜测了。刚刚明明是他撞了人家宋姑娘，还非要说是宋姑娘挡了他的道，哼，真是蛮不讲理。说完才大摇大摆地离开。估计不用等到家宴结束，整个宴席上的人都会知道他们江家闹了这么一出。你真不认识那丫头？她的确是孙巧云的女儿，可是与我现在没有任何关系。我现在的女儿只有秀华一个。谁要做你的女儿？那个乡巴佬才是你的女儿。江雪娘脸上的怒气更盛，若不是此刻在张家，她早就开骂了。她要干什么？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她今日是来坏我江家的好事，还是来挑衅我的？雪娘放心，我的心里只有你。无论那个孙巧云要做什么，我都不会再看她一眼。亮那丫头也没有那个胆量敢胡说八道，她若是敢胡说八道，我绝对饶不了她。房间里，张夫人已经知道了事情的经过，同样也知道了江家如今的上门女婿便是当初把自己女儿卖了冥婚的人。我可怜的丫头啊，你放心，萧姨呀，一定帮你出这口气。
自己的亲生父亲宁愿给别的丫头捧臭脚，也不承认自己的亲生女儿，哪个做女儿的心里能受得了？小姨，我早就不伤心了，而且我跟他已经断亲了，一个无关紧要的人而已。你呀，你就是嘴硬。站在一旁的张老爷内心蠢蠢欲动，天杀的，这样好的闺女，那狗东西竟然不要，他都快被闺女馋死了。看把我爹给急的，当年我娘生我的时候，也没见你这么着急吧？张旭的一句话似乎是猛地提醒了张夫人和张老爷。哎呀，我怎么就没想到呢？爹娘，你们以后有了婉珍妹妹，不会不要我了吧？听张旭如此说，宋婉珍这才明白了张夫人和张老爷的心思。哎呀，行了行了，要不要你啊，就看你的表现了。这当年啊，我可是更想要个女儿的，只可惜未能如愿。我呀，就是想要婉珍这么一个又聪明又漂亮的女儿。张夫人的心思已经昭然若揭，直勾勾地看着宋婉珍。干娘，今日啊，真是三喜临门，我张府又多了位大小姐。张府的大小姐可不只光名声那么简单，日后镇上乃至是县城的大户，或许都会有她的一席之位。干爹，嘿，我的好闺女啊！张老爷眼睛忍不住有些湿润。当初所有人都在嘲笑他干了一辈子的善事，可最后结果却是断子绝孙。结果如何呢？他那些善事没白做，老天爷还是长眼的，不但让他儿子起死回生，还给他送了这么好一个女儿。我也是个儿女双全的人了。好啦，你还不赶紧出去照顾客人？我要给我们婉珍好好的打扮一下。张夫人去了里屋，找出了几件自己一直珍藏着的衣服，放到宋婉珍面前。这几件衣服啊，都是我当年怀孕的时候你干爹帮我找人做的，我当时很喜欢，他就是为了哄我开心，说等我生完孩子之后再穿。哎，只可惜呀，生完孩子之后，我这身子就没有恢复到之前的玲珑之态了，这几件衣服就一直放在那儿了。那个时候啊，我是真喜欢这几件衣服，你要是不嫌弃，一会儿挑一件穿着可好？谢谢干娘，这些衣服好漂亮啊，婉珍很喜欢。宋婉珍也不客气，当即在丫鬟的伺候下把衣服换了下来。穿好衣服，张夫人又让人拿了首饰过来，亲自为宋婉珍梳头。干娘，让他们来就好了，咋还用您亲自给我梳头呢？哎呀，干娘啊，就是喜欢给小姑娘梳头。你不知道，这些年干娘多想要个女儿，只可惜啊，干娘这身子生了你大哥的时候伤着了，不能再生了，所以啊，也就打消了这个念头。今日来张家的客人属实不少，而此时的宋天科三人便坐在厅里靠近主桌的位置。只是如今的江家早已经不复之前，他们三人坐在前面，自是有不少人看不过去。我这江家是没人呐，怎么会让一个和离的女儿和一个上门的女婿来参加张家的宴席呀？这宋天科坐在靠近主桌的位置，什么上门女婿不上门女婿的，他是真心喜欢雪娘的，他是为了雪娘才来到江家的。这个熬羊叫面包，最近镇上老火了。哪里是在镇上火呀，在县里都非常火呀。我家那个丫头为了买这家糕点呢，都专门来镇上好几回了。听说光这一个摊子1个月就要赚几十两呢，比那些大铺子赚的还多呢。其实他们不知道的是，宋婉珍会自己做糖，省掉了很多成本。她如今啊，1个月的净收入都有100两了。你可听说过这糕点摊子的老板？自然听说过，据说呀，是个13岁的小丫头，这些糕点都是她自己研究的。要这谁家若是有这么个女儿啊，那还真是祖坟冒青烟呐，烧了高香了。另一桌又开始讨论起张旭那几乎是起死回生的神迹。听说就张少爷的也是这个年纪不大的丫头。我也听说了，那张少爷当时已经是奄奄一息之态了，就等着断气儿了，没想到最后啊，竟然愣是被救了过来。那可是劳政啊，连府城的名医都束手无策。
何止是府城的名医呀，就是京城的御医也没听说过能有这种病他能治好的。听到劳正被治好的事情，宋天科的心里也生出了几分诧异之色。那时候木匠媳妇儿的一句话忽然在宋天科的脑海里来回播放，难道是这三丫头治好了张家少爷的劳症？小府，萧公子到。听见通报声，众人纷纷抬头，尤其是坐在前面的江秀华，一双眸子立马被萧慕尘吸引了过去。萧公子，萧公子也是从县城过来的吧？我们回去的时候应该顺路。邻桌的人听到声音都忍不住纷纷露出鄙夷之色。江家的姑娘这么不矜持吗？不顺路。江雪娘恨不得给女儿一巴掌，她都让她稍安勿躁了，反正都是回县城，一会儿走的时候就随着萧府的马车后面走，再找机会搭话不就行了？哎，张夫人来啦！只见张夫人领着一个穿着华丽、打扮十分贵气的姑娘走了过来。是那个被张家的管家叫走的宋姑娘。哎呀，还真是呢，这真是人靠衣装啊！本身这姑娘长得就俊，这一打扮可是比刚才那个咋咋呼呼的江家小姐漂亮多了。江秀华简直要气死了，竟然拿乡下的一个野丫头跟她比较，关键是他们竟然说这个野丫头比她长得好看。宋天科一直盯着宋婉珍，可是宋婉珍却自始至终都没看她一眼。这姑娘到底是谁呀？怎么跟张夫人坐在一起啊？不知道呀。哎，张夫人好似是很喜欢她呀。沐尘啊，你先帮我好好照顾着婉珍，我先去前面招呼下客人。张夫人走后，原本早就熟悉的两人似乎生出了一种莫名其妙的气氛。萧公子今日怎么玩上高冷了？我只是在想如何照顾好宋姑娘而已。宋婉珍随手拿起一块桌子上的新品面包尝了起来，另一张桌子上的江秀华忍不住冷嘲热讽地开口：这有些人啊，怕是都没吃过这么好吃的糕点吧？哼，不，或者说根本就没吃过这么金贵的东西。的确是挺好吃的，这糕点做得非常棒。萧沐尘忍不住轻咳，这丫头还真会自卖自夸。不过这丫头做的东西味道的确是独一无二的好，多吃点吧，省得离开这儿以后就没有吃这些好东西的机会了。这东西啊可金贵着呢，我们来的路上只买了那么一点儿，就要2两银子呢。知道2两银子是什么概念吗？像你这种平时都吃不饱饭的乡巴佬，应该没有摸过这么多银子吧？江秀华的这些话自然也是说给萧沐尘听的。这种没见过世面的乡巴佬，萧沐尘肯定是看不起的吧？这么好吃的东西应该多买一些，2两银子哪够啊？像你这么高贵的身份，最起码回去的时候要再买10两银子的带回去。江秀华恼怒，然后又一脸委屈地看向萧沐尘：萧公子啊，你看他。然后就见萧沐尘一脸的懵逼。天哪，他跟这女人可完全不认识啊，甚至都没给过她一个好脸色。这位姑娘，本公子与你并不相熟，也没有想与你认识的打算，而且你刚刚说的话，本公子也十分不赞成。一个人的富有不在于他有多少财富，而在于他的想法能达到什么样的高度。拿着一个人的出身贫苦去羞辱人家，这是对他人的极为不尊重。我相信今日在座的诸位，没有人会赞成你这种嫌贫爱富的行为。萧沐尘的话落，甚至有人拍手叫好。不管是不是为了捧萧沐尘的臭脚，他说的这些话听上去自然是没有毛病的。萧公子，你误会我了，我不是那个意思，我只是想说让他认清自己的身份而已。这位小姐，还是先管好你自己吧。有些人不知道是用了什么手段才巴结上张夫人，又妄想勾引萧公子，这山鸡他成不了凤凰的，乡巴佬就是乡巴佬。山鸡小姐，您是在跟谁说话呀？是跟我吗？你说谁是山鸡小姐？你骂谁呢？他的声音立马打断了各个桌子上聊天的众人，目光纷纷向他看过来。你到底在干什么？还嫌弃不够丢人吗？江雪娘也没想到萧沐尘会如此维护那个丫头。听江雪娘如此说，江秀华立马收敛了神情。她已经到了嫁人的年纪，外界的风评对她日婚事尤其的重要。谁咋咋呼呼，谁就是山鸡小姐呗。江秀华差点又要暴走了。
他转头气呼呼地看向宋天科：“你还不管我那个死丫头！”当着这么多人的面，江秀华的态度让宋天科觉得十分的没面子。再怎么说，自己也是他的长辈。谁让你这么跟秀华说话的？赶紧给秀华道歉！所以这位大叔是以什么身份在命令我啊？宋天科脸色一僵，他竟然叫自己大叔。哼，不孝之女，竟然连父亲都不叫。你娘就是这么教你跟长辈说话的，一点教养都没有，连自己的父……大叔还是管教好自己的女儿吧，连自己的女儿都没有教育好，还好意思说教别人？你放肆！你竟然敢这么跟我说话！到底是谁放肆？你算个什么东西，也敢这么跟我女儿说话？宋天科猛地睁大眼睛看向来人，竟然是张老爷。不止宋天科，宴席上所有的人都震惊了，可没听说过张家还有个女儿啊！爹爹，他故意叫他爹爹，而不是干爹。嘿，你放心，有爹爹在，谁都别想欺负你。谢谢爹爹。宋天科眼看着宋婉珍坐到了张夫人和张老爷中间，两人看向宋婉珍的眼神宠溺疼爱，就好似是他们的至宝一般。怎么回事儿？张老爷什么时候成了那丫头的爹爹了？等到酒菜都上齐了，张老爷这才举起酒杯，慢慢的起身看向众位来宾。感谢诸位百忙之中来到府上参加我儿子的重生宴，我张某人感觉十分荣幸。同时我也要告诉大家，今日对于我张府来说，那是三喜临门。张老爷的话落，众位宾客都窃窃私语起来。我先卖个关子，敬大家一杯，然后再跟大家说说这三喜是从何而来。见张老爷一饮而尽，众位宾客也纷纷跟着喝了一杯，心中的好奇更盛。这第三喜也是今日我张家最大的喜事。别人都是一副好奇的模样，只有萧慕辰脸色紧张地看向宋婉珍。难道是姑父姑母想让这丫头做儿媳妇？这第三喜啊，便是我与夫人今日终于圆了多年的心愿，儿女双全了。张老爷的话打断了萧慕辰的思绪，他猛地瞪大眼睛看向宋婉珍，沉下去的心似乎又活了过来。姑母和姑父这是要认宋姑娘为干女儿？是啊，以后我可就有个可以疼的妹妹了，表哥羡慕我吗？听到张旭确定的回答，萧慕辰悬着的心才彻底的放下。从今日起啊，婉珍便是我认的干女儿，是我张家的大小姐。婉珍啊，来，起来敬大家一杯，让大家都认识一下我张家的大小姐。最震惊的莫过于宋天科了，那个他根本就不放在眼里的死丫头，竟然傍上了张家的大腿。不行，她根本不配做张夫人和张老爷的义女，她连自己的亲生父亲都不认，却认他人做父，她就是个不孝女。此话一出，众人纷纷生出惊讶之色，看向宋婉珍。的确，张家乃良善之家，定是把忠孝放在首位的。这种不忠不孝，连自己亲生父亲都不认的丫头，怎么配做张家的小姐？那你可知我的女儿为何不认她亲爹？只这一句话便让江雪娘愣在那儿，不知该如何回答。张夫人，张老爷，实不相瞒，这丫头便是我的亲生女儿。此话一出，满堂哗然，纷纷不可置信地看着几人。在亲爹不知情的情况下认了干爹，这事儿的确做得不对啊。富贵荣华迷人眼呐，为了能攀上张家，这连亲爹都可以不认。这张老爷和张夫人估计是看走眼了，这么个不忠不孝的丫头，怎么能说做义女呢？哎，丫头，你若是与张老爷和张夫人有缘，做他们的义女，我这个当爹的心中自然高兴。可是这件事情你要先与为父说呀，为父定然会全力支持。你怎能背着我偷偷认了干爹干娘啊？说话的时候，宋天科紧紧地盯着宋婉珍，那眼神分明是在警告他不要胡说八道。两位若真是喜欢这丫头，认她做义女，也是我的荣幸。也怪我没有教好这丫头，才闹了今日的事情。丫头还小，不知分寸，还望两位莫要怪罪这丫头啊。
张夫人和张老爷被宋天科的厚脸皮给惊住了。他是把这丫头当傻子，还是把他们当傻子？当初啊，若不是这丫头，我张家早就家破人亡了。她是我张家的大恩人，我们为何要怪罪她？哎呀，就是啊，人家宋小姐啊，可是治好了张家少爷的痨症呢，可不是张家的大恩人吗？这有些人呢，当初看了那抛妻弃子的事儿，现在见女儿有出息了啊，就想起自己还有个女儿了。蒋夫人也听张夫人说了一些关于宋婉珍的事情，这种抛妻弃子的人渣，但凡是人听说了，便没有不讨厌的。听说为张公子治疗痨症的是个10几岁的丫头，没想到竟然是真的呀！是呀是呀，听说连皇城的大夫都无能为力的病，这丫头竟然可以治好，真是神迹呀！哎呀，没想到三丫头竟然救了张公子，当真是两家的缘分呐！三丫头，这么大的事情，你怎么不告诉为父啊？宋天科一脸惊喜之色，看向宋婉珍的眼神也不再是冷漠如陌生人一般。我如何告诉你？你不是撇下我们母女跑到县城去给江家当上门女婿了吗？想必我的事情你也不想知道。而且刚刚在大门口的时候，你不是口口声声的说我不是你的女儿，她才是你的女儿吗？也不知道这男人是怎么想的，他以为他真这么贱，就非缺这么个渣爹吗？你胡说八道什么？我什么时候抛弃你们了？爹疼你还来不及呢。哎呦，这刚刚在大门口的时候，你可是说与这丫头没关系的，你的女儿是旁边的江家小姐。就是啊，刚刚我可是也看见了，他还说不认识这个野丫头呢，这怎么一转眼又承认自己是亲爹了？嗨，刚刚还咒骂人家不懂礼数呢，合着用不着的时候便一脚踹开，用得着的时候便是自己的好女儿了。嘿，他今日可是代表江家来的，若是不好的名声传出去，丢的可不只是他自己的脸面，还有江家的脸面。哎呀，三丫头，你快替爹解释一下呀，爹以前可是很疼你的。爹是如何疼我的？是我掉落悬崖命悬一线的时候，不让娘去给我请大夫，还是眼睁睁的看着我等死，然后要把我的尸体卖5两银子与人配阴婚？宋婉珍说出这些话的时候，身体都在微微颤抖，不是因为她多伤心，她纯属是被这人渣给气的。呀，这天下竟有如此狠心的父母啊！那眼睁睁的看着自己亲生闺女去死，你这简直是枉为人父啊！不，简直是枉为个人呢！放肆！若是被你娘知道了你说的这些，定然也要骂你不孝。你还不赶紧与大家解释说你都是胡说八道的？宋婉珍冷笑一声，到了这个时候，自恋的宋天科不会还以为孙巧云对他情根深重，到现在还没忘记他吧？我娘早就忘记你这个薄情寡义的负心之人，你也休要再提我娘，免得让她沾染了你的晦气。江雪娘越发气恼地看着宋天科，见他说到孙巧云之后便有些失态的模样，他心中便生出了几分嫉恨之色。无论如何，他都是你的父亲，生养之恩大于天，你不可当着外人的面指着他呀。倒是有不少人觉得江雪娘说的话有道理，无论如何都不能怨恨上自己的亲生父亲啊。未经他人苦，莫劝他人善。夫人倒是大度，若是有朝一日夫人躺在那儿等死，而自己的父亲看着无动于衷，甚至希望你早点死的时候，你若还能如此大度，感念父亲之天恩，我便信了你今日的话。江雪娘被气得脸色一脸，这丫头相当难缠，竟然如此的伶牙俐齿。宋姑娘说的是未经他人苦，莫劝他人善，况且宋姑娘今日好似也没有为难任何人，既然当初抛妻弃子，今日又为何非要玩起这认女的戏码？众人的思绪都被带偏了，听萧慕尘这么一说，忽然又被拉了回来。明明是有些人看到人家认了高门做义女，便又要回头厚脸皮的认亲，这吃相真是太难看了。今日是我张家大喜的日子，既然来了，便是我张府的客人。但若是非要不顾颜面的闹事，那我张府定然也不会客气。
若是想继续留下来做客，那就老老实实的，勿要再生出其他心思。若是想走，随时可以离开。两人听罢，脸色更加的难看，却也不敢再言语，只能生生的忍着周围的嘲笑声。今日的宴席特地为大家准备了清凉解暑的薄荷果茶，来，大家尝一尝，这味道如何？这什么茶呀，竟然如此好喝！这叫薄荷果茶，我前2日有幸已经喝过一次了，味道上乘。喝过之后，只觉得神清气爽，浑身通畅。蒋夫人语气自豪，仿佛能提前喝上这薄荷果茶是一件多么自豪的事儿。没错，众位喝的就叫薄荷果茶，这果茶便是我女儿做的，还有大家刚刚吃的糕点，也是我这聪明伶俐的女儿做的。众人一阵惊呼，近几日整个县城都出名的香喷喷面包房的老板，竟然真的只是一个10几岁的小丫头。哎呀，恭喜恭喜恭喜张老爷和张夫人，竟然收了一个如此优秀的义女！恭喜恭喜啊！恭喜恭喜啊！而最震惊的莫过于宋天科几人了。没想到那个在县城在书院里都被吹捧的香喷喷面包房，竟然是3丫头开的。有这么好的闺女啊，真是做梦都得笑醒哎！就是啊，这可惜有些人不识明珠，眼瞎呀，没那个福气。宴席结束，宋婉珍随着张家的人一起送客人离开。怎么着，宋天科，你是看见自己女儿有出息了，又想回去跟那个村妇过了？我就说嘛，她就是冲着江家的银子来的，如今见那丫头能赚银子了，便又想上前任闺女了。雪娘，你误会我了，我早就忘了那个村妇。我说过我心里如今只有你，为何你就是不相信我呢？哼，少来这一套，人家呀都不认你这个亲爹了，你还在这里不舍得走呢。咱们若是这样回去，定然会让江家的人看不起，还让你在你父亲和母亲面前也不好交代。宋天科说的这句话倒是对，他们今日回去，爹若是问起在张家的情况，还真是无法开口。宋天科，要是因为你连累江家的名声，我绝饶不了你。雪娘，你放心，我是那丫头的亲爹，这是改变不了的事实。只要我上前说几句软话，哄几句，然后让她在张夫人和张老爷面前为我说几句好话，解释清楚是个误会就好了。听宋天科如此说，江雪娘也有些心动。若是今日的事情还有转机的机会，或许就在那丫头身上了。那你快去。不过我告诉你，宋天科，你若是心里面还想着那个村妇，我定然饶不了你。雪娘，你怎么还不相信我呀？我说过我的心里只有你，再也容不下别人了。安慰好江雪娘，宋天科便往宋婉珍的方向走去，恰好碰见宋婉珍被一群人围着。宋小姐，我们家明日呢要订一壶薄荷果汁，再来些面包。我们家要2壶果汁，要面包，还要饼干。宋小姐，宴席最后的那道甜品能不能预定啊？我想订一些送人。好好好，大家不用着急，我一个个的记。你们要的东西明日都会送到各位的府上，甜品也可以预定。不过大家应该都尝过甜品的味道，里面用的都是上等的食材，所以这价格要高一些。宋小姐，价格不是问题，你只管帮我做好便是。不是好的食材，我吃着还不放心呢。对，价格不是问题啊。那甜品我们府上也要一些啊。哎呦，你们别抢啊！我跟宋姑娘可是熟人，宋姑娘有好东西可要先紧着我呀！啊，所有的新品，宋姑娘明日都给我送一些啊！宋婉珍内心暗戳戳，所以她是已经成功的打入这些富婆的内部了吗？这进展好似比想象中还要快。终于等到众人都散去，宋天科可算是等到了与宋婉珍说话的机会。三丫头，爹想跟你说几句话。宋天科的语气十分的诚恳，甚至带着几分慈父的味道。丫头啊，其实爹是为了你们才离开宋家村的。
我是想等在江家站稳脚跟，有了银子，才能接济你们呀，让你们过上好日子呀。爹可都是为了你们呐，你可千万不要误会爹的良苦用心呐。宋婉珍实在是忍不住了，扑哧一声笑了出来。他可是没想到宋天科的脸皮竟然这么厚，这种假话都能说得出来。照你这么说，你是为了我们卖身到江家了？是啊，爹受尽委屈可都是为了你们，所以啊，你也要帮爹爹一把呀。不用再继续听下去，宋婉珍都知道宋天科找他到底是为了什么事情。这人还真是脸皮够厚的。这位夫人，这个男人说他是为了我和我娘才卖身到你们江家的，还说等他在江家站稳了脚跟，就要拿银子给我们花，你知道吗？宋天科！江雪娘怒吼一声，吓得宋天科再不敢说什么，一脸惊恐地往江雪娘那边跑过去。雪娘，我的好雪娘，你不要替他胡说八道，我没有说这话，他都是胡说的。表妹。萧慕辰这一声表妹叫得有些突然，甚至连他自己喊完都有些懵。宋婉珍尴尬一笑，应了一声，算是答应。我已经通知了萧家药房下面所有的大夫，元月节之后让他们全部集聚在一处，到时候就要麻烦宋姑娘走一趟了。好，那就元月节之后。张夫人正让人收拾她今日为宋婉珍准备的礼物，不知道又从哪个库里找到了一些新的布料，正一件件的挑选着。来，乖女儿赶紧过来，看看这些布料有没有你喜欢的，若是不喜欢，咱们再到布庄里去挑。干娘，您对我也太好了。嗨，傻丫头，干娘不对你好，谁对你好啊？你可是干娘的好女儿。对了，今日的事情啊，也没有跟你娘商量，我们就擅自决定了。不知道她知道之后会不会生气呀？放心吧，我娘生性善良大度，知道此事之后定然会开心的。啊，那就好。今日太晚了，我便不去拜访你娘了。你且把这些东西带回去，里面有些是给你的，有些是给你娘的，还有一些啊，你看着分一分。等到改日，我再亲自去你家中拜访。看着丫鬟正一件件的收拾大箱子、小箱子，还有包袱、盒子，她真怕这一马车都装不下。干娘，你可要适可而止。你是想把张府都搬空了呀？到时候我旭哥继承啥呀？他呀，让他继承我们这2把老骨头。与张夫人告别之后，宋婉珍直接让送她的马车来到了糕点摊子前。赵立虎的眼底里含着怒气，站在角落里死死盯着前面被簇拥着的宋婉珍。咱们大名鼎鼎的虎哥，怎么看着心情不怎么好呀？你是谁呀？我们家小姐想请虎哥过去咱们苏记坐一坐。一句话直接说明了来意，也说明了自己的身份。你是苏记的人？是。今日苏记的人找到他，想必一定与那丫头有关，而且肯定也不是什么好事儿。这边宋婉珍与那些小商贩聊了一会儿之后，摊子上的面包也卖得差不多了。这些还能卖不少银子呢，哪里舍得自己吃啊？平日里那些烤坏的就够咱们打牙祭了。你们先走，我再等一会儿。大舅，明日还有我们忙的呢，今日早些回去收拾。宋婉珍说着，拿出今日宴席结束时接的订单给孙长铁看。这么多？孙长铁不怕累，就怕生意不好。一看宋婉珍又接了这么多送货上门的订单，心里瞬间乐开了花。行，听三丫头的，咱们回去赶紧备货。宋婉珍一进院子，就看见院子里多了2捆柴，一想便知道这是王赖子背来的。赖子哥，你过来一下。王赖子的心里有点没底，是不是他这些日子来勤了，三丫头嫌他了？三丫头，你就别生气了，我明日就不来了啊！你要是有需要帮忙的，再让人喊我。谁说不让你来了？从明日开始，要是没有特殊的事情，按时按点的来。哈？王赖子有些惊讶地看着宋婉珍，
脸上有些惊喜，却又害怕是自己想多了。我打算正式聘用赖子哥来我这儿干活，你不用去摊子上，每日里只工作大半日就行。等我们走了，你就帮我娘收拾家里的东西，还有备货。其实就跟你这2天干的差不多，每日给你30文，你看行不？行吗？王赖子说话都有些结巴。行啊，怎么不行？1天30文，他还带着孩子，而且这活也不累，那可太行了。行不行还得看赖子哥呀。嘿，我自然是100个行啊！就是30文给我是不是太多了？我在这干活还带着铁蛋一起吃饭呢。不多，赖子哥，只要你好好干，工钱后面还会给你加。王赖子愣了一瞬，心中说不出是什么想法。自从家里出了那事儿之后，媳妇儿没了，他也成了笑话，每日里浑浑噩噩的，还要照顾个3岁的孩子。村里的人见了他都躲，亲戚朋友没有一个待见他的。三丫头，谢谢您了，我以前太混了，如今啊，我真的是要铁着心做一个好人。你放心，我一定好好干。行，我相信赖子哥。我也相信，赖子好好干，不就是个媳妇儿吗？等赚了银子，再娶个善良贤惠的，以后这日子好着呢。好，我一定好好干。早点啊，再给铁蛋找个娘。赖子哥，我咋觉得你是更想要娶媳妇啊？你可别拿着人家铁蛋说事儿。切，臭小子！众人正忙着，大门处突然响起了敲门声。三丫头，是我，快开门啊！陆怀远赶紧去打开门，宋木匠都没来得及和他说话，就进门找宋婉珍的身影。哎呀，三丫头又卖了1台和面机啊，又卖了5两银子呢。去除成本，光做这2个和面机的活都要赶上他以前大半年的收入了。可是宋老板帮你介绍的。我前2日去给宋老板送做好的和面机，正好他有个同乡也在，他那同乡在别的街上卖馒头，当时看见这个东西的时候，他问了不少问题，当时没要，这不过了2日找了过来，说是也要定做1台。一个很好的开始。木匠说你就等着吧，慢慢的订单会越来越多，会让你发笔小财不成问题。哎，对了，我没事做了几个板凳给你送过来，你等着拿到摊子上用的，万一有客人歇会儿什么的可以做一做。宋婉珍不要和面机的银子，宋木匠心里总觉得过意不去，便时不时的做些小东西送过来，也不要银子。晚上吃饭的时候，孙鹏摸着宋木匠送过来的小板凳，一个劲的叫好。木匠叔的手艺真好，严丝合缝，这是怎么卡进去的呀？大鹏哥，你有没有特别想做的事情？我没有什么特别想做的事儿，我感觉最近在这就挺好的。孙长铁心里也忽然有些打鼓，当初也没跟三丫头商量，就把大鹏给带来了，如今1天还领着50文的薪水呢，的确是有些多了。三丫头，不行我就让他回去吧，他出来的日子也不少了。大舅，你说啥呢？大鹏哥这么能干，我哪里舍得让他走？只不过我是有些事情想要问问大鹏哥。大鹏哥，你是想一直在我这儿干，还是想自己学个手艺，有个一技之长？这可是一辈子的事，你好好想想。听到宋婉珍的话，孙鹏的眼中忽然有些迷茫。若是他有个一技之长，阿秀或许就会嫁给他了。我想学手艺。你学个屁的手艺？你会学啥手艺啊？大哥，你这是干啥？你让孩子把话说完。学个手艺不是挺好？现在孩子小，以后有个手艺也好养家养孩子呀。他以为我知道他是什么心思，这都多少天了，还想着那丫头呢。你真以为你去学了手艺，人家就看得上你了？等你学完了手艺，人家孩子都打酱油了，还有你的事儿。爹，我不是因为阿秀才这么说的，我是为了我自己。行了，别胡扯了。你想学手艺，笨得跟头猪一样，你能学个啥？让你跟我去打猎，弓都拉坏了，连个兔子都打不到，差点没一箭把我送走了。让你跟着二叔去烧窑，眼看着你就没烧出一窑好东西来。你呀，还是安安心心卖力气，老老实实的活着就行，别想那有的没的。他一辈子就是这么过来的，孙鹏
他觉得只要儿子老老实实的卖个力气，赚点银子就行了。大舅，我大鹏哥哪里差了？他也有他的长处啊，只是你没有注意。你没发现大鹏哥做事情的时候比我们都仔细，都有耐心吗？如今家里也不是多么缺银子，大鹏哥也不是现在马上就要定亲结婚，你就给他个选择尝试的机会呗。他还这么年轻，咋就非要像你说的安安心心的去卖力气就好呢？宋婉珍的话落，一桌子的人都安静得很，好似大家都在思考自己的人生该怎么过。我才17，我还有好几十年好活呢，我不能就这样糊糊涂涂的过，我还是想学手艺。孙长铁长长的吐了一口气。孙鹏是他的儿子，他当然想要儿子好，可是儿子是啥本事，他做爹的能不知道吗？你想学啥？我想学木匠活。宋婉珍便知道他要说这个。这几日他没事便往宋木匠家里跑，对宋木匠做的东西也是左右研究个没完。学木匠好啊，这是个好活计，学好了可真是一辈子的饭碗呢。学木匠是好，可是这可是人家看家的本事，有几个诚心实意往外教的。这个时候的各种手艺人极少对外收徒，这吃饭的本事都交给了别人，岂不是把碗里的饭分到别人的碗里？明日我问问木匠叔，他是个实诚人，也挺喜欢大鹏哥的，他若是能收大鹏哥，咱们给银子让他教也行。反正人家宋木匠要是不收，你就老老实实的在这里给我干活行了，知道吧？知道了。若是宋木匠不答应，那他就真不想别的了。放心吧，木匠叔肯定会答应的。等到晚上大家都进屋子休息的时候，宋婉珍才到孙巧云的面前，与孙巧云说了近日在张家发生的事情。娘，我今日拜了张夫人和张老爷做干爹干娘，您不会生气吧？傻丫头，我高兴还来不及呢，生什么气啊？说起来还要感谢张老爷和张夫人，今日能为你撑腰做主，没让那一家人欺负了你。第二日一早，宋婉珍今天的任务就是去买做月饼需要的材料。你就是那个香喷喷面包房的老板？宋婉珍笑着应是。那卖肉的老板当即大喜，脸上生出惊讶赞赏之色。哎呀，我就说第一次你在我这买肉的时候就这么大方，果然是当大老板的料啊！小丫头有这么大的魄力，可是不得了啊！肉铺老板又从里面收拾出一副猪大肠和一些下水来，这些都送给宋老板了，一会儿啊，我一块儿给你送过去。行，那就谢谢大哥了。糕点摊子上，孙长铁去送了货，回来就见摊子上只有孙鹏和陆怀远2个人，还有快赶上人高的半扇猪。这是哪里来的？是肉铺的老板送来的，说是宋姐姐在那里订的。今日怎么买了这么多东西？天这么热，那猪肉买这么多，怕是放不久啊。马上月圆节了，这2日找个时间，我要去干爹干娘那儿走个礼。等到你们回孙家庄的时候带一些，再分给木匠叔家一些，赖子哥那儿也要给他分点。宋婉珍这么一说，孙长铁立马反应了过来，同时也暗恨自己一把年纪了，竟然没个小丫头想得周到。哎呀，还是三丫头想得周到，要不说大舅笨的，就只能靠力气干点粗活来。大舅不是笨，而是平日家里这些走礼的事情都是舅母在操心。不要以为你在外面卖力气赚银子就是大功臣，这女人忙里忙外的，可是撑起了家里的半边天呢。孙长铁忽然就安静了下来。这些年他除了想着出门赚点银子，家里的大事小事还真是没让他操半点心。你大舅母跟着我的确是吃了不少的苦，这些年家里家外也是多亏了她。那大舅要不要趁着过节回去之前给大舅母买点东西哄她开心？孙长铁愣了一瞬，宋婉珍没提到这个的时候，他是真的没想到还要给媳妇买礼物回去。如今人家三丫头都把哄媳妇儿的方法告诉他了，他再不照着做，那就是纯纯没救了。买，一会儿抽点功夫，我去给你大舅妈扯块布去。回到宋家村的时候，太阳西下。三丫头，你这是干啥呢？过节了，想给木匠叔送点肉吃呗。你这丫头，叔哪能要你的猪肉啊？叔应该买一些肉给你们送过去的。这2日做东西没得空才没去。宋婉珍给孙鹏使了个眼色，孙鹏立马心领神会的上前扶着木头，让宋木匠把脚放下去，又接过锯，小心的从木头里拿出来。没事儿，我自己来就行。大鹏这小子啊，真是有眼力劲儿，又勤快，以后
绝对能找个好媳妇儿啊。孙鹏被宋木匠夸得有些不好意思，若不是三妹妹提醒他，他还傻站在那儿呢。嗨，别提了，我大鹏哥的彩礼都准备好了，人家女方愣是没同意。咋回事啊？宋木匠的八卦体质被开启，好奇心爆棚。这老爷们儿八卦起来可不比老娘们儿差。以前两家就有结亲的意思，人家女方说必须要8两的彩礼。之前我大舅家里不是紧张吗？所以就一直没拿出来。8两银子的彩礼，这女方还真敢要啊！这十里八村的都少有这么高的彩礼啊！可不是吗，木匠叔？最气人的是，这8两彩礼好不容易准备好了，人家又嫌我大鹏哥没个手艺。你说说，你这不是欺负老实人吗？你们家要是有这想法，干嘛不早说出来？一直拖着人家干嘛？宋婉珍说的是义愤填膺，宋木匠听的是一肚子的气。大鹏啊，你也甭难过，那女方啊就不是诚心想跟你结这个亲，这从刚开始就是拖着你，然后再看别家的情况呢。哎呦呦呦呦呦呦！宋婉珍都想给宋木匠鼓掌了，他这不是挺聪明的吗？怎么以前被亲娘欺负的时候就糊涂起来了呢？反正人家也要嫁出去了，是不是拖着我都没关系了。小子，好好干，你看你有身量有力气，以后什么样的小姑娘找不着啊？你要是想学手艺啊，就来叔这儿，叔教你。宋婉珍和孙鹏瞬间瞪大了眼睛，这是不是有些太顺利了呀？还不赶紧给你师傅磕头！接着扑通一声，孙鹏就跪在了他面前。师傅在上，请受徒儿一拜。宋木匠愣是被吓得后退了2步，他怎么觉得今日的事儿好似有些不对劲？这就拜师了？拜师礼数自然不能这么潦草，改天的我让鹏哥好好的摆一桌，专门孝敬木匠叔。孩子，这学木匠的活可不是个简单事啊，也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学会的。我要是真收了你，教你这门手艺，我就得对你负责，保证让你学会学好，不能砸了我的名声，也不能让你浪费了这功夫。师傅放心，徒弟一定会好好学的，无论如何也不会砸了师傅的名声。见孙鹏如此认真，宋木匠忽而有些不好意思。他能有啥名声？就是干木匠活年月多了，有些老客户对他评价还不错。你快起来吧，你只要想学，我肯定不会藏私，能教你的都教你。不过孩子啊，我还得告诉你，这不管学啥，刚开始啊都得沉得住气，磨砺性子。你要是磨不住性子，那可不行。师傅你放心吧，我是考虑了好久，我不是为了娶媳妇儿，我就是想为了我自己干一回我自己想做的事情。孙长铁和孙巧云他们还在家里担心宋木匠会不会答应，就听见门口有动静。你木匠叔同意了。娘，你还不了解木匠叔吗？他哪里是那种不好说话的人，这几天太忙了，等过了8月15再好好办桌酒席，把木匠叔请来弄个拜师礼。孙长铁激动的都合不上嘴了，他们老孙家以后可是要出手艺人了，他的儿子以后可是比他要有出息啊。好好好，要好好办，我要好好敬木匠兄弟一杯，那可是要给人家木匠兄弟些银子的，总不能让人家白交。银子就不必了，木匠叔说啥也不要，日后大鹏哥干活的时候机灵些，重活累活抢着干。那是，你大鹏哥有的是力气，不疼力气更不怕吃苦，你以后在你师傅那里一定要好好听话，知道不？光是让他儿子干活算什么呀？就是让他儿子跟宋木匠喊爹都行，这有了手艺，那就是自己一辈子的饭碗呀。人家不要银子，咱们也得懂事，等到办酒席的时候，我再给木匠兄弟包个大红包。宋婉珍又让孙鹏拿着斧头卸开了一块猪排，带着猪肉直接送到宋礼正的家里。这猪肉啊，你拿回去，爹，那不是叔不要，叔哪里能拿你的猪肉吃啊？宋婉珍尴尬了一瞬，心思前2日刚认了张老爷一个爹，这咋都想当他爹来着？哎，对了，三丫头啊，听说你前2日可是认了张老爷做干爹，有这么回事啊？张老爷和张夫人或许是为了感谢我救了张公子，所以才有了这个想法。了不得，了不得呀！你这丫头可是好福气呀，果然是有阎王爷爷帮着的人呐啊！能与张家攀上关系，这可就是一只脚踏上富贵窝了呀。
不但这丫头有福气，他们宋家村说不定还要跟着沾大运呢。或许是我与张家老爷和张夫人本来就有缘分吧，他们人挺好的，看我一个小丫头没有亲爹在身边，便有些心疼。说完，宋婉珍也不再逗留，便要往回走。哎呦，三丫头既然给你拿了这么大一块猪肉，那就说明人家不缺那点银子。听说啊，人家三丫头一天要挣1-2两呢，人家那就是甩甩手缝的事儿。你说你非要给人家送过去干嘛呀？你不嫌累，人家还嫌烦呢。人家有钱人哪里会为了这点东西跟你费这个时间和精力啊？人家还忙着呢。你真是越老越没脸皮了。李正媳妇儿也不跟男人争辩，她倒是有脸有皮，宋家村的人都敬重。可是又赚个啥？我不白吃三丫头这块肉。日后宋家村若是谁敢欺负三丫头，我第一个跟他不愿意。别说是宋家村，那就是外面的人欺负了他，让我知道了，我也要跟他拼命去。看把你能耐的，你一个黄土埋半截的老婆子还跟人拼命去？行了，把肉分一分啊，让几个孩儿来拿吧，够咱们一家人吃的了。两人又开始忍不住夸起了宋婉珍，夸着夸着就骂起了那狼心狗肺的宋天科。那狗东西啊，真是没福气，这么好的闺女他愣是给扔下，以后啊有他后悔的。此时跪在姜老夫人门前的宋天科狠狠地打了个喷嚏，一定是屋子里那个老不死的老婆子正在骂他呢。娘，你消消气，事情真的不是你想象中那样，我怎么可能是那种狼心狗肺之人呢？这其中是有误会呀，您听我解释几句。屋子里，江雪娘正用帕子擦着微红的眼睛，时不时的偷偷瞄着坐在主位上的姜老夫人。娘，您知道村里的夫人是何等模样？撒泼打滚起来，那简直如泼驴一般。偏和他如此文质彬彬的一个书生，和那种粗鄙村妇在一起，自然只有被欺负的结果。所谓的抛弃妻子，也实属无奈呀。您就给他一个解释的机会吧。见女儿一双眼睛哭得红肿如核桃，姜老夫人心中也是心疼。哎，你与我在这儿哭有什么用啊？啊，此事你父亲都知道，差点呐，把他心痛的毛病都气得复发了。你还想留他在府上？那你也要问问你父亲同不同意。江雪娘自然知道问题是在父亲那儿，可是此时父亲根本不见他，她只有请母亲去劝劝父亲了。女儿知道你对宋天科不满，可是女儿也是为了我们的以后打算呀。您看父亲这身体，如今还不知能撑到什么时候。江雪娘的话落，姜老夫人脸色凝重了几分，却还是有些不悦地瞪了江雪娘一眼。不是女儿胡说八道，您想想，若是等到父亲不在了，你我的处境将会如何？女儿如今只想抓住机会，在江家争得一席之地，好为我们的日后铺路啊。哎，娘知道你心高气傲，自然不甘心就这么和离归家。可是，那男人可没你想象中的争气呀。听说如今在县学，实在算不得优秀。你指望他日后能为我们母女撑腰，怕是不行呐。江雪娘也觉得如今的宋天科与她当初心中所想的大相径庭，可是如今她已经别无选择。可是女儿如今已经别无选择了，咱们孤儿寡母，加上秀华，3个女子能做什么？怕是等到父亲真的不在了，我和秀华也是无家可归之人了。就算大哥把您留在府上，到时候无人给您撑腰，您一个老太太还不知道要如何受他们搓磨呢。江老夫人被江雪娘的话说得面色更加的凝重。女儿说的不无道理，等到老头子死了，他们3个女眷会是何种结果？可是他行吗？娘，您就放心吧，女儿心中自有成算。罢了，他如今
已经住在府中这么久，也不能说赶他走就赶他走。见江老夫人终于松口，江雪娘也松了一口气，脸上露出了几分笑意。哎呦，儿啊，我的儿啊，你咋跪在这里啊？啊，这江家是实在欺人太甚了，让你一个秀才郎就这么跪在一个妇人们面前，这成何体统啊？娘，你少说2句，儿子是自愿跪在这里认错的。哎呦，你可是个男人，他一个女人不跪在这儿，倒是让你一个男人如此低三下四，让我要反了天了不成？娘，你快闭嘴吧！儿子求求你了，先赶紧离开吧。宋天科生怕屋子里的江雪娘和江老夫人听见，那他跪了这么久，岂不是白跪了？我不走，我要问问那个女人到底想怎么样。这若是孙巧云那个女人，我早就进去把她脸给打烂。你个老东西，你倒是进去把我娘的脸打烂呀！忽而一声尖锐利翅声在身后响起，吓得还在过嘴瘾的宋老太太的身体本能的瑟缩了一下。秀华，你别跟你奶一般见识啊，她都是胡说八道的，她说的不是你娘，说的是村里那个村妇。你们如今吃着江家的，喝着江家的，竟然满嘴都是那个村妇。既然如此放不下那个村妇，还把着我娘干什么？赶紧滚回你们那穷山沟里去！你这个没教养的丫头，怪不得你亲爹都不要你，把你扫地出门。你放屁！我是自愿跟着我娘的，我亲爹至少没跟你儿子一般生了个不要脸的狐妹子，专门勾引男人。这话把宋老太太给说懵了。他的儿子不就生了2个丫头吗？什么时候成了狐妹子，又什么时候勾男人了？你个没教养的死丫头，你还敢胡说八道！败坏我儿子的名声，看我今日不撕烂你的嘴！娘，你还嫌不够乱的？这里有儿子自己解决，你先离开好不好？宋天科的话刚落，屋子里的江雪娘终于推门走了出来。闹什么闹？觉得江家装不开你了是不是？不想待在这儿，就都滚回青阳街去。江雪娘这话是冲着江秀华说的，可是只要是有些脑子的人便能够听出来，这话可不只是说给江秀华听的。娘，您就偏着他们吧，女儿都是为了护着您才与他吵的。江秀华说完，气得直接转身离开。你跟我过来。宋天科赶紧小跑着跟在后面，临走还嘱咐了宋老太太一嘴，让她回屋老实的待着。雪娘，你听我说，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我真的没有做那些所谓的狼心狗肺的事情啊。你做没做跟我江家没有什么关系，可是如今因为外面那些闲言碎语，却害我江家名声遭受连累，你让我以后还有何脸面出门？看到此时眼泪就要落下来的江雪娘，宋天科瞬间心疼起来。雪娘，你别哭啊，你知道我满心满眼都是你，怎么舍得看到你落泪？你真是要把我的心给揪起来呀！你若是想让我走，我走便是，你别这么折磨自己，我心疼，我心疼啊！宋天科眼珠子微转，满眼心疼的眼底闪过了一抹算计。果然，在听到宋天科要走的话之后，江雪娘的心里也是猛地提了一瞬。谁要你走了？你这一走倒是简单了，我江雪娘是彻底在县城待不下去了。雪娘，我不想伤害你，不想看到你难过，你跟我说我要怎么做你才能不生气呀？宋天科急切的眼神看着江雪娘，只让江雪娘心中的气恼又散了几分。天科，虽然你入赘到了江家，可是我们是实打实的夫妻了。既然夫妻一体，那就是荣辱与共，我怎么会赶你走呢？夫妻一体，荣辱与共，原来他的雪娘是刀子嘴豆腐心，根本就没有想过要赶他走。雪娘，我的雪娘，你放心，以后我只会让你有荣，绝不会再让你受辱了。天科，你日后可是要更加勤勉的读书，定要混出名堂来给别人瞧瞧。我知道你是有才华在身上的。雪娘，你放心，我当真要为你赚些功名回来，给你长脸。父亲那里自是有娘去说和，不过与张家的关系
不可就这样闹僵了。你还是要想办法与张家多亲近。宋天柯微微皱眉，因为三丫头她如今估计已经把张家得罪死了。这恐怕有些困难。如今张老爷和张夫人对那丫头十分信任，那丫头还不知如何在背后编排我呢。天柯，那丫头再能耐，还能脱得了你的手掌心吗？你可是她的亲爹，实在不行，你专门去找她推心置腹的谈一谈。日后你发达了，她还能不跟着沾光吗？江雪娘的一番话倒是触动了宋天柯。雪娘说的对，那丫头就是再有本事，她还能拖了自己的亲爹亲娘去？好，就依着雪娘的，等到书院里过2日休息的时候，我便单独去见见那丫头。另一头，孙巧云正在被宋婉珍拉着去镇上的成衣铺子里选衣裳。你这丫头，娘可穿不了这样的好衣裳，娘穿这些怎么干活的？哎，娘，马上不就月圆节了吗？到时候咱们都穿着新衣服去孙家庄去。再说了，这衣服您平时也能穿，就是颜色鲜艳，布料软一些，您干活的时候再围着围裙挡一挡就是了。娘，就买一件吧，好看，娘穿着好看。见二女儿见了漂亮衣服那么激动，她便忍不住咧嘴笑。三丫头，就给你姐买一件吧。前些日子你给我买的布料做的那件都没穿几次呢。老板，给这娘儿俩一人挑几身衣服试试，不管价格，穿着舒服还要好看的。哎呦呦，你这闺女可真是孝顺，长得也俊俏，大姐可真是个有福气的。是啊，这丫头就是太孝顺了。要我说，这衣服真不用买。嗨，咱们当父母的一辈子就是成全儿女，既然儿女有这个孝心，那咱也得成全不是？宋婉珍都忍不住暗暗佩服，怪不得这家成衣铺子看着店面不大，生意倒是不错。没一会儿，两人都挑选了一套。这2件衣服一共800文，您这件300文，小姑娘的这件500文。听完老板的报价，孙巧云可是愣了一下，就2件衣服就要800文，这也太贵了。就这2件，包起来吧。哎，好嘞。大姐，咱们这的价格真的不贵了，你看看这衣服的料子，还有这针脚，这可不是自己做的衣服能比的。哎，这样吧，拉你个老客户，今日这2身衣服再送3个帕子，下次你们再买衣服的时候，记得还来我这里啊。母女3人正打算回摊子上，宋婉珍却听到有人叫她。她转头便看到一张熟悉的笑脸正朝着她看过来。宋姑娘，可是还认识我？苏大小姐，这么巧？不算巧，其实我也正好想去你那摊子上找你呢，倒是在这里先碰上了。一听苏念说是找自己，宋婉珍第一下想到的肯定是她代表苏记糕点来找自己的。苏小姐是因为苏记来的？宋姑娘能把自己生意做好，那是你的本事，我有什么资格来兴师问罪呢？今日过来是想谢谢宋姑娘的。娘，你和二姐先去摊子上帮忙，我一会儿再回去。见宋婉珍是有事儿，孙巧云便答应着跟宋婉清先回去了。宋姑娘，我们茶楼一叙可好？宋婉珍点头，两人便进了旁边的茶楼。苏小姐难道不记恨我影响了苏记的生意，竟然还要感谢我？宋姑娘或许不知，你无意间的举动已经帮了我大忙。原来自从苏宁那日当着那么多人的面找他麻烦之后，苏老板宠妾灭妻的事情便被传开了。别说是张家和蒋家的那几位老爷见了苏老板躲着走，就连镇上的村民们都没少笑话他。最近这些日子，我母亲的身体也好了很多，所以这管家权暂时又到了我母亲的手里。不过宋小姐，我还是要提醒你一句，我爹给苏宁下了死命令，让他一定要把镇子上这个铺子经营好了。苏宁这个人心胸狭隘，善妒心特别强，我不觉得他会想出什么好的经营方法，但是他肯定会报复你的，你还是要小心一些。好的，我会小心的，谢谢苏小姐提醒。只是我还是有些好奇，苏小姐为何……宋姑娘是问我，为何作为一个苏家人，却要帮着一个外人？其实呢，我也不过是想与母亲过得好一些罢了。苏家好了，我与母亲也不一定过得好；苏家不好，我与我母亲
也不一定过得差。若是有机会，我希望带着母亲离开苏家。那希望你早日如愿，脱离苦海。谢谢，宋姑娘是我学习的榜样。不过，我还有一件事情甚是好奇，宋姑娘这脸蛋儿，可是用了什么好东西？才短短的一段时间，这皮肤就大变样了。其实苏念好几次远远的看见宋婉珍，就想去问她这个问题了，可是摊子上人多眼杂，她一直没敢近前。倒不是什么好东西，是我自己研究的一款面脂，用了一段时间，好像效果的确不错。实不相瞒，我与朋友在县城开了一家脂粉铺子，说起来不怕宋小姐笑话，生意实在惨淡，所以才想着问一问宋小姐。这样吧，下次我给苏小姐拿些我做的面脂，你用用试试。若是觉得我做的东西没有问题，我的这款面脂就可以拿到你的脂粉铺子里去卖。对呀，我怎么就没有想到呢？既然是宋小姐自己会做，那就更简单了。那我改日就命人直接去宋小姐的摊子上拿可好？行，那我今日回去做一瓶，你可以随时让人来取。太好了，宋姑娘，那一言为定。与苏念分开之后，宋婉珍打包了一些新品的面包，又装上了一些月饼，让陆怀远帮忙提了一大块猪排，便去了张府。哎呀，你带2块面包给我吃就行了，其他的呀啥都不用带。这个是什么呀？也是面包？张夫人拿起一个沉甸甸的月饼，左看右看，翻面看，不太像是面包的样子。这个是月饼的一种，干娘，你掰开看看。张夫人也不客气了，直接掰开一个研究了起来。这是颗蛋黄，这蛋黄馅的月饼，这个能好吃吗？这个饼皮闻着是香甜味的，可是这蛋黄闻着像是鸭蛋黄啊，而且是咸的。哎呦，你这丫头啊，真是心灵手巧，你是如何想到用这个馅料的？这咸甜搭配竟然出奇的好吃啊！张老爷打老远儿就听见张夫人一个劲地说好吃，人还未尽，便笑呵呵地说道：丫头，这是又拿了什么好东西来喂这只老馋猫了？谁是老馋猫啊？张夫人怒目瞪着走近的张老爷，吓得张老爷赶紧举手求饶。嘿嘿，我是老馋猫，每次宝贝女儿带来的好吃的，你吃够了，剩下的不都是到我嘴里了？宋婉珍扯了扯嘴角，合着他这干爹堂堂的张大老爷就是给媳妇儿打扫剩饭的呗。你快尝尝这个月饼。张老爷同样是一脸的诧异，看媳妇儿那一脸兴奋的模样，他必须助兴，赶紧咬了一口。这也叫月饼？是呀，您看这个。宋婉珍说着又拿起一整个月饼给张老爷看，只见上面竟然还印着字样：蛋黄月饼。丫头真有你的呀。哎呦，这还有字呢，哎呦，有花样呢。我刚刚啊只顾着吃都没看见呢，这月饼啊还真是又好吃又好看呢。对了，再过几日不就是月圆节了吗？月圆节之前黄老四还要叫我去吃酒呢，到时候啊让丫头给我准备些月饼，我提着馋馋他们去。张老爷一脸的得意之色，他似乎已经想象到了当着那些老家伙的面儿拿出这些好看的月饼来，他们那没见过世面的场景了。夫人，要不你就跟我一起去吧，都是当年的同窗，别人都是出双入对的，我就只有自己看上去实在有些可怜呢。哎，去了就是看你们喝酒，听你们吹牛，每年都见你竖着进去横着出来，非要喝死个熊样，去了看你丢人啊。张老爷见没有商量的余地，赶紧灰溜溜的走人，把空间留给母女2人。哎，你干爹啊，人前一副人模狗样一板一眼的样子，在我面前啊就是这样，没个正形。那说明干爹是喜欢您了，您在干爹的心里便是不一样的存在，人只有在喜欢的人面前才会像个小孩子。哎呦，你这鬼精灵的小丫头懂得还不少，只是你干爹啊那些老朋友都笑话他是个怕媳妇儿的，这次去黄老四那儿指不定又要被他们笑话一顿。他们笑话干爹那是他们无知，干爹哪里是怕媳妇儿，明明就是尊重和爱护媳妇儿。张夫人听得一愣，
还有这么个说法？宋婉珍又说了一堆男人怕老婆的好处，只听得张夫人拍手叫好。您就说，我说的这些是不是都是干爹的优点？张夫人连连点头，她从来没有数过张老爷竟然有这么多的优点。被这丫头一数算，这男人还怪好的嘞。哎呀，是啊，你干爹啊，他就是这样的人。所以啊，他这些优点都是因为尊重和爱护您才得来的。其实总的来说，就是你们两人互敬互爱，互相尊重，日子才越来越好。哎呦呦，这么说你干爹这么好，也有我的功劳了。说起互敬互爱，张夫人忽然觉得对自家男人生出了几分愧疚。要不今年我也跟着你干爹去，好好的给你干爹做做脸面，看那个黄老四啊还如何笑话你干爹。那到时候我就多装些糕点和月饼，让干爹和干娘带着过去。张夫人点点头，忽然很是郑重的开口，对，多带一些口味，正好啊让黄老四尝一尝，也是给你做宣传的好机会。老是听张夫人说的黄老四，宋婉珍忽然好奇，这黄老四到底是个什么人物？这个黄老四啊，就是咱们县的县太爷。我跟你干爹早年便认识他，年少时你干爹与他是同窗，所以啊喊得便随意了些。宋婉珍微微惊讶了一瞬，好家伙，他这大腿抱的，张老爷和张夫人可是比他想象中的人脉圈子还要硬。既然如此，那我定要给那月饼做个精致些的礼盒，不能丢了咱张府的脸面。哎，那就辛苦你了啊。哎，对了，张夫人猛地想起了什么事儿，拉着宋婉珍便往屋子里走。来，快试试，干娘让人给你做的衣服啊，已经做好了。婉珍忍不住赞叹，这料子绝对和他们今日在成衣铺子里看到的没法比。谢谢干娘。傻丫头，谢啥呀？干娘啊，就喜欢打扮小丫头。你这个年纪就是穿好看衣服的时候，这等到以后嫁了人，可就没有这么穿衣自由了。穿得稍微好看些，就总会有人盯着你，说你这样不行，那样也不行，总是啊要受些约束的。宋婉珍点头，说到以后嫁人，她还真是有些迷茫。她以后难道还真要留在这里结婚生子啊？从张府回来之后，宋婉珍马不停蹄地直接回了宋家村。这个简单，今天晚上啊就给你做出2个来，明天你就可以拿着用了。其实也没有这么着急，就是想在月圆节之前走礼用的。用这个走礼？宋婉珍这个草图其实就跟个小篮子差不多，不过就是里面分成了4个位置，这样就可以分别放几种口味的月饼。对，这个是我拿来装糕点用的，做好之后，到时候还会用花纸把外面单独包起来。还真有你的，不过你这糕点的成本岂不是又增加了？那是自然，这叫包装成本。不过到时候赚的就不只是糕点的银子了，还有这礼盒的银子。若是想要礼盒的，那就是另外的价格了。行，就交给我了。明天早上你们去镇上之前过来拿便是。哎，好嘞，那这2个先记账，到后面我还要麻烦木匠叔做其他的，到时候一起算。宋婉珍说完，不给宋木匠推辞的机会。他知道接下来宋木匠又要叨叨什么不要银子啊，懒得再听了，赶紧跑回家去。打土匪了！朝廷派人打土匪了！宋婉珍正在灶房里忙活着，便听到红嘴鸟叽叽喳喳地喊了2句。哎，我说鸟爷，好几天不见，我还以为你让人给炖了呢。切，就凭你鸟爷这本事，还能让人捉了去？看我这雄壮的身躯，灵活的翅膀。宋婉珍忍不住喷笑出声，当初不知道是谁直接撞晕在石头上，的确是够雄壮的。小小人类，哪里知道我鸟爷爷的厉害？你可知我这几天去了哪里了？见宋婉珍不搭理自己，红嘴鸟急了，一下子又跳到锅台上。不想知道我去哪里了，只要你不感兴趣。红嘴鸟心想，人类的好奇心不是最重的吗？他怎么能不感兴趣呢？哎呦，是大事儿！听说皇城那边
派人来清河县剿匪了，而且派来的人还是个什么世子。听说那人很厉害，这个宋婉珍倒是感兴趣了。他最近也听了不少清河县闹山匪的事儿，听说那些山匪挺厉害的，几乎已经把整个清河县都给占据了。厉害个屁！听说那人是个草包，那些山匪知道之后都快笑疯了。此时100里之外的山路上，韩征摆了摆手，让后面跟着的大军纷纷停下。先让本世子休息会儿，实在是起不了了。陈副将跟在身后，一脸的着急恼怒之色。眼看着就要到了清河县，这娇柔的世子又开始闹花样了。世子，前面马上就要到清河县周围了，城中百姓正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咱们还是快加紧速度吧。加紧不了，裤裆都要磨破了。喏，你看。韩征说着，正要扯起自己的裤裆让陈副将看。陈副将脸色一红，有些羞恼地别过脸去。哎呀，真不知道朝廷是怎么想的，竟然让这么一个废物带我们来剿匪。就是一天歇了800次，这都快到了，估计啊是害怕了呗。你看他的小白脸的样子，哪里能打仗啊？我看呐，人家就是来走过场，到时候不管那个山匪有没有剿灭，百姓是死是活，人家都是剿过匪的人，是吧？清河县的山匪早就听说了朝廷会派兵来剿灭他们的事情，本来他们还有些害怕，后来听说朝廷派了个纨绔过来，瞬间众人都放下心来。老大，刚刚又有飞鹤传说，那个什么世子还没到咱们清河，都吓得腿软了，连马都骑不了了。我就说嘛，这朝廷也不过如此，真是瞧不起我们，还是连个人都找不出来了。我看呢，就是有些有权有势的人给自己的儿子铺路而已，到时候那小世子估计连清河县都不敢进，把带的人往里一推，他自己呀都不知道躲哪里去了。这皇帝老儿也不过如此，能用的都是些虾兵蟹将。若是这次我们把朝廷的这些官兵都打跑了，日后咱们黑头山的兄弟还怕什么？众山匪越说越兴奋，一个个都看向坐在主位上的老大豹子头。给我好好盯着他，一旦有什么动静立马过来禀报。第二日一早，孙鹏便把宋木匠做好的礼盒给拿了过来。这也太好看了，这盒子若是平时不装月饼，装些别的东西送人也好看呢。孙鹏忍不住感叹，一想到日后他也可以跟着师傅学手艺，做出这些东西来，他就有些兴奋。几个人很快到了镇上，摊子刚摆好，就吸引了不少客人围观。哎呀，爹，我吃这些就行，不用带个礼盒的。谁说要给你吃了？你哪里这么大的脸呢？我要拿着去陈家，帮你这祖宗赔礼道歉的。凭什么给他赔礼啊？是他故意先挑衅的，他当着我的面还敢调戏初儿，他就该打。你闭嘴！你是要毁了你妹呀！这话传出去，日后他还能找个好人家吗？切，反正我是不会去赔罪的，他挨打他活该，那都是他自找的。等到男人走了，陆怀远才一副八卦的表情开口：那个青年不是昨天在前面街上那个跟人家打架的那个人吗？昨天我过去那边的时候，对方被他还打得挺惨的，已经倒地不起了。哎呦，这小子怕是惹事儿了，挨打的那可是陈家少爷，那陈家可是苏家的姻亲，这几年靠着苏家在镇上可是横行霸道，没干点好事儿。那苏家也是苏记的那个苏家？这镇上的富户本就那么几家，能排得上号的姓苏的，他就只知道一个苏记啊，就是苏记。不过听说这个陈家是那苏老板妾室的娘家，那妾室在苏家得脸，顺带着把娘家人也拉不起来了。宋姑娘，我们家小姐说让我来拿一盒面纸。宋婉珍立马一副心领神会的模样，她点点头，与那小丫头客气了几句，便把做好的面汁交给了她。过了中午，宋婉珍才让陆怀远把仅剩的一个礼盒给张府送了过去。那边陆怀远还没回来，本来艳阳高照的天忽而就阴了下来，看这样子是要下雨了。这天也太突然了，看样子一回下的还不小呢。
幸亏咱们东西都买的差不多了。咱们先找个屋檐躲一躲吧，这个样子回去怕是正好要被大雨淋着了。要不还是直接去张府吧，就是不知道能不能赶过去。宋婉珍的话刚落，豆大的雨点儿已经跟崩豆子一般，一个两个的落到额头上。看来是来不及了。孙长铁吆喝一声，赶紧把东西都收拾到牛车上。这个时候也只能找个屋檐先躲一躲了。哎，前面有家茶铺，咱们过去躲一下雨吧，顺便把牛车放到人家车棚里躲躲雨。几人一同叫好，便跑到了茶馆门前。老板，麻烦把我们的牛车给拉到车棚里去吧。可是那茶馆的老板听见声音，有些不耐地朝几人瞪了一眼，冷声地开口：去，谁让你们进来的？我们茶馆现在不接客。哎，老板，他们为什么可以坐下？店家，我们就是前面街上卖面包的，就是在你们家店门口躲会儿雨，喝口茶，我们带了银子的。我们茶馆就是不接待你们，怎么了？管你是卖什么的，都给我走！宋婉珍有些冷脸，从刚开始这老板看他们的第一眼，他便觉得有些不对，这老板好似是在针对他们。真是没见过这样做生意的人。你说什么？我家的茶水就是不想招待你们这样的泥腿子，怎么了？有本事你去告我啊！茶馆的老板说完，更加用力地往外推搡几人。你们来这边躲一躲吧，把牛车拉到我家后院去就行。宋婉珍还觉得这声音有些熟悉，一回头就看到早上那个小青年站在一家铺子门口，正看着他们几人。等到几人跑到对面铺子的时候，雨下得更大了，这才是真正的倾盆大雨呀！谢谢你啊，小哥。嗨，没事儿，躲个雨啊，又不会掉一块肉。我就是看不上陈家那小气样。哎呦，你又去惹他们啦？你是要把你爹气死啊？要是陈家那小子有个好胆的，你就等着吃牢饭。娘，我心里有数，就那几下，也就是皮外伤。那陈三娃根本就没事，躺2天就好了。他就是讹人。你说人家啊，是讹人就是讹人了。那陈家和苏家可是亲戚，咱们惹不起人家呀。万一人家告到官老爷那儿，我看你怎么办？那怎么着？我就看那狗东西欺负春儿，陈三娃那小子要定亲了，他还敢来祸害春儿，就是找死。那妇人红着眼叹息了一声，与宋婉珍几人点了下头，算是打过招呼，便往后院去了。就是去了官府，那也是太监惹的事儿，太监动的手，跟我有什么关系？他说完蹲下，忍不住用袖子擦了把脸，好似是偷偷红了眼睛，却又不想让人看见。怎么了，兄弟？你跟哥说一说呗。我可能不小心惹祸了。前2日见陈家那小子欺负我妹，我就上去跟那小子过了几招，没有想到他竟然这么废，几下就不省人事了。那狗东西都要定亲了，下面孙家庄的姑娘都来了陈家这茶铺好几次了，他都要结婚了呀，还来祸害我妹。你说我能不动手吧？那现在陈家非要我爹给他们一个说法，要不然就要去报官。那陈家跟苏家是亲戚，听说苏家在官府有人，我怕是要等着坐大牢了。孙家庄，几人都瞪大了眼睛，尤其是孙长铁，他咋不知道谁家的姑娘到镇子上来了呢？那他们陈家怎么说？到现在也没说要怎么着吧，也没有说要赔偿，只是说是报官。我爹几次想上门看个究竟，都被轰出来了。哎，算了，坐牢就坐牢，大不了18年之后，我沈家父又是一条好汉。陈家不会去报官的，不过你等着吧，他们一定会狮子大开口，问你们要一笔银子的。那陈家公子根本没事，有事儿对方早就打上门来了，只喊着报官却没有报官，那就是在故意吓唬对方呢。你怎么知道？听宋婉珍说对方不会报官，沈家父心里莫名的放心了几分。对方要是想报官，早就报官了，再晚些恐怕伤都要好了。你的意思是说，对方不想报官，而那狗东西的伤根本就不重，他就是想借着报官的名义吓唬我而已。他奶奶的，我就知道他们陈家不是什么好东西。沈家父气得跺了跺脚，恨不得现在就冲到雨里，到对面去跟人家理论去。既然对方不动，那你们也不动。他们不是不让你父亲进门吗？
那你就别让你父亲再主动过去了。直到他们沉不住气来要银子的时候，你们不给银子，直接说要去报官。沈家父点了点头，似是有些明白了。这玩的就是心理战术啊，就看谁家能沉得住气。大雨来得快，去得也快，瓢泼大雨很快便停了下来。今天真是多谢你们了，知道对方死不了就行。哎，我心里有底了。接下来一连几日，宋婉珍的糕点摊子都出奇的忙，买广式月饼的人越来越多。说好了，明日给大家放一天假。元月节就是要一家人团圆的时候，就要多陪陪家人。行，听三丫头的，等过了节再好好干，赶紧把摊子收起来，咱们今天晚上就回孙家庄去。好嘞。出来这么多天，孙鹏也有些想家了。众人一起回到宋家村，孙长铁和孙鹏收拾好了东西便要往回走。我们爷俩赚了这么多银子，还一文都没花呢，哪里要你花钱买这些？这些是过节要给员工发的福利，大舅不要是对工钱不满意，还是说节后就不想来我这儿上工了？哪里不满意？这么多工钱，大舅怎么会不满意？大舅是不好意思再要你这么多东西了。大哥，你就拿着吧，这些日子辛苦你跟大鹏了，这是三丫头的一片心意。拿着拿着，我是不馋肉了，拿回去给咱爹咱娘解解馋。父子两个，一个背着一大包糕点，一个提着一大块排骨肉，便往孙家庄走去。哎呦，我这堂屋的屋顶直接就开了这么个大洞，这可咋办呀？村民一眼便知道花婆子的心思，这是又在这儿装可怜，等着别人给他修屋顶呢。花婆子就是阿秀的奶奶。这2年自从两家有结亲的意思之后，孙鹏没少给阿秀家和花婆子干活。众人正说着闲话，便听到有人惊呼了一声：哎呦，那不是孙老大和孙鹏吗？果然见父子两人大步流星地往村里走。这老孙家买这么大一块排骨，这怎么有喜事啊？看他们笑呵呵的样子，倒是像啊，不会是孙鹏又想上媳妇儿了吧？花婆子馋得舔了舔舌头。若是他们家阿秀没跟孙鹏吹了的话，孙鹏手上的那块肉高低也要给他切一块。等到两人走近，几个妇人笑呵呵的打趣儿道：看来这爷俩出去呀，是赚了银子了。嗨，还行吧，这不是三丫头的糕点摊子开业了吗？生意还行，给我们爷俩一人1天50文的工钱。几个妇人一听，眼珠子都瞪大了。1天50文，那1个月下来岂不是要1两多的银子？哎呦，我那日去镇上的时候呀，看见三丫头的糕点摊子了，那生意火的哟，人都挤不进去。哎呦，是啊，我那天也凑过去看了看，好家伙，那东西卖的还真贵，可是再贵啊，人家也有人买。咱这镇上啊，有钱人还真不少呢。哪里是镇上的呀，好多呀都是县城里过来的呢。咱们做的东西好吃啊，用的也都是好东西，能不贵吗？现在可是连县太爷都吃咱做的糕点呢。孙长铁还真没吹，县太爷不但吃了他们的糕点，还好一顿夸呢。对对对，就是那个县太爷同款礼盒是吧？我都听说了，那个就是你们做的呀？对，就是咱们家的。花婆子越想越可惜，早知道当初就让阿秀跟着孙鹏了。不说别的，他这屋顶现在就找不到人修啊。鹏啊，哎，你跟阿秀的婚事，你还想？奶，都是过去的事儿了，咱就不提了。阿秀她只要过得好，比什么都好。花婆子都已经在想着排骨拿回去是红烧呢，还是煮汤了。可是没想到的是，孙鹏竟然如此平淡地说不提了。不是，你要是还念着他，念个屁！什么好东西值得我儿子天天念着？哼，我儿子要力气有力气，要身量有身量，啥样的姑娘找不着？至于天天念着那个朝三暮四不要脸的东西。不等花婆子的话说完，身后一声怒吼，吓得老婆子身子都抖了一下。你说谁是不要脸的东西？说谁心里清楚。小贱蹄子以为自己是天仙呢，这边吊着人家，那边又去勾搭一个不要脸的东西，肮脏死人了。谁吊着你们家了？是你们家儿子没本事，我家阿秀看不上。
我们家阿秀那是要嫁到镇上的。只是一骂完，花婆子就有些后悔了。她本来还想哄着孙鹏给她把房顶修了的，这一下是彻底没戏了。我儿子没本事，没本事你拦着他干嘛？你再给我来一个试试！刚刚他大老远看到儿子胖了，也会笑了，他这才放下心来。没想到这死老太婆又跑过来胡咧咧。哼，老不死的老东西，你说你缺德不缺德？还想骗我儿子给你们当免费的劳力是吧？黑心肝的东西，早晚要遭报应。媳妇儿，咱不跟他一般见识。就是啊，娘，咱回去吧。见过那脸皮厚的，就没有见过脸皮这么厚的。当初看不上我们家孙鹏还不说，偷摸着跟镇上那家来往，如今看我们家孙鹏赚了银子，又厚着脸皮巴巴的贴上来是吧？真是没有见过这么下作的人家，那真是一边不要脸一边脸皮厚，那真是让他们家给占全了。你别以为你打的什么主意老娘看不出来，在座的谁看不出你那点花花肠子？我告诉你，你们家的孙女就是现在白送到我们家都不要。8两彩礼我们出得起，什么样的姑娘我们娶不到？你以为你们家丫头多金贵呢？还真值得起这8两彩礼呀！我们是看着俩孩子一起长大，都知道我们家要结亲。俩孩子出双入对这么多年，我们家要是不要你们家丫头，你们家丫头说亲都不好说。俺们老孙家是为了给你们家丫头做脸才出这么多彩礼的，是我们家孙鹏心善，不想让你们家丫头为难。丧良心的东西！我们好好的为你们家丫头考虑，你们一家倒是暗地里耍着我们家老实孩子玩，我呸！冯氏一面骂，周围的人也跟着点头。两家的事情大家都知道，这花婆子家确实是有些不干人事了。哎呦，欺负人呐！啊，看着我老婆子年纪大就好欺负呀！孙鹏啊，孙鹏，你就看着你娘这么骂我这老婆子。孙鹏只觉得抬不起头来。就算是这婚事不成了，他也不想这事儿弄得让全村人都看了笑话。娘，回去吧，儿子求你了，这事儿都过去了，别再骂了好不好？娘知道你心里还难受，娘就是看不惯那死婆子欺负你老实。哎呦，娘，我早就不难受了，我只觉得已经过去的事，没必要再惹得你生一顿气。冯氏郁闷的脸上忽然一喜，有些诧异的看着儿子，这才出去多久啊？倒是会安慰人，会说话了。哎，行，过去的事咱就不提了。娘再给你找个好姑娘，咱们有银子还怕娶不到好媳妇儿？走。见人家一家三口走远了，赚点银子就找不到北了。我们阿秀嫁到镇上的人家，那也是做大买卖的，谁稀罕她一个傻憨憨呢？几个看热闹的妇人见花婆子又站起来蹦跶，撇着嘴说道：“哎呦，你不稀罕人家，刚刚拦着人家干嘛呀？这不能光逮着人家老实人欺负呀！”谁拦着他了？我就是想跟他说说话。哼，我就是一个破糕点摊子嘛，有什么了不起的？我们阿秀定的人家，那在镇上可是开大茶馆的，一个月能赚个10几两啊！听花婆子这么说，众人瞬间瞪大了眼睛。怪不得阿秀愣是不要孙鹏往镇上跑，原来镇上那户人家做着大买卖。哎呦，怪不得阿秀看不上孙鹏了呢，这是攀上富户了呀！就是，花婶儿，你们家阿秀还真是有本事，耍了孙鹏这么久，转头把人蹬了，就找了个有钱的。哎呦，花婆子便是怕这样，所以才不敢把男方的家事提前说出来。你们胡说八道什么？是人家打听着我们家小阿秀是个好的人，漂亮还贤惠，才拖着媒婆啊上我们家来说亲的。2个孩子马上就要定下来了，你们可少胡说八道。刚刚说话的年轻小媳妇儿却是一脸不屑地开口：“人家那个糕点摊子啊，一个月可是赚50-60两不止，估计过节这2天，一天都不止赚个1-20两了。那可不是破糕点摊子，比那大茶馆可是赚钱多了。”哎呦，那3丫头这么厉害呢！哎呦呦呦呦，卖糕点竟然这么赚钱呢？怎么可能？一个破糕点摊子哪能赚这么多银子？我们阿秀那亲家开的可是大茶楼，一碗茶水才多少钱啊？一斤点心才多少钱啊？人家的糕点摊子可是被县太爷都夸赞了的。你们亲家那茶楼被县太爷夸了吗？小媳妇又是一顿输出，直说的花婆子哑了火，心里瞬间觉得有些酸酸的。没想到孙巧云那女人竟然有这么大的造化。哎，她花婶子，
你不是说只要人家这糕点摊子真摆起来，你就买上10斤，让我们吃个够吗？人家这摊子不但摆上了，生意呀还做起来了呢。你这一把年纪了，可不能说话不算数呀。花婆子被说的一噎，当时她的确说过这话，可是她也就是这么一说，谁还当真了呀？你那未来孙女婿不是镇上的富户吗？让你那孙女婿来买些让大家尝尝嘛，不买10斤，买个2斤，对人家说那也是小意思吧？啊！哎呦，就是啊，你们家阿秀啊，那可是出息了。说了这么好的人家，那过去可是要给人家当少奶奶的。这未来的亲家这么有钱，应该不是小气的人吧？花婆子被架了起来，一张脸虽然是笑着的，可是那笑就要挂不住了。镇上那家虽然有钱，可是每次过来都小气的要命。哎呦，哼，不就几斤糕点吗？我那孙女婿可大方着呢，等着定亲的时候啊，让他多买些拿过来，你们都尝一尝。几个婆子撇撇嘴，这花婆子可真会算计。等到人家定亲的时候，他们还能空着手去讨点心吃。孙长铁和孙鹏一进家门，孙铃铛便高兴地迎了过来：“爹，你可回来了！我和娘都想死你们啦！”冯氏瞬间脸色有些涨红的嗔怪着：“死丫头瞎喊啥？谁想逃了？”孙长铁嘿嘿地笑着，这才离家多久啊？这咋感觉回来跟媳妇都有些生分了呢？是老大回来啦。这俩人看着在巧云那儿过得不错，都长胖了，也白了，不像之前那么糙了。哎，娘，我跟鹏回来了。奶，这是三妹妹给的，让咱们过节吃的。哎呦，这丫头，哎呀，可真是拿银子不当银子呀！这哪能割这么大一块猪肉？这哪能吃得了啊？孙铃铛忽然觉得有这么个厉害的姐姐也不错。奶，一顿吃不了，那就多吃几顿。哎呀，就你这丫头聪明，奶还不知道多吃几顿呢。冯氏顾不上灶房里的事儿，拉着孙长铁和孙鹏就往屋里去。三丫头可是给你发工钱了。孙长铁便知道他要问的是什么，乐呵呵的伸手从身上开始掏银子。那都在这里了。哎呦，这三丫头给了这么多呀！可不止，我爹有工钱，我也有呢。冯氏可没想到孙鹏也会有工钱，毕竟也是孙长铁临时起意把孙鹏带到宋家村去散心的。哎呦呀，这巧云和三丫头也真是的，这哪用得着这么客气呀？哟，现在不嫌弃你那小姑子嫌你便宜，拉着一家吸你的血了？我以前不就是嘴臭点吗？你说你哪一次给巧云拿银子，我死命拦着过？你去人家家里干活的时候，我还给你准备了干粮让你带着呢。嗨，这不就说嘛，我还是娶了个好媳妇儿不是？刀子嘴豆腐心，你这心呐，那是最善了，就是以后这刀子嘴再软和一点就好了。去，越老越会贫。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太长时间没见了，还是因为男人赚了银子回来，两人难得的相处的这么和谐。孙长铁摸了摸扯了很久的花布，想拿出来又有些不好意思。你还在这干嘛？赶紧出去拿糕点给你爷奶分一分。哦，好嘞。孙鹏麻溜的跑了出去。今日这爹娘也太奇怪了，这么罕见的和谐场景，真让他觉得自己站在那儿像个电灯泡。孙鹏一走，孙长铁便又开始掏自己的衣服。哎呀，这爹娘和孩子们都还在院里呢，你可别。媳妇儿，你看。不等冯氏的话落，便见孙长铁忽地掏出一块花布料子来，十分稀罕地举到冯氏的面前。我也不知道你喜欢啥样的料子，就看着人家镇上的妇人都买这样的，就给你扯了块这样的。冯氏看着眼前的花布，先是一愣，他不是在做梦吧？他男人竟然给他扯了块花布。给我的？就是给你扯的。你不是自己会做衣裳吗？等你有空自己裁一身衣服。三丫头说你们女人在家也不容易，做男人的就应该好好疼媳妇儿。听到疼媳妇儿这3个字，冯氏是彻底绷不住了，瞬间鼻头酸涩，眼睛都有些红了。这些年两个人就这么过日子，他也习惯了，从未指望有一日男人能跟他说上一句他不容易。算你这狗男人还有点良心。
孙长铁有些不好意思地挠了挠头，原来媳妇要的这么少，只一块花布就能把他感动哭了。没一会儿，出去到山上挖野菜的曹氏和二木也回来了。大哥回来了，听说三丫头那个糕点摊子生意不错，就连县太爷都吃过你们做的糕点了。哎，生意确实不错，这要不是三丫头坚持，明日我还想再摆上半日呢。这半日不说多了，几两银子是能赚了。孙长铁很是平常的一句话，让几个人心里都小小的震惊了一下。大哥，之前三丫头说的一天给你50文钱的工钱，可是都给你了。给了，人家三丫头可是一天都没落我的，一天50文都给我了。曹氏心里顿时觉得有些闷得慌。孙长刚和大木在窑厂里，两个人加起来一天的工钱还没有孙长铁一天的多。等到孙老太和冯氏把晚饭都快做好了，孙长刚这才带着大木从外面回来。这咋今日就炖肉了？明天不是才元月节吗？二叔，我爹拿回来这么一大块肉，够咱们吃好几顿的啦。大哥回来了？哎，回来了。三丫头给装的糕点，你赶紧先尝尝，先垫垫肚子，让孩子们也吃。这些东西挺贵吧？我听人说这一个最便宜的就要10文呢，还有20文、30文一个的。大木虽然没有到镇上去，可是这面包的价格他可是早就从别人口里听说了。嗨，拿回来就是让你们吃的，啥贵不贵的，都是咱自己做的，你大伯我都吃够了。他可不是都吃够了，每天光是那些烤歪了的，火候烤大了的，要不就是剩下的什么边角料，他吃得够的了。还不等开饭，曹氏便找了个借口把孙长刚叫到自己屋里。怎么了？孙长刚见曹氏脸色不好，开口的时候语气也温和了很多。大哥在三丫头那里一天给50文的工钱，你知道不？知道啊，当时三丫头说这事儿的时候我也在呀。曹氏看了孙长刚一眼，心里堵得更难受了。他男人竟然只看着老大赚钱，他一点反应都没有。这些年咱们也没有少帮小妹家，凭什么？曹氏话说到一半，再看到孙长刚突然拉下来的脸色，就闭了嘴。我帮助小妹那不是应该的吗？那是我的亲妹妹，我心甘情愿，也从未想过要什么回报。再说当初大哥去三丫头那里帮忙的时候，你不知道吗？你自己明明也说过，幸亏三丫头喊的不是我，万一生意做不好还把窑厂的活丢了，这是不是你当初自己说的话呀？啊？怎么现在看到大哥赚了银子了，你又觉得是大哥赚了便宜了？孙长刚不明白，平日里明明比大嫂要懂事的曹氏，竟然会因为这件事跟他掰扯起来。老二啊，你干啥呢？啊，大过节的吵吵啥呀？赶紧出来吃饭！孙老太在门外吆喝了一声，孙长刚这才哑了火气，悻悻地开口：没啥，娘，我们一会儿就出去。被孙长刚一顿吼，曹氏的脸色虽然不好，可是心里好似也没这么憋屈了。三丫头当初也是考虑到我在窑厂干活，怕生意做不起来，还让我丢了正经活计，所以才没有喊我。那三丫头对我们2个舅舅都是一样的，你若是一会儿出去了，再说些有的没的混话，我可饶不了你啊！曹氏心里闷着的那口火气彻底被浇灭了，闷闷地点了点头。知道了。这些年我和大哥的确帮着宋家村不少，可是大哥这2回带回来这么的银子，分也分了，拿也拿了，人家巧云母女啊不欠我们的了，你说是不是？曹氏点了点头，可不是不欠他们的，那些银子就是他们这些年雇个长工都够了。这些年我和大哥2个人，其实大哥帮助小妹家最多，你承不承认？曹氏再次点了点头。孙长铁身强体壮，不管是老孙家还是宋家村的活他都抢着干，也从来不喊苦喊累。这些年宋家村那边很多事儿的确都是大哥抢在前头，大哥过去了，他家男人便不用过去了。从小就是这样，有什么事儿
大哥都冲在我前头。就比如这次三丫头让他过去一起做糕点的事儿，大哥难道就不怕这糕点摊子干不起来，白忙活一场赚不到钱吗？他也怕呀，可是呢，他半点没有犹豫。他帮的是自己小妹，自己的外甥女儿啊。他过去了，我就不用去了。我们两个总是惦记着小妹的，也总是要有一个要去的。如今摊子赚钱了，你就心里不平衡了。那你有没有想过，万一没赚到钱，大哥会不会抱怨呢？他不会，他只会默默地承受下来。大嫂平时虽然嘴碎些，可是这些年也包容了大哥不少。若是我跟大哥一般，万事都抢着做，没事就去小妹家帮忙，你能像大嫂这般只骂几句吗？两人出去的时候，饭菜已经端上了桌，一大碗的炖排骨立马散发出浓郁的肉香味儿。孙老太在桌子底下踢了孙老头一脚，孙老头这才从那一大碗的排骨上挪开眼。明日就是元月节了，咱们今日啊就三丫头的福，吃上排骨了。哎呀，是爹无能啊，这些年呢也没给你们兄弟俩挣下什么家业。爹，你说这干啥？我们兄妹三人从小都比别家穿得饱吃得暖，我们已经很知足了。就是啊，爹，谁家不是这么过来的？我们如今的日子已经比别家强了。你们记住啊，不管什么时候，你们都是兄弟姐妹，都是一家人。不管是有钱没钱，这情分呐，都大于一切。孙老头和孙老太活了大半辈子了，自是看明白了一个道理，在金钱与名利的面前，亲情有时候会变得相当的脆弱。如今老大跟着三丫头是赚了些银子，老二你们两口子也别觉得不平衡。当初你们还没成家，你大哥呀就成了家里的半根顶梁柱了。这些年他为了你们没少出力。爹，你说这些干嘛？都是一家人，我又是老大，多做些不是应该的。再说了，老二和弟妹哪能这么小心眼儿？咋能因为这个事生气啊？曹氏一听便知道是自己的心思被公婆给看了去，瞬间有些不好意思低下头去。爹你放心，大哥能帮着三丫头把生意做好了，我们高兴还来不及呢。这一块绝对不会跟大哥去攀比的。是啊，爹，只要三丫头那生意好了，我们就开心。以后大哥顾着那边，我们两口子就好好的顾着咱们家里。爹放心，俺们的日子以后若是好了，咱也不能落下老二。这亲兄弟哪有不拉巴一下的？咱们都是一家人，就像娘之前说的，哪一个都不能掉到地上去。听了两个儿子儿媳的话，孙老头和孙老太也算是放心了。好了，大家开吃吧。二木撇了撇嘴，伸着脑袋靠近孙铃铛的耳边。这排骨可是三丫头给的。三姐姐真厉害，不但会做糕点，还会挑肉呢，这肉可真香。二木有些惊讶地瞪了孙铃铛一眼，这就是所谓的拿人家手短吃人家的嘴短吗？爷奶，有个事儿我跟你们得说一下，也跟家里人都说一下。大孙平日里三脚都踹不出一个屁来，咋个今日在饭桌上还主动开口说事儿了呢？我拜了木匠师傅，过了节就准备去学木匠活了。啥？学木匠？最激动的莫过于冯氏了，他没想到儿子竟然能遇到这种好事。真的？哪里的师傅呀？人家可是要诚心教你，可是要给银子。他实在是太高兴了，若是真能学着手艺，那就是给人家银子都行啊。师傅手艺可好了，是宋家村的，是三妹妹帮我拜的。过了节办个拜师宴，我就直接跟着师傅学手艺了，而且师傅也不要银子，就是让我好好学，别砸了他的手艺。哎呀，太好了，我就说我儿子就是命好，生他的时候可顺当了，我都没怎么受罪就把他给生下来了。孙老太睨了老大媳妇儿一眼，这好好的事儿咋扯到生孩子上去了呢？
这一桌子的人呢，他还知不知道羞啊？好啊，好啊，我老孙家也出了个手艺人啊！以后啊，也不光是土坑刨屎的庄户人了啊！嘿嘿。老孙头欣慰的点点头，心想着等到他到了那边列祖列宗的面前，他也能有脸唠上几句了。嫂子真是好福气呀，真是苦尽甘来了。要是大木也能有这机会就好了。嗨，这小子笨得很，还不知道啥时候能学出徒呢。他只要能好好的干点事儿呀，别想那些乱七八糟的，我就放心了。一家人很快把饭吃完，孙老头一抹嘴，便拿了一个大面包往大门处走去。哎，你干啥去啊？天儿还早，我找李正几个喝茶去。喝茶？都这个点儿了去喝茶？你晚上不用睡觉了呀？爹啊，你拿这个大个面包背在身后干啥呀？孙老头脸色一僵，没想到自己会在儿媳妇面前丢这么大的脸。我拿几个给老伙计尝尝，他们都馋这一口。孙老头说完，也不等孙老太再开口，转身便往门外跑。你个老东西啊，这东西多贵呀，那么大一个要10-20文呐，你说拿出去就拿出去了呀。这老东西平时看着蔫蔫的，这身子还不如我呢，原来都是装的，这跑起来脚比我利索多了。冯氏听见动静也跑出来了，知道是咋回事之后，不但没有生气，还笑着开口道：嗨，那就让爹出去显摆显摆吧，也好出出咱家这口恶气。当初宋天科那狗东西给小妹和离的时候，咱们村多少看热闹的。还有孙鹏跟艾秀的婚事吹了的时候，村里有多少人说闲话，说咱们老孙家没本事，养了多年的孙媳妇都留不住。现在可好了，三丫头生意做起来了，孙鹏也要去学木匠手艺了，咱们家双喜临门。这么好的事儿就应该让爹出去说一说，吹一吹，咱们老孙家也扬眉吐气一会儿。听冯氏这么一说，孙老太倒是觉得在理儿。如今家里的孙儿年龄都大了，也都到了说亲的年纪。你爹呀，真是越老越没个样了，就跟个孩子似的。老顽童呐，以后咱们日子越来越好，爹和娘都少干点活，就天天跟孩子似的玩就行。一家人听到孙老大说话，都有些诧异地看着他。这爷俩出去了一段时间，那真是不一样了，说话都比之前好听了。哎呦，还会哄老娘开心了，真是稀罕的。哎呦，都说做买卖能锻炼人，还真是嘞。大哥现在看上去就精神，跟之前可大不一样了。送走了孙长铁和孙鹏，宋婉珍便打算和孙巧云一起上山摘些野果子、野菌子去。哎呦，你们这娘儿仨这也是准备上山呐？宋婉珍没好气地翻了个白眼，懒得开口。这人脸皮怎么这么厚？上一回两家都翻脸了，这怎么还好意思开口打招呼呢？是啊，趁着天还没黑，去山上逛一逛，看看还能采些啥不？哎呀，这山上没啥了，你看看这一个个回来都去山上好几趟了，蘑菇都采干净了。你们要是想吃蘑菇呀，我先匀给你们一些，你看我这采了不少呢。孙巧云见状赶紧摇头后退，只是他退的速度还是没有多子婶的手快，一大把蘑菇瞬间就落到了他的篮子里。他多子婶子，我们一会儿去山上看看就行了，你好不容易摘的，你快自己留着吃吧。哎呀，你说说你呀，跟我这么见外干嘛呀？咱们都是一个村里的，低头不见抬头见的，咋了？你还因为上回的事情跟我生气呢？过去的事儿就过去了，只要你不提两家的亲事，怎么都好。哎呀，不提了，这本就是看缘分的事儿，既然没缘分呢，那就算了。倒是一旁的宋婉珍忍不住挑了挑眉，这老婆子今日竟然转性了，真要白送他们这么多蘑菇？有诈，绝对有诈。三丫头呀，婶子看你那糕点摊子的生意挺忙的呀，看你们有时候吃饭都来不及，都过去50了才开始吃饭呢。宋婉珍暗暗吸了口气，这婆子知道的还不少，连他们在摊子上什么时候吃饭都看见了。是啊，是挺忙的，做生意嘛，忙起来就这样，顾不上吃饭。
赵婶子说呀，你一个丫头哪里要抛头露面操这么多的心呢？你那里还缺个能出力的，能把这糕点摊子给你撑起来的。要说这女人呐，做生意没个男人撑门面，那可是不行。巧云呐，你也别想我说话难听，那舅舅总归是外家人，这三丫头还得找个贴心的帮手不是？那以后这家业才能守得住呀。孙巧云皱眉，脸上生出一股怒气，刚想开口，却被宋婉珍拉住。多子婶子说的是啊，我这以后还想着开铺子呢，是该找个信得过的人帮我盯着。多子婶子脸上生出了几分惊喜，一听到开铺子，她感觉全身的血液都在颤抖。哎呦，丫头跟我想到一起去了。不是婶子跟你吹呀，你若是有这么个人给你顶着大梁，你呀能省不少心呢。我们家你三贵哥呀，平时在家就可勤快了，脑子也灵光。刚从县城做工回来，我就想着不让他出去了，这在家里找个营生多好呀。心想着三丫头那里不是忙不开吗？干脆让你三贵哥给你去帮忙，咱们自己人用着多放心呐。你三贵哥可实诚了，那出去干活的人主人家天天夸，这要不是被我拦下来，这又得让县城的主家给接了去。多子婶子满脸希冀地看着他，等到笑容快要僵在了脸上，宋婉珍这才悠悠地开口：好啊，那就让三贵哥过来吧。哎呦，三丫头真的同意了。那一天多少工钱呢？他的儿子过去可是给他撑门面的，这工钱可不能给少了，要一天50文往上才行。工钱？要是太困难的话，就跟你大舅一样的工钱就行，先委屈三贵些日子，等他干到2月再涨工钱也不迟。一旁的宋婉晴悄悄地把孙巧云篮子里的蘑菇往多子婶子篮子里抓，这老货可不是什么好东西，他家的蘑菇可吃不得。你不是说三贵哥是自己人吗？多子婶子等了半天，却等了宋婉珍这么一句话，属实是有些懵逼。是呀，当然是自己人了。那自己人还要工钱？你想白用我家三贵呀？不给工钱还想让我儿子给你干活玩呢？见多子婶子终于变了脸色，宋婉珍也懒得跟他演了。不是多子婶子你先跟我玩的吗？你当着我娘的面儿说我舅舅是外人，说你儿子是自己人。你说你到底是跟我说着玩呢，还是你脑子不好啊？你这个死丫头，你脑子才不好呢。合着这么一大会儿，这丫头都是在耍他呢，真是缺了大德了。他多子婶子，大家都是开玩笑，你怎么还认真起来了？有你这么说孩子的吗？谁跟你们开玩笑了？你们娘儿几个耍我是不是？你们不同意就不同意，也不用耍人吧。谁稀罕去你们那破摊子干活似的？俺们家三贵呀，那在县城里都是有门路的，不知道多少大户要请他去做工呢。哎呦，他多子婶子，我听说你们家三贵偷主人家的东西，被人打了一顿赶出来了，那伤可是养好了。多子婶子正昂着头说话，不想身后突然冒出来的声音让他的脸色一白，身上的气势瞬间就没了。怎么可能？他们家三贵回来只说主人家不用他了，回来的路上还让人打了一顿，把工钱抢了去。传言都是传言，谁说我家三贵被主人家赶出来了？是他们那家主人不行，我们家三贵要涨工钱，他们涨不起，我们三贵这才辞工回来的。是吗？哎，那我怎么听县城回来的人说，正好看见三贵一身是伤的被人打出来呢，而且人家差点要报官了。哎呦，他婶子呀，这话可不能乱说呀！三贵如今还没娶上媳妇呢，你可不能毁了他的名声啊！哎呦呦呦呦，你看我这张嘴，这忍不住就把三贵偷东西的事儿给说出来了。李正媳妇说完，还装模作样的打了自己嘴巴一巴掌。哎呦，他李正婶子呀，你可别说了，没有的事儿，没有的事儿啊！别说了，可别说了。他多子婶子呀，你要是实在没事儿就去逮个屁嚼着吃，看把你闲的。多子婶子皱巴着脸，脸色实在难看。若不是怕对方再说自己儿子的事儿，他指定是不能就这么忍着了。他李正婶子呀，我这还有事儿，你先忙啊，我改天再来我家吃饭啊。见多子婶子慌忙跑了的背影，李正媳妇撇了撇嘴，他们家的饭我可吃不起，
吃一顿饭，那我们家祖宗18代都开始欠他的了。还得是您啊，李正婶子。哎，我跟你说啊，以后遇到这种事情，你就大胆的骂就行，想到什么呀就骂什么，什么难听就骂什么，有我跟你李正叔给你撑腰呢，不用怕。宋婉珍点点头，心想着没有一块猪肉是白吃的，哪怕是吃到了别人的肚子里，也会发挥它应有的价值。哎，知道了，李正婶子，我也没有惯着那老货，不过还是李正婶子厉害。孙巧云又拉着李正媳妇儿说了会儿客套话，娘儿3个才往山上跑。你这丫头什么都敢研究啊？咋地？这玩意儿你还想吃？小心毒死你！我说这东西好吃，你信不信？你们人类果然坏透了！你是想毒死你鸟爷爷吧？我才不信你的鬼话呢！行，那到时候我做了，你可别吃啊！哎呀，这有些鸟不吃啊，可真是可惜了。吃这玩意儿不但味道好，吃了呀还能减肥呢。啥？红嘴鸟脖子一伸，减肥？这东西吃了能减肥？你采蘑菇呀？我知道有个地方，那边肯定有很多的蘑菇，你跟我来，我带你去。看着红嘴鸟热情的模样，宋婉珍微微有些惊讶，这鸟也跟有些人似的，情绪这么不稳定吗？哎，对了，我前2天跟你说的那个事儿你别忘了，那个蛋差点扯碎的家伙要害你呢，我都听见了。我会注意的，谢谢我鸟兄了。还真是多亏了这红嘴鸟，让他提前知道了苏宁和赵丽虎的计划，要不然到时候还真是个麻烦。你知道就行，到时候有好吃的，别忘了你鸟爷爷我就行了。按照红嘴鸟的指引，宋婉珍果然又收获了不少鲜美的蘑菇。等到娘儿仨下山的时候，3个篮子都已经装得满满的了。今晚上做一些，明天正好拿着一些去孙家庄去。行，我也是该去一趟，看看你老娘和你老爷了。母女2个正说着话，身旁的宋婉晴眼泪忽然落了下来。顺着她的视线，宋婉珍看到了同样站在前面有些无措的小伙子。是铁柱回来了呀？哎，回来了，婶子，回家过节呢。那个，我娘喊我呢，我先回去了，婶子。孙巧云回头才发现自己闺女这眼泪哗哗的就流了下来，身体也止不住的颤抖。咋了，闺女儿？你别哭啊，你是不是还喜欢铁柱啊？铁柱他是去县城干活来，肯定都没认识其他姑娘呢。娘去找人给你问问去。别，娘，我不要他了，不要他了。宋婉晴一面说着，眼泪就犹如断了线的珠子往下落，脑袋也摇成了拨浪鼓。好，咱们不要他，咱回家。二姐，只要你不愿意，谁都不能逼着你出嫁，我养你一辈子都行。我不出嫁，我能干很多活的，我能干很多活挣钱的，我能养活自己。好，咱不出嫁啊，咱回家做饭吃饭去喽。孙巧云小心地哄着，见女儿这模样，心想着还是之前宋老太太和宋天科逼她嫁给傻子时给吓着了。第2日一早，4人早早的就起来了。宋姐姐，你这身衣服可真好看，穿上以后跟花蝴蝶一般。倒是孙巧云一直在3人面前重复的问：娘穿这个出去不会太扎眼吧？我都这一把年纪了，你说还穿成这样，会不会让人笑话呀？宋婉珍从张夫人送她的首饰匣子里找出一根最朴素的银钗，就要插在孙巧云的发髻上。哎呦，娘可不能戴，这一出门还了得呀！穿着这一身新衣服出门，她就觉得很高调了。若是再戴上这银钗子，那不就跟富户家的婆娘似的？娘，等过了节，我打算开个铺子了，到时候多雇些人，您也不用干活了，再找2个丫鬟伺候您。啥？还要找丫鬟伺候着？娘不用伺候，你可别花那些银子啊！娘日后都是有丫鬟伺候的人了，戴根银钗怎么了？银钗虽然素净，但却给从未戴过什么头饰的孙巧云更添了几分贵气和端庄。好看呀，娘，您就这么打扮，以后也这么打扮。这么打扮可不能干活，也就今日去你老娘家，娘这么打扮，娘也去显摆显摆去。母女3人一出门，立马引得不少村民看了过来。这一大早，谁家的夫人小姐跑咱们村里来了？哎呦，可不是呢，
这是来村里走亲戚的？哎呦，这是巧云和三丫头，还有二丫头呀。还真是啊。哎呦，我这还以为是谁家的夫人和小姐来了咱们村呢。孙巧云被说的不好意思，只扯着笑脸跟几个婆子打招呼。几个婶子都在这里歇歇呢。赵婆子惊讶地张了张嘴，孙巧云这气质，她怕是一辈子也学不来。她要是也这么温柔大方得体，那赵发财还不得稀罕死她呀？巧云呀，三丫头不着急，这二丫头可要好好说门亲事了。几个婶子，我们家现在也不缺银子，给我二姐找的人家，那自然也不能差了。你们说是不是？几个婆子脸色纷纷一僵，这是直接把他们的心思断了。那是，你看这一个个水灵的，跟大小姐似的。哎，那一般的人家可是没这福气。哎呀，就是啊。等几人坐上牛车走了，几个婆子一个个静静地站在那儿，好久都没有说话。哎呦，之前宋天可走的时候，我还寻思着这娘仨在宋家村活不下去，早晚得回孙家庄投靠老孙家去。没想到啊，人家把日子过得这么好。哎呀，就是啊，人家三丫头可是赚到钱了。听说啊，就元月节这几天，一天啊得10几两的赚呐。啊，那不是比宝天大酒楼还厉害呀？可不是嘛，可别小看人家那个小摊子。哎，你看，那不是铁柱吗？赵婆子循着那婆子的视线看过去，还真看见角落里站着一个小伙子，正直直地看着牛车离开的方向。那不是铁柱是谁呀？这个是看人家二丫头病好了，又惦记上了。谁不说来，当初吵着娶二丫头，结果二丫头突然疯病，这小子第2天就跑到县城去了，也不是啥好东西。娘儿几个很快就到了孙家庄。孙家庄村口聊天的几个婆子看见牛车，也是大眼瞪小眼的站了起来。哎呦，真是巧云来过娘家啦！快去老孙家喊一声，家里来了客人。一个婆子说着便往孙家跑，不是平日里老寒腿吆喝着炕都上不去的时候了。牛车还没到老孙家的门口，孙长铁和孙长刚还有冯氏和曹氏一群孩子就已经迎了出来。嘿，这不是听说咱们老孙家的宝贝姑奶奶回来了，可不得赶紧迎出来吗？哟，巧云这衣裳可真好看呐，这要不是在咱们家门口，我都不敢认呐。哎，昨天你大哥回来的时候就提了这么大一块肉，你们咋的又拿这么多东西呀？昨日就想让大舅把这些东西拿来的，不过心想着他们走路还要背着不好拿，今日正好坐着牛车送过来。你这丫头啊，真是有心了。站在后面的孙铃铛一下子就被勾起了馋虫。三姐姐，这一包是什么呀？怎么这么香啊？宋婉珍也有些惊讶于孙铃铛的态度，果然这人心就没有收买不了的，若是还没有收买成功，那就是好处还不够。这一包是我昨天晚上卤的大肠，一会儿吃饭的时候再吃。这一包是糖，拆开了大家都尝一尝，甜甜嘴。冯氏也赶紧抢过宋婉晴手里的东西，让孙长铁和孙长刚往院子里拿。哎呀，你们别动手了，别弄脏了衣服了，这样的料子可不能沾灰的，不耐洗，洗几次就不好看了。院子里孙老头和孙老太也迎了出来。哎呦，这是我闺女哟，这咋越长越嫩了呢？哎呀，闺女是越长越嫩呐，你是越老越糊涂啊，连自己亲闺女都不认识了。孙长刚抱了一坛子酒过来，立马把孙老头的注意力吸引了过去。哟，这什么酒啊？看这坛子就不错呀。这不是咱们摊子前面那个酒坊的，这一坛子是那个什么桃花酿，要2两银子呢。几个大人都震惊了，这一坛酒顶多就只有2斤，竟然要2两银子。哎呦，你这丫头啊，你买这么贵的酒干嘛呀？咱庄户人家哪里能喝这么贵的酒啊？哎，这也还没打开呢，还能退不？哎呀，今天过节，就让老爷和舅舅他们喝点好的，我还带了点果汁来，咱们一起喝点。孙老头一听老伴要把这好酒给退了，抱着坛子不舍得撒手。
他这一辈子都没喝过这么好的酒呢。你个死老头子，这灌了金汤汤的酒，你也舍得喝呀？娘，今天过节不是，平日里也不喝，今日就让爹高兴高兴。大门口处后面跟着过来的几个婆子，别的没听见，倒是听见了那要2两银子才能买到的酒了。什么酒？那么一小坛要2两银子呀？就是啊，就喝这么一顿，2两银子就没了。哎呦，人家呀是发财了，哪里在乎这2两银子？你没看见人家那1牛车的东西，又是鸡又是蛋的，那一大包的糖，谁家舍得花那个银子呀？还有这么多精米来，这家底要是不厚实，走里舍得拿这么多东西啊？那还真是，那一车东西啊，不知道还以为谁家来定亲呢。那花婆子整天吹他镇上的孙女婿多么有钱，哼，我看来的时候也没带那么多东西啊。那还真是，这么一比呀，那镇上的富户也不过如此嘛。说曹操到，几个婆子的说笑声立马把花婆子引了过来。哼，那是你没看见，我那孙女婿带的东西可多了，咋的呀？还要摆到你面上让你瞧瞧。哟，花婶子来了，那屋顶补上了吗？花婆子脸色一僵，她跟儿子说了给她修屋子，这都1上午了，儿子孙子毛都没见到一根。我家那老儿子说了，一会儿就去给我弄，不用我操心。那感情好，这样的天呀，露着屋顶可不行，万一再来一场大雨，那不是连屋子都淹了？对方是关心的语气，可是听在花婆子的耳朵里，总觉得有些不舒服。大花婶子，我说句不中听的，还是人家老孙家的大棚好啊。这要是之前啊，你这屋子大棚早就给你修好了，还用得着你晚上数星星睡呀？就是呀，人家老孙家现在可不差，8两银子的彩礼那是说拿就拿出来了。再说了，那三丫头赚再多的钱，不也是个丫头吗？以后嫁了人，还得靠着老孙家一家撑腰呢。她发财了，那能不拉巴着老孙家一起过好日子吗？你看看人家这一趟来带的东西，人家可是真亲老孙家的人呐。这话算是一下子提醒了她。这三丫头没有兄弟，以后嫁了人，她娘家的东西自然是要留给老孙家，不是？人家那三丫头呀，可精着来，不精啊，能把那生意做起来。人家都没爹了，只有巧云这一个娘，大不了嫁了人，把巧云接过去住。这生意咋就不能跟婆家一起做呀？那要不是娘家扶持，她能把生意做起来？嫁人了还想把生意带到婆家去，她想得美！那不是吃里扒外便宜了婆家吗？几个婆子见花婆子那激动的模样，一个个都有些莫名其妙。这都是在说闲话呢，她这么激动干嘛？一个婆子见花婆子走了，才伸着脑袋跟做贼似的跟几个婆子说道：我刚才呀没敢说，听说他镇上那个孙女婿呀，调戏别的姑娘被人打了，打得还挺厉害的。啊？啥时候的事儿啊？这老货知不知道啊？哟，估计是不知道。这知道的话呀，那一家人不早就闹到镇上去了。花婆子还不知道他走了之后，话题的讨论点便转移到了他的身上。只是此时他也顾不上了，他现在越想越觉得阿秀若是嫁到老孙家，可比嫁到镇上那家强多了。只要把三丫头的生意要过来让孙鹏干，那老孙家不是很快就比那镇上的陈家有钱了？哎呦，我的老姑哎，来你这儿一趟可是累死我了。花婆子正想着怎么见了孙鹏说这件事儿，忽然就听到娘家侄儿叫苦连天的进了门。你怎么来了？老姑啊，我都快饿死了，快整点饭吃吧。他这个又懒又馋的娘家侄儿，如今快40了，还是个老光棍儿。你老姑我一个黄土都快埋了半截的人，哼，你还好意思上你老姑这里蹭饭吃？你个不要脸的玩意儿，有手有脚的，你不去干点活，天天东一棒槌西一棒槌的混着，我们这些亲戚都该你的。他要是早知道他今日会过来，早就关着门装作不在家了，任他把门拍死了也不会开门的。老姑，
这大过节的，镇上阿秀的对象就没送点好东西过来？又提这茬，镇上那家就拿了那点东西来，秀他娘看得跟宝贝似的，还舍得往他这儿拿？没有，啥都没有。看来镇上这户人家也不咋地啊，小气得很。人还没娶到啊，就这么小气，以后人娶过去了，不是更小气吗？花婆子越想这心里越难受，越想越觉得那户人家不行。不行，那就退了，不让阿秀嫁到镇上了。那老孙家的孙鹏不是还天天惦记着秀吗？只要我开口，他指定还愿意娶阿秀。那当初你们为啥没跟老孙家结亲啊？折腾这一圈子干啥呀？你知道个啥？花婆子拉着杨树海细细地说了一遍自己的盘算，只乐得杨树海拍手叫好。那现在的老孙家不是比镇上那家还有钱？那是，听说那糕点摊子一天都要挣10几两哎。今儿那娘仨可是过来了，那真是穿金戴银的，就是那县城的夫人和小姐来的。巧云也来了，听说她和离了。杨树海眼珠子一转，他当年和孙巧云那可是相看过的，这些年他可都没忘了他。咋的？你还想着人家巧云呢？人家以前就看不上你，现在呀，哼！其实心里早就打上这个主意了。若是把孙巧云和孙鹏都给拿住了，就不怕那个三丫头的糕点摊子不落到孙鹏的手里。哎呦，老姑，你大侄子不就是没收拾吗？你说我要是跟巧云成了，咱们不是更容易把那丫头生意给要过来吗？孙巧云可是他的娘，只要他开口，那丫头还能带着生意嫁人了？花婆子菊花似的嘴巴撅了撅。你还别说，这事儿要是真成了，那还真是亲上加亲啊！他们可都是为了老孙家好。哎呦，这谁家炖排骨啊？怎么这么香啊？老孙家呗，还能有谁家舍得这么吃？杨树海眼珠子一转，他可是比花婆子脸皮还要厚，直接起身就往门外走去。院子里，孙长铁和孙长刚正在收拾刚杀的大公鸡，兄弟两个又回忆起了小时候过元月节时候的趣事儿。那块月饼最后就是让你吃了，反正我是没见着。谁吃你那一块月饼了？娘都是分好的，一人一个，你都吃了一半了，我才不稀罕的吃。那我包着放在枕头底下，最后咋不见了？咱俩一个屋，不是你吃了，让谁吃了？嘿，我说孙老大，谁让你自己不吃，一直留在那儿呢？最后没了就怨我，说不定让房梁上的老鼠给叼走了呢。不可能，那老鼠叼走了，哪能一点渣渣都没上？那就是最后你自己吃了，你忘了。眼看着两人说着说着都要急了眼，没出息的玩意儿啊，端着你们吃喝啦？多少年的事儿了，还扒了呢？从小吵到老，都多大年纪了啊？怎么还跟个孩子似的斗嘴呢？他们不是惦记着那块月饼，就是这桩悬案都多少年了，一直没破。那块消失的月饼到底最后是被谁给吃了？大哥二哥，那块月饼是让我给吃了。嗨，合着是让小妹偷吃了。我就说嘛，我没吃，几十年的黑锅可算是洗清冤屈了。那大哥还真是冤枉你了，为了弥补你的冤屈，大哥今天杀鸡给你吃。切，这杀鸡的功劳可有我的一半啊！行了，你可别跟大哥斗嘴了，赶紧把鸡收拾了下锅。眼看着都快中午了，小妹他们都饿了。你咋来了？今日过节来了家里的就是客，自然是来做客来的。他可不跟这丫头片子一般见识。等到阿秀跟孙鹏的婚事成了，这小姑子到时候直接要高高的彩礼，嫁得远远的。谁家舔着脸空着手去做客呀？我们家不欢迎你，赶紧走。哎，你这丫头怎么说话的？你娘就是这么教你跟长辈说话的啊？一点礼数都没有。大门口的动静立马引得院子里的男人和灶房里的女人都看了过来。大过节的，你来我家干啥？找不痛快呀？哎呦，孙鹏娘，你看看你说的这是什么话？这邻里邻居的这么多年，当初咱都差点成了亲家了，
你说你咋还这么较真儿呢？谁给你成亲家了？少在那里胡说八道！俺们老孙家才不要你们这样的亲家！走，赶紧走！儿子马上就要去学木匠活了，以后也有大出息。什么样的媳妇儿找不到啊？还稀罕阿秀那个朝三暮四的死丫头？我们就是来串个门认认亲。你看你们这是干啥了？谁跟你们有亲了？认什么亲呢？而此时杨树海才看见站在孙老太身旁的孙巧云，两只眼睛瞬间像是被勾住了似的，直直地看向孙巧云。巧云，我是杨树海啊！孙巧云看向杨树海，整一个懵逼。杨树海是谁啊？他怎么一点印象也没有？我就是来找巧云的，来认跟巧云的亲事啊！你胡说八道什么？我都不认识你。巧云，咱俩当年可是相过亲的，你咋能把我给忘了呢？我为你守身如玉这么多年，这心里可只有你啊！你个狗东西，真是闲着你了，敢占我小姑子的便宜，我馋死你！就见曹氏递了一个比胳膊还要粗，还带着火星子的烧火棍子。哎呦，打人了！老孙家的媳妇儿打人了，你们不拉一拉呀？我让你们来找事儿，让你们胡说八道，让你们丢我小姑子的名声，我呸死你！哎呦，别打了，我不敢了，哎呀，不敢了！冯氏打了几下，打累了，这才停了下来，指着他们大骂：不要脸的玩意儿，一家子都不要脸，也不看看自己是个啥玩意儿，死了路上野狗都懒得瞧一眼的玩意儿，还想打我小姑子的主意，我头给你打歪！杨树海直接被打得跑出了大门口，那花婆子一个没站稳，直接一屁股坐到了地上，开始拍着大腿便要开始打滚儿。哎呦，娘欺负我这一把老骨头啊！老孙家院子里吵吵闹闹的声音，立马引得周围不少村民都围了过来看热闹。哎呦，你们快评评理呀，快啊！这老孙家媳妇就是个母老虎啊！大过节的，我们来问个好就要动手啊！花婆子，今日元月节，你不跟你大侄子在家过节，这都快饭点了，跑人家老孙家干嘛呀？就是，这是闻到人家家里的肉味了吧？啊！众人一阵哈哈大笑，只把花婆子那张老脸也臊得通红。哎呦，鹏啊，你也教了我这么久的奶呀，我是把你当亲孙子疼啊！你就看着你娘这么欺负啊！你进屋去，今儿这事儿跟你没关系。孙鹏一时不知道该如何是好。看什么看？你还不赶紧进去！鹏啊，阿秀她心里其实还有你的，你若是想娶她，奶给你做主。孙鹏脸色一滞，他已经完全接受了以后的日子里没有阿秀，他放下了。奶，既然阿秀找到了好人家，咱们两家亲事就别提了，别坏了阿秀的名声。我已经不喜欢阿秀了。你不喜欢阿秀了？怎么可能？花婆子的话刚落，便听到门口处一声气恼的声音传来：奶，你跑这里干嘛？我都要跟县城的陈家定亲了，你还在这胡说八道什么？宋婉珍忽然就想起了那日躲雨时认识的那个青年沈家富，还有那个开茶馆的陈家。阿秀，你要定亲那户人家是不是在镇上开茶馆的？没错，就是镇上开茶馆的陈家。等过了节，我们两家就要定下来了，我是绝对不会跟你在一起的，你死了这条心吧。哎呦，你个死丫头，谁让你过来的？阿秀，姓程的那小子不是什么好东西，你别被他给骗了。阿秀冷哼一声，脸上生出了几分得意，他就知道孙鹏不可能这么快放下他。孙鹏，没想到你现在竟然变得这么下作。你不是最讨厌背后说别人坏话吗？一会儿说不喜欢我了，一会儿又编排我未来男人的坏话，你还真是长本事了。孙鹏脸色猛地一僵，他是什么样的人他不清楚吗？可是他宁愿相信那个才认识不久的男人，也不相信他说的话。不是，你要不去镇上打听打听，我真的没有想故意拆散你们。我不用打听，他是什么人，我比你更了解。我跟你的事儿，也请你嘴下留情，以后还是不要再提了。谁提的？到底是谁家不要脸跑到人家门上提的啊？一家子拎不清的玩意儿，我儿子就是打光棍也不要你们这样的丫头做媳妇儿。见花婆子走了，看热闹的村民赶紧让开了一条路。哎呦，你个死丫头，你是想要了我的命啊！奶，你要干嘛？
干嘛跑到孙家去那样说啊？我都要叫到镇上去了，你怎么还去孙家胡说八道呀？你要毁了我呀！啊，你个死丫头，那还能害了你？那孙家以后可能要比陈家还有钱呢。孙家那小姑子家的三丫头是个能干的，在镇上啊开了一家糕点摊子，一个月能赚几10两呢，那可是比陈家赚得多。奶，那糕点摊子就算再赚钱，那也不是老孙家的呀，他们赚了银子还能都给老孙家？你知道啥？他那小姑子没有男人也没有儿子了，只有2个姑娘没人撑腰。只要孙鹏能把那生意要过来，以后给他姑养老，这糕点摊子不就是老孙家的了吗？可是那是他们老孙家的事情，人家老孙家要是没有这个想法，那一切不都是白搭吗？阿秀觉得花婆子简直是在异想天开，人家那生意做得好好的，哪里能说给老孙家就给老孙家？哎呀，孙鹏他不听你的话吗？到时候你们再想办法就是了。实在不行，你让孙鹏问那丫头要个秘方也行啊。他那东西不是做的好吃吗？那你们也开一家，那银子不就来了？不过阿秀只是心动了一瞬，便赶紧摇头。他再这样摇摆不定的，真的会被村里的人笑话死了。哎呀，奶，那陈家就很好了，你就别再乱点鸳鸯谱了。陈家那小子除了嘴巴会说以外，哪儿好了？你看看那元月节送来那点东西，打发要饭，他们就根本没把咱家当回事儿。你说你还没嫁过去呢，他们就行这样的事儿，等到这婚事一办，人再接过去，我们就是别想沾到你一点光。他们陈家要是瞧不起我们这些娘家人，你以为他们能对你好了？你就等着吧。细想一下，他们认识这么久，陈家还真没舍得在他身上花什么银子，都是话说的好听。哎呦，你表舅咋没跟上来呀？不会是被孙家的人打了吧？我表舅也去孙家了，他过去干嘛？哎呦，你表舅年轻的时候可是跟孙家那个小姑子相看过的，他们2个是一对儿来着。花婆子被阿秀拉走之后，躲在门口的杨树海却是不舍得走。巧云，我是真心喜欢你的，只要你跟我在一起，我就把你当姑奶奶供着都行。你个狗东西，老子忍你很久了，今日非把你的嘴给撕了，让你在这里胡说八道。巧云，你看看我，日后若是我们在一起了，我帮你一起打理糕点摊子的生意呀，你就可以不用这么累了。杨树海的话落，可是把院子里的孙家人都气坏了，合着他这是打上了三丫头糕点摊子的主意。滚！我看你一眼都恶心。那糕点生意是我女儿的，跟我没有任何关系。以后等她嫁人了，那也是她的，谁都别想打我女儿糕点生意的主意。巧云，你别糊涂，她一个丫头片子嫁了人，那就是婆家的人了，这糕点生意怎么能带到婆家去呢？那不是便宜了别人吗？去你娘的，便宜别人！还不等杨树海话落，只看到一个沙包大的拳头就朝着自己飞了过来。孙老大，你不识好歹呀！我可都是为了你们老孙家好啊！我若是跟巧云成了，日后这糕点生意还能分你们老孙家一杯羹。要是让那丫头片子带到婆家去，你们老孙家最后什么都捞不着。孙老太太冷着脸，这样的话不知道这狗东西是怎么想着说出来的。他们老孙家真要惦记上外孙女儿的东西，那还要脸吗？你这个狗东西，我老孙家的事儿还轮不到你在这儿指手画脚。老大呀，给我打！若是你们把我打伤了，到时候也得赔银子。孙长铁几步上前，直接把杨树海给提溜了起来。杨树海吓得大叫：打人了！老孙家又打人了！还没走的看热闹的村民见杨树海被提溜了起来，有些担心的劝慰：哎呦，你可别真把他打死了，为了这么个东西惹了官司可不值得呀。哎，就是呀，这就是个无赖。嘿，孙老大，你要是敢把我打出个好歹来，我就让你们老孙家吃不了兜着走。此时孙家庄的李正家里，孙老头还正和李正吹他这坛2两银子的好酒呢。哎，你不让我喝，那你拿来馋我做什么？你就是来我这里吹牛逼的，是不是啊？哼，这不是我闺女他们带来的吗？要不你一会儿去我们家吃饭，估摸着这饭呢也快做好了，
咋的？你不怕我把你家的肉都给吃没了？哎，我们家今日做的好吃的，你敞开肚子吃你也吃不完。两个老头正在打着嘴仗，忽然外面有人着急的跑了进来。李正叔，不好了，老孙家那边又出人命了。孙老头以为是自己幻听了。老孙家？那不是说的他家吗？报信的村民简单的说了一下情况，孙老头也顾不上再吹牛了，起身便要往回跑。你们今日若是不给我大侄个交代，我跟我大侄就死在你们老孙家算了。我好好的侄子啊，你们把他的脸都给打花了哟。宋婉珍看着这耍无赖的姑侄两个，露出了几分冷笑。这自古恶人还得恶人磨，不是不怕死吗？那就试试喽。大舅，直接打死不用留气，我干爹跟县太爷那可是老朋友了，一条不值钱的人命还是好摆平的。只这一句话，杨树海和孙家人以及门口的村民都愣住了。直接打死不用留气？你敢？县太爷才不会听你一个小丫头的。李正和老孙头在人群外面就听到了里面的动静，他们老孙家的人现在都这么硬气的吗？李正啊，你们孙家村的人欺负人了，你看给我打的，你可得给我做主啊，要不然我们村的人可不算完啊。你不在你们杨家屯待着，跑到我们孙家庄来干嘛？大过节的，你来人家家里闹事，人家揍你都是揍轻了，还不快滚！不行，今日老孙家打了人，必须得给我个说法。我就是来串个门，他们凭什么打我呀？凭什么打你？就凭你跑到我老孙家闹事儿，就是打死你了，也是我们老孙家有理。老孙头背着手站在老孙家的人前面，那一声吼得理直气壮。杀人了！李真，你真不管呢？杨树海，我都说了，让你赶紧走了，谁让你在人家家里闹事的？你真以为我们孙家庄的人好欺负？我作为孙家庄的李正，首先保护的自然是我孙家庄的人。你们杨家屯的人，去找你们杨家屯的李正护着你去。花婆子见李正不管，全然向着老孙家，又听见自己的侄子哭嚎得这么大声，立马便急了。哎呦，你们不能这么欺负人啊！他可是我娘家的独根根啊，我娘家还指望他传宗接代呢。花婶子，你还是别让你侄子出来祸害人了，就他这个样子，传宗接代难喽。就是说嘛，没把自己饿死就不错了。听到众人的嘲笑声，心气颇高的花婆子不愿意了。你们瞧不起谁呢？我侄子就是平时懒点儿，他要是有了媳妇儿，指定就勤快起来了。巧云呐，只要你俩在一起，他就改了，他就不懒了。他可比那个宋天科强多了。花婶子，你要是再说一句我跟杨树海的事儿，就别怪我跟你撕破脸。花婆子还想再开口，孙铃铛忽然大骂了一声：“哼，不要脸的老货，敢欺负我姑姑，我今日非打死你不可！”孙铃铛说着，便要冲着花婆子去了。那架势和劲头，跟冯氏平时骂街打架的时候有的一拼。打架多累啊！既然他嘴这么臭，直接灌粪，给他封住。二木，你去厕所里掏一桶大粪去。大木哥和怀远摁着这老货，我今日非要给他灌2口大粪，压着他这张臭嘴。二木麻溜的去厕所掏大粪了。大木和怀远直接冲着花婆子就走了过去。你个小辈儿，敢对我动手，到时候落得个欺辱老人的名声，我看你以后还说不说媳妇儿了。你是个傻老人啊，欺负你算是为民除害了，到时候孙家庄的人还要夸赞我哥是个大英雄嘞，大家说是不是啊？就是，活该要被灌大粪，大过节的来人家家里闹事儿。呸！不要脸的玩意儿，也不看看自己侄子是哪个坑里的狗屎，也敢掏出来恶心人家巧云去。这杨树还算个什么东西？他一个杨家屯的，整天跑到我们孙家庄来晃的就不说了，天天看着村里的大姑娘小媳妇的就眼冒绿光，真是埋汰人。哎呦，他上次啊还盯着我屁股后面看了好久呢。
一个跟花婆子差不多年纪的老妇委屈地嗔怒了一句，惹得众人都尴尬了一瞬。杨树海就算是再饥渴，应该也不至于对一个枯树皮一般的老婆子动手吧？你个不要脸的老货！上一次我说你侄子老是跟在我后面恶心我，你还说我勾引他。今日啊，就让我看看是你这张嘴臭，还是大粪臭。二木提了一桶大粪过来，众人瞬间捂上了口鼻。冯氏看了二木一眼，扯了扯嘴角，这孩子怎么这么实诚啊？他还提了这么多来，这一会儿一家人还吃得下饭吗？哎，李正啊，李正，救命啊！听见花婆子的叫喊声，花婆子的儿子和孙子一下子从人群中冲进了老孙家。哎呀，娘，我的娘啊！老孙家的人怎么敢这么欺负你的？哎呦，我的儿啊，我的大孙呐，我不活了！老孙家的人就这么欺负我啊！哎呦，爹奶，我肚子不舒服，我先去拉个屎啊！都说上阵父子兵，他养的这儿子可真是太孝顺了，关键的时候就把老爹和奶都给扔了。哎，别，我们走，我们不敢了。哎呦，我老婆子再也不敢了。哎呦，我说孙叔啊，你看看这是干啥？两家都差点结姻亲了，何必闹成这样？哎呀，我娘她老糊涂了，我回去啊，一定好好说教她。大木啊，放了他这一次吧。若是再有下回啊，就不是让他喝粪瓢这么简单了。等到花婆子他们一走，二木赶紧把粪桶提到茅厕里。粪桶一提走，院子里的空气瞬间清新了下来。老大哥呀，去哪儿啊？这是留下来吃饭。他李正说，今日中午啊，就在这儿吃，哪儿也不能去。李正其实早就被满院子的香味给吸引住了，半推半就的，李正就被推到了饭桌上。老大哥，你看看我媳妇儿，你亲弟妹，这些年呢，多亏了她给我操劳这个家呀。要是没有她呀，就没有我这一家懂事的儿女，还有我懂事的孙子、孙女儿、外甥女儿。孙老太嗔笑着拍了孙老头后背一巴掌，又瞪了他一眼，让他快闭嘴，别惹人笑。怎么了？我说的哪儿不对呀？若不是你我这辈子都得打光棍儿，哪有今日的好日子？老大哥，我这辈子真的值了。没想到啊，我们三丫头还能跟张老爷攀上亲戚，还能被县令夸奖，这是我老孙家的福气呀！老大哥，以后有什么事尽管开口，就冲着咱们老孙家跟县太爷这层关系，只要是在咱清远县呢，那就没有解决不了的事。孙老头说完，微微低着头，偷偷地瞄了李正一眼，又转头给孙长刚使了个眼色。李正叔啊，咱们家河坝边上那块地都塌下去一半了，等过了节，叔重新给你分一块，就从村南的那边给你找一块。孙长刚有些愣了，他们家靠着河坝那块地一边塌了有2-3年了，他找过李正好几次，要求重新量地，总是被李正找各种理由给推辞了。没想到今日的事情就这么简单的解决了。饭后李正就回家去了，只剩下一家人坐在一起聊天。宋婉珍说了自己的想法之后，孙长刚立马精神了起来。行，只要三丫头需要，二舅定然是要先紧着咱自己的生意嘛。工钱就和大舅一样，1天50文，等到后面咱们铺子生意稳定了，再给你们一起往上涨。宋婉珍的话落在曹氏耳朵里，又是笑得合不拢嘴。他就是想问工钱的问题，可是又不好意思张口。那我呢？他本来是跟孙长刚在窑厂上工的，老爹走了，那他岂不是要一个人在那儿？那大木哥想不想去我那摊子上先帮忙？工钱就跟2个舅舅一样，1天50文。愿意啊，当然愿意啊！我也想跟大鹏哥一样，跟这三妹妹长长见识啊。
长见识算不上，现在生意刚做起来，所以忙起来的时候还得是咱们自己人在那儿，我才放心。宋婉珍这句话把孙家人心里都说得暖融融的。三丫头说的对，咱们孙家的家风呢，那就是一家人的拧成一股绳。我还是那句老话，一把筷子折不断。只要你们齐心协力帮着三丫头把生意做好，咱们以后的日子差不了。爹，放心吧，我们一定好好干，帮着三丫头把生意做好了。对，爷放心，我跟大伯还有爹一定会好好干的。哎，行，你们在那边放心干活，这家里有我跟爹妹2个，还有爹娘坐镇，你们就放心吧。啊，大嫂说的对，家里啊，你们就不用操心了。好生帮三丫头把生意打理好了是大事儿。孙老太太一脸喜色地看着满屋子的儿女，坎坎坷坷的半辈子，虽说没享过什么福，可是看到如今儿女孝顺懂事，互相帮衬着，一家子和和美美的，她觉得这就是她最大的福气。我跟你爹身子啊好着呢，不用你们操心，也不用你们管我们，干好你们自己的活就行了。家里边啊，就辛苦2个儿媳妇了。我也不用你们操心。你都快18了，还让人操心，今后每天拾柴火的事儿就是你的了。看着孙铃铛吃瘪的样子，众人一阵哈哈大笑。孙长刚倒是早就听出了宋婉珍话里的意思，刚刚他似乎听到三丫头在说什么铺子的事情。三丫头是准备要开铺子了？我想等到节后慢慢看看镇上有没有什么好的铺子。咱们的糕点现在名气已经有了，客户群也已经有了，完全可以开铺子售卖了。三丫头啊，咱们做生意可得求这个稳啊，稳中求胜，千万不能心急。老爷知道你有本事，不过万事啊都得斟酌好喽。老爷放心，我一定会斟酌好的，有拿不定主意的事就来找您商量。听宋婉珍如此说，孙老头眸子里带着笑意，点了点头。丫头懂事儿，说的他心里很是熨帖，很是尊重他这个长辈。太阳偏西的时候，宋婉珍和孙巧云他们就准备往宋家村走了。姑啊，咋办呢？就这么算了？我呸！算了，2个孩子在一起拉扯了这么久，他孙家想不要我家阿秀啊，就不要我家阿秀了。他想了没？老姑，人家大鹏可都说了不喜欢阿秀了，你还能把阿秀塞到人家老孙家不成吗？你瞎呀！那孙鹏是不喜欢阿秀了吗？你没看他知道阿秀要跟镇上那家定下来的时候那眼神啊，都快急死了。他就是嘴硬。杨树海倒是回忆起了一些画面，当时孙鹏还说陈家不是好人呢，估计确实是心里还有阿秀。那你到底是想让阿秀嫁到老孙家还是陈家呀？过了节人家陈家可就来下聘了，到时候定下来再反悔，可就不是这么回事了。花婆子哼了一声，若是老孙家能像他们想的似的把三丫头的生意要过来，那他指定让阿秀选孙鹏。过了节我去一趟陈家，看看陈家那边下定的时候除了彩礼还准备了些什么。若不是陈家那家实在是太抠了，他也不至于又动了这歪歪心思。我告诉你啊，孙鹏，你最好给我断了这个心思，别听那老货瞎逼逼，这门亲事老娘是打死也不会同意的。娘，你说啥呢？我都说了不喜欢阿秀了，他就算是回心转意，我也不会娶她的。冯氏撅了撅嘴，看着自己的儿子，那表情好似在说，看把你出息的，不是当初那要死要活的时候了。那你跟着掉了魂的似的干嘛呀？孙鹏赶紧把在镇上听说的陈家的事情和冯氏说了一顿。镇上那家儿子竟然这么不吃东西啊！娘，我想跟阿秀好好说说，我们俩就算不成，我也不希望他被人骗了。冯氏叹息了一声，他便是听了之后幸灾乐祸，也知道这嫁人是女孩子一辈子的事情。哎，也行，你去吧。不过娘可跟你说好了，你就把你知道的说了就行，他要是不听你就别管了。还有啊，除了这个其他都不能说，他就算是后悔咱也不要。快天黑的时候，孙鹏找到了阿秀，知道孙鹏来找自己，阿秀脸上还是一副气恼不愿意搭理的表情。你又找我做什么？非要让人家看见说闲话？我都说了，你死了这条心吧，我不会嫁给你的。我知道，
我不会纠缠你的，我只是想告诉你，陈家那个真的不是什么好人，他调戏人家姑娘，被人家姑娘的哥哥打了。孙鹏，我还真没看出来，你现在竟然会背后说别人坏话了。陈阿宝怎么可能调戏别的姑娘？他明明说过只喜欢她一个的，等她嫁过去就做陈家唯一的少奶奶。我没有，我是真的听那姑娘的哥哥说的。听那姑娘的哥哥说的？那姑娘的哥哥就是什么好人了？你可亲眼看见陈七宝欺负他妹妹了？我的确是听别人说的，至于是不是你要定亲的那位，我也不敢确定。我只知道他们说的那人姓陈，家里是镇上开茶馆的，和孙家庄的一个姑娘要定亲了。阿秀越听，一颗心越是慢慢的提了起来。这整个孙家庄里跟镇上的人要定亲的，就只有他一个。肯定不是陈七宝。孙鹏，这是最后一次，说是你再说陈七宝的坏话，我绝对不会放过你的。孙鹏僵住，没有开口，只是咬着牙叹了口气。该说的他都已经说了，他问心无愧了。我后悔的是，从小跟你走得这么近，我奶都白对你好了，你眼睁睁看着你们孙家人欺负他，你都不上前拦一下。我都能想象到，我以后如果嫁给你，你们家人欺负我，你会是个什么样子。阿秀，今日我们孙家的人为何这么对你奶，你心里清楚。大过节的，你奶让杨树海来家里胡说八道，来恶心人，他还打我姑的主意。我告诉你啊，我姑就是我们老孙家的姑奶奶，她苦了半辈子了，以后谁也别想欺负她。你奶当着我姑我三妹妹的面说让我们把她的生意要过来，这是一个长辈说的话吗？我们老孙家的人就算是饿死也不会生出那种心思。今日我没动手，那是念着我跟你认识这么多年，喊了你奶这么多年的份上。若是再有下一次，我第一个动手。阿秀没有想到孙鹏竟然理直气壮地跟他说这些话。若是以前，他一生气，孙鹏就闷闷的不敢看他。我奶还不是为了你们好，你们不领情也就罢了，没必要大打出手。为了我们好，连你也是这么想的？我们果然不是一种人啊。不是一种人，你来找我干嘛？好，该说的我都说了，我走了，以后不会再来找你。等到孙鹏走远了，花婆子才从一旁贼头贼脑的走了出来。我就说这小子忘不了你，他答应了吗？答应啥呀？他说你以后要是再去孙家闹事，他也要对你动手。傻小子，随了老孙家的根，真轴。宋家村，宋婉珍他们到家的时候，一开门就发现院子里有些不对劲，家里进贼了。几人的脸上都生出了几分担忧之色，赶紧进屋子查看丢了什么东西。我的50个铜板都没了。一想到自己好不容易攒的50个铜板，眼泪都在眼底打转了。早知道如此，他就把那些铜板花了。怀远呢，别难过了，婶子的没丢，婶子给你补上。家里的大头都在宋婉珍那儿，几人都有些担心的看向他。宋婉珍有些紧张的伸手摸进了炉子里，那可是他要开铺子的资本呐，要是丢了，他得心疼死。我的银子也没丢，看来这次损失最大的就是怀远了。我以后再也不要工钱了，文钱也不要了。王赖子一进门，见陆怀远一副生无可恋的模样，便皱眉问道：哟，怀远，咋了这是？家里进贼了，我的50个铜板都被偷了。哎，三丫头，我今天可是一天都没过来。哎，不是我啊。见王赖子那紧张的模样，宋婉珍就想笑。所以说啊，这人呐就不能做亏心事儿。我知道不是赖子哥，没有怀疑你，你别往自己身上揽。赖子呀，你一会儿出去打听打听，还有别家丢东西的没？跟大家伙都说一下，让大家都注意些。哎，好嘞，婶子，我知道了。一会儿啊，我就出去问问去。赖子哥，别人要是问起我们家丢了多少银子的时候，你就说丢了50两。王赖子有些诧异地看向宋婉珍，孙巧云和宋婉晴也同样是一脸的疑惑。你就这么说就行了，说不定啊，这贼人到时候会自己站出来的。
丢了3只鸡、1只兔子、50个铜板，若是去报官，人家估计都懒得管，还不够路上折腾的呢。第二天，宋婉珍家丢了50两的事情便在村里传开了，还有不少没事的婆子跑到家门口来打听。哎呦，吓死我了！就丢了50文，怀远怎么还一副丢了家底子的样子啊？大舅，我就是被偷了家底儿，我一共就攒了50文，全被偷了。哎呦，没事儿，下回咱们长心眼了，把银子藏好，这回的大舅给你补上。孙长铁出来的时候带了不少的银子过来，说好了过了节要给孙鹏办个拜师宴。宋姐姐，要不然你以后连1天5文钱也别给我了，你都帮我拿着，我就是天生的穷苦命，我压不住这福气。宋婉珍愣了一下，这小子竟然说自己是穷苦命，他怕是没听说过白虎持世这个命格吧？谁说你是穷苦命了？宋姐姐觉得你是天生的富贵命，你是相信我，还是相信那些说你是穷苦命的人？是宋老板家吗？大门口突然响起了一声小心翼翼的女声。哟，是小娥呀，今儿个这室友怎么舍得让你出门了？室友昨天收拾牛棚的时候，不小心被牛一脚踢到腿上了，得在床上躺2天。他一面说着把牛乳放到了地上，弯腰的时候胳膊一伸，手腕处便是一块很显眼的青紫。呀，你这胳膊上怎么回事？没事，就是喂牛的时候不小心磕碰到的。宋婉珍的眼神暗了暗，那一处的伤可不像是磕碰的，倒像是用鞭子抽的。你男人那腿没事吧？啊，没事儿，想2天就好了。这2天的牛乳就由我来送了。哎，行，要我说呀，这就是你男人太仔细了。我当初都说了，这边的牛乳就让你来送，他只顾着镇子上那边就行了。他竟然还不放心你出门，你看你，这不是送的好好的，也没走丢了。他就是担心我走丢了。嗨，哎，这样，下次我去看室友的时候，我跟他说一说，以后呀，这宋家村这边的牛乳就让你来送。也该让你多走动走动，出来转一转，这哪能天天待在家里呢？别，千万别，是我不想出门，不是室友的事儿，你可千万别去找室友说这件事儿。听刘小娥都这么说了，王赖子有些不好意思，是他多管闲事儿了。你看我还以为是室友担心你，所以才不让你出门呢。哎，行，那我就不跟他提这个事儿了啊。孙巧云给刘小娥倒了水，想让她坐下来歇会儿，她连水都没有接过去，就摆手说要回去了。这丫头怎么那么慌张啊？2个村有好几里地呢，她就背着过来的，也不歇会儿就回去。我咋看着她脚还有点跛呢？她呀，怕见生人。我表弟人好，从来不让她出门。不过这不出门吧也不好啊，你看看人家见了人就害怕。赖子哥，你不觉得你这个表弟妹有些问题吗？她胳膊上的伤是鞭子抽的，不是磕碰的。嘿呀，他妈的，谁抽的？我表弟拿他当个宝贝似的疼呢，怕他出事都不让他出门的。现在送货每天都2头跑，自己再累都舍不得小娥给他帮忙。